剑神，要死一起死！出租屋内，容貌俊朗的年轻人发出怒吼，猛然睁开双眼。他大口喘着粗气，额头青筋暴起，眼中布满血丝，整个人仿佛出笼的猛兽一般凶悍。但随即秦川就愣住了，他明明和剑神同归于尽了，怎么没死？再环顾四周，陈峰的记忆逐渐复苏。这是他刚毕业时住的地方，江海市的城中村小屋。但问题在于，早在天启与蓝星融合之后，江海市就被钻石级 BOSS 占领，并且在随后的战斗中被夷为平地。秦川下意识地从兜里拿出手机，上面的时间赫然显示2033年10月11日，天启开服的当天。我重生了，而且是重生到10年前天启刚开服的日子。秦川瞬间明悟，随即各种复杂情绪涌上心头，但很快就被秦川压下。经历无数生死战斗的他，心境早已磨砺的波澜不惊。虽说重生回来很神奇，但经历过天启融合、众神降临为祸人间之后，秦川觉得重生这点小事已经算不上什么了。是的，天启会与蓝星融合，这款号称100%模拟现实的网游开服就火爆全球，吸引了无数玩家。而天启的神奇之处不仅仅在于跨时代的技术，更在于玩家可以花费一定代价将游戏里的能力提取到现实中，超凡时代就此开启。只是没等人类兴奋多久，天启里的怪物就出现在了蓝星各处。随着时间推移，更强大的 BOSS 也开始肆虐，到最后众神降临了。前世的秦川在开服后一路打拼，依靠超高的游戏意识，最终位列全球10大高手，将全部能力融合自身。但即便如此，在异世界神明面前，拼尽手段也只能做到1换1。一想到众神的强大，秦川嘴里就泛起苦涩。人类真的能赢吗？不过很快，秦川就振奋起来。既然他重生了，必然要改变原有的结局。收敛心神，秦川看向一旁，在不大的屋子里摆着一台充满科幻气息的游戏登录舱。这是秦川花光全部积蓄购买的，为的就是更好的打金。是的，秦川最开始进入天启就是为了打金改善生活，只不过他的游戏天赋有那么一点高，很快闯出了名头。重活一世，我必须最快速度提升自己。秦川暗道，前世的他虽然很用心打游戏，但毕竟不知道天启背后的灭世危机，许多机会都错过了。但这一世，秦川已经打定主意要和天启死磕到底。看了眼时间，距离开服还有6个多小时，还来得及去买点干粮饮用水储备着。正这么想着，手机却是叮叮叮响个不停。原来是工作群里主管正在疯狂艾特他，艾特秦川有个需求你回来改一下，艾特秦川已读不回什么意思，还想不想干了，艾特秦川给你3分钟时间滚回公司，不然就滚蛋。没等秦川回复消息，同事陆大勇发来了私聊，小川，李主管发飙了，你要是赶不及，我先帮你顶上。秦川回道，我来处理。随即打开工作群，死胖子，我忍你很久了，要改你自己改，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小爷我不干了。说完直接退群。下一秒，李胖子的私聊也飞了过来，秦川直接拉黑。陆大勇发来消息劝道，小川，我知道信里的有些过分，但这年头工作不好找，忍一忍就过去了。陆大勇是出了名的老好人，秦川刚进公司的时候也是他带着熟悉业务的。秦川回道，勇哥，我意已决，你不用劝我了。想了想，秦川再次发去一条信息，新出的天启游戏你可以关注一下，现在热度很大，我准备去那里发展。陆大勇，你是说那个号称100%模拟现实的网游吗？这是不是有点不靠谱？秦川知道陆大勇的顾虑，他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背着，而且年纪也不小了，让他去玩游戏，家里那关就过不去。秦川重生回去，自然知道天启的重要性，但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告诉陆大勇，只能打字劝道，以我经验判断，天启里面打金收益不会低，你可以考虑一下。说完就放下手机，该说的他已经说了，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陆大勇自己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准备干粮，然后等开服。等到秦川采购完成，回到出租屋，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距离开服还有不到5小时。一番洗漱之后，秦川躺进游戏舱，虽说游戏进不了，但可以先做准备工作，比如抽取天赋和预选职业。前世的秦川抽到了征服者天赋，可以在战斗中叠加攻击，搭配他的重甲战士职业，堪称又肉又能打。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征服者天赋。至于职业，要不还是选战士吧，毕竟那么熟了。思索间，游戏舱开始扫描全身，玩家数据已收集，正在构建游戏角色。滴滴滴，警报！检测到神明意志碎片，开始清理。隐约间，秦川脑海中响起歇斯底里的怒吼：凡人，你该死啊！秦川背后浮现出大片冷汗，这个声音他到死都不会忘记。是剑神！秦川万万没想到，
前世和他同归于尽的剑神意志碎片，竟然跟着他的重生一起回来了。不愧是神明，手段果然非凡莫测。只不过后续的变故是秦川没想到的，这游戏仓竟然把剑神的意志碎片给清理了，这是什么黑科技啊？哦，是天启的呀，那没事了。不过话说回来，天启的背后是众神，怎么还能对剑神意志碎片下手呢？秦川隐约察觉到，被人类统称为众神的神明似乎并非一体的，内部也是山头林立。但不管怎么说，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让秦川内心产生了紧迫感。他必须最快速度加强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在神明降临之后改写自己的命运。本来正常的准备工作是在扫描完成之后修改角色细节，然后抽天赋、选职业等开服。结果这么一打岔，秦川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只能耐心等下去。好在很快就有了结果，游戏仓再度发出毫无波澜的电子合成音。清理完成，开始抽取天赋。叮，您获得了 SSS 级天赋居神。第二章，非常好的建议，我选刺客。SSS 级天赋，秦川有些震惊，因为据他所知，前世的时候全球爆料出来的天赋最高也只有 SS 级，或许有过 SSS 级，但没能活到众神降临。而那位仅有的 SS 级天赋持有者，也是凭借那个天赋站在了全球玩家的顶点。同为全球10大高手，他一个人就能把剩下9个按着打，这就是天赋的重要性。前世的秦川觉醒了 A 级天赋征服者，再加上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就已经成为10大高手。而现在他竟然觉醒了 SSS 级天赋，不是征服者。秦川飞速思考，看来他的重生似乎带来了一些改变，暂时说不清是好是坏，但至少目前来看是好事。这可是 SSS 级天赋啊 ，SS 级就能造就全球第一，那这 SSS 级天赋能将他带到什么样的高度？光是想想就让秦川有些心跳加速。是剑神的意志碎片的缘故。秦川暗暗思索，同时查看这名为居神的 SSS 级天赋到底是什么属性。居神 LV1 SSS 级，效果1，远程攻击必中且伤害类型改为真实伤害。效果2，与目标的距离每提升1米，伤害提高 10%。即便是天启10年老玩家，又经历过重生，秦川还是忍不住呼吸都加重了几分。只一眼，秦川就意识到这个天赋到底有多可怕。到了中期，玩家的属性提升之后，相隔几千米发动攻击都不在话下。如果解锁神性，甚至能相隔上千公里发动攻击。而居神的伤害增幅在1000米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100倍。最关键的是，远程攻击必中，并且是真实伤害。这意味着，除非开无敌，否则再高的护甲也没有意义，只有撑血量才能抗住伤害。但血量再高，又能抗住几下呢？无敌，这个天赋太无敌了。而且这还只是 LV1 的居神，要是继续提升下去，伤害怕是要直接上天。秦川愈发激动，同时心中有了明悟，这个天赋的觉醒多半和剑神有关。毕竟剑神一登场就牛逼哄哄的自称天上天下剑术无敌，如果他掌握了居神天赋，那么还真没吹牛。得亏当时我7段大跳加3段冲锋拉近了距离，不然鹿死水手真不好说。秦川不由得有些后怕，随即又皱起了眉头。他想到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获得居神天赋肯定是要选择射手职业的，但秦川有过击杀剑神的经验，虽然是1换1，但毕竟是击杀，所以知道这个职业的限制性，伤害非常高，但是保命能力不算强。而秦川的信条是活着才有输出，所以前世的时候才会选择战士。不过这一世天赋变了，再选战士肯定不合适，但射手也有些局限。秦川一时间竟然陷入了两难。这时游戏仓再度发声，尊敬的玩家，检测到您拥有 SSS 级天赋，为您推荐适配性最高的职业射手。叮，根据您的天赋等级，射手系隐藏职业已全部解锁。出现这个提示，秦川并不意外。玩家在觉醒天赋之后，天启会根据天赋推荐相关职业，如果天赋够高，更是会解锁隐藏职业。前世的秦川就是觉醒 A 级天赋才获得的重甲战士，一个专精防御的隐藏职业，搭配上征服者天赋，就变得又肉又有输出。现在天启为秦川的 SSS 级天赋给出建议，并且解锁全部相关隐藏职业，这就是高级天赋带来的优待。只不过嘛，秦川并不打算按照天启的推荐来，因为他清楚射手职业的缺点，即便是隐藏职业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问题。这时秦川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他想到该选什么职业了。刺客，没错，就是刺客，在阴影中行走，在刀尖上求生的职业。乍一看，刺客职业和居神天赋完全没有关联，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毕竟居神需要拉开距离，而刺客的定位是近战输出。但秦川看重的是刺客的保命能力。
刺客的职业定位是高攻低防，追求极致的爆发伤害，所以作为平衡，会拥有一些非常规的保命手段。最基础的潜行就不说了，是刺客的招牌技能。除此之外，还有暗影步、幽魂斗篷、闪避和疾跑等多种技能，突出的就是打不过就跑。当然，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让秦川放弃最适配的射手职业来选择刺客。秦川最重视的是刺客的被动能力破影一击，在破除隐身后，刺客的首次攻击会造成额外伤害。最关键的是，这个伤害享受天赋和装备加成。换而言之，破影一击的伤害可以吃到狙神的加成。我记得前世那个排名第一的刺客，在装备和技能加持下，破影一击的伤害倍率达到了10倍以上，堪称出手必杀。如果再搭配上狙神天赋，即便是100米距离，最终伤害都能达到100倍，而且还是不吃减伤的真实伤害。而且这还只是一级的狙神，如果获得天赋时将其提升，伤害会进一步增加。秦川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天启和寻常网游不同，职业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显。最简单的例子，刺客也是能拿弓的，只不过能学的技能没有射手那么多，也学不到射手的招牌技能。但对于秦川来说，他并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能，他只要隐匿在暗处，在几百米外发动破影一击，这就够了。几十上百倍的伤害加成，就算只是随手一剑，都足以秒杀 BOSS。如果有远程技能，伤害会更加夸张。秒完之后还能前行跑路，还有比这更安全的战斗方式吗？决定了，就选刺客。秦川不是婆婆妈妈的性格，既然决定了，就不会再改。面对天启提供的建议，直接用意念给出回应。非常好的建议，但是我选刺客。好的，这就为您推荐社。有那么一瞬间，秦川觉得电子合成音卡壳了。好在游戏仓很快给出新的语音，根据您的天赋等级，已为您解锁刺客系全部隐藏职业，职业选定后不可更改，请谨慎选择。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秦川总觉得这提示音在谨慎选择上加重了语气。不过他也懒得追究这些细节，而是兴致勃勃地查看起了职业。刺客系的隐藏职业一共有5个。第3章，唯一性隐藏职业。在确定职业之前，是可以预览相关信息的。正好距离开服还有那么一会，有足够的时间对比。5个隐藏职业，能力各不相同。加强正面搏杀能力，突出一个莽夫打法的狂徒盗贼，擅长调配毒药、见血封喉的奇袭杀手，特化闪避能力，甚至能担任附替职责的幻影行者，以刃破魔，拥有吸取法力手段，号称法师杀手的破法者，强化隐身能力，拥有多种强隐手段的暗影刺客。不得不说，隐藏职业就是隐藏职业，光看描述就感觉吊炸天。这5个职业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足以让其余玩家看得眼红。而在秦川这里，随便选。要最大化发挥狙神天赋的能力，狂徒和破法者要首先排除，这2个分支都是特化近战能力的，基本没有远程技能。没有技能的话，就算有狙神天赋，单靠弓箭平 A 伤害也不太够。奇袭杀手倒是能远程攻击，但主要问题是太脆了。我记得这个分支保命手段不多。幻影行者倒是很能苟，但是面对远程攻击，特别是群伤法术，就有些吃力了。闪避能力更多是针对近战攻击的，而且远程手段太少，很难配合狙神。如此一来，暗影刺客似乎是唯一解了。秦川看着暗影刺客的介绍，陷入沉思。暂且不提破影一击的加成倍率，光是这强化前行就足够让我选择暗影刺客了。秦川为什么放着最契合天赋的射手职业不选，反而要选刺客，就是为了强化保命能力。毕竟到了众神降临的时候，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初步决断，秦川再度看向暗影刺客，这次重点查看职业特性。暗影刺客，刺客系隐藏职业。职业特性1，前行时间提升至永久。职业特性2，破影一击额外附加 50% 伤害。职业特性3，唯一，同一时间只会存在一个暗影刺客。3个职业特性，其中不仅有秦川最重视的破影一击加成，甚至还有永久前行。在秦川的构想中，狙神搭配刺客的破影一击，不仅能打出高额伤害，而且打完就隐身，被反制的概率极低。现在他要的都有了，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至于特性3，则是让秦川有些诧异。据他所知，天启里的隐藏职业是可以重复存在的，比如他前世的重甲战士，虽然稀少，但还是能找到不少高手的。职业之间的区别更多的是体现在天赋上，而暗影刺客不同，直接具有唯一性。同样是隐藏职业，很明显暗影刺客要更高级一些，哪还有没什么好犹豫的，必须是暗影刺客。我选暗影刺客。秦川做出选择，游戏系统也给出相应播报。您已选择职业，后续无法更改，请输入角色名。夜游神，角色名可用，已锁定。
开服倒计时1小时42分钟。趁着等待的功夫，秦川开始思考进入游戏后要做的事。首先就是搞一把弓，这不用多说，毕竟秦川前期伤害全靠狙神，光靠小匕首是不够的。新手村有铁匠铺，把新手装备全卖了，倒是能买把最低级的弓回来，问题不大。以游戏角色的初始属性来说，30米距离应该是极限射程了。秦川飞速思索，30米伤害加成是300%，再加上破影一击的额外伤害，以初始攻击力10来计算，伤害会来到45，已经很可观了。不对，我忽略了一点。秦川沉吟起来，他的计算方式是没错的，但却忽略了破影一击本身的技能伤害。我记得一级的前行，破影一击的固定伤害是20点，也就是说，伤害是左圆括号10加20右圆括号 x 300百分号 x 150 x 等于135，而且这还不算暴击和弱点攻击的加成。要是天赋升级的话，增伤倍率多半会提升，伤害更是成倍提升。秦川稍微估算了一下，就愈发觉得狙神天赋潜力无穷，而且由于破影一击的存在，它能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射手还高。这虽然一切如构想的那样，但秦川还是忍不住感慨，天启真神奇，一个刺客的远程伤害比射手还高，这说出去谁敢信啊？关键是相较于常规射手，秦川不仅100%命中，还能打完就跑，简直不要太轻松，无敌了，这个职业和天赋搭配无敌了。秦川愈发期待开服，他迫不及待要进去大杀特杀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些事情要准备好。我想想看，新手村有哪些机缘？秦川飞速回忆。撇开其他不谈，天启本身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而作为玩家第一站的新手村，更是藏着无数秘密。前世的秦川只顾着打金，没有过多的挖掘新手村的秘密，很多事情都是后面才知道的。现在重生回来，自然要将前世的信息利用起来。先去猎户那里把隐藏任务开启，那件道具是唯一性的，可别被人捷足先登。秦川心里有了决断。前世的时候，那件道具是开服1个月之后才被某个闲得蛋疼的玩家挖掘出来的，但秦川既然知道了，自然不会视而不见。谁知道他的重生会不会带来什么蝴蝶效应？要是那道具先被人拿了，那真是哭都来不及。拿完道具，后续还有任务，不过前世那个玩家自身实力不够，任务失败了，所以也不知道奖励是什么。但第一个任务就给了唯一道具，后续给的东西肯定更强。我有隐藏职业，还有 SSS 级天赋狙神，即便是单挑 BOSS 也不在话下，无非是多花点时间磨血量，或许有机会冲一冲那个任务的后续。秦川努力回忆着前世的各种资料，时间也在1分1秒的流逝。叮，天启即将开启，倒计时10、9、8，提示音让秦川回过神来。等到倒计时结束，系统给出提示：是否登录游戏？登录，正在登录。若玩家出现头晕、恶心、休克、癫痫等不适感，都属于正常反应，请不必惊慌。勇敢的冒险家，愿您在天启中开创未来。第4章还有惊喜。一道白光闪过，秦川发现自己身处全新的环境之中。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也在耳边响起：欢迎登录天启，您已分配至9527号新手村，祝您游戏愉快。看到熟悉又陌生的新手村，秦川深吸一口气，燃起斗志。先看看初始技能。秦川呼出角色面板，昵称夜游神，职业暗影刺客，为1，等级1/101000，属性力量5，体质5，敏捷8，精神4，攻击10，防御7，生命值100，魔力值50。装备新手小刀，攻击力+5，新手皮甲，防御+1，新手护腿，防御+1。技能暗影前行 LV1，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 100百分号加2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20秒。暗影飞刀 LV1，使用暗影能量制造飞刀，造成攻击力 x 11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0秒。影袭 LV1，一次强力的近战攻击，造成攻击力 x 11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5秒。竟然还有惊喜！原本的计划中，秦川是打算卖掉全部初始装备，以后去铁匠那里买把长弓，然后远程打怪的。以他的操作，放风筝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现在，暗影刺客自带的初始技能直接补足了这一点，有暗影飞刀在手，根本不需要长弓了。不仅如此，破影一击的伤害也超出了秦川的预期，除了固定的20伤害之外，还和攻击力挂钩。搭配上暗影飞刀，一击秒杀同级怪物根本不在话下。不愧是隐藏职业，果然厉害。秦川愈发欣喜，随即关掉角色面板，准备前往猎户那里接任务。然后秦川就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前后左右全被玩家堵住了。
天启的宣发工作是花了大价钱的，再加上100%模拟的噱头，吸引了无数玩家的关注。现在游戏一开服，等待已久的玩家全部涌了过来。卧槽，这也太真实了！这风吹在脸上竟然有感觉的，哇，还能闻到泥土的味道，连这狗屎都这么真实。呸！有没有处对象的 CPDD？ 大家快去接任务啊，晚了就接不到了。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铁血战团的兄弟，来我这里集合，咱们去抢首杀！玩家们第一次接触如此真实的游戏，兴奋的都找不到北了。不过很快就有不同的声音传来。我擦，这怪怎么这么会走位？我2发火球全空了。什么垃圾游戏，我连只兔子都打不过。咦，任务呢？怎么 NPC 头上都没有感叹号的？他妈的，我去找村长要任务，结果那老登把我打出来了。这些反应全都在秦川的意料之中。天启是高度自由的，甚至有些太过自由了。没有新手提示，没有任务引导，所有的一切都要玩家自己挖掘。而且里面的小怪也不像其他游戏那样傻乎乎的等着被打，不仅会走位，还会偷袭，甚至在残血的时候还会逃跑摇人。看着复活后再度挑战兔子的萌新玩家，秦川无奈摇头。珍惜现在的快乐时光吧，等到天启完成第1阶段融合，游戏内的死亡将会映照到现实中。游戏里死了，现实里也就真的死了。那个时候，天启才会展现出他真实恐怖的一面。深吸一口气，秦川压下心头各种情绪，转而在人群中挤出一条道路，朝着村里的猎户家而去。好不容易来到猎户家门口，这里也是没有意外的被玩家包围了。从玩家的郁闷表情来看，他们没能从这里接到任务，这并不奇怪，正常玩家要到3级以后才能触发狩猎任务。看到秦川过来，有热心玩家喊道：“兄弟别去，那瘸子不给任务。” So， 一支箭矢从猎户屋里飞出，将刚才说话的玩家秒杀。周围的玩家都惊了，什么玩意 ？NPC 还能攻击玩家的？这他妈是新手村还是贼窝啊？秦川却并不意外，天启里的 NPC 可不是真的 NPC， 而是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甚至会在天启融合之后降临到蓝星，只不过碍于天启的规则，他们不能表露出来。但要是玩家表现出不尊重， NPC 是有权自行处置的。比如这个猎户，他在战斗中受过伤，腿瘸了，要是玩家戳到他的痛处，就会被一剑秒杀。地上的玩家尸体化作白光，片刻之后，被秒杀的玩家怒气冲冲跑了过来，准备和猎户好好比划一下。不过他显然忘了自己只是个1级新人，刚走进猎户的院子，又被一剑送走。而院子外路过的村民护卫队却对此视若无睹。其余玩家瑟瑟发抖，说话声音都小了许多。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他们已经试过各种方法了，还是没能接到任务。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去杀几只兔子。秦川却是不退反进，逆着人潮往猎户家走去。走进小屋，一脸平静的猎户将猎弓挂在墙上，完全没有理会秦川，自顾自地舀起一勺井水，吨吨吨灌下。秦川也不废话，直接说明来意：我想买下异兽颅骨。正在喝水的猎户身躯一震，猛然回过头来，锐利的双眼死死盯着秦川，语气阴沉问道：不卖？接着追问道：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一边说着，猎户一边往墙边走去。如果秦川的回答不能让他满意，恐怕少不了挨上一剑。但秦川一点都不怵，淡定道：我们能复活，就算你现在杀了我也没用。听闻此言，猎户放缓脚步，脸上浮现起几分讥讽：那又如何？我不想卖，你能拿我怎么样？秦川笑了笑：我是不耐拿你怎么样，但你就不想杀了狼王报仇吗？我帮你杀了狼王，你把异兽颅骨给我。秦川可是知道，猎户之所以会瘸腿，就是被狼王攻击了。虽说秦川有些不理解能搞到异兽颅骨的猎户是怎么被新手村狼王干翻的，但这不重要，能触发任务就行。而秦川的话语显然戳中了猎户的软肋，脸上流露出犹豫神情。不过他打量了几眼秦川，不屑道：凭你的实力也想杀狼王？秦川淡然回道：我怎么杀狼王你无需操心。3天之内，我把狼王脑袋带给你，但是作为交换，你现在就要把异兽颅骨给我。第5章，老登，把任务交出来。秦川的话语让猎户陷入了沉思，他很犹豫。异兽颅骨是他九死一生才获得的，本来想借此更上一层楼，结果阴沟里翻船，被狼王偷袭。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也断了一条腿，彻底成了废人。想到这里，猎户心中燃起熊熊怒火。靠他自己是报不了仇了，只能借他人之手。而且他现在这个样子，再拿着异兽颅骨也是白搭，倒不如出一口心中恶气。他不好过，狼王也别想活。至于秦川提前预知任务奖励，猎户并不介意，他知道天启的规矩。一番思索之后，猎户缓缓开口：我可以把异兽颅骨给你，但你别忘了自己的承诺，
3天之内把狼王脑袋带给我。秦川面色一喜，连忙说道：“一言为定。”丁，接受现实任务，猎杀狼王。任务描述：狼王偷袭了猎户，导致其伤残，猎户迫切地想要杀了狼王报仇，将狼王脑袋带回，您将获得丰厚奖励。任务奖励3000经验值，30银币，30点猎户好感度。任务倒计时3天。请注意，您已预知任务奖励，如未能按时完成任务，将收回奖励，同时扣除5点全属性作为惩罚。伴随着系统提示，猎户也有了新的动作。他来到床边，将其移开，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木盒，郑重其事地将其交给秦川。丁，您已获得特殊物品异兽颅骨。异兽颅骨唯一道具。效果1：异兽赐福，每次升级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效果2：狩猎时刻，每击杀100怪物1 BOSS 获得1进化点，仅限对装备或技能使用，进化同一目标所需点数将增加。当前进化点数1。备注：预知的任务奖励已锁定，任务完成之前无法交易、摧毁、丢弃、死亡不掉落。强！秦川吹了个口哨，不愧是唯一道具，这属性果然牛逼。要知道，在天启里，升一级是次属性加1，主属性加2，再加上5点自由属性点，总共10点属性。现在异兽赐福额外给5点，相当于秦川升一级顶别人1级半。即便算上秦川的隐藏职业有更多的属性提升，5点自由属性依旧是不可忽视的数值。有道是一步快步不快，凭借秦川的记忆，他的前期优势将会迅速滚起雪球，最终让他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即使到了后期，异兽颅骨也不会过时，甚至可以说后期才是这件道具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异兽颅骨的强大之处其实并不是效果1，而是效果2。杀怪获得进化点，虽然作用范围限定了装备和技能，但问题在于秦川也不需要进化别的东西。玩家的实力来源有3点：天赋，这是进游戏就固定的，无法变更，最多加强；其次就是装备和技能，而前期的核心就是技能，特别是暗影潜行和暗影飞刀都是非常优秀的技能。而且异兽颅骨还自带了1点进化点，也算是意外之喜。秦川准备找个地方用掉提升自身，收敛心神。秦川头也不回地离开猎户小屋。想要猎杀狼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起码等升几级，把属性提升一下再说。正好积攒一下异兽颅骨的进化点。而秦川刚才的表现被周围的玩家看在眼里，特别是他从猎户手里拿过木盒的举动，更是让不少玩家大跌眼镜。什么情况？怎么这家伙能接到任务？当即有玩家发出抗议：怎么这家伙能接到任务？开挂？这家伙一定开挂了。也不一定，我刚才看这小子语气很强硬，难道这瘸子吃硬不吃软？嗖！啪嗒！口出狂言的玩家当场扑街。让我试试！有玩家自告奋勇上前，义正言辞道：老登，把你的任务交出来。嗖！啪嗒！更多的玩家涌上前，试图从猎户手里获得道具。也有玩家另辟蹊径，堵在秦川面前。秦川不想和这些人起争执，浪费时间，直接开启暗影潜行。眼看着秦川的身影突然消失，几个玩家都愣住了。人呢？怎么消失了？这是潜行技能？不对啊，我也是刺客，怎么不会潜行？这家伙肯定充 VIP 了，快把充值入口亮出来，我要刷卡。黑幕，一定是黑幕。行走在阴影中，秦川看向自己的技能，暗影潜行竟然开始冷却了。秦川又有惊喜发现，他前世是战士，但也知道刺客的技能特性，那就是潜行技能是在破影之后才开始计算冷却时间的。但是暗影刺客却打破了这个限制，直接在潜行状态就开始计算。这意味着什么？秦川再清楚不过，他完全可以在潜行状态下等待技能冷却，发动破影一击之后立刻潜行，而不需要像普通刺客玩家那样，破影之后要么选择强硬，要么游走缠斗一段时间之后再潜行脱离，安全性直接拉满。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暗影潜行冷却时间有点长，足足20秒。看来得先进化暗影潜行，把冷却时间缩短一下，或者是凑点冷却装。秦川暗道。思索间，秦川越过人潮，他也再一次感受到了暗影刺客的强大，那就是永久潜行。常规的刺客潜行是有时间限制的，即便是把潜行技能升满，也终究有时限。而且破影才开始冷却的弊端注定了会有断档，断档期就是刺客最脆弱的时候。但秦川不同，只要他想，完全可以做到无限潜行。而且他还有一点是和常规刺客有区别的，那就是秦川不需要在近处找机会，只需要远远的甩一飞刀就行。常规的破影侦测手段很难找到他，任凭敌人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到刺客会出现在几十米之外。凭借着前行，秦川很快来到村口。新手村里已经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是新手村外面的热闹程度要高10倍。放眼望去，无数玩家为了升级而奋斗。在经历最初的混乱之后，玩家们找到了最合适的升级方式，那就是组队。但即便是组队，杀怪效率也不高。没办法，天启里的怪物太鸡贼了。秦川在阴影中观察片刻，选择继续前进。这里人太多，不适合发挥，还是得去更高级的区域练级。第6章，刺客加居神，神仙也难防。秦川选择的练级点是野猪平原，怪物等级5级起步。这个时间段基本没有玩家来这里。目光一扫，秦川很快锁定了目标。野猪，等级5，生命值500，攻击50，防御30，技能冲锋。我现在的属性，在30米的距离使用暗影飞刀的话，只能造成185点真实伤害，3刀才能干掉野猪，太低了。秦川暗道，他的想法要是让其他玩家知道了，非得啐他一脸唾沫。什么叫只能造成185伤害？你听听，这还是人话吗？我们拿小刀捅兔子，一刀能有5-6点就不错了。你打出接近200的伤害，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而且还是打防御力达到30的5级野猪。现阶段的普通玩家打野猪甚至都不破防，但秦川身具 SSS 级天赋，又有隐藏职业，自然是要追求更高的极限。所以他把目光放在了异兽颅骨上，这玩意自带一点进化点，不能浪费。它的伤害来源除了居神的加成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破影一击。可惜天赋不在异兽颅骨的作用范围内，不然秦川肯定要进化居神的。这首次进化的机会只能给暗影前行。将异兽颅骨拿在手中，秦川直接使用。首次进化消耗1进化点，是否进化暗影前行？是。丁，暗影前行已进化，品质提升，普通黑铁。在天启中，不管是装备还是技能，都遵循同一套品级规则，从低到高依次为普通、黑铁、青铜、白银、黄金、暗金、史诗、传说，一共8个品级。当然，秦川知道在传说之上还存在更高的品级，不过现阶段玩家根本接触不到。其实如果可以的话，秦川是想进化异兽颅骨的，但这东西不是装备，而是道具，并不在作用范围内。不愧是注重平衡的天启，直接杜绝了玩家卡 bug 的可能性。秦川有些遗憾，随即查看起暗影前行的新属性。暗影前行 LV1 黑铁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20 百分号加5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8秒。什么叫质变？这就是仅仅是从普通提升到黑铁级，暗影前行的各项属性就直线提升。攻击倍率提升 20%， 在前期可能体现不出什么，但是到了后期，玩家攻击力达到万级甚至更高的时候，这 20% 就非常可观了。当然那都是中后期了，前期看重的是固定伤害，而这次进化也让固定伤害翻倍不止，让秦川的伤害能力直接起飞，甚至还减了2秒冷却。完美，太完美了。秦川看向手中略显暗淡的异兽颅骨，内心的喜悦无以复加。怪不得前世那个玩家在晚进游戏1个月的情况下还能后发先至，最终位列10大高手之一。这异兽颅骨功不可没。说实话，要不是那个玩家天赋差了点，也只是普通职业，或许成就会更高。我有 SSS 级天赋，还是唯一隐藏职业，加上异兽颅骨的助力，超越前世的自己已然不在话下。我要达到更高的巅峰。秦川愈发振奋，随即再度看向远处的野猪，没有半点犹豫，直接甩出暗影飞刀。漆黑的能量在秦川手中凝聚，化作利刃急速飞出。秦川能够明显感觉到，在他出手的瞬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修正了他的姿势，让他扔得更快更准。是居神的隐藏效果，如此看来，或许30米不是我的极限。秦川暗道，他一开始设定30米是根据前世经验来推算的，毕竟1级玩家的属性不高，能做到的程度有限。不过目前来看，居神的效果不仅仅是字面意思，还有其他功效。就在秦川思考之时，暗影飞刀已经跨过30米距离，精准命中野猪腹部，负329。硕大的伤害数字飘起来，让野猪的血条瞬间掉了一大截。秦川有些可惜没出暴击，不然就秒了。或许我下次可以瞄准眼睛这种要害部位，有居神的修正，大概率能中。秦川暗暗盘算起来。而远处的野猪遭遇到突如其来的攻击，顿时怒不可遏起来，飞快地锁定秦川，头一低就准备冲锋。不过下一秒，野猪就失去了目标，不由得茫然起来。发生什么事了？刚刚不是有个人吗？去哪了？难道是他看错了？那到底有没有人呢？如有，
野猪有些想不明白，随即就懒得多想，准备继续低头啃草。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总觉得自己很饿，仿佛身体被掏空。远处的阴影中，秦川思索片刻，站定原地等待技能冷却。10秒后，暗影飞刀冷却完成，秦川直接甩出一飞刀。不过这次他有意对准了野猪的眼睛。-494，弱点攻击。硕大的伤害数字从野猪头顶飘起，正在啃草回血的野猪一声不吭倒地暴毙。丁，击杀5级野猪，获得50经验值，约4级击杀，额外获得20经验值，总计70经验值到手。秦川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要知道，前世他拥有 A 级天赋，加上防御出众的重甲战士职业，也最多越个1-2级杀怪，还很慢，那都已经算是好的了。普通玩家可是要组队才能杀怪的，经验本来就少，还得几个人分，升级别提有多墨迹了。不过相较于高额经验，秦川更在乎他刚才验证的想法。从阴影中现身的秦川陷入沉思，果然居神天赋会修正动作，达到指奶打奶的程度。现在的我不说顶级飞刀高手，起码也是一流高手了。有了这一发现，秦川当即修改练级方案。在30米距离上，弱点攻击并不能直接秒杀5级野猪，还差一点点伤害。但是问题不大，刚才2发暗影飞刀，秦川还有新发现，那就是30米的距离根本不是他现在的极限。秦川无法提高攻击力，但是可以往后退2步，将距离提高到35米甚至50米。毫不夸张地说，秦川觉得自己在100米开外都能精准命中野猪，这就是居神天赋带给他的自信。而100米的距离，10倍伤害增幅，搭配破影一击的高额基础数值，能打出多少伤害，秦川都不敢想。刺客加居神，神仙也难防。第7章，1级顶2级。等到暗影前行冷却完成，秦川直接进入前行状态，同时寻找下一个目标，依旧是5级的野猪。不过这次秦川站在了40米之外。虽说秦川有自信能在100米外命中野猪，但是没必要。要是掉装备了，还得跑过来拾取，麻烦。反正40米的距离加上弱点攻击足以秒杀5级野猪，何必折腾自己？思索间，秦川已经完成了瞄准，手腕一抖，黑色的暗影飞刀悄无声息地飞出。正在低头吃草的野猪浑然不知道死亡的阴影已经将其笼罩。-657，弱点攻击。野猪血条直接清空，贡献出丰厚的70点经验值。秦川目光一扫，不出意外的，连根猪毛都没有掉。对此，秦川表示很淡定。他在天启刷了10年，早就知道这游戏的尿性，难度贼大，爆率贼低。不过秦川也没指望这些小怪掉好东西，真爆装备还得刷 BOSS， 他的主要目的是升级。一只野猪70点经验值，10几只就够升级。他现在18秒一只猪，也就几分钟的事。这么一算，秦川也不由得暗暗咂舌，太快了，这升级速度太快了。第一个升到10级的玩家有额外奖励，前世错过了，这次完全可以冲一波。有了明确的目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刷。秦川化身野猪杀手，在荒草中神出鬼没，出手就是秒杀，绝对没有第二下。沉浸在秒杀乐趣中的秦川很快等来了想要的提示：您已升到2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一连串的提示让秦川停下脚步，即便都是隐藏职业，也是有高下之分的。秦川暗道，他前世的重甲战士每次升级除了常规点数之外，还能额外获得3自由属性，而暗影刺客直接给5点，不愧是具备唯一性的隐藏职业，就是牛。再加上异兽颅骨给的属性点，秦川升1级总共能获得20属性点，是普通玩家的2倍。开挂，一定是开挂了。哦，开挂的是我呀，那没事了。秦川一脸淡定，挂壁人人得而诛之，但如果自己是挂壁，那么只会觉得挂开的不够劲。对于手上的15点自由属性，秦川准备按照2:1的比例分配给敏捷和力量。敏捷是刺客的主属性，能提升攻速、移速、暴击率，性价比极高。但光有速度也不行，攻击力也需要兼顾。为了进一步加快升级速度，秦川准备猎杀等级更高的野猪，在没有更好装备的情况下，需要提升力量来获得攻击力。思索间，秦川将点数分配完毕，面板属性焕然一新。昵称夜游神，职业暗影刺客，等级2502000，属性力量11，体质6，敏捷20，精神5，攻击16，防御8，生命值160，魔力值60。血量很单薄，但秦川并不在意。作为刺客，先天条件摆在那，体质拉满也没有太大意义。
而且秦川是绝无仅有的远程型刺客，打完就跑，根本不会傻乎乎的和敌人换血。加完点，秦川再度前进。这次他把目光放在了更远处的野猪身上。野猪等级7，生命值1050，攻击105，防御70，技能冲锋，属性比起5级的野猪高了一大截。这也是天启的隐藏设定之一，怪物的等级以5级作为一个区间，等级越高，属性跨度越大。不过玩家也有自己的提升手段，那就是装备和技能。此外还有职业进阶，也就是俗称的1转2转。7级野猪虽然有1000多血量，但也值得一试。秦川手中暗影飞刀凝聚，抬手甩出，负782，弱点攻击，伤害提升了很多，但是面对血量暴涨的野猪，并不能做到一击秒杀。受到攻击的野猪发出愤怒嚎叫，头一低就开始冲锋。秦川眉头微皱，发动暗影前行，身影消失在原地。野猪却是不管不顾，直挺挺往前冲。不过秦川早已在前行的同时就开始移动，等到野猪冲到他原先的位置，秦川已经在10几米外了。等到暗影飞刀冷却，残血的野猪直接暴毙。丁，击杀7级野猪，获得70经验值，越5级击杀，额外获得35经验值，总计105经验值，能够明显看到经验条往前跳动了一小节。但这样的结果，秦川并不满意。相较于2刀干掉7级野猪，秦川更愿意1刀秒了5级野猪。后者的基础经验值加上额外加成，整体效率是更高的。秦川不由得思考起来，难道说他还是得回村买套弓箭？仔细计算之后，秦川觉得这个方法意义不大。秦川是有狙神天赋，即便使用弓箭后伤害打折，依旧能打出不低的伤害。但是在做不到秒杀的情况下，他必须靠走位放风筝。不是说秦川不会，而是他等级太低，很容易被周围的野猪盯上。在敏捷不够的情况下，常规玩家是跑不过拥有冲锋技能的野猪的。一旦被追上，以秦川的脆皮身板，绝对是当场去世的结果。与其满世界乱跑，倒不如站远一点。如果40米的距离不能秒杀7级野猪，那么就再往远了站。秦川就不信80米之外，伤害翻倍之后还能秒不掉野猪。暗影飞刀能飞这么远吗？一个问题浮上心头。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秦川果断瞄准了80米外的野猪。这个距离上，野猪也只是一个小点了。不过秦川却是看得一清二楚，同时他心中有感觉，只要出手必定能命中。唰，黑色飞刀笔直飞出，在秦川的注视下，刀身不断消散，最终在50米的距离上化为暗影能量，回归天地之间。秦川不由得皱起眉头，随即舒展开来。他找到问题根源了，那就是自身属性。现在的面板并不足以支持他的技能飞出去几十上百米远。我现在的伤害，50米的距离上，在不暴击的情况下，算上弱点攻击，暗影飞刀能打出976真实伤害，并不能秒杀7级野猪，除非能100%暴击，但以我现在的属性是做不到的。秦川目光转向一旁的6级野猪，生命值900，很好，就是你了。第8章小队，负976，弱点攻击。正在慢悠悠吃草的6级野猪当场暴毙。丁，击杀6级野猪，获得60经验值，越4级击杀，额外获得24经验值。秦川满意的点点头，一击秒杀，经验值也说得过去。算下来，升级效率也不会低，依旧是10几只野猪就能升级。或许我在升级后应该多分配属性点到力量上。等待暗影前行冷却的期间，秦川继续思考。现在制约他的就是攻击力。不过再三思考之后，秦川放弃了这个念头。不仅如此，他甚至准备修改之前的方案，将所有自由属性全部点在敏捷上。提升力量带来的伤害提升是有限的，秦川现在的输出占比里，暗影前行的破影伤害占了绝大部分，其中破影一击的固定伤害占比又是重中之重。既然如此，索性不加力量，全堆敏捷。与其加那么几点力量，不如多杀几只怪，积攒进化点。黑铁级的暗影前行就有这么高的基础数值，要是能进化到青铜级，起码能翻倍。不过第2次进化的点数起码得2点甚至更多，而且还有暗影飞刀需要进化，看来我得继续努力了。秦川果断投身炼级大业，以他现在的经验值获取速度，最多10分钟就能升级，不算慢了。就在秦川不断秒杀野猪之时，一支队伍也在朝着野猪平原进发。几人边走边聊：龙腾老大，咱们这个等级能打过野猪吗？那里最低都是5级的。你在叫我做事？没有，绝对没有。你就放心吧，老大是隐藏职业重甲战士，防御力是一般玩家的3倍以上，小雪又是神火牧师，能让咱们的攻击附带神圣伤害，足以破开野猪的防御。好像是这个道理，是我多虑了。
只能说天气太火爆了，低级区全被玩家挤满，怪都抢不到。兔子刷出来连2秒钟都活不过，直接被乱刀砍死。咱们要是留在低级区，升级反而会慢，倒不如来这里试试。没错，以咱们的配置，完全可以越级打怪，加上额外的经验加成，总比苦哈哈的抢怪要快点。老大英明！几人闲聊着往前，很快就有新的发现。队伍里一个手持长弓的玩家指着远处的野猪尸体惊讶道：“竟然有人比我们还早过来！”为首的重甲战士环顾四周，面带疑惑：“怎么没看到其他队伍？”“对啊，想要杀野猪，起码得一支小队过来。不止呢，普通玩家来这里就是送菜，对方估计和咱们一样，也都是隐藏职业。”天启果然是卧虎藏龙，小小的新手村竟然有这么多隐藏职业。没看到人影，会不会是被野猪送去复活点了？有可能，你看那些野猪，6级开始属性就飙升，不容小觑。带队的重甲战士挥手打断众人的议论，沉声道：“都注意点，尽量找5级的野。”话音未落，他就看到远处的一头6级野猪扑通一声直接暴毙。不仅如此，旁边还啪地落下一团光球。从图标来看，是掉装备了。队伍里的射手顿时激动起来，叫道：“那只野猪自杀了！”说着就准备上前将装备捡起来，不过还没迈开步伐，就被队长拉住了。汉子面色凝重，说道：“有人！”射手抬头一看，一道身影正在缓缓浮现，远远看了他们一眼之后，又再度消失。间隔之短让射手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回头看了看其他队友，他们也是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好像有人，又好像没有，那到底有没有呢？重甲战士看向队里的刺客，说道：“这是刺客的前行技能吧？”刺客点头又摇头，解释道：“技能形态应该是前行，但问题在于前行不可能在破影后直接使用，要等冷却的。”重甲战士追问道：“会不会是强影？”刺客甩得像拨浪鼓：“不可能，不管是什么游戏，强影都算是比较高级的技能了，不可能被这个等级的玩家学到。”其实这一点战士也知道，他也是老玩家了。战士心头一动，对着人影消失的地方大声说道：“在下龙腾天下，想和阁下交个朋友。”龙腾天下这会已经反应过来了，刚才的确是有玩家在的，所以那只6级野猪不是自杀，是被击杀的，而且还是被一击秒杀。再加上对方立刻前行的表现，龙腾天下相对，对方绝对是刺客系隐藏职业，这让龙腾天下的心思活跃起来。他立志打造天启第一公会，这样的高手是绝不能错过的。而前行状态的秦川也愣了一下，竟然是他。前世的时候，秦川没少和龙腾天下打交道，因为他们都是重甲战士，为了争夺战士榜第一，可是卯足了劲。最终，秦川凭借更适配的天赋拔得头筹，稳坐战士榜龙头宝座。此时遇到龙腾天下，看着对方身上的重甲，秦川颇有些物是人非的感慨。对于龙腾天下的招揽，秦川自然是不会答应的，他不可能屈居人下。不过龙腾天下这个人倒是值得结交。念及此，秦川离开前行状态，大大方方出现，说道：“原来是龙腾天下，久仰大名。”龙腾天下当即甩过去一个好友申请，玩家龙腾天下申请添加好友，是否同意？是否？秦川选择通过。龙腾天下看着好友栏里多出的名字，拱手说道：“原来是夜游神，久仰久仰。”背后的射手小声嘀咕：“夜游神，好像没有哪个高手是这个 ID 啊。”龙腾天下回头瞪了他一眼，怒道：“闭嘴！”射手当即回道：“好的，老大。”第9章，我要举报。龙腾天下是很有眼光的，虽然他也不记得有哪个高手叫夜游神，但并不妨碍他看出秦川的潜力。别的不说，光是一击秒杀6级野猪就足以证明其实力。要知道，6级野猪足足有900点生命值，就算没有防御力处在那，普通玩家都得砍好久。但是在夜游神手下，竟然没有丝毫反抗余地就被秒了。龙腾天下自问他做不到，别说是他了，就算他们这支5人小队加起来，也做不到一轮攻击秒杀6级野猪。我这支小队大半隐藏职业就不说了，天赋也都是 B 级 A 级，不算差了。这位夜游神这么夸张的伤害，应该也是 A 级天赋吧？龙腾天下不由得思考起来。不，我也是 A 级天赋，虽然是加强防御的，但是换算到攻击加成的话，也不足以我一击秒杀6级野猪。难道说夜游神是 S 级天赋？龙腾天下为自己的猜测感到震惊，还有几分羡慕。至于嫉妒，有一点，但不多。压下心中的想法，龙腾天下发出邀请：“夜游神兄弟，要不要来我们队一起练级？”在龙腾天下的猜测中，夜游神天赋不会低，能秒杀野猪多半也和天赋有关。但这样的高伤害肯定不能连续打出。那么在夜游神伤害断档的期间，他们这支小队就能带着对方练级。
龙腾天下并不指望说这样就能招揽到对方，但总归能建立一些好感的。一回生二回熟的，以后说不定就共谋大业了呢。和龙腾天下组队的几个都是老队友了，立刻领会了队长的心思，连声说道：“夜游神大佬，组个队呗，效率有保障。”对，有老大的重甲战士在前面顶着，你只管输出就行。趁着其他玩家还没来，咱们先把等级提上去。对于几人的热情邀请，秦川婉拒道：“多谢各位好意，不过我习惯了当独行侠。”龙腾天下有些遗憾，队伍里的射手却是有些不服，嘀咕道：“这么装逼，小心被野猪拱死。”声音不算大，但也足够飘到秦川耳朵里。对此，秦川全然没有放在心上，何必跟一个路人计较？龙腾天下眉头一皱，呵斥道：“去跟夜游神兄弟道歉。”秦川摆摆手：“龙腾会长不必如此，我先练级去了。”说完直接开启前行，顺手将之前掉的装备收进包里，瞄了一眼属性：野猪皮甲普通级，体质+2，防御力+20，装备需求等级6，属性凑合，但暂时穿不上，只能先放着了。另一边，龙腾天下队里的射手在队伍聊天里打字吐槽：“这个夜游神太装了，他刚才能秒6级野猪，肯定是用了天赋或者什么道具。如果是天赋，这么高爆发的天赋肯定冷却时间超长，要是道具，他还能用几次？”老大好心邀请他进队混经验，竟然还不领情。队里其他人虽然没说话，但都有类似的想法。即便是龙腾天下本人，心里也有点不舒服。他玩过那么多游戏，名声早就打出来了，主动发出的邀请竟然被拒绝，这让他脸上有些挂不住。不过龙腾天下并不会将情绪表现在脸上，只是看着远处，他在等待秦川下一次出手。按照龙腾天下的想法，夜游神想要复刻之前的高爆发，怎么也得半小时的冷却。结果还没等这个念头过去，龙腾天下就看到远处的6级野猪扑通倒地。同一时间，夜游神的身影也在远处出现。这么快又能出手了？龙腾天下眉头一跳，从刚才到现在最多也就半分钟，夜游神竟然又能爆发秒怪，恐怕他真的是 S 级天赋。但是下一秒，龙腾天下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夜游神的位置是不是有点太远了？正常的刺客秒怪不应该是在怪的背后发起攻击吗？队伍里的神火牧师也发现这点，忍不住说道：“夜游神这么远就能杀怪，难道他是射手？”不可能！旁边的射手斩钉截铁道：“什么样的射手职业能够越级秒怪啊？而且我观察过，被秒的野猪身上没有剑伤，我敢打包票，夜游神不可能是射手。”新的谜团出现在龙腾小队面前，一个刺客如何相隔50米的距离把怪秒了？这他妈是刺客还是狙击手啊？离谱！就在龙腾天下几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秦川再次进入前行状态。片刻之后，又一头无忧无虑吃草的野猪倒地暴毙。瞪大眼睛仔细观察的射手忍不住爆了粗口：“他妈的，开挂了吧！”随后恶狠狠骂道：“天启还号称绝对没歪挂呢，吹牛不打草稿。”龙腾天下知道一些内幕，据说天启是全球各国联合开发的，那么高的技术含量，肯定不会出现外挂。但眼前的一幕着实让他有些怀疑：20秒一次的秒杀伤害，这要是没开挂，根本解释不了啊！就在龙腾天下怀疑人生之时，又一只野猪倒地暴毙。队里的射手还没说话，另一位刺客坐不住了。他这个刺客在秦川面前菜得像条狗。同样是刺客，差距这么大吗？刺客喃喃自语，眼中带着茫然。旁边的射手拍拍刺客队友的肩膀，语气沮丧说道：“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就想问问，一个刺客在50米开外秒了野猪，让我这个射手情何以堪？咱就是说，这个游戏还能不能让人好好玩耍了？”两人大眼瞪小眼，感慨人生无常。龙腾天下却是握紧手中盾牌，沉声道：“小心，有怪来了。”在他们聊天的时候，一头野猪盯上了他们，脑袋一低就冲了过来。砰！龙腾天下被撞得倒退3步，血条更是见底告急。好在队里的牧师眼疾手快，预毒的治疗术立马落下，将龙腾天下的血量直接拉满。随后更是给队友加上神火印记，操作行云流水。队里的刺客和射手也不再闲聊，掏出武器开始输出。负5，神火印记的固定伤害不断飘起，在野猪的高额血条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至于他们本身的输出，都破不了防，能有什么输出啊？不过好消息就是，至少能打出伤害，只要龙腾天下扛得住，拿下这只野猪不在话下。在经历一通乱战之后，龙腾小队终于击杀了5级野猪，取得最终胜利。我们还是很强力的嘛。龙腾天下出言鼓励，结果反应寥寥，队友根本不想说话。龙腾天下有些恼怒，这么不给面子。牧师妹子指了指远处，说道：“老大，我怀疑有人开挂。”
龙腾天下回头一看，在他们费劲巴拉合力围杀5级野猪的时候，夜游神又秒了3只野猪，还都是6级的。操！龙腾天下爆了粗口，我实名举报，这里有挂币。第10章，我和夜游神5-5开。如果可以的话，龙腾天下想问问夜游神从哪买的外挂，能不能给他也整一个？这秒怪也太离谱了。大家恢复一下状态，特别是小雪，把蓝回满。龙腾天下说道。在心里，龙腾天下补充了一句，顺带调整一下心态。任谁看到自己一整支队伍辛辛苦苦打怪半天，还不如别人随手一击，都会产生挫败感。眼看着队伍人心要散，龙腾天下赶紧说道：大家不要气馁，撇开夜游神不说，咱们还是很强力的。这个时间点，其他玩家能刷5级野猪吗？他们做不到的。这句话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没错，他们是强力玩家，只要不去和夜游神对比。队伍里的刺客更是连声说道：我猜夜游神的天赋可能和远程有关，换而言之，他的近战能力肯定不强。刺客仿佛找到了人生意义，自豪说道：我的天赋能增加 20% 近战伤害，后期潜力无穷，绝对不在夜游神之下。如此算来，我和夜游神5-5开的，我比不过他的远程，他比不过我的近战。旁边的射手郁闷了，你还能和夜游神比比近战，我一个射手只能和他比远程啊。不过射手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闪光点，连连说道：夜游神的远程多半是自身的职业技能，他肯定不会射击。要论剑术，我在夜游神之上。老大是知道的，我在现实世界是专业射击运动员。刺客和射手相视一笑，重新找回自信。龙腾天下却是眼角直抽，你俩还能不能有点追求？不过转念一想，龙腾天下也自信了。论防御，他也在夜游神之上。龙腾小队重振旗鼓，信心十足地寻找下一个目标。龙腾天下等人的心路历程，秦川自然是不知道的，他还在练级。经过几次出手，在50米的距离上，秦川已经得心应手，只等属性提升就能进一步远离，最终实现杀敌于千里之外。如果这一世剑神再次降临，非得让他知道什么叫狙神。秦川暗道，随手一飞刀将远处的野猪秒杀。您已升到3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这一次秦川没有划分属性点到力量上，除非他是全力加点，不然没太大意义。相较于力量，刺客更需要敏捷属性。伴随着15点自由属性划分到敏捷，秦川的敏捷属性来到了夸张的37点。要知道，普通刺客玩家就算全点敏捷，起码也要6、7级才能达到这么高的敏捷。而那个时候，秦川的属性已经又提升了，他和普通玩家的差距只会不断扩大。第一时间拿到异兽颅骨，果然是明智选择。秦川美滋滋想到，再杀60来只野猪就能获得1进化点，想要再进化暗影前行应该是不够了，除非来只 BOSS。 对啊，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秦川眼睛一亮，在天启里有一条设定，那就是玩家同一时间大量重复击杀某种怪物之后，会引出对应的 BOSS。 事实上，这也是新手村玩家最容易接触到 BOSS 的方式。秦川转身看向新手村位置，不出意外的话，经过玩家的疯狂屠戮，野兔 BOSS 应该快要激活刷新了。思索间，秦川眼角余光看到龙腾天下小队丢下只剩1/3血量的野猪，头也不回地往新手村跑。他当即知道 BOSS 刷了，没有半点犹豫，秦川也跟着往新手村方向走去。这个时候，他37点敏捷就体现出效果了，不仅飞速追上了龙腾小队，还轻松反超。另一边，此时的新手村外，无数玩家正兴冲冲地往前冲。都让开，这个 BOSS 是我的，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写名字了吗？这里被我们罗刹店包场了，不想死的赶紧滚！什么狗屁工会，还想包场，吃你爷爷一刀！新手村外，一只格外巨大的兔子正在来回蹦跶，一口一个玩家，嘎嘣脆。但这完全阻止不了玩家的热情，这可是新手村第一只 BOSS， 绝对能爆出好东西。现在天气那么火爆，随便爆一件装备就能卖出高价，发财的梦想近在眼前，玩家们前赴后继。要是有人挡在面前，脾气暴躁的玩家甚至会直接一刀砍过去。不过很快就有玩家发现不对劲，刷 BOSS 了，这是好事，但怎么一点伤害都打不出？再一看 ，BOSS 的防御力高达250点，当即有玩家发出怒吼：“狗策划滚出来！这他妈是新手玩家能打动的 BOSS！ 日内瓦退钱！操，哪个混蛋在摸老娘？找死吗？这位正方形女士，请你别挡路，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打这种 BOSS 还得我们法爷出手。姐妹们，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无火球神教的厉害！”呼呼呼！
5个火球同时飞出，精准命中大杀四方的野兔 BOSS。不过下一秒，法爷们的兴奋就戛然而止了。Miss， 抵抗！5个火球，总伤害高达0点。野兔 BOSS 抖抖身子，毫发无损的继续追着玩家当萝卜啃。不过玩家中不乏隐藏职业，依靠着自身的职业优势，也能打出一定的伤害。如此积少成多下来，倒也打掉了野兔 BOSS 一层血皮。看到如此显赫战果，玩家们愈发兴奋。即便是不破防的玩家，也完全没有退缩的念头，兴冲冲地追着 BOSS 砍。他们不破防没关系，反正别人也破不了防。天启有一条设定，野外 BOSS 战中，如果没有玩家或团队造成 50% 以上的决定性伤害，那么掉落品的归属权将会在所有参与战斗的玩家中随机挑选。换而言之，人人都有机会摸神装。还有什么比这更振奋人心的吗？没有。再加上这里就在新手村之外，玩家跑尸复活非常轻松，更加让众人无所顾忌。眼看着 BOSS 血量已经掉了 5%， 几个工会的会长很是焦急。他们可是立志拿下开服首杀的，但要是累积伤害不够，一切都是白搭。好在竞争对手也没辙，让他们稍稍安定。就在众人打着各种算盘的时候，一个硕大的伤害数字在野兔 BOSS 头顶上飘起来。负976，弱点攻击。第11章。卧槽，有挂！居神不愧是 SSS 级天赋，连预判的攻击都能修正。秦川暗道 ，BOSS 属性是很高的，不仅是攻击、防御、生命值这些具体的属性数值，还在于速度。秦川刚才瞄着野兔 BOSS 眼睛甩飞刀，但心里并没有抱多大期望。毕竟这兔子蹦得比寻常兔子都快，那脑袋甩得都快出残影了，想要命中都难，更何况是弱点攻击。但秦川还是打出来了，再次证明了居神天赋的强大。在打出暗影飞刀之后，秦川果断暗影前行，同时瞄了一眼 BOSS 剩余血量。巨型野兔，黑铁级，等级5，生命值46522-50000，攻击350，防御250，技能蹦蹦跳。描述：承载野兔一族复仇怒火而诞生，拥有超越寻常野兔的极限力量。这野兔 BOSS 刷新也有几分钟了，被几百号玩家围攻，仅仅只掉了 5%， 也就是2500的血量。现在他一飞刀下去，直接打出近千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他20秒就能打出一次，1分钟就能反超其他玩家的总和。不过秦川并没有掉以轻心，因为更多的玩家正在赶回来，其中不乏龙腾小队这样的精英玩家。他们造成的单次伤害或许不高，但是累积起来还是很客观的。而根据天启的规则，如果打不出1半以上的决定性伤害，秦川也无法100%确保自己获得战利品归属。秦川飞速计算起来，我现在1分钟3次破影一击，能打出近3000伤害，想要打出1半以上的决定伤害，需要8分钟。不过玩家数量在增加，8分钟时间有太多变数。如果不等暗影前行冷却，额外补充暗影飞刀呢？毕竟暗影飞刀冷却的快。不行，风险太大，这是新手村第一个 BOSS， 我打出高额伤害绝对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现身必定被围攻，我这点血量可经不起几下。就算有红名惩罚，也阻止不了那些疯狂的玩家。一时之间，秦川也有些犯难了。难得遇到 BOSS， 莫非要失之交臂了吗？就在秦川暗暗思索如何取得战利品归属权的时候，其他玩家已经炸开锅了。什么情况？他们打了半天 BOSS， 好不容易磨掉一层血皮，而且大家都有摸装备的机会，是皆大欢喜的好局面。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异常夸张的伤害数值？卧槽，有挂！我刚才没看错吧？是900多伤害吧？没有小数点吧？976点伤害，还是弱点攻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玩这个游戏啊？特么的我都不破防，到现在的总输出还是0，还能不能玩了？我罗刹店表示强烈抗议。老哥，挂哪里买的？稳吗？别管是不是挂，先把那家伙揪出来，不能让他继续输出了，不然这 BOSS 战利品归属权就跟咱们没关系了。没错，是这个道理。兄弟们把招子放亮点，发现可疑对象直接攻击，一定要把他清出去。玩家们议论纷纷，即便他们被野兔 BOSS 一口一个，也不影响他们找出那个神秘人的决心。更是有玩家冲着秦川先前出现的位置狂甩技能，试图把他在前行状态直接打死。阴影中的秦川心有余悸，好家伙，得亏他可以无缝前行，不然非得被这帮疯狂的玩家打死不可。而这也愈发让秦川觉得自己的选择很明智。要是他按照天启的推荐选择了射手职业，固然能打出更多的远程伤害，但是绝对拿不到战利品归属权，因为只要他靠近 BOSS， 就会有无数玩家冲过来攻击他。那种情况下，他除非一剑打掉 BOSS 半血以上，不然都是白搭。至于说把其他玩家都撒了，可行性基本接近于0。他现在的属性虽高，却也没有和其他玩家拉开决定性的差距。这 BOSS 还是刷早了，要是晚个一会，让我积攒进化点提升一下，
也不至于如此被动。算了，我还是安心等暗影前行冷却吧。秦川暗道。同一时间，龙腾小队也吭哧吭哧跑回来了。在听闻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不由得对视一眼。队里的刺客说道：“是夜游神。”神火牧师小雪附和道：“现阶段能打出近1000伤害的，除了夜游神，我想不到第二个玩家。”龙腾天下感叹道：“怪不得人家不和咱们组队，原来是我们拖后腿了。”几人唏嘘不已。队里的射手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老大，夜游神出手了，咱们还抢这个 BOSS 吗？”其余队友立刻领会他的意思。现阶段咱们开不了团，最多只能组6人小队，就算有小雪在，咱们也打不出1半以上的决定性伤害。可惜新手村是随机分配的，不然咱们龙腾王朝的人凑在一起，绝对能把这个 BOSS 包场了。这一点上，其他团队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夜游神的话，最多大家一起拼概率。问题就在夜游神身上，我之前观察过，他的攻击频率是20秒左右，最多8分钟就能打够决定性伤害。8分钟时间，就算新手村的玩家全部过来，恐怕加起来伤害也比不过夜游神。龙腾天下愣住了，发现 BOSS 的兴奋感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考量。他在权衡利弊。就在龙腾天下暗暗思索的时候，20-30号人呼啦啦冲了过来，嘴里还大喊着：“会长，我们来了！”这些玩家头顶的角色名格外一致：龙腾、瓜皮、龙腾、夜袭寡妇门、龙腾，我不吃牛肉、龙腾。虽说现阶段没有工会令，玩家们并不能组建工会，但取个同样格式的角色名不是什么难题。看到自己的小弟赶来助阵，龙腾天下心中很是满意。不过之前的问题还在。就在龙腾天下暗暗思索之时，秦川又一次出手了。负976，弱点攻击，高额伤害飘起，野兔 BOSS 的血条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了一点。周围的玩家瞪大眼睛，想要找出可疑目标，但他们失败了。秦川在出手瞬间就重新前行，再次蛰伏起来寻找机会。而秦川的再次出手，也让龙腾天下彻底定下决心。他叫来小弟吩咐了几句，带着手下远离野兔 BOSS。另外几个工会看得一头雾水，什么情况？龙腾王朝竟然要放弃 BOSS 首杀这种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了？这不像龙腾天下的风格啊！几个会长刚想去探一下口风，却听到龙腾天下朗声道：“夜游神，我们龙腾王朝放弃这个 BOSS。第12章会前行又如何？我有照明弹。”夜游神这个名字让几个会长有些愣神，之前没听说有这样的高手啊。从 ID 格式来看，也不是哪个工会的成员，那这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其他玩家听到龙腾天下的话语，顿时群情激愤起来。好，原来是叫夜游神啊！你小子别让我逮住。话说，我刚才看到远处有人攻击后立刻消失，难不成就是那个所谓的夜游神？能前行的话，应该是刺客职业。话说我也是刺客，怎么没有前行？玩个游戏还要被区别对待吗？心好累。我是刺客系隐藏职业，虽然有前行，但破隐之后要等技能冷却。那个夜游神可以无缝前行，是什么原理？不用多想，肯定是开挂了。顺带问一句，老哥，稳吗？龙腾天下放弃这个 BOSS 是想教好夜游神吗？真是没骨气。就是，区夜游神，我副手可灭。兄弟，你顶得住900多点伤害的攻击吗？其他玩家的话语，秦川并没有放在心上，倒是龙腾天下的一番话让他会心一笑。果然还是他记忆里的那个龙腾天下。至于说龙腾天下把他的名号报出来，秦川倒是不在意，因为等到 BOSS 首杀了，他也不会隐藏 ID， 其他玩家照样会知道，早晚的事罢了。龙腾天下表明的是他以及整个龙腾公会不想与自己为敌的态度。思索间，秦川再度甩出暗影飞刀，负976，弱点攻击，野兔 BOSS 的血条又掉了一小段。而那些在他上一次攻击方位蹲点的玩家，发现秦川出现在了更远处，颇有些白忙活的感觉。他们在这蹲什么呢？那可是能前行的刺客啊！不少玩家打起了退堂鼓，他们破不了防，之所以在这里是想着拼概率，但现在夜游神基本锁定战利品归属权，他们在这纯粹浪费时间，倒不如练级去。不过也有工会不想放弃，头顶 ID 罗刹一刀斩的汉子不屑道：“仗着能前行，就不知道自己有几分几两了，给我把他打出来！”咻，啪，一支箭矢飞上半空，炸出一团耀眼光球。秦川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技能，射手的招牌技能照明弹，是刺客职业的克星。看来其他玩家也是卧虎藏龙，不容小觑啊。秦川暗道，心里却是一点都不慌。照明弹克制刺客是不假，但里面有个前提，那就是技能优先度的判定问题。同品级的情况下，哪个技能等级高，哪个技能就占优。简单的例子 ，LV1 的照明弹是照不出 LV2 前行的，同等级的话，则是看运气。
除此之外，对比的就是技能品级了。秦川的暗影前行进化过，已经是黑铁级，而普通级的照明弹，除非升到4级以上，否则是根本不会对他有效果的。所以这发照明弹除了让其他玩家亮瞎眼之外，没有半点用处。罗刹一刀斩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夜游神呢？他看向身旁的玩家，后者也是一脸懵逼，大叫：我这照明弹都 LV3 了，怎么可能照不出一个刺客？他绝对开挂了。秦川不由得看向那个猎人玩家，这货有点东西啊，开服才多久，竟然能把技能提升到 LV3？ 要知道，许多玩家的主力输出技能都得好几天之后才能升级，结果这货开服不到半小时就升级了，看来是得了什么好东西，又或者是天赋加成。对此，秦川并没有放在心上。天启太广阔了，就算他有重生回来的记忆，也不可能把所有机缘都抢到手。他要做的是把最重要的机缘拿来，这就够了。比如异兽颅骨，技能等级再高，只要不提升品级，终究是差了点意思。不过这件事还是给了秦川一个警醒，他有先发优势不假，但也不能固步自封，唯有高歌猛进，才能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收敛心神，秦川看向罗刹一刀斩，最终还是没有出手。将宝贵的输出机会浪费在他身上是没有必要的，还不如去打野兔 BOSS。50% 的决定性伤害还没攒够，不能浪费输出。其他看热闹的玩家等了半天也没见夜游神，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什么罗刹店，口气不小，本事不大，大家擦亮眼睛啊，以后别进这种没本事的公会，菜就多练。罗刹一刀斩气的脸都红了，恶狠狠地瞪了旁边的猎人一眼，怒道：听到没有，回去多练练。猎人有些郁闷，这关他什么事？明显对方有更厉害的底牌啊，这破公会真是没什么意思。不远处，龙腾天下看着罗刹一刀斩和猎人，眼中闪烁着金光，他已经忍不住要挖墙角了。不过话说回来，夜游神竟然不惧 LV3 照明弹，这是个重要信息。难道他的前行技能同样达到 LV3 甚至 LV4？ 又或者说不是等级高，而是品级高？短短片刻，龙腾天下就分析出了大量信息，愈发觉得夜游神深不可测。这样的高手，就算不能拉到自己公会，也绝对不能骄傲。在龙腾天下身后，小队成员也服气了。他们本来还觉得有点憋屈，毕竟这可是新手村第一个 BOSS， 结果会长直接放弃。但是看到罗刹一刀斩的窘状之后，他们突然觉得会长高瞻远瞩，有夜游神在，他们的确没什么机会。他们的猎人可没有 LV3 的照明弹，而且就算有，又有什么用呢？龙腾天下冲着罗刹一刀斩喊道：一刀，以后走夜路小心点，可别被夜游神收走了。罗刹一刀斩面带恼怒，但心底也有些打鼓。那个夜游神打 BOSS 都有近1000伤害，要是对准了他，怕是一刀就秒了吧。念及此，罗刹一刀斩小声嘱咐道：都擦亮眼睛，别让人靠近。你再打发照明弹。咻，啪，光团再度出现。不过等了半天，罗刹一刀斩也没等到致命攻击，反倒是远处的野兔 BOSS 的血条又掉了一小截。罗刹一刀斩心情很复杂，夜游神没有秒他，这是好事，但对方的举动无疑说明自己根本没被对方放在眼里。无视是比秒杀更伤人的举动。第13章，集体放弃。秦川可不管罗刹一刀斩怎么想，也不管其他玩家如何应对，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断输出，获得战利品归属权。从目前局势来看，问题不大。罗刹一刀斩的尝试让不少公会会长意识到，他们现在根本没有克制夜游神的手段，而他们自身的输出也不够，就算继续打下去，也无法获得战利品归属权。虽说有可能让夜游神也得不到归属权，但那有什么意义呢？夜游神拿不到归属权，大不了等下一个 BOSS， 而他们得罪的是一个神出鬼没、出手必秒杀的顶级刺客，被这样的存在盯上，别想有安生日子过。几个会长凑在一起商议片刻，很快达成一致，纷纷叫回本会成员。水云阁放弃 BOSS， 旅者之家放弃 BOSS， 冥王宫放弃 BOSS。 数个公会的放弃声明让散人玩家有些意外，同时也让不少玩家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以往的游戏，这些公会可是出了名的横行霸道，只要有野外 BOSS 的地方，全都被他们包圆。散人玩家想要过去是万万不可能的，不少玩家吃过亏，最终只能咽下那口气。仅凭个人的力量，如何与公会抗衡？但是现在，夜游神用行动表明，个人能与公会抗衡，甚至可以反压公会一头。当然，并非所有公会都放弃了 BOSS， 主要是他们也看出来了，夜游神的攻击并不是无限制的。有会长大声说道：兄弟们别被唬住了，那个夜游神虽然可以无缝前行，但依旧要等待技能冷却，咱们一起上，这个 BOSS 的战利品归属权还没彻底确定呢。又有玩家附和道：没错，夜游神想要拿战利品，就不可能分心攻击我们，
咱们就去打 BOSS， 看他能拿我们怎么办。不少玩家心动了，好像是这个道理。冲啊，抢手杀了！场面重新变得混乱起来。不远处，观战的龙腾小队里，神火牧师小雪说道：“会长，咱们怎么办？”小雪补充道：“当然，我不是说要去抢 BOSS， 咱们龙腾王朝一言九鼎，不可能出尔反尔。我的意思是，咱们是不是可以帮一下夜游神，卖他一个面子？”射手赞同道：“我觉得可以。咱们龙腾王朝在散人玩家心里还是很有分量的，老大出面让他们停手的话，应该会有一部分玩家听从。”刺客却是有些犹豫，说道：“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会不会显得咱们太掉档次了？咱们也是知名公会了，这么讨好一个散人玩家，说出去总归不好听。”队员的议论，龙腾天下听在耳中，他也有类似的考量。不过最终，龙腾天下决定按兵不动，原因很简单，他相信就算没有自己相助，夜游神也能获得 BOSS 归属权，他有那个实力。其他玩家的输出能力和夜游神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特别是另外几家公会也放弃之后， BOSS 的血条下降速度明显慢了许多。没有他们这些精英玩家，单靠那些散人，别说1半以上的输出量了，加起来能有1/3都算他们伤害高。而事情的走向也和龙腾天下预测的差不多。虽然夜游神出手次数不多，但他单次伤害足够高，每次近1000伤害，加起来可不是小数字。看着看着，龙腾天下发现另一个问题，语气有些震惊：夜游神每次都是弱点攻击。队里的射手语气也有些变化，说道：“这家伙在现实里绝对是顶级的飞刀高手，我拿自己的定制弓都没他这么准，每一击都是弱点攻击，而且是甩飞刀，全凭手感。别说是 BOSS 这种快速运动的目标，就算是静止目标，也没几个人能做到。反正射手有自知之明，就算他是专业射击运动员，也做不到这点。这个夜游神到底是何方神圣？”野兔 BOSS 依旧在大杀特杀，他的攻击力根本不是现阶段玩家能承受的，当然，他的防御也不是现阶段玩家能破开的。正常情况下，需要新手村玩家齐心协力才能磨死。但是现在，由于秦川的出现，直接打破了这一局面。从他开始攻击到现在，已经超过4分钟，打出12发暗影飞刀，造成了上万的总输出。如此夸张的伤害，让不少玩家抑郁了。这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而那些坚定抢手杀的公会也有点骑虎难下，他们这些人的伤害加起来都够不上夜游神的尾灯。虽说 BOSS 还有大半血，但战利品归属权已经基本确定了，继续打下去好像没太大意义啊。回头再看之前的豪言壮语，简直是玩笑话。夜游神不能同时攻击他们和 BOSS 又如何？一出手就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很快又有2家公会选择放弃，退到一旁静观其变。BOSS 是抢不到了，但可以指望一下掉落，总不会那么巧，掉的东西夜游神都能用上吧？他用不上的多半会出手，到时候就是他们展现财力的时候了。这一点好几个会长都想到了，连忙吩咐小弟去筹集金币。一时之间，新手村外竟然变成了收获现场，高价收购游戏币，量大优先。时间缓缓流逝，野兔 BOSS 依旧在秒杀玩家，秦川也维持自己的节奏，不断利用破影一击造成高额伤害。每次出手后，他都会前行移动，从不会在一个位置停留。5分钟后，秦川的累计输出达到了惊人的26352，达到了决定性伤害的标准。这意味着 BOSS 战利品的归属权已经明确在他手中。看到这一幕，剩下还在坚持的玩家也没了念头，纷纷放弃后撤。伴随着玩家数量的减少，野兔 BOSS 逐渐没了攻击目标，很快将仇恨锁定在秦川身上。只不过他也做不到反前，所以只能在秦川攻击的瞬间蹦跳过去，试图秒杀这个可恶的敌人。不远处，罗刹一刀斩在心里给 BOSS 打气，支棱起来，秒了那个夜游神。野兔 BOSS 速度很快，一跳就是10几米远，眨眼就能跳到夜游神出现的位置，而且落地后还会造成一定范围的冲击波，足以秒杀现阶段的玩家了。没有了吸引火力的靶子，想来夜游神也坚持不了多久吧。但罗刹一刀斩的想法注定要落空。秦川的攻击依旧在继续，这说明他并没有被野兔 BOSS 攻击到。有玩家发现不对劲，这个夜游神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他的敏捷到底有多高？第14章首杀。普通玩家没有造成足够伤害，根本没有吸引到野兔 BOSS 的仇恨，故而他们的撤退毫无阻碍。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撤出，村外的草地变得空旷起来，而这也让不少玩家愈发震惊。野兔 BOSS 的速度很快，这点毋庸置疑，每次蹦跳都带出一道虚影，眨眼就跳出10几20米。有玩家测算过，就算他们在40米外发动攻击，也没办法在 BOSS 接近之前撤出安全距离，前行都没用，会被落地冲击波蹭到。但夜游神却做到了，野兔 BOSS 的反击无法对其造成任何伤害。夜游神的敏捷属性估计在20以上，
不然躲不开 BOSS 的落地冲击波。不止，我计算过，20点敏捷是会被冲击波擦掉一点血皮的。就算夜游神的前行比较特殊，不会被打出来，这连续不断的抹血也顶不住。难道夜游神的敏捷超过30了？这得多少级啊？怎么练级的？没看到人家一刀近1000伤害吗？越级杀怪轻轻松松，但开服也没多久，练级再快也不可能7、8级啊！别忘了，夜游神是隐藏职业，有额外的属性点加成，我估计他是全敏捷加点。抗议！凭什么好事全被夜游神占了？玩家们群情激愤，他们自己菜没关系，反正大家都差不多。但要是出现个特别突出的，那就别怪他们集火攻击了。议论中，龙腾天下开口说道：“凭什么？就凭夜游神的天赋？大家进游戏的时候都抽过天赋吧？获得隐藏职业的玩家可以说说，是不是最低都有 B 级以上的天赋？”龙腾天下的话语让不少玩家若有所思，但也有人提出反驳：“我是 A 级天赋，也是隐藏职业。”但升级也就多给3点自由属性，现阶段想要单属性超过30很难。我刚才远远看了一眼，夜游神现在是3级，就算全部自由属性都加在敏捷上，也不可能超过30点的。有没有可能夜游神的隐藏职业更强，给的属性更多？有这个可能，但不排除夜游神持有极品装备的可能。说起来，之前在猎户那里有个玩家从 NPC 手里得了件东西，会不会就是夜游神？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当时那个玩家还前行了，现在看来10有8九就是夜游神。不是说天启没有内测吗？夜游神是怎么知道猎户那里有好东西的？我严重怀疑夜游神是游戏公司的狗托。正在阴影中等待技能冷却的秦川听得目瞪口呆。玩家们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但其中一些细节却是被他们给猜得8九不离10了。果然玩家里面人才济济，不能掉以轻心啊！秦川暗暗感慨，随即飞起一刀命中野兔 BOSS 眼睛。负976，弱点攻击，血条又掉了一小段，再有几分钟就会见底。而在秦川攻击之后 ，BOSS 也是立刻做出反击，猛地一跳落在他先前的位置，掀起大片尘埃。这样的冲击波足以把脆皮刺客直接送回老家。但秦川早有准备，在前行的同时就开始移动，凭借37点的高额敏捷，足以让他及时离开冲击波位置，不受半点伤害。我现在的属性还是不够高，打完这个 BOSS 继续升级，尽快升到5级以上。这次的进化点先不用，多攒1点继续进化暗影前行。我今天的表现应该引起了不少工会的警觉，他们肯定会花大力气培养射手，仅凭黑铁级的前行不够稳当。保持思考是秦川的习惯，有助于让他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当然，主要是野兔 BOSS 对他毫无威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多想点。负976，弱点攻击。野兔 BOSS 在挨了无数飞刀之后，终于不甘倒下，爆出数个光球。周围的玩家看得眼热无比，可惜战利品归属权在夜游神手中，他们就算凑上去也捡不到半点东西。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玩家围了上去，他们暗中交流，准备等夜游神捡东西的时候把他秒了。夜游神是刺客，又是全敏捷加点，血量肯定不多，一轮集火绝对能把他干掉。他们爆不了 BOSS， 难道还爆不了夜游神吗？秦川自然是看到了玩家们的举动，但并未放在心上。击杀 BOSS 之后，他收到了大量提示，击杀黑铁级 BOSS 获得3000经验值，本次击杀为全服手杀，额外奖励20自由属性点，1技能点，10名望值。您已升到4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足35自由属性点。秦川随手全部加在敏捷上，瞄了一眼属性栏，属性力量13，体质8，敏捷74，精神7，74点敏捷。这么夸张的数值出现在10级玩家的身上还差不多，但秦川4级就达到了。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的秦川，那就是身轻如燕。高额敏捷带来的速度提升是非常直观的。至于进化点，本来秦川是想提升暗影飞刀的，正好1点就够。但是在见识到 LV3 照明弹之后，秦川决定继续进化暗影前行。反正他进化暗影飞刀是为了提升伤害，进化暗影前行也能做到这点，还能进一步提升保命能力，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思索间，系统提示再度响起，本次首杀即将全服公告，是否隐藏昵称？否。玩家夜游神首杀黑铁级 BOSS 巨型野兔，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至此，新手村首场 BOSS 战算是结束了大半。秦川看向巨型野兔，尸体周边有足足5个光球，4件装备，1本技能书，这绝对算是大爆了。特别是技能书的掉落，让秦川也愣住了。这玩意在天启里可是特别难掉，
前世的时候他刷吐了都没见过几次，结果重生回来第一个 BOSS 就爆了。就在秦川感慨运气变好的时候，龙腾天下发来一条好友私聊：夜游神，你用不上的装备能不能出给我？放心，价钱绝对让你满意。第15章立威。龙腾天下的要求秦川并不意外，他可是很了解这一位的。现实里是跨国财团的继承人，顶级富二代，立志要打造天启第一公会，并且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秦川重生之前，龙腾王朝虽说没能成为第一公会，但也是名列前茅。这次秦川手杀 BOSS， 爆出不少东西，要说龙腾天下不动心，那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家伙也是很有傲骨，做事堂堂正正，从不会耍小手段。秦川清楚记得，前世天启开始与蓝星融合之后，对现实世界造成极大的冲击，龙腾天下出钱又出力，或许有笼络人心的意图，但比起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已经好太多了。要是有用不上的装备，出给他也是不错的选择。念及此，秦川回道：没问题。收到夜游神的回复，龙腾天下心里一松，在小队打字道：夜游神答应了。几名队友也是颇为振奋。巨型野兔是黑铁级 BOSS， 掉的装备起码也是黑铁级，而且等级要求也不会太高，在新手村堪称神器。要是他们小队能得到1-2件，实力绝对突飞猛进。队里的刺客感叹道：我刚才看了半天，夜游神的天赋绝对是远程系的，但他却违背常理的选择了刺客，有想法。龙腾天下说道：这种违背常理的组合效果却是意想不到的好。如果夜游神选的是射手，即便是隐藏职业，他也别想抢到 BOSS 归属权。射手附和道：没错，如果夜游神是射手，早就被其他玩家围攻带走了，就算输出高又如何，根本没有接近 BOSS 的机会。神火牧师小雪补充道：经过这次 BOSS 战，就算其他公会对夜游神有意见，也得掂量一下自己了，他们能不能防住几十米外的偷袭。几人面面相觑，本来他们还在质疑夜游神的选择，现在看来他们在第1层，而夜游神起码在第5层。会远程攻击的刺客太离谱了，关键是夜游神的远程伤害还高到爆炸，这谁顶得住啊？这个道理在场的几个会长都想通了，所以谁都没有额外的想法，反而是纷纷开口表示想收购夜游神用不上的装备，他们愿意出高价。这时有玩家发现野兔 BOSS 周围的光球在逐渐消失，这说明夜游神在那里。当即有不死心的玩家大叫：快用群体技能覆盖攻击！夜游神的敏捷也就30几点，只要多用几个技能，绝对可以把他打出来。就算爆不出全部战利品，爆个1-2件咱们就发了。刹那间数个技能落下来，还有玩家抡起手中破刀朝着空气猛砍。前行只是看不见，并不是打不着。如果是打完 BOSS 之前的秦川，还真不一定躲得开这么多技能。就算他意识跟得上，属性也限制了他发挥。但现在嘛，74点敏捷的加持下，秦川在捡起掉落物的瞬间就已经跑出去10几米。等到玩家们乱哄哄的开始攻击，他已经跑出去40-50米了。看来我还是太好说话了，秦川暗道，随手一记暗影飞刀，将刚才带头叫嚷的玩家直接秒杀。扑通！突然暴毙的玩家倒地不起，把周围几人吓了一跳。是夜游神，他出手了。他刚不是还在捡装备吗？怎么又跑出那么远了？谁说夜游神的敏捷只有30出头的啊？我算过了，这么快的速度，没有50点敏捷是做不到的。肯定是手杀 BOSS 奖励属性点了，失散了呀。刚才被秒的家伙我认识，是罗刹店的精英成员，看来罗刹一刀斩贼心不死，要跟夜游神硬碰到底了。他是真不怕被盯上啊！周围玩家的议论让罗刹一刀斩脸都白了，连忙喊道：我不认识这家伙，他不是我们公会的。没有什么反应。罗刹一刀斩以为自己安全了，但是10几秒后，一柄飞刀悄无声息出现，将他直接秒杀。同时秦川的声音在虚空浮现：以后野外 BOSS 出现，别让我看到罗刹店的人，见一个杀一个。对于秦川来说，刚才是谁鼓动玩家重要吗？不重要。就算真的不是罗刹一刀斩的指示，也无关紧要。对秦川来说，重要的是立威。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罗刹一刀斩这家伙人品不行，把他秒了，秦川没有半点心理负担。甚至就算天启和蓝星融合，死亡映照到现实，他都不会后悔秒了罗刹一刀斩。而罗刹一刀斩的死亡，也让周围玩家发现一个问题：夜游神想秒人，根本防不住。而这也让龙腾天下愈发明确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夜游神只能姣好，绝不能骄傲。秦川潜伏在阴影中等待技能冷却，又出手秒了几个罗刹店的成员，彻底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到做到，如此剩下的玩家彻底没了念想。秦川也有时间查看战利品，首先就是他最在意的技能书：撕裂黑铁级，被动技能，造成伤害的同时撕裂伤口，每秒造成攻击力 X20%加20%，伤害
持续3秒，现物理系职业学习。由于巨型野兔是黑铁级 BOSS， 它的掉落物最低也是这个品级的，如此就省了一点进化点，算是额外收获了。对于物理职业来说，撕裂算得上是必备技能了，不需要额外操作，打出伤害就能触发，战斗中基本上是无间断的，能极大的提升持续输出。唯一美中不足的大概是撕裂无法叠加，就算攻速快到1秒10刀，还是只有一层撕裂的伤害，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秦川在意的是这持续伤害能否享受到狙神的加成。以我现在的攻击加上撕裂的固定伤害，差不多是每秒24点，3秒就是72点。如果能吃到狙神的加成，50米距离上5倍提升，将会达到360点。即便秦川现在能一飞刀近1000伤害，300多近400点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前提是撕裂能吃到狙神加成。秦川有心验证自己的猜测，不过还有几件掉落物没看，也不急在这一时，把装备处理好了再去也不迟。不过在心里，秦川基本能确定撕裂是享受狙神加成的。第16章丰厚收获。随手一拍，技能书化作一道流光汇入秦川身躯。叮，您已习得技能撕裂 LV1 黑铁级。学完技能，秦川看向背包里的装备，首先是一把形似兔牙的匕首。兔牙匕首黑铁级，攻击力加50，敏捷加5，装备要求5。极品。在新手村阶段，50点攻击力是非常高的数值了。最关键的是，这些攻击力在狙神的翻倍加成之后，将会变得非常夸张。要说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等级要求是5级，秦川暂时还穿不上。但问题不大，有了撕裂之后，秦川的伤害再度提升，已经能挑战更高级的野猪，升级速度根本不会减缓，甚至还会更高。再看下一件，野兔皮甲黑铁级，防御加20，生命值加200，装备要求5。这件装备对于秦川来说提升也不小，它是完全不加体质的点法，就算升到5级，也只有190基础生命值。而这件皮甲直接加了200，必须留下。它有无限前行，但也要以防万一。BOSS 的5件掉落物前3件都有用，我的运气的确变好了。秦川暗道，前世的时候他可没这么好运过。蒸蒸日上，蒸蒸日上啊！秦川心满意足地看向下一件装备，兔金长弓黑铁级，攻击力加50，敏捷加5，等级要求5。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兔牙匕首的远程版。现阶段玩家只能携带一种类型的武器，这把弓留在手里意义不大。我看龙腾天下手底下有个射手，价格合适的话，这把弓可以出给他。虽说到了天启中后期，玩家个个都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是因为到那个阶段，天启已经脱离了网游的范畴，彻底成为现实世界了。而现实世界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装备使用的。秦川就见过穿一身板甲的牧师，那锤子抡得比狂战还暴躁，边打还边喊以德服人。但现阶段天启还是游戏，有各种职业限制。如果可以的话，秦川是想同时装备兔牙匕首和兔金长弓的，那样的话他的攻击力会非常夸张，伤害直接爆炸。可惜暂时实现不了，只能作罢。当然秦川也可以留下长弓卖掉匕首，但还是那句话，意义不大，还没到需要他放风筝的时候。躲起来丢飞刀不香吗？收敛心神，秦川看向最后一件装备，兔骨盾牌黑铁级，防御力加50，生命值加100，力量加5，等级要求5。秦川直接将兔骨盾牌的属性发给龙腾天下。下一秒，大佬开个价，只要你说我就敢给。大佬，你说句话啊。哥，你是我哥，这件装备一定要留给我啊。秦川暗暗发笑，还是记忆里那个龙腾天下有节操，但是不多。随手回道，我需要金币，你有多少？天启可以绑定银行卡，直接收现金，而且不用担心被追查资金流向，安全性拉满。但秦川暂时不需要那么多现金，他反而更需要金币，因为有个任务需要持有一定量的金币才能开启。龙腾天下收到回复，立刻在小队打字问道，收了多少金币了？神火牧师小雪回道，老板，由于其他几个工会也准备购买夜游神手里的装备，再加上现阶段的怪物最多掉1-2个铜币，所以龙腾天下打断道，我只要结果。好的老板。小雪飞速汇报道，我们开出了1铜币5元国币的价格，已经收到了15金，花费超75万元国币，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龙腾天下点点头，淡淡说道，加大收购力度。还没说完，就看到聊天框又跳过来一条信息，是夜游神发来的兔金长弓属性截图。龙腾天下反手发给队里的射手，射手激动的嘴都歪了，用殷勤的目光看向龙腾天下。龙腾天下笑道，瞧把你急的，我一并收了。既然夜游神愿意发装备属性给我，说明他是倾向于把装备优先出给我们的，所以
咱们也不能局气，必须给高价。小雪，放开手脚收，不用担心资金问题，我还是有点积蓄的。小雪心说：“老板，你真是太谦虚了，你那可不是有点积蓄。”随即带人去新手村收游戏币。趁这个时间，龙腾天下赶紧和夜游神联络感情，这绝对是大腿，必须报警了。龙腾天下问道：“大佬，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我现在手头有15金了，不过其他工会也在行动，估计最多收到40金币。”秦川计算了一下，以现在的行情来看，1金币要5万元国币了，40金币那就是快200万，甚至还不止。因为现阶段玩家产出太少，而且几家工会一起收，价格势必上涨。秦川思索片刻，回道：“也不跟你多要，一口价，2件装备30金币。”龙腾天下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答应了。他不在乎花钱，如果这100多万能够换来他小队的实力提升以及夜游神的情谊，那可真是太划算了。龙腾天下很有眼光，知道天启必定成为全球游戏行业的龙头，他的前期投资将会在未来获得10倍、100倍的回报。当然，在龙腾天下心里，这些回报都比不上他跟夜游神搭上线。毫无疑问，夜游神以后必定是走单刷 BOSS 的路线，而且也有这个能力。他手头的高级装备将会越来越多，只要自己和夜游神打好关系，不就等于他的装备也越来越多吗？有夜游神相助，龙腾王朝必定能成为天启第1工会。龙腾天下志得意满，只是如此一来，其他工会的会长就坐不住了。他们申请了夜游神好友，但是没有通过，联系不上夜游神，也不知道他手里有什么装备。但是从龙腾天下的反应来看，肯定是有多余装备的。明知道有极品装备在，但就是弄不到手，别提有多抓心挠肝了。有会长想探探口风，但龙腾天下何等机灵，哪能自露马脚，摆出一副苦恼的表情，说道：“哎呀，我也联系不上夜游神啊，咋办呢？”然后转头就提高了收购游戏币的价格，显然是志在必得。阴影中，秦川差点笑出声，这货可真是个戏精。第17章，技能升级，伤害在提升。秦川不是拖泥带水的性子，如果他将2件装备公开拍卖，确实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加起来超过40金币，完全没问题。要是竞拍激烈，甚至能破百，但没什么必要。30金币已经足够开启任务了，而且想要卖到高价，就需要等各大工会筹集资金，需要时间。除非他选择收现金，有那个时间，秦川还不如去杀几只野猪升级。他手上可是有2件5级装备的，到时候装备一换，升级更快。只要最快速度达到10级，开启主城传送阵，就有更多的机缘等着他。相比之下，多卖个10几20金币根本不值一提。等到天启融合现实，天启里的至强者将会拥有一切，现在的都只是开胃菜罢了。等待的时间，秦川也没闲着。刚才手杀 BOSS 获得了一技能点，可以用上，没什么好犹豫的，直接提升暗影潜行等级。丁，暗影潜行等级提升 LV1、LV2， 暗影潜行 LV2 黑铁级，进入潜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20 百分号加10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8秒。和提升品级不同，提升等级并不能带来伤害倍率的提升，只能提升技能的固定伤害数值。不过总归是提升，特别是在狙神的加成下，再小的提升都不容忽视。在50米的距离上打出弱点攻击，能够造成1590伤害，非常可观。龙腾天下的效率很高，没等几分钟就发来信息：“大佬，金币凑齐了。”秦川也不墨迹，直接发起交易，将30金币收入囊中。心心念念的装备到手，龙腾天下发消息道：“大佬，以后有好东西联系我，价钱包你满意。”秦川随手回道：“好。”然后不再停留，直接离开新手村往野外走去。不过这一次，秦川不准备去野猪平原，原因很简单，他的伤害溢出了。如果撕裂能吃到狙神加成，那么我的总伤害会接近2000。不过话说回来，10级野猪也才1500血量吧，连暗影飞刀的直接伤害都顶不住，根本撑不到撕裂的伤害啊！秦川愣住了，伤害太高也是个问题，不好测试技能。至于说降低距离减少伤害，的确是可行的方法，但没什么必要。他知道一个好地方，那里全是精英怪，而且清一色的10级经验奖励非常丰厚。龙腾小队带着2件热乎的装备再度踏上练级的旅程，他们准备再去野猪平原，说不定还能和夜游神碰上，到时候唠唠家常，这感情不就深厚了吗？结果等到龙腾小队兴冲冲跑到野猪平原，却发现这里一具野猪尸体都没有。换而言之，夜游神不在这里。龙腾天下奇道：“夜游神不在这练级？”神火牧师小雪也有些疑惑，这里的怪物等级不低，也没什么玩家，算是很好的练级点了。几人讨论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只能按下疑惑。这时队里的刺客说道：“
老大，罗刹殿的兄弟传来消息，罗刹一刀斩在找夜游神，我们要提醒他吗？龙腾天下摆摆手，以夜游神的实力，10个罗刹一刀斩都翻不起浪花。咱们要做的是赶快练级，可别夜游神打出好装备了穿不上，就显得我们没有实力。要是夜游神嫌弃我们，那就亏大了。小队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秦川要去的地方是新手村北面的花岗岩丘陵，这里有一道断崖，深不见底，再加上满地的精英怪，寻常玩家基本不会来这里。但对于秦川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了。轰轰轰！还没接近，沉闷的脚步声就从远处飘了过来，地面还有些轻微颤抖。又往前数百米，越过一座丘陵之后，熟悉的画面映入眼帘。视野中，身高超过4米的岩石巨人正在来回走动，每一步都能留下深深的脚印。花岗岩巨人，精英，等级10，生命值3500，攻击150，防御400，技能投掷石块，大地震击。10级野猪的生命值是1500，而花岗岩巨人直接翻倍不止。而这还不是最棘手的地方，问题在于防御。这家伙的防御力高达400，比黑铁级的巨型野兔还高。别说是现阶段普遍只有1、2级的玩家了，就算是10级的玩家过来都打不过这玩意。肉的一比，攻击还高，打起来费劲巴拉的。对普通玩家来说，还不如打10级野猪来的方便。也正因如此，花岗岩丘陵的 BOSS 是在开服后2个月才被发现的。是的，这里有个 BOSS， 而且品级很高，有白银级。不过触发条件很苛刻，需要击杀100只精英花岗岩巨人，而且必须是独自击杀。对其他玩家来说难于登天，但对秦川来说却是易如反掌。先验证一下撕裂伤害，秦川暗道，随即对准远处的花岗岩巨人就是一飞刀，负1590，弱点攻击。别看花岗岩巨人全身都是石块，仿佛毫无弱点，但实际上是有的，就在脑袋上，那里是他们的核心所在。在造成伤害的同时，秦川已经进入前行状态。受到攻击的花岗岩巨人没找到敌人，发出愤怒的咆哮，高举双臂猛捶地面，抓起脚边的石块往远处砸去。周围的同伴疑惑地看了过来，这家伙是不是脑子有病？哦，他们没脑子，那没事了。秦川在阴影中观察，此时花岗岩巨人身上的撕裂伤害开始生效，负120，伤害飘起的同时，也让秦川的心安稳落地。撕裂的伤害能吃到居神加成，虽说他基本可以确定这一点，但总归是要验证一下的。负120，负120，3秒钟时间，花岗岩巨人再次掉了360生命值，加上之前的暗影飞刀伤害，血量已经不足一半。换而言之，秦川2飞刀就能击杀一只花岗岩巨人。等到技能冷却结束，暗影飞刀再次出手，负1590，弱点攻击。轰隆，花岗岩巨人血条清空，身躯崩裂成无数碎片，重新融入这片丘陵。丁，击杀10级花岗岩巨人，获得150经验值。越6级击杀，额外获得90经验值。经验奖励丰厚。第18章装备更新。不愧是精英怪，经验值就是多。秦川面带喜悦，虽说2飞刀才能干掉一只花岗岩巨人不算太效率，单论效率甚至比不上10级野猪，但考虑到白银级 BOSS 的激活条件，这点损失是可以接受的。等他到了10级，正好换上白银装备去主城，岂不美哉？当然，秦川可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隐藏任务，在离开新手村之前会去把狼王做掉。他记得狼王是青铜级 BOSS， 不如花岗岩巨人，但也不差。加把劲，把青铜级和白银级的 BOSS 首杀也拿下。秦川内心充满斗志，埋头开始练级。丁，击杀10级花岗岩巨人，获得150经验值。越6级击杀，额外获得90经验值。您已升到5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15点自由属性全部加敏捷上，再把包里的2件装备换上，秦川的属性焕然一新。昵称夜游神，职业暗影刺客，等级5，九灵5000，属性力量14，体质9，敏捷91+5，精神8，攻击64，防御30，生命值390，魔力值90。装备兔牙匕首，攻击力加50，敏捷加5，野兔皮甲，防御加20，生命值加200，新手护腿，防御加1。技能暗影前行 LV2， 黑铁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20 百分号加10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8秒。暗影飞刀 LV1， 使用暗影能量制造能量飞刀，造成攻击力 X110%，伤害消耗5魔力，
冷却时间10秒。影袭 LV1 造成一次强力的近战攻击，造成攻击力 X11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5秒。撕裂 LV1 黑铁级被动技能，造成伤害的同时撕裂伤口，每秒造成攻击力 X20分号加20，伤害持续3秒。敏捷达到了96点。说实话，要不是一开始秦川加了5点属性到力量上，他现在的敏捷已经破100了。不过问题不大，属性加上装备的提升，让秦川的实力突飞猛进，攻击力更是连翻好几个跟头。略一思索，秦川就算出了自己在50米距离上的伤害极限。暗影飞刀加破影一击加弱点攻击，直接伤害2781，撕裂3秒，总伤492，总计3273点伤害。可惜了，还是不能一飞刀秒掉花岗岩巨人。秦川咂咂嘴，面带惋惜。如果让其他玩家听到这话，非得实名举报他不可。你丫的5级就能打出3000多伤害，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5级的时候还在和野猪斗智斗勇呢。虽然还是2飞刀击杀花岗岩巨人，但是秦川并不心急。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异兽颅骨。之前击杀巨型野兔获得的进化点一直留着没用，就是等击杀足够的怪物再获得进化点，从而开启暗影前行的2次进化。青铜级的暗影前行，不管是伤害倍率还是固定伤害都会有不菲提升，到时候秒杀花岗岩巨人完全不在话下，甚至都可以不需要等待撕裂生效。丁，击杀10级花岗岩巨人获得150经验值，越5级击杀额外获得75经验值。又一只花岗岩巨人倒下，距离秦川再次升级也越来越近。照这个进度下去，等秦川激活花岗岩巨人领主，差不多也快10级了，总耗时可能半天都不到，真快啊！秦川发出感慨，他清楚记得前世的时候，他是在开服第3天才升到10级的，就这都算是快的了。没办法，一方面是玩家太多，抢怪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杀怪太慢，不能越级打怪的话，基础经验不算多，要是打低级怪，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经验削减惩罚。总体来说，在天启里升级绝对是个痛苦的过程。除了秦川，丁，击杀10级花岗岩巨人获得150经验值，越5级击杀额外获得75经验值。您已升到6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又升级了呀！随手将属性点加在敏捷上，秦川内心毫无波澜。他的练级就是前行、飞刀、前行、飞刀，一点操作都没有，非常枯燥。好在枯燥中还有其他盼头，再有一会就凑够足够杀怪数，又可以进化暗影前行了。在新手村拥有青铜级技能，估计说出去都没人敢相信。秦川有些自得，这一世的他发育速度比前世快太多了。不过即便如此，秦川都没有掉以轻心。伴随着秦川在花岗岩丘陵大杀特杀，这里的花岗岩巨人不断减少。每当有花岗岩巨人化为碎块，他们的残骸很快就会在某种未知力量的作用下融入地面。秦川知道这是在激活花岗岩巨人领主，地面上越来越明显的阵纹就是证据。根据玩家挖掘出来的资料设定，这个 BOSS 是被封印在这里的。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封印法阵逐渐失效， BOSS 的能量溢散出来，与这里的花岗岩发生反应，制造了大量没有自我意识的花岗岩巨人。对于别的玩家来说，这就是图一乐的故事，但秦川不同，他重生回来，知道天启的本质。这个 BOSS 极有可能来自其他被天启融合的世界。秦川内心有个大胆的猜测，而且直觉上来说，他的猜测很有可能成真。那么如果蓝星最终无法抵抗众神，是不是也会融入天启，成为游戏的一部分，降临到另外的世界？这个想法在秦川心头浮现，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天启背后的秘密太多太深了，这一世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秦川深吸一口气，暗影能量在手中凝聚成飞刀，精准命中远处的花岗岩巨人脑袋。丁，击杀10级花岗岩巨人获得150经验值，越4级击杀额外获得60经验值。您已升7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第19章再度进化，青铜级暗影前行。秦川等到了他想要的，加上手里存着的1点进化点，他足够完成暗影前行的2次进化。本次进化消耗2进化点，是否进化暗影前行？是。丁，暗影前行已进化，品质提升，黑铁青铜。暗影前行 LV2 青铜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
攻击力 X140百分号加40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6秒，伤害原地起飞。某种层面上来说，天启还是很讲道德的，不会因为技能品质提升了就把原有等级清零。技能的品级和等级是两套相互依附但又不会相互干扰的系统。青铜级的暗影潜行基础固定伤害是200，而我之前升级过2级的固定伤害就是400。秦川暗道，接下来让我试试伤害。秦川将目光锁定在远处晃悠的花岗岩巨人身上，这只花岗岩巨人没来的颤抖了2下，但又想不明白为何如此，呆愣愣地站在原地，抬头看着天空，开始思考。如果没有外界打扰，或许过个几万年，他会进化出最初的智慧也说不定，但现在只能成为让秦川升级的垫脚石。负6356，弱点攻击。之前秦川一飞刀能打出接近2800的直接伤害，再加上近500的撕裂伤害，总伤害3300，已经是非常夸张了。但是现在暗影潜行进化到青铜级之后，直接伤害就超过了6300，秒杀花岗岩巨人都不需要撕裂伤害。秦川从阴影中现身，若有所思，草率了，应该把撕裂技能书卖给龙腾天下的，卖个500万岩国币绝对不成问题。不过他也就这么一想。秦川很清楚，他现在伤害高是因为暗影潜行的破影一击固定伤害高，但固定伤害有个弊端，就算后期角色面板攻击力破万，固定数值还是那么多。往后的战斗，撕裂的伤害是绝对不可小觑的。再升一级应该就够数激活 BOSS 了。秦川颇有些期待，单杀白银级 BOSS， 前世的他是能做到，但绝对不是新手村阶段。即便是前世那个挖掘出花岗岩领主的玩家，最终也是姚人才将其击败的，而且战况很惨烈，玩家靠着无限跑尸复活才将其磨死。不过现在嘛，秦川觉得自己一个人就行。另一边，龙腾天下坐在石头上，摆出了思考者造型，也就是游戏里没有香烟，否则他肯定要点上一根。他想不通。神火牧师小雪关切问道：“老板，你没事吧？”龙腾天下摆摆手，抬头望着天空，淡淡说道：“你们说夜游神在哪升级？怎么一眨眼功夫已经7级了？”队友打了个问号，现场一片沉默，没人接得上话。他们这支隐藏职业组成的精英小队，吭哧吭哧砍了半天野猪，现在也才集体2级，距离3级还有一点距离。本来还觉得自己练级挺快，结果队长说夜游神7级了。队里的刺客吐槽道：“我有一种预感，或许咱们还没换上那2件装备，夜游神就单刷新的 BOSS， 获得更牛逼的装备了。”射手兴奋说道：“希望再调把长弓。”随即旧话重提，我就说夜游神肯定不会剑术，不然他肯定会留着兔金长弓的，所以我依旧和夜游神5-5开。龙腾天下已经无力吐槽了。小雪思索片刻，说道：“有没有可能是夜游神之前抱了把匕首，受限于游戏规则带不了长弓，所以才出手的？他会不会剑术，还无法下结论。”射手脸色垮了，虽然他不想承认，但好像是这个道理。不过射手嘴上还是不服气，说道：“剑术哪有那么好练？夜游神肯定不会射箭的。”对，一定是这样。龙腾天下收拾好心情，拍拍裤子上的尘土，抄起盾牌大声说道：“继续。”负6356，弱点攻击。负6356，弱点攻击。每次暗影飞刀出手，就有一只花岗岩巨人倒下。这种10级的精英怪在秦川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以至于秦川都有一种怪异感。他玩的真的是天启吗？这也太轻松了。硬要说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暗影飞刀是单体伤害，秒杀的再快，终究比不上 A 怪。看来得找机会搞点通用系的远程技能书了，能爆出来最好，爆不出来的话，让龙腾天下帮忙留意一下，应该问题不大。秦川暗道，他之所以一直没进化暗影飞刀，除了暗影潜行优先度更高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暗影飞刀是单体技能，不适应后期的大规模战斗。天启作为超高自由度的虚拟现实网游，除了在职业导师那里学习技能之外，还有技能书，其中更是有通用技能书，可以随意搭配技能组。换而言之，只要玩家愿意，完全能实现治疗系战士、双刀流牧师这种另类职业，只是强度低的感人，一般玩家不会这么玩罢了。就在秦川埋头苦练，龙腾天下受到刺激也勤快练级的时候，罗刹一刀斩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收到消息，知道那该死的夜游神在哪练级。你是说夜游神在新手村最北面的花岗岩丘陵？罗刹一刀斩语气有些怀疑。据他所知，那里都是10级的精英怪，防御超高，普通玩家去了就是送。不过转念一想，罗刹一刀斩觉得这个消息可信度很高，其他人或许不敢去那里练级，但夜游神肯定会去。黑铁级的巨型野兔都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那些精英怪。夜游神之前的羞辱，我一定要100倍偿还。罗刹一刀斩眼中闪动着怒火。
他作为罗刹殿会长，手底下几千号会员，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夜游神秒杀，脸都丢光了。不干掉夜游神，他还如何立足？你以为黑铁级的前行就能高枕无忧了？罗刹一刀斩，嘴角带着不屑，紧紧握住怀中的卷轴。这是他倾尽全力才收到的极品道具，专克刺客，绝对能让夜游神吃不了兜着走。第20章，不到2亿。秦川自然是不知道罗刹一刀斩鼓足了劲想要找他的麻烦，他这回还在秒花钢岩巨人。不过随着等级提升，能够获得的额外经验越来越少，再加上升级所需经验提升，他的升级速度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但即便如此，也是普通玩家的数倍甚至10几倍。负6356，弱点攻击。丁，击杀10级花钢岩巨人，获得150经验值。约2级击杀，额外获得30经验值。您已升到8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将属性全加在敏捷上，秦川瞄了一眼属性栏，属性力量17，体质12，敏捷140+5，精神11。秦川嘴角浮现起笑容，这样的敏捷，就算是以速度著称的狼王也别想逃出他的追击。秦川之所以没有急着去杀狼王做任务，就是因为那家伙是出了名的快，攻速快，逃命更快。和寻常 BOSS 不同，狼王没有太过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残血就会疯狂逃窜。如果玩家敏捷值不够，根本追不上。但对于现在的秦川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了。打完花岗岩领主，就回去找狼王。秦川定下计划。此时，经过秦川的疯狂屠戮之后，地面上的法阵痕迹越来越明显，偶尔还会有来自地底的颤动。这说明花岗岩领主正在苏醒。计算了一下击杀的花岗岩巨人数量，距离彻底激活 BOSS 已经不远，最多几分钟就足够了。不过没等秦川继续行动，就收到了龙腾天下的信息：夜游神，你是不是在花岗岩丘陵？罗刹一刀斩带着人往那去了。秦川倒是不奇怪，罗刹一刀斩这个人很小心眼，自己把他秒了，他肯定会回来找场子。至于罗刹一刀斩怎么知道自己在花岗岩丘陵，其实也简单。罗刹殿也算是大型公会了，成员众多，就算各个新手村随机分配的，也能凑出那么100来号人。只要下功夫，总能找到秦川的。最简单的就是找怪物尸体。普通玩家都在砍兔子，精英小队在打野猪，能在其他高级区域练级的只有秦川一个。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秦川想知道罗刹一刀斩的底牌是什么。罗刹一刀斩心眼小，不代表他脑子小，相反，这个人很有心机。他大张旗鼓带人过来，肯定是有一定底气的。思索间，龙腾天下再度发来消息，有小兄弟跟我汇报说，罗刹一刀斩找到一个卷轴，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卷轴？秦川恍然大悟，原来是那玩意。如此一来，倒是说得通了。有那个道具在手的话，一般刺客还真是无所遁形。秦川回道：我没猜错的话，罗刹一刀斩是不是还在新手村放下狠话，喊了不少玩家来见证他反杀我的场面？对面的龙腾天下懵了，夜游神连这都知道，难道他之前和罗刹一刀斩打过交道？但要是他们之前就交过手，那么罗刹一刀斩没理由再和夜游神硬刚啊。罗刹一刀斩是有点鲁莽，但绝对不算蠢。想了想，龙腾天下发消息道：要不要我带人去帮忙？只要夜游神你一句话，龙腾王朝绝对站在你这边。秦川回道：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让你的人继续练级吧。思索片刻，秦川发消息道：你可以去筹集点资金，过会可能有装备出给你，这次我要岩国币。花岗岩领主一旦激活，就算不是大爆，保底也有好几件战利品，不可能全部用得上。白银级装备如果要换成金币的话，把新手村掏空了都不够。秦川准备拿点岩国币改善生活，他现在住的出租屋环境一般，是时候换个地方了。龙腾天下愣了一下，立马反应过来，激动问道：是不是刷 BOSS 了？秦川回道：快了，你要是没事的话，也可以来花岗岩丘陵，注意别凑太近。龙腾天下立刻回道：我马上来。说完就在小队里喊道：快，别打野猪了，赶紧看热闹去。队友都是老熟人，一下就理解了龙腾天下的意思。刺客说道：是不是夜游神要和罗刹殿硬刚了？射手冷静分析道：老大应该把罗刹一刀斩的动作告诉夜游神了，结果还让我们去看热闹。夜游神的底气很足啊，看来他又变强了。龙腾天下说道：这肯定啊，就刚刚这么一会，操，怎么8级了？小队众人面面相觑，他们隐约记得没多久之前龙腾天下还在感慨夜游神7级了，练级速度飞快。这才多久啊，竟然又升级了？不是说天启越往后升级越难吗？怎么没看出来？离谱！出发之前，龙腾天下对着神火牧师小雪说道：
我们账上还有多少现金？小雪毫不犹豫回道：不到2亿，怎么了？龙腾天下摆摆手，没什么，只是夜游神说可能有装备出给我，而且还是要现金。小雪若有所思说道：花岗岩丘陵全是精英怪，如果那里有 BOSS， 最低都是青铜级，受限于产出，现阶段玩家手里没多少游戏币，这会导致青铜级装备卖不了多少金币，的确不如换成岩国币划算。夜游神还是很会算账的。龙腾天下摇摇头，那里的 BOSS 极有可能超越了青铜级。青铜级装备价值虽高，但总能卖上价，大不了等个1-2天。唯有白银级装备，现阶段的游戏币产出是根本不够的。刺客和射手倒吸一口凉气。白银级 BOSS， 一个黑铁级的巨型野兔就杀得玩家们哭爹喊娘，白银级的多猛啊！怕是一拳一堆小朋友。刺客似乎想到什么，说道：你们说夜游神特意在花岗岩丘陵等着罗刹一刀斩，会不会是想借 BOSS 的手把他们送走？龙腾天下点头道：极有可能，夜游神的伤害是很高，但是攻击间隔不短，想要把罗刹殿的人全部干掉，太费事了。说到这个，小雪插话道：老板，我们可以让其他新手村的兄弟留意一下通用系远程群体技能书，夜游神肯定需要。龙腾天下眼睛一亮，连连赞叹道：不愧是我的首席智囊，考虑的就是周到。小雪，这件事你去办，只要出了合适的技能书，不管多少钱都给我拿下。第21章，夜游神，你给我滚出来！9527号新手村的玩家心情很激动，罗刹一刀斩要和夜游神开战了。之前打巨型野兔的时候，玩家们是选择了放弃 BOSS， 但不少人心里是憋了一口气的。要不是夜游神横插一脚，他们完全有机会获得战利品归属权。但现在跟他们毛关系没有，只是打完 BOSS 之后，夜游神出手秒了几个罗刹殿成员，连会长都秒了，让不少玩家意识到他们自己是对抗不了夜游神的。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大伙准备继续砍兔子，没想到罗刹一刀斩之冷起来了，带着小弟在新手村大肆宣扬，说罗刹殿要代表全体玩家诛杀夜游神那个恶贼。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越来越多的玩家跟上脚步，很快就达到了数百人之多。反正他们也抢不到野兔，干脆去看看热闹。而如此浩大的声势，也让罗刹一刀斩愈发自得。这就是人心所向。夜游神，你横行无忌，注定失败。有和罗刹一刀斩认识的会长好奇发来询问，得知是要去对付夜游神，不由得有些担心。毕竟夜游神可以无限前行，而且不惧 LV3 照明弹，这种对手要如何应对？罗刹一刀斩却是神秘一笑，只说自己有王牌，至于是什么，却是只字不提。如此自信的模样，让几个会长有些异动。他们之前放弃 BOSS 可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但是克制不了夜游神，只能忍让。现在罗刹一刀斩准备动手，他们是得去看看。只不过他们还留了一手，没有明面上加入罗刹一刀斩的队伍，而是远远的跟在后面。万一罗刹一刀斩失败了，他们也可以借口说是来看热闹，避免被夜游神记恨上。大量玩家聚集在一起，还都是低等级的，自然是引起了野怪的注意，纷纷聚拢过来，然后就被乱刀砍死。只不过随着距离的深入，怪物等级不断变高，在进入5级区域之后，玩家的伤亡开始出现，普通玩家根本顶不住高级野怪的攻击。这个时候，罗刹一刀斩站了出来，带着罗刹殿成员顶在了最前排。如此举动收获不少散人玩家的好感。龙腾天下在远处看着，说道：罗刹一刀斩是个人才，这个时候还不忘扩大势力。刺客撇撇嘴，不屑道：我看他是找死，竟然想和夜游神扳手腕，脑子不太灵光啊。射手深以为然，语气深沉说道：罗刹一刀斩自不量力，妄图挑战我的宿敌，已有取死之道。龙腾天下一脑袋问号，奇道：你还有宿敌？谁啊？小雪在旁小声说道：夜游神。龙腾天下恍然大悟，上下打量射手几眼，一边摇头还一边啧啧叹气。射手气得直跳脚，怒道：你丫这眼神什么意思？难道我不配做夜游神宿敌吗？龙腾天下没有回答，生怕伤了这位老友的心。但队里的刺客就没这种心理负担了，哈哈大笑道：老张，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哪里能和夜游神相比？你能单刷野兔 BOSS 吗？射手气的都快晕过去了。这两个损友胳膊肘竟往外拐，太可恶了。几人说笑片刻，龙腾天下说道：前面就是花岗岩丘陵了。话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在地震？射手之前光顾着生气，此时静下心来感知片刻，说道：的确在震动，而且幅度在加强。说完踩了踩地面，猜测道：夜游神说的 BOSS 估计是在地底。几人继续前进，却是听到了前方传来一阵怒骂声。操，怎么刷怪了？这什么属性啊？10个我加起来都不够一拳的。夜游神在这种鬼地方练级，
我觉得罗刹一刀斩这次踢到钢板了。切，夜游神有什么可豪横的？不就是仗着能无限前行和高伤害吗？我上我也行。别说了，花岗岩巨人又来了。诸位，我先死为敬。龙腾小队找到一处安全点，远远望去，差点笑出声。来时还意气风发的罗刹一刀斩，此时正被一只花岗岩巨人追得满地跑。再看花岗岩巨人的属性，龙腾天下笑不出来了。这种属性他们是肯定刷不了的，除非到了5级换一身装备才有可能。但是目光所及，除了被追得满地乱滚的玩家，赫然是数十具花岗岩巨人的尸体。而且从那些巨人碎块正在融入地面的场景来推算，有更多的巨人已经没有痕迹了。龙腾天下默默计算片刻，语气有些震惊。以夜游神刚才的升级速度来看，他2刀就能解决一只花岗岩巨人，伤害起码得在2000左右。我记得夜游神打巨型野兔的时候，伤害也才1000啊，怎么这么快就翻倍了？射手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不愧是我的宿敌。小雪补充道，夜游神抱了把匕首，换上去攻击力会大幅度提升。虽然是这么个道理，但龙腾天下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几人说话间，远处的罗刹一刀斩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暴毙之前将花岗岩巨人击杀。如此举动让龙腾天下也有些佩服，竟然没被一拳锤死，有点东西。不过考虑到罗刹一刀斩背后有10几个牧师在不间断给他抬血，就不奇怪了。好在刷新的花岗岩巨人只有1只，玩家们总算是避免了团灭的下场。罗刹一刀斩定了定神，冲着空气大声喊道，夜游神，你给我滚出来！既然已经决定和夜游神撕破脸，罗刹一刀斩自然是不会客气。其他玩家瞪大眼睛，想看看夜游神如何应对，估计又是和上次一样飞刀秒杀吧。这一点罗刹一刀斩自然也有所防备，他特意找来一个隐藏职业当帮手，能够转移伤害，将致命伤转移给队友。他带了几十号人过来，就算夜游神每次都能秒杀，都要花很长时间。而在此期间，他的手下又能不断跑尸赶回来，要么夜游神在这里和他们死磕到底，要么夜游神离开这里。这就是罗刹一刀斩的永动机战术。当然，他的目标不止如此，他在等待，只要确定夜游神在这里，就是他动手的时候。快来秒了我吧！罗刹一刀斩在心中暗暗期待。不过他没等到秒杀飞刀，反而是远处有一只花岗岩巨人原地暴毙，同时还有身影在远处一闪而逝，是夜游神。罗刹一刀斩大喜过望，刚准备掏出卷轴，却是差点摔了个跟头。大地在猛烈的震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出现蛛网一般的细密裂纹，恐怖的怒吼从地底传来：蝼蚁，胆敢打扰亚摩斯大人的沉睡，我要粉碎你！第22章 BOSS 激活。伴随着怒吼，一尊顶天立地的可怕身躯从断崖之下猛然冲出。这东西体型太庞大了，甚至让周围的光线都暗淡了几分。玩家们在摔得满地打滚之后，终于稳定身躯，看向远处的巨人，嘴里非常统一地发出惊叹：卧槽，好大！此时出现在断崖边的，赫然是一尊高度超过20米、通体由黑色岩石组成的巨型 BOSS。值得一提的是，这20多米的高度仅仅是这尊巨人的上半身，更多的身躯是隐没在断崖之下的。难以想象，要是这巨人站在平地上，该是多么高大威猛。普通玩家在他面前，真的和蝼蚁没什么区别。不过在最初的震惊之后，玩家眼中又被兴奋激动的光芒所覆盖。BOSS， 而且还是白银级 BOSS， 冲啊！杀 BOSS 爆装备了！我听说之前的巨型野兔龙腾天下收了夜游神2件装备，足足30金币，差不多100多万了。那还只是黑铁级的，这可是白银级，怕是得1000万起步。发家致富近在眼前啊！玩家们根本没工夫细看 BOSS 属性，只管抄着家伙往前冲。龙腾天下早就收到秦川的信息，一直躲得远远的，此时有闲工夫查看 BOSS 属性，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玩意出现在新手村合理吗？亚摩斯黑曜石领主，白银级，等级10，生命值40000040000，攻击2000，防御3000，技能碎岩猛击，巨石投掷，硬化皮肤，重拳碾压。描述：被封印的巨人领主，漫长的封印让他失去了原本的力量，即便如此，破风而出的他依旧将会带来无尽的怒火和毁灭。龙腾天下搓着牙花子，感觉有点头疼。这么个玩意，怕是他一身10级装备都顶不住，属性太夸张了。队里其他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射手看了看包里的兔金长弓，又看了看 BOSS 的防御，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破不了防。牧师小雪的关注点就比较独特了，沉吟片刻说道：老板，这个 BOSS 应该会掉防御类装备。龙腾天下也反应过来，连连说道：希望夜游神能单刷了这家伙，然后我们就能收获新装备了。刺客担忧道：
这个 BOSS 和巨型野兔不同，大概率是会远程技能的。夜游神躲得开范围攻击吗？龙腾天下摆摆手，先看看再说。他们能看到 BOSS 明面上的数值，但技能形态暂时不明。不过没关系，罗刹殿会帮他们踩雷的。赶在罗刹殿来之前将 BOSS 激活是秦川计划好的。他现在的情况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就是无限前行，而且伤害爆表，对普通玩家出手就是秒杀。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攻击频率太低了。暗影飞刀冷却稍快，但也没什么用，必须等到暗影前行冷却才能出手，否则前行断档会很危险。这次罗刹一刀斩带了几十号手下过来，他就算一刀一个也得小半个钟头。要是罗刹殿玩气跑失流，那就没完没了了。与其于此，倒不如让 BOSS 把他们送回去。以亚摩斯的技能伤害，几下就清场了。潜伏在阴影中，秦川抬手就是一记暗影飞刀。和花岗岩巨人不同，亚摩斯的弱点是在腹部，而且被岩块覆盖，只有在亚摩斯活动的时候才会短暂暴露弱点。当然，以秦川的伤害来说，就算不打弱点攻击，依旧能单刷了亚摩斯，无非是时间问题。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秦川决定刀弱点，又不是没那个能力。负6356，弱点攻击。即便亚摩斯有着高达40万的血量，但是6000多的伤害依旧不容小觑。下一秒，撕裂开始生效。负164，负164，负164。3秒时间，累计总伤害接近7000。按照1分钟3次的攻击频率来算，只要20分钟，秦川就能单刷掉亚摩斯。不愧是白银级 BOSS， 血条真是长。秦川发出感慨。而在不远处，龙腾小队早就看傻了。他们离得太远，没看清 BOSS 头顶的伤害数字，但是从血量上可以判断出夜游神的伤害。龙腾天下直接爆了粗口：妈的，我没算错吧？夜游神一刀飞了 BOSS 6000多血。小雪下意识做出推眼镜的动作，补充道：确切来说是6356点伤害，而且后续还有3个100多的伤害数值，肯定也是夜游神打出来的，其他玩家可没这种能力。射手依旧风轻云淡，笑道：夜游神是我的宿敌，有这种实力并不奇怪。旁边的刺客一把捂住眼睛，不忍直视。完了，自己这个朋友被刺激的精神不正常了。但是说实话，他心里也有点无法平静。他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这差距大的有点离谱了呀。相较于龙腾小队的吃瓜看戏心态，罗刹一刀斩就很不爽了。他离得近，能够看到 BOSS 头顶的伤害数字，但正因如此，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夜游神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而且目前来看完全没有追赶的可能性。或许和夜游神作对将会是我最错误的决定。罗刹一刀斩心中有些不安，但刚才狠话都已经放出去了，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夜游神可不像是什么好说话的角色。正这么想着，罗刹一刀斩感觉眼前光线一暗，抬头看去，直径数米的巨型岩石朝着他所在的位置砸了下来。轰！大地猛烈震动，罗刹一刀斩傲然立在原地。好消息，通过伤害转移，他避免了被秒。但坏消息是，他的队友被一石头砸得全军覆没，已经没人帮他分担伤害了。要是夜游神对他出手，他根本挡不住。心一横，罗刹一刀斩取出卷轴撕开，本来就是用来对付夜游神的，只不过出了点意外，刷 BOSS 了。但没关系，只要能破开夜游神的前行，他早晚也会被送回复活点。而他早已在复活点安排了10几个掌握 AOE 技能的工会成员，不间断攻击复活点。只要夜游神被送回去，就别想再离开。夜游神，只要你一死，就等着删号吧。罗刹一刀斩面带冷笑，毫不犹豫撕开卷轴。奇异的力量笼罩整个花岗岩丘陵，所有玩家都收到了提示。光明神的目光注视着这里，一切阴暗都将无所遁形。第23章，光明神的注视。在罗刹一刀斩使用卷轴的同时，他遭受 BOSS 亚摩斯的2次攻击，直接回了复活点。但是他根本无所谓，先回复活点也好，正好看看夜游神是怎么被连续坑杀的。他就不信，在这卷轴之下，夜游神还能维持前行。秦川也收到了系统提示，一点都不意外。早在龙腾天下联系他，并且告知罗刹一刀斩收了个卷轴的时候，秦川就知道是什么道具了。光明神的注视，黑铁级，又名显影卷轴。从名字来看，这个卷轴绝对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都和光明神扯上关系了，能不刁吗？但事实上，秦川很想跟罗刹一刀斩说，你买到假货了。在天启里，即便是游戏阶段的天启和神明有关的道具，最低品级都是按金级的。黑铁级的卷轴想和光明神搭上边，异想天开。这玩意就是某个无良 NPC 拿出来糊弄萌新玩家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卷轴没用，相反还很有用。
可以照破一切青铜级以下的潜行效果。注意，仅对青铜级以下生效，不包括青铜级。之前打巨型野兔的时候，罗刹一刀斩推算出夜游神有黑铁级的潜行技能，所以拿着卷轴当杀手锏是没什么问题的。但问题就在于秦川有异兽颅骨，已经将暗影潜行再次进化，达到了青铜级，而黑铁级的显影卷轴想要照破青铜级潜行，属实是异想天开了。如果这就是罗刹一刀斩的底牌，那秦川只能表示失望。他还以为能有什么好东西呢，没想到就这。秦川在阴影中很淡定，远处的龙腾天下却是有些不安。要是夜游神的潜行被破，肯定单刷不了这个 BOSS， 甚至还会被直接秒杀。他可是收到消息，罗刹殿已经围住了复活点，准备无差别攻击。一旦夜游神回到复活点，就别想再出来。当然，到了那个时候，他肯定会集齐龙腾王朝的兄弟，冲散罗刹殿封锁，把夜游神救出来。龙腾天下将全部信息告知秦川，劝道：夜游神，趁着还没出事，先离开这里吧，反正 BOSS 就在这，等卷轴效果结束再来也不迟啊。发信息的同时，龙腾天下也在四处观望，想要看看夜游神到底在哪。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算他眼睛都瞪累了，也没找到人，不由得询问队友：你们看到夜游神了吗？没有，没看到。几人的回答出奇一致。龙腾天下心头一定，看来夜游神还是很稳健的，已经离开这里了，这才对嘛。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这时小雪说出自己的猜测：老板，有没有可能夜游神的潜行已经达到了青铜品级？龙腾天下下意识的想说不可能，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这显影卷轴能够破除黑铁级的潜行，但直到现在夜游神都没显露身影，要么他真的有青铜级潜行，要么他已经暗中离开此地。龙腾天下个人更希望是后者，但紧接着他就看到 BOSS 的血条往下跳了一小段，6000多的伤害格外显眼。是夜游神，他没有离开，那么答案显而易见了。夜游神的潜行技能真的达到了青铜级，完全无视了这黑铁级的显影卷轴。龙腾天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同样是隐藏职业，而且还是龙腾王朝的会长，结果他现在连个黑铁级技能都没有，而人夜游神已经青铜级了。沉默许久，龙腾天下仰天长叹：罗刹一刀斩这200万花的可真冤。相较于队友的震惊，射手却是异常淡定，不愧是他的宿敌，果然有2把刷子。黑曜石巨人领主亚摩斯的攻击还在继续，他现在很愤怒，有只蝼蚁不断在阴影中发起偷袭，偏偏他又奈何不了对方。该死的，暗影之力不是被光明神净化掉了吗？怎么又出现了？亚摩斯的怒火愈发高涨，不断抓起手边的石块抛掷出去，想要砸死那个烦人的家伙。甚至有倒霉的花岗岩巨人被顺手抓起，在空中飞行数十米后轰然落地，摔得七晕八素的同时，将周围的倒霉玩家也一并带走。从 BOSS 激活到现在，前后不过半分钟，却有上百名玩家被秒杀送回复活点，而玩家们打在 BOSS 身上的伤害，清一色的都是0，完全不破防。偶尔有玩家打出个位数的伤害数字，也会在下一秒被一巴掌拍成肉泥。罗刹一刀斩来的时候浩浩荡荡，吸引玩家达数百之多，但是在亚摩斯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过这完全影响不到秦川，他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断使用暗影飞刀打出高额伤害。看上去很简单，但过程其实非常惊险。亚摩斯作为白银级 BOSS， 感知力非常强，秦川在出手的瞬间，亚摩斯就会发起反击。数吨重的巨石在他手中就跟玩具一样，轻松甩出，速度之快甚至能引起音爆。说实话，要不是秦川的敏捷已经达到145，根本躲不开如此猛烈的攻击。那巨石的飞行速度太快了，一眨眼就出现在眼前，反应慢点就是原地去世的下场。也就是秦川处于前行状态，不然龙腾天下就会看到一个上蹿下跳的身影，必定会打破他心目中夜游神高大威猛的形象。亚摩斯攻击了许久，能感觉到那只虫子还活着，并没有被击杀，这让亚摩斯有些诧异，如此弱小的蝼蚁竟然还挺能苟活。等到又挨了几飞刀之后，亚摩斯的心态有些许变化。蝼蚁，你该死！亚摩斯无能狂怒，为了宣泄心中的怒火，将目光对准了剩下的玩家。在一阵轰隆隆声响之后，过来看热闹的玩家全军覆没。龙腾天下在远处看得冷汗直流，庆幸道：得亏夜游神提醒了，不然咱们离得近了，恐怕也要被送回去。他刚刚看到有玩家都跑出近200米了，还是被亚摩斯一石头砸死，精准度堪比制导导弹。眼看着整个花岗岩丘陵都要被亚摩斯砸成盆地，龙腾天下却是收到了夜游神的消息。你准备了多少钱？龙腾天下服了。大哥，这可是白银级 BOSS，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这么游刃有余，很打击人的好吗？第24章隐藏任务链。
收到夜游神的消息，龙腾天下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喜悦，毕竟从夜游的语气来看，只要出了他不能用的装备，肯定是转手出给自己的，这将有利于自己快速崛起，从而带动龙腾王朝争夺天启第一公会的名头。另一方面，龙腾天下震惊于夜游神的从容。要知道，天启是虚拟现实网游，而且为了追求真实性，视角也是固定的第一人称视角。这种情况下，直面一个20米高的巨人，视觉冲击将会非常夸张。龙腾天下换位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多半是没办法这么冷静的。面对体型远超自己的生物，人类的本能会感到畏惧，特别是巨石朝着自己飞过来，但又躲不开的绝望感，想想就让人心悸。好在龙腾天下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很快调整心态，飞速回到一个小目标之内，随时可以转账。秦川回道：用不着那么多，这 BOSS 掉的毕竟是10级装备，你收到了也暂时用不上。听到这话，龙腾天下急了，连忙保证道：大佬你放心，我绝对刻苦练级，一定不会掉链子，以后有装备尽管找我，照单全收。秦川甩手一飞刀打出6000多伤害，然后埋头狂奔，赶在极限之前跑出巨石落地的冲击波范围，抬手淡定地给龙腾天下回了条消息：好。阴影中看着无能狂怒的亚摩斯，秦川有一种优越感，攻击再高那也得打得到才行，防御再厚，在真实伤害面前也是众生平等。他作为绝无仅有的远程型刺客，恐怕亚摩斯都被打懵了吧。但要是选择了射手，这会狼狈不堪的就是他了。真不错，暗影刺客真不错。秦川对自己的选择愈发满意，心里也在暗暗期待，未来要是剑神再度降临，挨了自己一飞刀之后，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不过现在想这个有点远，秦川连新手村都没出呢，当务之急还是磨死这个 BOSS， 然后回去找狼王触发隐藏剧情。说实话，要不是秦川前世看过相关任务流程，也绝对不会想到狼王还能和亚摩斯扯上关系。这么说不严谨，在狼王和亚摩斯之间还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等到干掉亚摩斯，激活断崖下的隐藏副本，就可以把狼王驱赶过来了。趁着技能冷却的空档，秦川回忆了整个任务链。首先就是从猎户那里接取猎杀狼王的任务，这个任务有公开版和隐藏版两种，隐藏版就是秦川做的，能够获得异兽颅骨，公开版则是所有玩家都能接取到，只要玩家达到3级，就可以从猎户那里领取狩猎任务，按要求击杀一定数量的野猪、野牛、野狼之后，会开启最终任务猎杀狼王。当然，正常任务奖励是不会有异兽颅骨的，那件道具有唯一性，不管是哪个版本的狼王任务，最终都能触发隐藏后续，那就是不急着击杀狼王，让其逃窜到断崖边，跳进副本入口。很神奇，但任务链就是这么安排的。而狼王跳进副本之后，就会引出新手村隐藏 BOSS 复活的血族男爵。秦川看向了新手村方向，眼中有些许阴霾。谁能想到新手村的村长被血族诅咒感染，成为了血族男爵的走狗。如果天启是普通游戏，我会夸奖策划是花心思的，埋了这么多彩蛋。可惜不是，新手村的隐藏支线代表着血族的重新活跃，而血族伴随着天启一同降临后，将蓝星视为自助餐厅。想起往事，耳边仿佛飘荡起了同族的哀嚎，鼻尖也萦绕着挥之不去的血腥味。深吸一口气，秦川将杂念抛出脑海。他就算知道未来的剧情走向，在自身实力不够的情况下，也做不了什么。提升实力才是第一要务。亚摩斯，就让你成为我变强的垫脚石。秦川看向亚摩斯，抬手就是一飞刀。挨了一刀的亚摩斯愤怒地拍击地面，可惜无济于事。秦川根本不在他的攻击范围内。不过秦川安然无恙，不代表其他玩家这么幸运。在得知这里刷新 BOSS， 而且还是白银级之后，新手村的玩家顿时闻风而动。你说不破防，那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去，去了会被秒，怕什么？游戏而已。什么？你说夜游神也在？那没事了，我回去继续砍野兔。理智的玩家在得知夜游神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选择原地掉头回新手村砍兔子。他们知道，只要夜游神出手，这 BOSS 就和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但也有头铁的玩家，他们秉承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信念，前赴后继地冲过来。一部分在半路上被野猪拱死，一部分被刷新的花岗岩巨人送走。就算侥幸冲到 BOSS 跟前，还没来得及砍2刀呢，就会被一巴掌拍成肉泥。但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了玩家的热情。秦川暗中观察，毫不在意。其他玩家想来就来，反正抢不到战利品归属权。除了罗刹店的，来一个杀一个。10分钟后，亚摩斯的血条已经掉到1半以下，其中的 99% 伤害都是秦川打出来的。换而言之，他已经锁定了 BOSS 掉落物所有权。远处观战的龙腾天下
心头一松。好了，装备基本到手了。按照 BOSS 这属性来看，掉点防御装备肯定是没跑的。他现在穿不上不要紧，努力练级就是。等到了10级，只要换上1-2件白银级装备，属性必然突飞猛涨。其他公会的会长能做到这点吗？不能。龙腾天下面带傲色说道：“要不是我坚持去野猪平原练级，咱们怎么会结识夜游神？又哪来的机会获得这么好的装备？”说完抬头看天，一副你们快来夸我的表情。刺客和射手熟知龙腾天下的为人，懒得搭理他。小雪倒是很给面子，大方说道：“老板英明。”龙腾天下哈哈大笑说道：“小雪说得好啊，回头找财务领2个月工资当奖金。”刺客和射手对视一眼，齐声说道：“老大英明。”第25章越级掉落。亚摩斯并没有特殊机制，也没有第2阶段，在挨了无数飞刀之后，这个足以称霸新手村的白银级 BOSS 带着愤怒和憋屈倒下了。黑色的岩石身躯失去光泽，很快就布满裂纹，化为四散的碎石，轰然落地。尘埃中隐约可以看到数团白银光芒，以及一抹隐藏其中的金色闪光。秦川心中激动不已，大爆！超级大爆！竟然越级掉落了黄金级战利品。在天启中，基本上 BOSS 是什么品级，掉落物就是什么品级的，只有极小的概率会掉落更高一级的战利品。至于这概率有多小，就这么说吧，秦川前世在天启刷了10年，越级掉落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即便是纵观全球范围，概率依旧低得可怜。当然，不乏真正的欧皇玩家，遇到越级掉落的次数会多得多。只不过作为代价，那就是欧皇寿命极短，在天启融合蓝星之后就很快销声匿迹。思索间，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击杀白银级 BOSS 获得2万经验值。本次击杀为全服首杀，额外奖励50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50命望值。您已升到9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您已升到10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本次首杀即将全服公告，是否隐藏昵称？否。玩家夜游神首杀白银级 BOSS 黑曜石领主亚摩斯，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您是首个抵达10级的玩家，即将全服公告，是否隐藏昵称？否。玩家夜游神第一个达到10级，开启等级榜，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您已达到10级，请尽快前往职业导师处完成首次职业进阶。请注意，完成职业进阶之前，您的经验上限将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进入经验池。一连串的提示叮叮叮响个不停。作为白银级 BOSS， 亚摩斯的首杀奖励不可谓不丰厚，特别是丰厚的经验奖励，直接让秦川原地连升2级。这也意味着亚摩斯掉落的装备，只要他能用，就能直接换上。10级的白银级装备属性可比5级黑铁装备强太多了。不仅如此，还有大量自由属性点可以支配。另外，5点技能点也不容忽视，足以让秦川将剩下的技能全都升到2级，又或者是将暗影前行单独升2级，都是不菲的提升。至于进化点，更是重中之重。不过暗影前行再进化就需要4点进化点，暂时还不够。而其他的技能，秦川还没确定要不要进化，但是没关系，他有的是时间慢慢规划。将80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敏捷上，顺带瞄了一眼现在的属性。属性：力量19，体质14，敏捷224+5，精神13，200多的敏捷，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映照到现实世界，足以让他成为全球第一跑步运动员，而且是打破人类极限的那种。风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的最佳形容词。有点偏科呀，秦川暗道。希望出点加力量体质的装备吧。秦川打开背包，开始检视自己的战利品。首先要看的就是那件黄金级战利品，那是秦川最关心的。替身草人，黄金级道具，代替拥有者承受致命伤害，并将拥有者传送至指定安全区域，可主动选择是否激活。使用次数1。秦川惊了，竟然是这东西。在天启的游戏阶段，替身草人算是黄金级道具里比较鸡肋的一种了。玩家们普遍心态是死了就跑尸，无非是费点时间。但问题在于，秦川知道天启会降临成为现实，那个时候的死亡就真的是死亡了。替身草人的价值也是从那时开始不断拔高的，多一条命，这谁不想要？秦川作为无限前行的远程型刺客，本身安全性已经拉满，但他看到替身草人的时候，依旧是颇为惊喜的。好东西，给多少钱他都不卖。光是这一个替身草人
就值得秦川将亚摩斯的名字记在心里。他可真是个好人啊！喜滋滋的收好替身草人，秦川看向另一件战利品：黑曜石板甲，白银级，防御加300，生命值加1000，力量加10，装备要求10，力量大于50。天启的装备基本没有职业限定，只有属性限制。秦川是全敏捷的加点路子，这件板甲注定和他无缘。随手将属性发给龙腾天下，没有半点意外的，又是一通哥们好，热情程度足以让千年玄冰都消融。再看第3件战利品：黑曜石项链，白银级，生命值加100，魔力值加300，精神加20，装备要求10，精神大于50。秦川收回先前的结论，亚摩斯死不足惜，这都掉的什么玩意啊？黑曜石板甲还能理解，毕竟他就是个石头疙瘩，但这项链过分了呀！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像是会掉法系装备的样子吗？你要支持。好在亚摩斯掉的东西够多，秦川看向第4件，是他能用的。山脉之心指环，白银级，生命值加200，魔力值加200，装备要求10。装备特效：制造可吸收3000伤害的护盾，持续30秒，冷却10分钟。属性不能说有多好，毕竟只是单纯的加血加蓝，甚至都没有额外属性。好在有装备特效，还是秦川需要的。他可是知道罗刹一刀斩那家伙在复活点蹲塔，增加保命手段总没错。3000护盾顶得上他好几条血了。秦川又不放心的多看了2眼，确定没有属性限制，这才放下心来。说实话，要是再来一件有属性要求的，他都准备均衡加点了。还有2件掉落物，希望也能用上。秦川喃喃自语，看向第5件战利品，表情有些错愕。我擦脸，怎么是这玩意？第26章工会令。出现在秦川视野中的是一件道具，工会令，白银级道具，可在主城事务官处使用，建立人数不超过1000的工会。在天启中，成立工会是需要工会令的，根据工会令的等级，能够容纳的成员上限也不同。低级工会可以使用高品级的工会令进行扩容，不需要解散工会重新建立。对玩家而言，建立工会不仅能增加归属感，还有更实际的好处，那就是开团。除了后续会开放的团队副本，正常的野外战斗和小副本，玩家最多只能组建6人小队，再多就不行了。但是建立工会之后，会长和副会长就可以开团了，根据工会等级，组建最多100-1000人的团队，这在野外 BOSS 战中是非常有利的。天启的规则是玩家个人或团队对野外 BOSS 造成50%以上的累计伤害，就可以获得战利品归属权，并不是所有人都和秦川一样，一个人就能打够伤害。大多数玩家都是组团打 BOSS， 工会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说实话，也就是没法开团，不然新手村的巨型野兔，那些大工会可不会那么容易放弃。所以秦川很清楚，在这个时间点，别看玩家们都在新手村，但只要他拿出工会令，绝对会让各大工会的会长闻风而动。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工会令拍出上亿的价格，一点都不为过。他隐约记得前世第一个工会令好像是3亿多还是4亿的价格，当时专注打金的他还幻想过，要是自己能爆一个就爽了，直接原地躺平退休。可惜直到他和剑神同归于尽，也没爆出来过。回想往事，秦川有些唏嘘，然后就开始思考如何处理这玩意。不用想，这绝对是全服第一个工会令，而第一个建立的工会会进行全服公告。哪个大工会能放弃这种扬名立万的好机会？远的不说，就说龙腾天下，他要是知道这玩意，掏起钱来绝对不会眨眼。不过秦川却是在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要不要自己建立工会。思索再三之后，秦川觉得暂时没必要，他的提升速度太快了，寻常玩家根本追不上。想要找到跟他合拍的队友，估计全服都找不出几个。真有事了，建个队就行，根本不需要开团。而且他也不是擅长管理的料，让他一天到晚处理工会鸡毛蒜皮的小事，能把他愁死。念及此，秦川感觉念头通达，再看工会令就很淡定了。拿来改善生活吧，秦川嘀咕了一句。不过现在出手工会令并不是合适的时机，秦川再等一个机会，好好坑一把罗刹一刀斩。收好工会令，秦川看向最后一件掉落物，强悍之石，白银级道具，使用后永久增加20力量。没什么好说的，直接用掉。等到全部战利品处理结束，秦川才有心情查看私聊。一番聊天记录，龙腾天下从最初的兴奋到后面的忐忑，再到心如死灰，心路历程非常精彩。秦川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发了条信息过去，刚才在忙别的事。远处再度摆出思考者造型的龙腾天下猛然蹦了起来，仰天长啸，好，我中了。刺客一脚踹了过去，你丫中邪了吧？龙腾天下也不恼，说道，夜游神回复我了，
说他那里有2件装备可以出给我。说着，将黑曜石板甲和黑曜石项链的属性发在小队聊天里。刺客和射手齐齐发出一声叹息，没他们能用的呀。不过他俩也知道，他们能用的装备，夜游神也能用，出给他们的几率很低，除非是弓弩这种远程武器，别的部位是想都别想了。龙腾天下说道：“夜游神还没给我报价，小雪你分析一下，给多少钱合适？”小雪在心里计算片刻，说道：“500万。”啊！龙腾天下愣了，倒不是觉得多，而是觉得太少了。之前他收了2件黑铁级装备，都花了100多万呢，这2件白银级的怎么能只值500万呢？没等龙腾天下开口，小雪接着说道：“虽然我没和夜游神直接聊过，但是从之前的情况来判断，不知为何，夜游神似乎对老板颇有善意。”龙腾天下眉头皱起，不满道：“所以你就想借着这善意开低价吗？这不是我的为人。”小雪说道：“老板，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的意思是，除了500万之外，再给龙腾王朝20%的股份。为了方便管理，龙腾天下早就把龙腾王朝注册为俱乐部了。多年打拼下来，旗下有大量精英玩家，横跨数个领域，已经不单单是游戏公会那么简单，说是综合型集团都不为过。20%的股份不是小数字。”听到小雪的话，刺客和射手都震惊了。他们作为龙腾王朝元老级人物，加起来的股份也就15%，结果小雪竟然要给夜游神20%。即便他们知道夜游神的厉害，也有些心理不平衡了。凭什么啊？能单刷 BOSS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好像真能。两人陷入了沉思。龙腾天下也是若有所思，说道：“这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最终决定权在夜游神手上。他如果不想和我们有现实的牵扯，多半不会接受股份，所以还得准备第2套方案。”小雪点点头，第2套方案还是500万，外加2本不低于黑铁级的通用系远程技能书。龙腾天下赞许道：“小雪的提议深得我心。”随即打开好友栏，将第1个方案发了过去。在龙腾天下心里，是很希望夜游神能接受股份的，那就意味着夜游神正式加入龙腾王朝，他们联手绝对能建立天启第1公会。发完信息，迟迟没有回应，龙腾天下又变得忐忑不安起来，喃喃自语道：“夜游神会不会觉得我给股份是在试探他的真实身份？要是他生气把我好友删了，该怎么办？”小雪，你快给我想个主意。小雪有些无奈，自己的老板原来可不是这样。不过考虑到夜游神展现出来的潜力，的确值得如此重视。就在龙腾天下坐立不安之时，他终于收到了夜游神的回复：“你的首席智囊给了2个方案吧，我选第2个。”第27章，引发众怒的罗刹一刀斩。龙腾天下很震惊，他和夜游神之前绝对不认识，但对方的表现却仿佛对他知根知底一般。龙腾天下甚至怀疑夜游神是自己熟人开的小号，否则怎么会连首席智囊都知道，甚至能直接说出有2个方案，并且毫不犹豫选择第2个。射手和龙腾天下相识多年，看到他的表情心头一动，问道：“有问题？”龙腾天下思索片刻，组织了一下语言，这才说道：“我感觉夜游神对我很了解，但我认识的人里没有谁能和夜游神对应上。”射手也面带思考。龙腾天下的直觉很敏锐，他这么说基本可以确定有10成甚至9成的把握。那么问题来了，夜游神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了解龙腾天下？但不管射手如何思考，都找不出合理的解释。龙腾天下摆摆手说道：“算了，这个问题不用太纠结，可能夜游神是通过其他渠道打听过我的为人吧。毕竟他创建的龙腾王朝也算是国内顶尖游戏公会了，不少媒体采访过，或许夜游神就是看过其中几篇报道，觉得他这个人还算不错，所以才表现出善意。”小雪在旁点头附和道：“目前来看，夜游神是有非敌，不必表现得太戒备，以免影响双方合作。”几人迅速交换眼神，觉得的确是这个道理。想开之后，龙腾天下也不再纠结，飞快发信息道：“我们的报价还是500万元国币，再加2本不低于黑铁级的远程技能书，这个方案才是秦川想要的。”之前龙腾天下发来的第1个方案，秦川是不会考虑的。虽说他前世和龙腾天下打过不少交道，发现这个人很适合做哥们，但这并不意味着秦川会信任对方，特别是事关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可是记得前世有不少顶尖游戏高手没死在异族手中，反而是被身边人被刺了。为什么前世的地球10大高手中没有 SSS 级天赋的存在？各种原因无需多说。龙腾王朝20%的股份固然价值不菲，甚至可以让秦川原地躺平退休，但他深知当绝望降临，空有财富没有实力，只能成为案板上的肥肉，甚至那个时候连财富都没有。等到天启开始融合，现实世界的经济系统会在极短时间内崩溃。收敛心神，秦川将一串字符发给龙腾天下。
龙腾天下也是很大气，根本没问什么时候拿装备，直接让小雪转账过去。尊敬的玩家，您的虚拟账户收到500万言国币，可随时提现至本人银行卡。秦川之所以放心收现金，就是因为在天启中绑定银行卡，会同步创建虚拟账户。那500万现金，他可以分批提取。龙腾天下想从现金流入手追查的话，根本办不到。转账完成，秦川也向龙腾天下发起交易，将2件装备交易过去。龙腾天下很是感动，由于找不到秦川在哪，只能对着空气说道：“夜游神，你放心，那2本技能书我会发动整个工会一起搜集，最快时间交给你。”秦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发了条好友信息：“不急，我相信龙腾会长的信誉。”额外的话不必多说，龙腾天下是聪明人，不会耍赖拖欠2本技能书。退一万步讲，就算龙腾天下脑抽真的想赖账，秦川也有的是办法让对方知道什么叫见一次杀一次。龙腾天下没来由的打了个冷战，也没多想，看着背包里的装备兴奋说道：“走走走，练级去。对了，小雪，技能书的事你帮我盯着点。”好的，老板。新手村复活点罗刹店的蹲坑行为引起了众多玩家的怒火，特别是那些无辜路人，他们被野怪偷袭也就算了，回复活点了还得被其他玩家偷袭，还讲不讲武德了？罗刹一刀斩，祝你生儿子没 X！ 什么垃圾工会，搞不定夜游神就拿我们普通玩家撒气，兄弟们和这帮沙比拼了！就特么你叫罗刹一刀斩啊？知不知道我是谁？冥王宫副会长的表弟的邻居的二叔家的狗是我送的。复活点一片混乱，罗刹一刀斩的表情越来越难看。他之前被亚摩斯一巴掌送回来，没能看到夜游神被照出前行的场景，但想来问题不大。那可是光明神的注视，黑铁级，区区一个低级刺客，如何能和光明神对抗？只要夜游神破影，必定会被 BOSS 当场击毙。而一旦夜游神回到复活点，就会被他们不间断的群体攻击直接覆盖，不存在半点幸存的可能性。到那个时候，夜游神要么向他跪地求饶，要么删号。但是让罗刹一刀斩没想到的是，他在复活点等了半天，带人甩了半天技能，除了伤及无辜之外，愣是没半点效果。复活的玩家中根本没有夜游神的身影。不仅如此，后续的消息传来，更是让罗刹一刀斩有些恍惚。那个白银级 BOSS 还在掉血，而且每次都是6000多的伤害，毋庸置疑，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夜游神。那么问题来了，他是怎么克服光明神的注视、黑铁级的效果的？罗刹一刀斩想不通。不过眼下的局势也容不得他多想了。由于罗刹店在复活点不分青红皂白的放技能，导致许多玩家刚复活出来就当场去世。本来他们被野怪送回来就很憋屈，现在又原地暴毙，心里的怒火根本按捺不住。在几个暴脾气老哥的带领下，受到无妄之灾的玩家当场组建反罗刹联盟，和罗刹店会员打得不可开交。混乱中，以前就和罗刹店有仇的工会也悄悄加入，一举偷袭罗刹一刀斩，将他和手下一起送回复活点，然后有样学样，在复活点蹲人。罗刹一刀斩刚刚复活，眼前又是一黑，气得他破口大骂，扬言要报复。但是迎接他的是下一轮技能。被折腾几次之后，罗刹一刀斩怂了，大手一挥，直接下线。该死的夜游神，等我睡醒了再和你斗。第28章猩红墓穴。复活点的事，秦川倒是从龙腾天下口中得知了，除了感叹不愧是你啊，罗刹一刀斩之外，秦川不知道该说什么。罗刹一刀斩这种货色，秦川是根本没放在心上的。打完亚摩斯之后，秦川没有急着离开，反而是来到断崖边。亚摩斯的尸体已经崩裂，并且在缓慢地融入大地，很快就在原地留下一个缺口。顺着缺口往下，就是隐藏副本的入口。秦川轻车熟路，几个跳跃就抵达断崖之下的一片平台。这里有一个山洞，半透明的光幕笼罩了洞口，再加上杂草丛生，黑漆漆的，看不真切后面的光景。不过秦川知道，就是这里。伸手触及光幕的瞬间，他就收到了系统提示：丁，您第一个发现了隐藏副本，即将全服通报，是否隐藏昵称？否。玩家夜游神发现断崖下的隐藏副本猩红墓穴，望广大玩家踊跃探索。请注意，该副本难度较大，请选择适当难度进行攻略。公告一出，所有玩家都麻木了。哦，又是夜游神啊，习惯了。不对，通报里说了啥？隐藏副本。一听到副本2个字，玩家眼中就亮起了名为渴望的光芒。刷副本，爆装备，发大财！一时之间，所有玩家都停下了手头动作，开始讨论那个副本在哪。原本想回野猪平原练级的龙腾天下也停下了脚步，犹豫片刻，还是发了条信息：夜游神，那个副本是不是就在花岗岩丘陵？通报里可是说了，断崖下的隐藏副本。
而新手村的断崖地形只有北面的花岗岩丘陵有，再加上通报来得很快，夜游神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跑到另一个地方。龙腾天下推测，多半是夜游神打完 BOSS 捡装备的时候发现了副本入口，而他之所以发出询问，主要是担心万一这个副本是一次性的，他可不想和夜游神争夺。副本再好，也比不上他和夜游神的交情。不过龙腾天下很快就发现自己想多了，夜游神的回复很坦荡，副本就在亚摩斯出现的地方，顺着斜坡往下就能抵达。不过我建议你10级做好准备再来。龙腾天下回道，那是自然，我现在等级太低，进副本也没啥意思。前有10级白银装备，又有隐藏副本等待攻略，龙腾天下的练级之心在熊熊燃烧，当场带着小队成员杀向野猪平原。回去的路上，龙腾天下看到不少玩家正在结伴往这赶，不用想，肯定是想去攻略副本的。队伍聊天里，刺客问道，老大，我们不去攻略副本吗？万一首杀被别人抢了，岂不是可惜？射手也说道，是啊，咱们野外抢不过夜游神，但副本不一样，每个队伍都是独立的，咱们无需顾虑太多。龙腾天下却是摇摇头，说道，夜游神不可能不知道龙腾王朝的攻略能力，但他还是让我10级再去，说明这个副本难度很高，而且有夜游神在，这个副本手通记录恐怕也轮不到别人。就算阿华他们和我们分配在一个新手村，也竞争不过夜游神的。既然如此，我们何必着急，还不如安心练级。夜游神都能单刷10级白银 BOSS 了，咱们再不升级，就只能看着装备流口水。几句话下来，刺客和射手也认同了龙腾天下的决定，但又觉得无语凝噎。曾几何时，他们可是各大网游 BOSS 首杀的常客，结果冒出来一个夜游神，以一己之力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这上哪说理去啊？相较于龙腾天下的冷静，大多数玩家就没想那么多了。副本摆在那，不就是被攻略的吗？大不了跑失，有什么好怕的？兄弟们，开冲！玩家们三三两两组成小队，顶着花岗岩巨人的火力，一步一具尸体，终于抵达了断崖下的平台，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副本入口。请选择副本难度：普通、勇士、王者、噩梦。几名玩家商量了一下，觉得稳妥为主，先刷刷普通，积攒一下装备，再考虑后续难度。然后他们就被第一波小怪团灭了。站在复活点的小队面面相觑，发生什么事了？随着更多的玩家出现在复活点，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纷纷口诛笔伐起来。这什么破副本，普通模式都这么难，狗策划，你不当人啊！正在练级的龙腾天下收到了工会成员的消息，诚如夜游神所说，那个副本难度很大。迄今为止，各大工会组织的精英攻略小队，甚至连 BOSS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全都在第一波小怪那里折戟沉沙。虽说他们的装备是差了点，属性是低了点，但不至于连普通难度都打不过呀，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得到消息之后，龙腾天下淡然一笑，你们这帮人呐，就是没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懂不懂？还是夜游神对我好啊，事先提醒10级再去，不然的话，这会组团骂策划的，估计就有他的一份。想到这，龙腾天下心生豪迈之情。我和夜游神的交情，你们这些外人能比吗？话说回来，夜游神的副本打到哪了？怎么还没出手通公告呢？区区隐藏副本而已，夜游神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龙腾天下自然不会想到，秦川在发现隐藏副本之后，并没有急着进去刷，而是直接离开，前往了野狼坡。说实话，要是不知道那条隐藏任务链，他这会已经开始刷副本了。不过现在反倒是不急。秦川很清楚，以现在玩家的等级和装备，通个普通难度已经是极限，后面3个难度一个比一个变态。当然，比起狼王跳进副本后激活的特殊模式，即便是噩梦难度都不值一提。特殊模式别的倒没什么，整体难度和噩梦难度相当，唯独就是最终的隐藏 BOSS 复活的血族男爵猛地一笔掉糟，打起来非常折磨。第29章，畜生，你咬哪呢？在前往野狼坡的路上，秦川也在思考，拿到血族男爵的心脏之后，他该以何等光明磊落的形象呵斥新手村村长，让对方痛哭流涕悔不该当初。当然，这也就是他想想。事实上，在玩家揭穿村长面目之后，这家伙不仅不会反悔，反而会蛊惑玩家，让他们加入血族阵营。如果玩家选择加入，就会在未来的某天，不管是真心诚意还是身不由己也罢，臣服于降临的血族，彻底成为走狗，以残害同族为乐。秦川也不知道有多少玩家会顶不住额外属性的诱惑，听信村长的一派胡言。别人不确定，但秦川知道罗刹一刀斩是没顶住的。不仅他没顶住，还带着整个罗刹殿都跳进坑里。等到天启开始融合，死亡映照到现实里的时候，把罗刹一刀斩做了吧。秦川淡淡想到，他不是小心眼记仇的人，但罗刹一刀斩的所作所为，让秦川觉得自己当个正义执行者也不是不可以。
得益于高额的敏捷值，秦川的移动速度远超寻常玩家，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野狼坡。还未靠近，就听到荒草中此起彼伏的狼嚎，再加上空气中的腥臭，足以让玩家口干舌燥、手心冒汗，总担心哪个角落里会有野狼跳出来。不过野狼的伏击再精妙，也比不过秦川的前行。在寻找狼王的路上，他会顺手一飞刀做掉视野中的野狼。经验值上限被锁了也无所谓，只要完成职业进阶，那些经验值会立刻下发。而且他需要继续积攒进化点，自然是看到野怪就做掉，绝不会浪费。后续要去打特殊模式，先把技能点用了吧。秦川暗道，之前击杀亚摩斯的时候，他获得了5点技能点，一直没用，这回已经决定该如何使用了。全部升级暗影前行，5点技能点正好够暗影前行升2级的。丁，消耗2技能点，暗影前行等级提升 LV2、LV3。暗影前行 LV3，青铜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40百分号加60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6秒。丁，消耗3技能点，暗影前行等级提升 LV3、LV4。暗影前行 LV4，青铜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40百分号加80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6秒。虽说提升技能等级只会增加固定数值，并不会提升攻击倍率，但秦川并不是很在意，毕竟他现在的攻击力才多少，就算攻击倍率翻倍，也比不上固定数值的提升。400点固定数值的提升，在破影一击、弱点攻击以及狙神的多重加成之后，将会变得非常可观，足以让暗影飞刀的伤害突破1万大关，实现由4位数迈向5位数的关键提升。非要说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天赋的提升至今毫无头绪。狙神现在才 LV1，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问题在于天赋等级很难提升，甚至大多数玩家的天赋都不具备升级的潜力，抽到的那一刻就固定了。狙神作为 SSS 级天赋还能继续成长，足以说明其潜力。秦川甚至怀疑狙神的本来等级远不止现在，因为只有 LV1， 所以才暂时定在 SSS 级。考虑到狙神的觉醒和剑神有一定关联，秦川大胆猜测狙神天赋本质就是神格，是凡人踏足神明之境的必经之路。打完特殊模式，解决掉村长，就可以去主城了。秦川暗暗期待，新手村只是天启的第一站，主城乃至后续的资料片才是真正的广阔世界。嗷呜！狼王的嚎叫响彻野狼坡，相较于往日的威风凛凛，此时的狼王惶惶如丧家之犬，夹紧尾巴，只顾逃窜。唰！扑通！跟随在身旁的精英野狼一声不吭，原地暴毙。但狼王根本不敢回头，这次的敌人太可怕了。他才遭受了几次偷袭，就仿佛看到了太奶的呼唤。这要是再来2下，怕是这野狼坡就得换主人了。啊！狼王发出憋屈的嚎叫，然后就挨了一飞刀，血条蹭一下往下掉了一截，吓得狼王立刻闭上嘴，大气不敢出，只管逃窜。在狼王心里有一个执念，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只要能去到哪里，纵然自身万劫不复，也能让那该死的敌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秦川看着狼王往北逃窜，面带满意神情，这家伙还是很有悟性的嘛，知道把打不过的敌人往死对头那里引。是的，狼王和血族男爵是死对头，确切来说是狼人和血族之间的仇怨。狼王虽然还是狼，但基因深处对于血族的仇视是改不了的。在秦川激活隐藏副本之后，狼王就在冥冥中受到指引，知道北面有敌人，但他实力太弱，无法将其击杀。不过没关系，他现在遇到了无法对抗的强敌，随时有灭亡的可能性。既然如此，索性将其引到那个素未谋面的敌人身旁，让他们拼个你死我亡。他死了不要紧，敌人也别想好过。不少准备攻略隐藏副本猩红墓穴的玩家看到了他们难以忘怀的一幕：野狼坡的主宰青铜级 BOSS 独眼狼王竟然跑到花岗岩丘陵来了。但是看起来狼王的状态很差，都已经残血了。有玩家兴奋起来，这可是送上门的 BOSS 啊！当即准备上去给上一刀，不过没等他攻击，就被狼王顺手一爪子送走。狼王眼中带着不屑：弱小的人类，我打不过那个阴影中的敌人，还打不过你吗？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的狼王再也按捺不住，朝着周围的玩家疯狂攻击，这让阴影中的秦川很是不爽。你小子干嘛呢？麻利点跳进副本去！秦川抬手就是一飞刀，负4600。为了避免狼王暴毙，他不仅将距离缩减到30米，还主动避开了要害。但即便如此，高额的伤害数字还是让狼王认清现实，眼神重新变得清澈起来。空气中弥漫的气息如此明显，让狼王知道他的死敌就在不远处。没有半点犹豫，狼王在断崖边上一跃而下，直挺挺飞向副本入口。下一秒，恐怖阴森的声音响彻整个花岗岩丘陵，
同时还夹杂着几分恼羞成怒。该死的畜生，你咬奶呢！第30章开刷。噩梦难度。伴随着血族男爵的怒火，猩红墓穴的副本入口也从原本的半透明逐渐变色，仿佛被鲜血浸染一般，散发着不祥的气息。同一时间，所有正在攻略副本的队伍都收到了游戏提示。沉睡的血族男爵被惊醒，他的怒火笼罩了整个猩红墓穴。丁，怪物攻击力提升 20%， 攻速提升 20%。所有的怪物血条之下同时多出一个增益状态，男爵之怒。原本就打得艰苦卓绝的攻略小队纷纷遭遇灭顶之灾，一时之间复活点骂声一片，全都是玩家亲切问候游戏策划的户口本。他们算是服了，这破游戏难度也太特么大了。不过话说回来，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血族男爵，而且还连带着副本怪物都变强了，要不要这么离谱啊？虽说男爵之怒没有给怪物增加血量和防御，但是攻击力和攻速的提升也很要命。许多小队全靠着治疗狂刷主 T 才勉强维持攻略进度。现在怪物攻击力暴涨，主 T 变得跟纸一样脆，完全扛不住伤害。没有坦克吸引仇恨，剩下的队员就只是待宰羔羊。不少玩家认清现实，选择放弃攻略，转头回去练级。他们就不信了，等他们到了10级还会打不过去。正在练级的龙腾天下听闻手下的汇报，决定让几支精英队伍暂停攻略，专注于练级。猩红墓穴的首通暂时是别想了。至于说副本难度突然增大，龙腾天下推测大概率是夜游神出手了。想到这，龙腾天下不由得期待起来。他很想知道夜游神需要多久才能通关这个副本，还有他会选择什么难度。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是最高的噩梦难度。龙腾天下暗道，眼中闪动着斗志。夜游神的出现让他的网瘾少年之心久违地燃烧了起来。他一定要在天启里混出一番模样，让夜游神看看。一切的始作俑者秦川此时正在选择副本难度。天启有一点设定比较友好，副本可以直接选择不同难度，而不需要每个难度都通一遍。倒不是打不过，而是太费时间。刷掉前3个难度固然能获得首通奖励，还有不少装备，但没有太大意义。秦川早就定好了计划，打完血族男爵就回去揭穿村长真面目，然后激活主城传送阵，去职业导师那完成第1次职业进阶。收敛心神，秦川选择噩梦难度。丁，你已选择噩梦难度，请注意该难度出现了未知变动，请谨慎选择。是否确定噩梦难度？确定。在确定的同时，副本入口散发点点星光，秦川微微一笑，迈步踏入。一进副本，秦川就听到了副本深处传来的狼嚎，但是和先前不同，此时的狼嚎中带着一些沙哑。秦川知道，这是因为狼王已经被转化为了死灵狼，身躯腐朽，所以声音变了。同时出现的还有血族男爵的低笑声。我闻到了新鲜血肉的气味，真是美味。闯入者，我会吸干你最后一滴血液。去吧，我的奴仆，将闯入者带来，我要饱餐一顿。伴随着血族男爵的号令，整个猩红墓穴都充斥着兴奋的嘶吼。这是血族奴仆的声音。噔噔噔，杂乱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昏暗的光线下，面容恐怖的生物在墙壁上快速攀爬，朝着副本出口涌来。秦川目光一扫，怪物属性浮现在眼前。苏醒的血族奴仆，等级10，生命值1万，攻击400加80，防御280，技能撕咬，疾病感染，血腥追踪。介绍：多年前闯入此地的冒险者被血族男爵转化为奴仆，忠心耿耿地守护着这座墓穴。10级怪物却有着高达1万的血量，攻击力和防御力也非常强悍。放在野外妥妥的小 boss， 但是在这里却只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的小怪。这就是噩梦级难度，即便只是上线10级的副本，依旧不容小觑。10几只血族奴仆冲过来，然后愣住了。敌人呢？他们能闻到空气中的活人气息，但是却找不到对方在哪。是前行的敌人。血族奴仆瞬间做出判断，纷纷聚集在一起。他们也遇到过会前行的敌人，知道对方的弱点，那就是攻击范围不大，想要发起攻击，自身也会进入他们的攻击范围。只要敌人离开前行状态，除了被攻击的奴仆外，剩下的会一拥而上，将闯入者撕成碎片带给男爵。血族奴仆的计划很周全，可惜他们遇到的是秦川独一无二的远程型刺客。负11503，弱点攻击。一只血族奴仆脑袋上挨了一飞刀，血条被瞬间清空，直接倒地。丁，击杀10级血族奴仆，获得200经验值。经验上限已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转入经验池。经验值到手，秦川立刻发动暗影前行。剩下的血族奴仆懵了，他们明显感觉到有敌人出现。
但是紧接着就消失不见了。这是前行敌人的常用把戏，他们见多了。不过这一次，他们必须承认自己还是见得少了。那个敌人的气味竟然来自于数十米之外，他不是前行者吗？怎么能在那么远的地方发起攻击的？难道是射手？但也不对啊，射手可不会前行。血族奴仆感觉自己智商欠费，以往的招式怎么突然就不灵光了？按照他们的剧本，敌人在出手干掉一个倒霉蛋之后，在下次前行之前是最脆弱的时候，根本抵挡不住他们的攻势。这次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没等血族奴仆小到可怜的恼人招出答案，有一只血族奴仆原地去世。和上次一样，血族奴仆明显感觉到有活人的气息一闪而逝，依旧是出现在几十米之外。吼吼！有奴仆按捺不住内心的嗜血渴望，朝着气息的位置冲去，爪子在空气中疯狂挥动，试图将敌人找出来。但他的举动注定是徒劳的。十几秒之后，还在挥爪的奴仆身躯一僵，血条被清空，带着满脑子的不解倒下。第31章吸血蝙蝠。秦川前世的时候没刷过猩红墓穴，因为这个副本是在开服1个月之后才被发现的，而且还有等级上限。当时秦川都30多级了，就算花大价钱返回新手村也进不了副本。不过他还是去查了查副本流程和攻略，主要是了解 BOSS 技能，这样下次遇到类似的 BOSS 就有准备了。至于小怪，没什么好说的，噩梦级难度的小怪在他的飞刀面前都是直接秒杀，毫无难度。秦川当即准备速战速决，一路杀进去。面对凌厉的飞刀，血族奴仆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找到哪个隐藏在阴影中的敌人，只能发出无能狂怒，爪子不断乱挥，然后悄无声息倒下，成为经验值。没有越级击杀，经验值不多呀。秦川忍不住吐槽，他习惯了越级杀怪，这冷不丁的只能杀同级怪，让他有些不适应。这个时候，如果有攻略副本的玩家在边上，非得给秦川一刀，这是人话吗？他们被普通难度的小怪虐得死去活来，你在这一刀一只噩梦小怪不说，竟然还嫌经验少，抗议，严重抗议！几分钟后，第一批冲过来的血族奴仆全都成了秦川的刀下亡魂。除了贡献不菲的经验值之外，还有2件10级普通装备，属性一般，回头处理掉，卖不了高价，但也能改善伙食的。即便是噩梦级副本，小怪属性再高，在没有提升品级的情况下，他们也只会爆出普通级装备，所以想靠刷高难度副本小怪获得优质装备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前世的秦川不止一次吐槽过。他前世是重甲战士，又有 A 级天赋征服者，等级装备提升之后，可以轻松单刷小怪，结果普通装备根本卖不上价钱，让秦川的打金积极性备受打击。算了，本来也没指望小怪掉什么好东西，还是指望一下 BOSS 吧。秦川重新振奋起来。虽说受限于副本等级，猩红墓穴的规格不算高，但毕竟是噩梦难度，常规 BOSS 全都是白银级，隐藏 BOSS 血族男爵更是达到了恐怖的黄金级。而且在激活特殊模式之后，被转化的狼王也突破原本的极限，达到了白银级。换而言之，最终 BOSS 战需要同时面对一个黄金级和一个白银级 BOSS， 这对普通玩家来说压力极大，即便是各大公会的精英小队也有些吃不消。但是秦川却毫不在意，只要 BOSS 没有克制前行的手段，他就能单刷，一路清理，一路秒杀。在收获1背包普通装备之后，秦川来到了第一个 BOSS 面前，一只倒挂在墓穴天花板上的巨大蝙蝠，吸血蝙蝠，白银级，等级10，生命值350000，350000，攻击1500加300，防御800，技能尖啸音波，急速扑击，呼唤蝠群，生命吸取。描述：血族男爵的宠物，最喜欢吸食人类脑浆。这番属性比起亚摩斯是差了一些的，但这并不奇怪，因为亚摩斯的来历要比这破烂蝙蝠强多了。历经无数年封印之后，还能保持白银级的水准，巅峰时期的亚摩斯有多强，难以衡量。看着似乎安静沉睡的吸血蝙蝠，秦川深吸一口气，飞刀出手的同时就再度前行，同时拔足狂奔。轰！在他刚才停留的区域，一道黑色阴影俯冲而下，将坚硬的石板地面都砸出了裂纹。飞扬的尘土中，吸血蝙蝠甩了甩脑袋，发出不满的嘶鸣。他的速度已经足够快了，竟然还是没能留下敌人，这场战斗恐怕不会太轻松。秦川很清楚，自己现在只是前行，不是遁入虚空，敌人的攻击落下来还是会造成伤害的。吸血蝙蝠的特性就是速度快，而且是非常快，要不是他第一时间跑路，早就和地板一样被碾碎了。但躲开扑击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安全。吸血蝙蝠攻击失败，立刻改变战术，腹部胀起，紧接着张嘴发出尖锐鸣叫。无形的冲击波以扇形面扩散开来，
将吸血蝙蝠面前的石块震成齑粉。可以想象，正面承受这一击，就算是全副武装的竹坦都不好受，更别说秦川这个小身板了。吸血蝙蝠看着眼前的废墟，并没有发现入侵者的尸体，立刻意识到敌人不在这，翅膀一扇回到墓穴天花板，通红的双眼来回扫视。阴影中的秦川脸色凝重，不愧是噩梦难度的 BOSS， 一连串的反击滴水不漏，寻常刺客估计都活不过第一轮扑击。可惜你遇到了我。秦川浅笑一声，等到暗影前行冷却，再度出手，然后又一次狂奔。轰！吸血蝙蝠俯冲落地，紧接着就是尖啸音波，又是几块巨石变成碎块，而秦川则是毫发无损，在另一个角落里等待技能冷却。即便是白银级 BOSS， 只要没有破音能力，就无法找出秦川。当然，这也和秦川将暗影前行进化到青铜级有关。如果还是一开始的普通级，那么凭借着敏锐的感知，吸血蝙蝠是可以大致锁定它位置，并且提前戒备的。但现在秦川只能说一声不好意思，你等死吧。又挨了几飞刀，吸血蝙蝠的血量掉到了一半以下。愤怒的吸血蝙蝠发出尖啸，周围的墓室中呼啦啦冲出来无数蝙蝠，在墓室中不断盘旋。吸血蝙蝠的第二阶段，一次性召唤大量蝙蝠攻击玩家。最重要的是，这些蝙蝠的攻击带有吸血效果，如果玩家无法及时清理小蝙蝠，甚至会出现打得没有 BOSS 回得多的尴尬局面。但对于秦川来说，这个阶段和之前没什么区别。这些小蝙蝠的速度不如吸血蝙蝠，根本摸不到它，更别说给 BOSS 回血了。BOSS 的4个技能中3个对他无效，而最后的生命吸取也是一样。吸血蝙蝠都锁定不了秦川，又如何释放技能？所以他的灭亡是注定的。轰隆！吸血蝙蝠血条清空，从天花板上摔落下来。叮！击杀10级白银级 BOSS 吸血蝙蝠，获得2万经验值。经验上限已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转入经验池。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当前点数2。被召唤而来的小蝙蝠立刻四散逃离。秦川走上前，将掉落的装备捡起。极血之刃，白银级，攻击力加300，敏捷加15，装备要求10，直接换上，攻击力原地起飞，直接来到了300之数，一下让秦川的伤害再度飙升。现在他更有信心将血族男爵斩于马下。第32章势如破竹。在换上极血之刃以后，秦川的面板攻击力来到了339，直接翻了好几倍。这次提升和之前升级暗影前行不同，不仅能够提升破影一击的伤害，连带着暗影飞刀和撕裂的伤害也大幅度提升了。毫不夸张地说，再让秦川刷一遍吸血蝙蝠，花费的时间会短很多。想不到第一个 BOSS 就掉了最需要的武器，希望后面2个 BOSS 再来点好东西。秦川不由得期待起来。在不激活特殊模式的情况下，猩红墓穴有3个 BOSS， 就算每个 BOSS 只掉1件装备，秦川还能收获2件白银级装备。换上新装备的秦川迫不及待的想要一试身手，正好血族奴仆过来送死，抬手就是一飞刀，负18535。弱点攻击，没等撕裂发挥效果，血族奴仆就重新变成尸体，身躯在地上滚动，倒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接近2万的伤害，根本不是这些小怪能抵挡住的。经过10几分钟的秒杀，秦川来到了第2个 BOSS 面前。空旷的房间里摆着2尊造型狰狞的高大石像，看上去似乎很安全。但秦川知道，要是玩家傻乎乎的走上去，就会被石像鬼偷袭。2只白银级石像鬼同时攻击，足够玩家喝一壶的。秦川心中有攻略，自然是不会犯低级错误，对准石像就是一飞刀。负9268。弱点攻击，负9268。弱点攻击。2个伤害数字同时从2尊石像头上飘起来，同时石像的眼睛突然睁开，背后的翅膀快速扇动，一左一右朝着秦川发起攻击。似曾相识的一幕出现，2尊石像鬼的攻击除了将地面砸烂，并没有对秦川造成任何伤害。石像鬼双子，白银级，等级10，生命值250000，250000，攻击1000加200，防御2000，技能狂风涌动，蓄力反击，物理减免，同生共死。描述：血族男爵的看门护卫，心灵相通的他们会斩杀一切来犯之敌。看上去血量不多，但问题在于这2尊石像鬼是共享生命值的，任何伤害打在他们身上都会有一半转移走。换而言之，这个 BOSS 的总血量其实高达50万。不仅如此，石像鬼双子还是物理克星，在本身防御力超强的情况下，还拥有额外 70% 的物理免伤，足以让任何刺客和射手玩家绝望。但要是玩家组法系对过来，就又上当了，因为第3个 BOSS 有魔免护盾，需要物理职业打输出。本来10级玩家属性就不高，后2个 BOSS 还极具针对性，让散人玩家吃够了苦头。
至于说换人打车轮战，不好意思，天气不让钻空子，野外随便玩家怎么打，但是在副本攻略过程中，小队无法更换成员。不过在秦川面前，让普通物理职业绝望的石像鬼双子和寻常 BOSS 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物理减伤在真实伤害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就在秦川躲避攻击的同时，撕裂技能也开始发威，负220，负220，石像鬼双子头顶同时冒出伤害数字，一连跳了3次，总伤害加起来也有1000多了。在居神天赋的加成下，撕裂的伤害也无视了 BOSS 防御，造成全额伤害，不算高，但也聊胜于无。石像鬼双子心意相通，都感觉到了同伴的震惊。他们引以为傲的防御，在敌人面前竟然仿佛不存在一样。一轮攻击打掉他们近2万的生命值，只需要20几轮攻击，他们的血量就会被清空。石像鬼双子飞到半空中，扇动翅膀形成旋风，沿着弧形轨道在房间里肆虐。这是 BOSS 技能狂风涌动，制造龙卷风，造成持续伤害。而且由于是双子，所以每次都会有2道，很考验玩家的走位。秦川是没有这方面顾虑的，他的速度极快，别说是2道龙卷风，就算是10到20道也不值一提。至于说双子的蓄力反击技能，那是针对近战职业的，和他这个远程刺客有什么关系呢？最终石像鬼双子在挨了几十飞刀之后，重新变回石像，崩裂成无数小小的大块。丁，击杀10级白银级 BOSS 石像鬼双子，获得2万经验值，经验上限已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转入经验池。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当前点数3。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当前点数4。石像鬼双子虽然难杀，但由于他们是2个 BOSS 的特性，进化点的收获是非常丰厚的，一个顶2。秦川走上前，将装备捡起。石像鬼护臂，白银级，防御加100，生命值加800，力量加20，装备要求10，力量大于60。靠！秦川有些无奈，他之前使用过强悍之时加了20力量，但是想要装备这件护臂依旧是一点差距，除非他把下次升级的属性点加在力量上，或者是报一件没有力量要求的加力量装备。算了，先留着吧。秦川暗道，他不准备把这件装备出给龙腾天下，而是自己留下，不是为了穿戴，而是为后续规划铺路。收好装备，秦川再度前进，只要打完第3个 BOSS 就能见到隐藏 BOSS 血族男爵了。不过男爵显然比他还着急，又发出奸笑，催促血族奴仆前来送死。同时男爵的声音也响彻整个墓穴。很好，入侵者，你的实力让我有些期待，来到我身边，我将赐予你永生。秦川知道这是要触发支线了。正常情况下，血族男爵对于打扰他沉睡的玩家是抱有绝对敌意的，但也有例外，比如秦川这种战斗力爆表的，男爵就会给出选择，以永生为诱饵，吸引玩家投入血族阵营。不仅能获得隐藏的鲜血系职业，还能获得超长寿命，要论条件可比村长给的强多了。秦川严重怀疑村长在里面吃了回扣，当起了2道贩子，不然为什么村长给的就只是属性点，而男爵就能给隐藏转职和寿命呢？我和黑心中间商不共戴天。秦川义愤填膺，决定彻底揭穿村长面目。清理掉路上的小怪，收获了几件普通装备之后，秦川来到了猩红墓穴的最深处，一间有着精美壁画的墓室。这个墓室面积极大，长宽都超过100米，空旷的吓人。角落里堆积的财宝挂满了蛛丝，显然是很久没人来了。在墓室正中央，数十道锁链从天花板角落延伸下来，将一具巨大的青铜棺椁悬吊在半空中。轰隆！在秦川踏足墓室的刹那，身后的通道口厚重的石门落下，挡住退路。同时青铜棺椁也颤动起来，抓挠的声音从内部传来，显得格外阴森。第33章莫罗斯。哗！在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中，青铜棺椁的棺材板被掀开，腐朽的气息在墓室弥漫。在棺椁之中，身穿精致礼服的身影缓缓坐了起来。复生的莫罗斯，白银级，等级10，生命值600000，600000，攻击1600加320，防御1600，技能狂乱利刃，魔法护盾，移形幻影，晚餐时间。描述：你惊醒了这座墓穴的主人，准备好迎接他的怒火了吗？真是具有迷惑性的描述。秦川撇撇嘴，别人或许不清楚，但他可是知道，这个莫罗斯只是血族男爵的管家，之所以能在青铜棺椁中沉睡，也是疑兵之计，是为了掩饰男爵的存在。要不然以莫罗斯的档次，哪睡得起这么高档的血族棺椁？思索间，莫罗斯彻底苏醒，从棺椁中一跃而下，稳稳当当地落在地面，阴狠的目光扫视着墓室。他被惊醒，
说明有入侵者来到了这里，但是视野中不存在敌人，是前行者。秦川在阴影中等待，没有急着出手。莫罗斯和前面两个 BOSS 不同，感知力极其敏锐，而且由于移形幻影的存在，他能瞬间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并且无缝衔接狂乱利刃，造成大范围 AOE 伤害。想要击杀这样的 BOSS， 需要一点技巧。恰巧秦川就知道，答案就在周围的柱子上。玩家想要单刷莫罗斯，需要合理利用这一圈柱子，在发动攻击的同时往柱子后面躲避，这样莫罗斯即便移形幻影过来发动攻击，也会被柱子阻挡，给玩家一定的喘息空间。当然，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主要是属性，莫罗斯速度太快了，玩家的敏捷没有150以上，根本躲不开这致命2连。但秦川就没这方面顾虑了，他的敏捷都200多了，躲开攻击不在话下。前行到柱子旁边，秦川抬手就是一飞刀，负18535，弱点攻击，负440，负440，负440。即便转化为了亡灵生物，莫罗斯依旧有着弱点，只不过这个弱点不在脑袋上，而是胸腔里的血核，那是所有血族的核心弱点。和血族战斗，不把血核摧毁掉，根本无法彻底杀死对方。受到攻击的莫罗斯没有半点惊慌，直接发动技能，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冲到秦川所在的位置，手中不知何时多出2把白骨短刀，狂乱地挥动起来。刹那间碎石迸飞，直径1米的石柱立刻缺了个大口子，再来2次就会当场断裂。这也是单刷莫罗斯的难点。墓室里有12根柱子，每根柱子可以承受3次狂乱利刃，一旦全部柱子被打碎，玩家将会彻底暴露在莫罗斯的刀锋之下。以10级玩家的属性，就算是一身顶级装备也扛不住几下。脆皮职业更是一碰就死。值得庆幸的是，莫罗斯的移形幻影加狂乱利刃2连有大概10几秒的内置冷却，不能无限使用。玩家只要抓住空档期保持距离，就可以远程输出。只是对于秦川来说，他需要放风筝偷伤害吗？不需要，他要做的就是移动到另一根石柱边上，等待暗影前行冷却。16秒后，秦川再度出手，莫罗斯也再度施展2连，将石柱砍得碎屑满天飞。秦川前行到新的石柱之后，看着莫罗斯手中的2把短刀，有些眼热。这是一套双刀装备，不仅面板高，还有套装属性，综合评价甚至能赶得上黄金级装备，只不过爆率太低了。秦川可是知道，前世的时候有个射手玩家刷了1个月的莫罗斯，愣是没凑齐这2把武器，可见是有多难刷了。要是能一次爆出来就好了。秦川暗道。玩家在完成首次职业进阶之后，就初步放开了职业限制。以刺客为例，10级进阶之后就可以双持了。虽然副武器只有 70% 的属性加成，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学习双持之后，不仅仅是匕首，只要是单手武器，像是单手剑和单手斧之类的都行。换而言之，莫罗斯的双刀，秦川是能用的，争取给他爆出来。秦川愈发兴奋，抬手又是一飞刀。莫罗斯移形幻影接狂乱利刃，毫无作用。他没有急着攻击，而是面带思索，开口说道：“入侵者，你的实力让我另眼相看，尝尝这招如何？来吧，我的兄弟姐妹们，晚餐时间到了。”伴随着莫罗斯的呼唤，数道身影在他身边逐渐凝聚。女仆长索莲娜，青铜级；园丁鲍勃，青铜级；屠夫，青铜级；马夫海恩斯，青铜级。BOSS 战第2阶段，正义的群殴。这也是莫罗斯最难处理的一个阶段，本身的伤害就十分夸张，现在还叫来了4个小弟，玩家要是没有提前准备，根本扛不住。要说唯一的好消息，那就是莫罗斯召唤的都是青铜级，而不是同样的白银级。如果是5个白银级，除非玩家带着一身的10级黄金装备，否则别想打通这个副本。那么问题就来了，10级的时候上哪去找那么多黄金装备呢？答案：打猩红墓穴噩梦难度的特殊模式，击杀隐藏 BOSS 血族男爵，稳定掉一件黄金级装备。那么如何才能见到血族男爵？先打败莫罗斯。怎么打败莫罗斯？穿黄金级装备。一个无解的循环就这样出现了。秦川隐约记得前世围绕着猩红墓穴闹过不少笑话，比如说猩红墓穴开荒，来猩红墓穴毕业玩家，还有什么猩红墓穴没毕业打什么猩红墓穴，乐子很多。思索间，暗影前行冷却完成，秦川对准莫罗斯就是一飞刀。擒贼先擒王，只要击杀莫罗斯，剩下的4个小 BOSS 就会随之消失，没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输出。反正这几个家伙也不会掉落装备，无需特意处理。当然，正常小队来刷莫罗斯，肯定是要优先清理小怪的，不然主 T 扛不住。但对于秦川来说，完全没必要。负18535，弱点攻击，伤害数字跳起的同时，莫罗斯已经杀到近前，同时冲过来的还有4个手下。
他们施展不同的技能，将秦川先前所在的位置彻底笼罩。石柱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伤害，最多坚持2次就会彻底损毁。第34章副本首杀。作为猩红墓穴的最终 BOSS， 莫罗斯的战斗力还是很有保障的。移形幻影加狂乱利刃的2连，足以秒杀没有防备的远程输出，但也并不意味着近战就安全了。没有远程目标的情况下，莫罗斯也是会施展狂乱利刃，而且留给近战的反应时间很短，稍有不慎就是原地去世。魔法护盾也能有效克制法系职业，再加上晚餐时间召唤手下，给足了主 T 压力，整个一流氓 BOSS。但是在秦川面前，如此强大的 BOSS 还是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没办法，秦川的打法太赖皮了，打完就前行，让莫罗斯气得连连怒吼，却又无可奈何。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缠的敌人。时间逐渐流逝，莫罗斯的血量在稳步下降，但墓室里的柱子也在莫罗斯和小弟们的联合攻击下逐个崩裂。好在根据秦川的计算，他能够在柱子全部断裂之前击杀莫罗斯。主人，我失败了。莫罗斯发出悠长叹息，身躯无力地倒在地上。被召唤而来的4个小 BOSS 定在原地，身影变得虚幻起来，很快就彻底消失。丁，击杀10级白银级 BOSS 复生的莫罗斯获得2万经验值，经验上限已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转入经验池。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当前点数5。可惜莫罗斯召唤的小弟不算是独立的 BOSS， 不然这一波就是进化点大丰收了。虽说略显可惜，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同时秦川的目光也被地上的2团战利品光球所吸引，一下掉2件装备，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而且更让秦川惊喜的是，2件装备图标都是武器。不会吧，第一次击杀就爆了武器套装？秦川有些不敢置信，因为这概率实在是太低了。思索间，游戏提示再度响起：丁，你已通过噩梦级副本猩红墓穴，本次通关为全服首杀，额外奖励1万经验值，20属性点，10名望值。即将进行通告，是否隐藏昵称？否。玩家夜游神首通噩梦难度猩红墓穴，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全服通报响起的时候，龙腾小队刚刚干掉一只野猪，经过艰苦练级，他们已经成功升到3级，距离4级也不远了。龙腾天下打气道：加把劲，到了5级咱们就能换上新装备，打怪绝对更快。而到了10级，更是有白银级装备等着替换。2句话让队友士气高涨。玩游戏为了什么？除了投资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不断积累、不断收获的过程，格外有成就感。不过没等几人寻找下一只野猪，全服通报就响起来了。龙腾天下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说道：我就知道夜游神肯定会挑战噩梦难度。射手附和道：夜游神作为我的宿敌，做出这样的选择很正常。神火牧师小雪思索片刻，说道：老板，你要不要问一下夜游神有没有新装备出售？龙腾天下摆摆手，不必多此一举，如果夜游神有这个想法，他肯定会联系我的。既然没说什么，要么是没时间，要么是有别的考量。顿了一下，龙腾天下说道：咱们也是老玩家了，不能总想着依赖夜游神，明白吗？几人连连点头，心里却是微微吐槽，到底是谁在依赖夜游神啊？同一时间，各个新手村也在不断议论夜游神。没办法，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响亮了。先是首杀黑铁级 BOSS， 然后就跳跃式的干掉了白银级 BOSS， 后续发现隐藏副本，第一个到10级开启等级榜，再加上这次首通噩梦难度的猩红墓穴，每一件单独拎出来都值得大说特说，结果全都是一个人做到的，太强了。不仅如此，这几个大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还非常短，他们还在这里砍野兔呢。夜游神都已经首通副本了，做人的差距真有这么大吗？相较于普通玩家的生无可恋，那些有着高天赋的玩家心中则是很不服气的，特别是几个拥有 S 级乃至 SS 级天赋的，更是一心要把夜游神拉下神坛。他们天赋高，职业好，凭什么风头全被夜游神拿去？不可能！天启是全球同步开服的，不仅有炎国玩家，还有漂亮国、棒子国。只不过在国战版本之前，大家各玩各的，互不干扰。但这并不影响全服通报。天启就是这么贴心，会用各种语言将通告发出去。此时的漂亮国新手村里，一支3人小队在历经多种磨难之后，终于将莫罗斯打得只剩血皮。稳住 ，BOSS 马上死了。这次要不是有 SSS 级天赋的理查德森在，咱们根本走不到这里。那个炎国的夜游神再强大，也只是个人的，而我们这支队伍可是一位 SSS 级加2个 S 级，还有高价收来的装备，必定能拿下这噩梦难度的副本首通。听到2位队友的吹捧，身披长袍、手持法杖的理查德森面带自得。他拥有 SSS 级天赋寒冬之心，再加上隐藏职业凛冬法师，兼顾伤害和控制，即便是 BOSS 在他面前都无法动弹，
有信心问鼎天启最强者。结果还没等他发力，各种手杀都被一个叫夜游神的燕国人抢了，这让理查德森很是不爽。对方凭什么？这些年燕国发展的好，他们的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但是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理查德森嘴角泛起冷笑，举起法杖准备将莫罗斯击杀。结果没等他读完技能，全服通告就响起来了。玩家夜游神首通噩梦难度猩红墓穴，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这不可能！理查德森心神震荡，结果把技能甩歪了，脱离控制的莫罗斯爆发而至，将他的2名队友直接秒杀。要不是理查德森反应快，也要被送走。恭喜您通关噩梦难度猩红墓穴。理查德森对于游戏提示充耳不闻，甚至连 BOSS 越级掉落的黄金级战利品都无法激起他的兴致。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等到国战开启，势必要将那个叫夜游神的家伙碎尸万段。同一时间，不只是漂亮国玩家，其他各区域的顶尖玩家也都升起同样的念头。早晚有一天，他们要把夜游神踩在脚下。第35章，剔骨双刃。秦川怀揣着期待走上前，将2件战利品收入囊中。剔骨短刀，主手，白银级，攻击力加300，敏捷加15，装备要求10，套装1/2。放血刺刀，副手，白银级，攻击力加300，敏捷加15，装备要求10，套装1/2。常规面板属性和秦川使用的极血之刃完全一致，这也正常，毕竟都是10级的白银级装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多了条套装属性，而这才是剔骨双刃最强悍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媲美黄金级装备的根源。套装2/2，攻击力加200，激活狂乱冲刺，朝目标方向快速移动，同时带起利刃风暴，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攻击力 X200%伤害，冷却时间30秒。不仅再度增加攻击力，还激活了特殊效果。罗斯的招牌杀招移形幻影加狂乱利刃，这是剔骨双刃凑齐之后解锁的主动装备特效，也是这套装备在前期很难被替代的核心要素。秦川看中的就是移形幻影的效果，虽说他能够无缝前行，但只要对手有所防备，朝他露面的地方狂甩群体技能，只要技能够多，覆盖范围够大，是能够靠堆伤害直接把他按死在前行状态的。剔骨双刃是秦川现阶段少数能获得位移能力的方案之一。其实这个方案一开始是不在秦川计划中的，因为装备的掉落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他没记错的话，莫罗斯的掉落列表有20几件装备，就算每次都掉不重复的，倒霉起来也得20几次才能凑齐双刃。秦川觉得不值得，太花时间了。说白了，双刃的冲刺效果只是暂时的替代品，后续还得靠正儿八经的位移技能，只是那些技能不是低级玩家能接触到的，所以继续升级才是正道。早在开打之前，秦川就有了心理准备，能爆出双刃最好，爆不出来或者不成队也不会强求。如果为了硬凑双刃而停下提升的脚步，反而是不明智的。收敛心神，秦川将剔骨双刃收好。他现在不能双持，单独装备主手的剔骨短刀也没什么意义。思索间，血族男爵的声音在墓穴里飘荡：“你竟然击败了莫罗斯，你的实力真让我惊讶。来吧，到我身边，让我们一起享受永生。”游戏弹出提示：丁，你已激活隐藏支线任务，困难的抉择。选择1，击杀血族男爵。任务奖励无。选择2，接受男爵的建议。任务奖励：根据您的属性侧重点，解锁特殊职业猩红刺客，寿命增加300年。2个选项，第2个显然是远优于第1个的。也正因如此，会有部分不明真相的玩家选择加入血族男爵麾下。但秦川知道，这丰厚奖励的背后是坠入深渊的陷阱。在天启融合现实之前，玩家是感觉不到区别的，反而还会因为职业的特殊性获得更强的战斗力。但是等到融合开始，血族降临蓝星，一切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哪怕那个时候血族男爵已经死了，但那些玩家早已被转化，彻底沦为血族走狗，制造了无数杀戮。秦川知道这些，却也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就算他说第2个选项有坑，其他玩家凭什么相信他？玩个游戏而已，还需外人指手画脚。对此，秦川能做的就是回头去天启论坛上发个匿名贴，能救一个是一个。收敛心神，秦川冷笑道：“男爵，洗干净脖子等死吧。”丁，你已做出选择，血族男爵将会成为您不死不休的敌人。游戏提示一闪而过，秦川毫不在意，径直来到墓室角落，将散落在地的财宝踢开，露出底下的地砖。轻轻一踩，机关活动的声音从石壁后传来，哗啦啦，悬挂着青铜棺椁的锁链开始松动，连带着整个棺椁一起重重砸向地面，地板被砸穿，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哀嚎声、咒骂声、
液体流动的声音从坑洞底下传来，同时还有浓郁到极致的血腥味。底下就是血族男爵的藏身处——血池。刚才那些声音是牺牲者的冤魂。看着黑漆漆的洞口，秦川很快找到凸起点，飞速跳了过去，一路往下。在下降了数十米之后，秦川落到了平地，往前只有一条通道，通往泛着暗红的洞口。男爵的语调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入侵者，这里将是你的葬身之地，就让你的血填充这即将干涸的血池。在秦川做出支线选择之后，男爵就做好了战斗准备。秦川一路前行到洞口，站在石壁后往里面观察。整体来说，这就是一个墓室，只不过更加阴森恐怖。黑曜石的地板上没有半点灰尘，中心位置有一个水池，里面荡漾着的全是嫣红血液。在水池中，血族男爵靠边坐着，脸上带着享受的神情。在他身旁是已经转化为死灵狼的狼王古纳尔男爵，黄金级，等级15，生命值1500000，1500000，攻击6000，防御4000，技能猩红契约，生命转换，血红之池，血之潮汐，毒血瘟疫。描述：从沉睡中苏醒的血族男爵，漫长的沉睡让他的实力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但依旧无可匹敌，现在臣服于他还来得及。复活地狼王，白银，等级10，生命值3500000，3500000，攻击1500，防御1200，技能狂犬病，致命撕咬，野性呼唤。描述：闯入男爵沉睡地的狼王，死后被血族魔法复活成为傀儡，忠心守护着曾经的敌人。2个 BOSS， 其中男爵的血量更是高达150万。说实话，要不是秦川有居神天赋，血族男爵站着让他砍，都得砍个半天。也正因如此，血族男爵在被玩家发现之后，也是过了很久才被击杀的。血量高的吓人，而且等级也突破了新手村上限，达到了15级。就这，还是沉睡太久，实力流失的状态。秦川计算了一下，眼前这个血族男爵的实力和真正的血族男爵大概差了10几倍吧。第36章，打狗从不看主人。先不说真正的血族男爵有多猛，光是眼前这位就已经让秦川深感压力了。相比之下，不管是整个副本里的3个白银 BOSS， 还是花岗岩丘陵底下的亚摩斯，在古纳尔男爵面前全都连提鞋都不配。超高的攻防属性，再加上范围极大的技能，足以让任何精英小队铩羽而归。更别说特殊模式下，还有一只白银级的狼王在旁虎视眈眈。秦川飞速思考了一下，决定先把狼王弄死。复活的狼王不是召唤物，即便把男爵干掉，他也不会死亡，而且速度极快，在男爵的支配下，提前蹲点秦川的话会很难受。好在狼王的血量不多，几分钟就能干掉。念及此，秦川抬手就是一飞刀。哦！狼王发出愤怒的嚎叫，古纳尔男爵也是面带愠色，但却没有更多的动作，甚至都没有从血池中起身。这在秦川的意料之中。这次苏醒是在男爵计划之外的，原本他是准备继续沉睡100年再苏醒的，结果被狼王这个不速之客打断。也正因如此，男爵状态没有恢复到最佳，目前处于恢复的阶段。但这个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血池会极大的增加男爵恢复速度。秦川需要在古纳尔男爵出手之前，尽可能削减狼王血量。如果能直接击杀，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就看是他快还是古纳尔男爵快。狼王的血量在不断下降，古纳尔男爵脸色阴沉的仿佛黑炭一样，双眼散发着红光，死死盯着秦川。遥远的上古时期有句俗语，叫做打狗还要看主人。狼王是他复活的，现在被外人打得毫无招架之力，让他这个主人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男爵已经决定要亲手击杀这个入侵者，将他的皮剥下来制成地毯，头骨制成酒杯。他要让这个人类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赎罪。秦川可不管男爵的表情有多可怕，他只想干掉狼王，再干掉男爵。等到狼王血量下降到1半以下，男爵发出怒吼：够了！说着抬起手臂拍击血池，无数血滴飞起，随后就如同子弹一般向着周围散射而去。洞窟墙壁顿时被打得碎尸飞溅。秦川早在男爵抬手的瞬间就前行奔跑到了洞口，借着墙壁躲开了这一击。得到喘息机会的狼王来到男爵身边，低鸣着低下头颅。男爵手指一点，猩红光球没入狼王身躯。嗷呜！狼王发出振奋吼叫，瞬间恢复了20%的血量。秦川在心里痛斥作弊，但也只能看着。这是男爵的技能生命转换，他能做的就是继续攻击。男爵的技能不是无限制释放的，只要他的输出足够高，就能硬生生灌死复活的狼王。狼王复活之后失去了自我意识，但熟悉的飞刀让他暴躁不安。这该死的既视感，
死后都不得安生。在血量降到 15% 的时候，狼王又跑回了男爵身边。男爵气得大骂废物，但还是再次施展生命转换，给狼王回复 20% 的生命值。但这只是徒劳，狼王是撑不到第3次回血了。但坏消息就是，古纳尔男爵的身躯重新变得饱满强壮，他要离开血池了。轰！血池爆发强烈波动，男爵化身猩红幻影，从血池中一跃而起，悬浮在半空，居高临下的扫视四周，嘴角带着残忍笑意。该我了！血之潮汐，以男爵为中心，10几道红色激流朝着四周迸发，不管是墙壁还是黑曜石地板，都仿佛遇到热刀的黄油，被轻松破开。虽然看不到伤害数字，但是秦川知道，这一个技能的伤害不低于1万。寻常玩家若是没有足够的保命手段，会在男爵的第一轮攻势下直接团灭。秦川自然也只能暂避锋芒，躲在墓室之外，等待出手时机。等到暗影前行冷却，秦川闪身进入，抬手就是一飞刀，然后立马施展暗影前行后撤。狼王发出濒死的嚎叫，而男爵则是转移目光，冷笑道：“抓住你了。”说话间，男爵抬手就是一道血剑，落在地上，激起阵阵白烟，将黑曜石地面都腐蚀出深坑。要是打在身上，秦川绝对是当场去世。就算他激活山脉之心指环的护盾，也无济于事。黄金级 BOSS 的攻击就是这么不讲道理，打到脆皮就是秒杀。借助高额敏捷，秦川躲开这一击，而这也让男爵眉头一皱，竟然躲开了。男爵有些错愕，随即夸赞了一句：“你很强，潜力无穷，将来必定成为我族心腹大患。可惜，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黑暗死斗，漆黑如墨的能量从男爵的斗篷之下溢散开来，很快笼罩了整个地下墓室，并且朝着外面不断延伸。游戏提示弹出：丁，古纳尔男爵发动特殊技能黑暗死斗，封锁一切撤退方式，唯有一方死亡才能终止技能。请注意，若在黑暗死斗中死亡，您的角色将被强制删除。提示让秦川暗暗心惊，竟然还有这一招。他前世的时候可没听说古纳尔男爵有黑暗死斗这个技能，竟然能让玩家强制删号，这也太离谱了。是哪里出了问题？秦川大脑飞速运转，是他重生的蝴蝶效应导致的改变，还是说这是天启的隐藏规则，亦或是说他的居神天赋让众神提前注意到了这个世界？秦川很快就把杂念抛到脑后，黑暗死斗已经发动，而且延伸极快，已经将他笼罩其中，现在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唯有击杀男爵才能寻得一线生机。深吸一口气，秦川变得前所未有的冷静。曾经的他连神明都诛杀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血族男爵。局势看上去对秦川不利，但他却看到了胜利的契机，那就是古纳尔男爵无法破除他的前行。不然的话，男爵没必要发动黑暗死斗这种特殊技能将他限制在这里，还不是担心他悄悄溜走。阴影中，秦川嘴角泛起自信微笑：“你数值很高，但是我打法无解。”第37章悔不该当初。古纳尔男爵的特殊技能让秦川猝不及防，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秦川发现自己的处境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他本来就是要无伤干掉男爵的，既然如此，那么黑暗死斗发动不发动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秦川手里有替身草人。古纳尔男爵的黑暗死斗再强，也只是封锁撤退方式罢了，并不能限制复活。大不了他死回去呗，反正罗刹殿对复活点的封锁已经宣告失败，他们无法对抗全体新手村玩家的怒火。既然如此，秦川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有退路，就是这么豪横。心情重新变得轻松，秦川对准狼王就是一飞刀。作战计划还是维持不变，先干掉狼王，再击杀古纳尔男爵。看到那个暗中的入侵者不仅没下破胆子求饶，反而还攻击他的宠物，古纳尔男爵内心的怒火无法用语言描述。硬要说的话，那就是差点气死。他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妄为之人。狼王也很委屈，为什么只打他？带着不解，狼王在挨了几飞刀之后，血条被清空，当场倒地不起，数团银白光球洒落一地。丁，击杀10级白银级 BOSS 复活的狼王，获得2万经验值，经验上限已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转入经验池。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当前点数6。秦川却是没工夫去捡战利品，因为男爵的血剑又来了。男爵的感知很敏锐，即便秦川没有出手，他都会朝着大致方向释放血剑。从男爵离开血池到现在，也就几分钟不到，原本光滑平整的黑曜石地板早就腐蚀得坑坑洼洼，刺鼻的气味让秦川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关闭嗅觉感知，秦川直接下达游戏指令，难闻的气味被屏蔽，这才精神了一些。也就是趁着天启在游戏阶段能这么搞，等到了后期，哪还能调什么感知啊？
都是真刀真枪的干。解决掉狼王，秦川将目光转向古纳尔男爵，目光着重看向了他的手指。秦川记得古纳尔男爵的掉落列表里有一枚储物戒指，能极大缓解背包太小的难题，希望能爆出来。秦川暗道，不是一定会爆出来。之前一次性爆出剔骨双刃，秦川觉得自己的运气应该是比较靠谱的，爆个戒指有何难？古纳尔男爵虽然看不到秦川，但能感觉到对方的视线，扬了扬右手，冷笑道：贪婪的家伙，想要我的传家宝，那就拿命来换。血之潮汐，澎湃的能量涌现，血箭将周围的环境又轰了一遍，不少碎石从头顶落下。秦川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再让男爵轰下去，怕是这地下墓室就要塌了。飞刀果断出手，打掉男爵近2万伤害。古纳尔男爵的表情明显带着震惊，忍不住叫道：凡人，你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力量？男爵说的不是居神天赋，而是真实伤害。即便是在各大异族之中，能掌握这种力量的也是屈指可数，换算到血族，大概要到伯爵以上才有可能，也由不得古纳尔男爵如此震惊了。毕竟他和血族伯爵之间差了10万8千里。古纳尔男爵愈发确定自己必须干掉这个入侵者，否则血族的征服计划必定会受到不小阻碍。还好有黑暗死斗，否则这个入侵者多半要跑掉。古纳尔男爵面色阴狠，盘算着该如何动手找出那个入侵者。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入侵者等级很低，为什么潜行技能如此高明，竟然让他都找不出破绽？猛然间，男爵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暗影之力。短暂的震惊之后，男爵愈发兴奋，想不到还有额外惊喜。只要杀了这个入侵者，将他的血肉全部吞食，必定能获得暗影之力，而他也会成为血族新的主宰。负18535，弱点攻击，高额的伤害打断了男爵的幻想。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好像把这场战斗想得太简单了。掌握真实伤害和暗影之力的入侵者，真的会死在他手里吗？男爵变得不自信了，连带着技能释放都迟疑起来。秦川虽然不知道男爵的心路历程，但攻击频率降低总归是好事。在血量降到 75% 的时候，男爵风轻云淡，表示这是小场面。血量降到 50%， 男爵开启2阶段，速度大幅度提升，技能释放间隔也缩短了一半。等到血量降到 30%， 男爵有点惊慌，但觉得场面还在掌控之中。当血量剩 10%， 男爵表情有些绷不住，目光四处流转，寻找退路。可惜他发起的黑暗死斗还没分出结果，也限制了他的撤退。草率了，男爵悔不该当初。痛定思痛之后，男爵开口说道：入侵者，你的实力获得了我的认可，我愿意和你分享永生的奥秘。丁，你已激活隐藏支线任务困兽犹斗，选择1，击杀血族男爵，任务奖励无；选择2，接受男爵的建议，任务奖励领取男爵册封，获得猩红骑士头衔，额外寿命500年。毫无新意，秦川自然是坚持自己的选择，一飞刀打断男爵的幻想。事到如今还想求饶，晚了。再次被拒绝的男爵恼羞成怒，尖叫道：你等着，我的族人会踏平你的世界。秦川懒得回答，等到技能冷却送上一飞刀，将男爵的血量打到只剩3万出头。只要再来2飞刀，男爵就会清空血条，成为他的垫脚石。这场漫长艰辛的副本开荒终于要落下帷幕了。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古纳尔男爵发出最后的遗言，带着不甘悔恨疑惑的情绪倒地身亡。伴随着男爵身亡，一堆闪着金光的战利品爆了出来，晃得秦川眼睛都花了。大爆！发财！这可是黄金级 BOSS 掉落的战利品，岂不都是黄金级的品质？不管是道具还是装备，都可以卖出天价。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装备要求比较高，有15级。不过无所谓，练级对于秦川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去了主城，野外多的是高级怪物，越级击杀的经验奖励可是很丰厚的。在那之前，还是先拾取战利品，看看到底出了些啥。第38章，全球震惊。在古纳尔男爵死亡的同时，游戏提示不断响起，击杀15级黄金级 BOSS， 获得5万经验值，经验上限已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转入经验池。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当前点数7。本次击杀为全服首杀，额外奖励100自由属性点，10技能点，50名望值。即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昵称？否。玩家夜游神首杀黄金级 BOSS 古纳尔男爵，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丁，您的名望值达到100，解锁名望榜，是否隐藏通告昵称？否。玩家夜游神第一个达到100名望值，开启名望榜，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通报响起的瞬间，
全球玩家都停下了手头的动作。啥？他们没听错吧？黄金级 BOSS， 而且还是被夜游神击杀的，特么的这家伙开挂了吧？抗议，必须抗议！至于名望榜，那都不叫事了，一个榜单而已，想来也无关紧要。两道通告一出，即便是对秦川很有信心的龙腾天下，也是心神震荡。他原以为秦川拿下噩梦级副本首通已经是天下无敌，没想到还能更强，那可是黄金级 BOSS 啊！之前白银级的亚摩斯就让他看得胆战心惊，现在竟然又冒出来一个黄金级，这上哪说理去？思索间，另一条通报响了起来：玩家理查德森首杀青铜级 BOSS 疾风狼王，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这还是第一次在全服通报上看到新的 ID， 龙腾天下不由得多看了两眼。从名字看，不是他们炎国的玩家。果然放眼全球，高手众多，咱们不能松懈啊！龙腾天下叮嘱道。小队几人纷纷点头称是。的确，天启作为全球同步开放的跨时代网游，竞争必然会比以往的游戏激烈无数倍。这一点从理查德森首杀青铜级 BOSS 就能看出来。他们炎国有夜游神，其他大区也不容小觑。9527新手村里，罗刹一刀斩重新上线，就看到了这些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想不到在他下线暂避风头的时候，那个该死的夜游神竟然又变强了，不仅手通了噩梦级副本，现在更是连黄金级 BOSS 都能单杀，离谱！好在随着理查德森的首杀通报，罗刹一刀斩的表情变得欢快起来，对着手下说道：“依我看，夜游神刷掉黄金级 BOSS 肯定是卡了 bug， 颓势已现，不过如此。”而理查德森怒斩青铜级，犹有余力，将来必成一方高手。手下应和道：“对对对。”路过的散人玩家嘲讽道：“我早听闻罗刹殿是一帮没骨气的玩意，今日一见，果真如此。”旁人附和道：“没错，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会长都是这种德行，这个工会还有什么前途？以前还觉得罗刹一刀斩是个狠人，原来也是没骨气的货色。就是夜游神单刷 BOSS 的时候，那个什么理查德森还不知道在哪呢，至于这么吹上天吗？我估计理查德森干掉青铜级 BOSS 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忙，哪像夜游神完全靠单刷。我支持夜游神，夜游神才是最刁的，俺也一样。”消息传出去，不少玩家对罗刹殿，特别是罗刹一刀斩的观感极差，而后更是有玩家翻旧账，说起之前罗刹殿蹲伏火点的行为，立刻引起不少人的共鸣，集结起来找罗刹一刀斩的麻烦。新手村外几百号玩家打得不亦乐乎，最终罗刹一刀斩受限于人数劣势，又被堵回了复活点。罗刹一刀斩那个气啊，一怒之下原地下线，他妈的继续睡觉。秦川还不知道外界的纷纷扰扰，此时他已经将获得的属性点加到了敏捷上，直接把敏捷属性堆到了350。属性：力量39，体质14，敏捷344+5，精神13。说实话，秦川都觉得自己太偏科了，但是仔细想想，加其他属性意义不大。加力量是能提升攻击力，但他缺伤害吗？完全不缺。而且等到完成职业进阶解锁双持，换上剔骨双刃，攻击力又是几百点提升，可比加力量有效多了。当然，提升力量也是有好处的，能穿戴防御力更高的重甲装备。但还是那句话，没必要。刺客就算一身板甲又如何，扛得住伤害吗？至于体质，更不用说。秦川刷的都是高级 BOSS， 只要被击中，基本就是秒杀，加几百上千点生命值都没太大意义。而精神是法系职业需要的，更是和他这个刺客完全无关。综合下来，还是敏捷最实用。别的不说，就说这次单刷猩红墓穴，要是没有高额的敏捷带来的移速加成，他早就被 BOSS 技能抬走了，哪能走到现在？10点技能点先留着，暗影前行的属性已经很高，不急着继续提升，不如留着应急。秦川飞速规划起来，他马上要回新手村交任务，然后去主城进行职业进阶。完成职业进阶之后，会获得新技能，如果有合适的，正好用技能点提升一下。至于理查德森首杀青铜级 BOSS 的通报，秦川也听到了。他回忆了一下，前世的时候的确是有这么个玩家的，在前期出尽风头，隐隐有成为天启最强玩家的趋势。结果在天启开始融合现实之后，理查德森就没了消息。不出意外的话，大概率是在线下被单杀了。至于理查德森能首杀青铜级 BOSS， 极有可能是觉醒了 SSS 级天赋。不过秦川并不担心，因为 SSS 级之间亦有差距，他的居神天赋绝对能超越任何同级别天赋。信心十足的秦川走向狼王尸体，将战利品尽收囊中。随后秦川切下榔头提在眼前观察，心里却是琢磨，不知道这有些变形的脑袋能不能获得猎户的认可。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乐子就大了。想来应该问题不大。同样不能忘的
还有古纳尔男爵的血河，这是揭穿村长真面目的必要道具。等到这些事情忙完，血池也已经干涸，显现出池底的法阵。这是离开的传送法阵，可以直接传回新手村的一座废弃小屋里，但也不急着回去。秦川可是记得，玩家通过这个法阵传送回去，如果身上没有血族气息，就会触发村长的陷阱，遭到幽魂偷袭。如果能换2件装备提升一下血量啥的，就更稳妥了。实在不行，秦川就准备开盾前行回去。好不容易干掉男爵，总不能阴沟里翻船被村长弄死吧？可惜男爵是15级，掉的装备穿不上。念及此，秦川果断看向狼王的战利品。首先就是一袭灰色斗篷，狼王斗篷，白银级，防御力加50，生命值加800，敏捷加20，装备要求10。第39章爆了，又好像没爆。狼王披风的属性侧重点是加敏捷，对于秦川来说是锦上添花，但总比没有好。当场穿上一袭灰色披风出现在秦川肩头，保暖效果绝佳。这也是狼王披风的隐藏效果，在雪地环境战斗的时候，体感舒适度会好很多。看完披风，秦川继续检查战利品。狼皮护腿，白银级，防御力加100，生命值加1000，敏捷加10，装备要求10。哟嚯，运气不错呀！秦川吹了个口哨，面带喜色。2件装备一换，他的血量就大幅度提升了，而且敏捷也再度提升。不错，回村更有把握了。将穿到快磨破的新手短裤换下，秦川原地蹦跶了几下，心满意足。这狼皮护腿尺寸正好，不像新手短裤有点紧，限制了他2D的活动空间。第3件装备是一把大剑，破甲重剑，白银级，双手武器，攻击力加600，力量加15，装备要求10，力量大于120。这是战士的武器，秦川用不上，直接收进背包，等回头一并处理。第4件战利品不是装备，是道具。狼王号角，白银级道具，使用后召唤一头10级巨狼为你作战，持续20分钟，冷却1小时。这玩意对秦川来说可有可无。巨狼的属性比同级野怪要高一些，但也有限，不能指望用这玩意去单刷 BOSS。不过用来练级却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一些练级困难户，要能凑个一堆召唤类道具，练级效率也是杠杠的。简而言之，能卖上高价。回头一并处理。狼王掉落了5件战利品，最后1件依旧是道具。狼王之血，白银级，使用后永久增加15敏捷。加属性的道具是秦川最爱，直接双手一拍使用掉。不得不说，狼王在被古纳尔男爵擢升到白银级之后，掉落的战利品质量提高了不少。要是原本的青铜级品质，是爆不出这么多好东西的。当然，高收益的背后是高风险。要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根本杀不掉这白银级的狼王。狼王的战利品看完，秦川看向背包里几件闪着金光的物品。前面只是开胃菜，男爵掉落的才是重头戏。第1件物品就让秦川忍不住瞪大眼睛，他的运气竟然好到这种程度。古纳尔家族徽记，黄金级戒指，增加100格储物空间，等级要求无。特殊效果，储物空间的物品不会掉落。竟然真的爆出储物戒指了！这玩意虽然不加属性，但是增加背包容量是许多玩家梦寐以求的属性。特别是在天启正式降临蓝星之后，这戒指的属性就变成了100立方的储物空间，实用性极强。而且东西放进去不会掉落，意味着即便被手湿了，也不用担心丢失极品道具。虽说到了游戏后期还有许多储物类装备，但是在前中期，男爵戒指基本算是唯一选项了，甚至往后也很难被替代。谁愿意自己辛苦打到的家底被人爆掉呢？能爆出这东西，别的不说，至少运气是极好的。秦川美滋滋的戴在手上，左看右看，愈发满意。古纳尔男爵是个好人啊，竟然连传家宝都贡献出来了。果然，只有死掉的血族才是好血族。带着兴奋，秦川看向第2件战利品，1件装备。猩红法袍，黄金级，防御力加100，生命值加1500，魔力值加2000，精神加50，等级要求15，精神大于150。特殊效果，施法速度加快 15%。法系极品，不仅加了高额精神，还能加速施法。这东西放到外界，足以让全部法系职业抢破头。唯一可惜的就是等级要求比较高，15级可不是那么好达到的。即便是第1梯队的玩家，也差不多要1个星期左右。没办法，10级之后怪物属性增加，升级需要的经验也变多，练级会很痛苦。秦川估算了一下，他单刷了噩梦难度副本，独享了全部经验。即便如此，也无法在职业进阶之后直接升级。由此可见，后续升级难度有多大。秦川倒是没太在意，别人升级慢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离开新手村，又是越级刷怪，升级效率飞起。
将猩红法袍收进储物戒指，秦川看向下一件战利品，一本技能书，血之潮汐，黄金级，主动技能，短暂蓄力后向四周发射鲜血箭矢，造成法伤 X180百分号加800，伤害消耗 10%， 最大生命值，冷却时间30秒。学习要求：精神大于300。好消息，出技能书了，而且还是黄金级的。坏消息，不是通用技能书，而是限定了法系职业，300点精神只有法系才能达到。当然，秦川硬加也能满足要求，但是没有太大意义。血之潮汐是以自身为中心造成范围伤害的，射程有限，不能和居神天赋适配起来。秦川的评价是不如远程平 A， 不过秦川看不上，不代表其他玩家看不上。相反，这玩意只要放到外界，那些土豪法师绝对会上赶着给秦川送钱。秦川有些无奈，前面的装备再加上血之潮汐，绝对算得上大爆，其价值之高完全不低于铂金级装备。毕竟装备早晚会淘汰，但是技能，而且是初始就达到黄金品级的技能，完全能使用到大后期。但问题在于，都是秦川用不上的。爆了，又好像没爆，怎么感觉我刷掉男爵是在造福法师们呢？秦川陷入沉思，不过他也没太纠结，本来男爵就偏向于法系 BOSS 定位，掉落物以法系装备为主，出现这种情况在秦川的意料之中。退一步讲，他用不上这本技能书，完全可以以物换物，换一本同级别的物理远程技能书回来，或者说别的同价值物品。天启这么大，每时每刻都有玩家发现新的机缘，其中必定会有秦川需要的。将技能书放进储物戒指，秦川继续翻看战利品。沁血的短靴，黄金级，防御力加100，生命值加1000，魔力值加1500，精神加40，等级要求15，精神大于200。特殊效果，移动施法，30%效率。秦川郁闷了，又是一件法系极品。基础属性就不说了，特殊效果才是这件装备最牛的地方。那句话的意思是，玩家装备之后能够以30%的速度进行移动施法，有效缓解了法系职业机动性差的缺点。靠，我辛辛苦苦打半天，提升竟然全靠狼王。秦川得出一个让他无言以对的结论。好在古纳尔男爵还有最后一件战利品，秦川不由得在心里祈祷，一定要能用啊。毒血瘟疫，黄金级，被动技能，剧毒的血液腐蚀敌人伤口，每秒造成攻击力法伤 X40百分号加100，伤害持续5秒，如果目标在此期间死亡，毒血瘟疫将扩散至10米内的敌人。第40章回村。秦川看到了什么？在前世被无数玩家称为万毒之源的毒血瘟疫，这玩意可是刷怪神技啊！只要有一只怪死掉，就会将伤害扩散出去，搭配上群攻技能，单刷练级速度飞快，堪称无敌。方法很简单，先找一个怪物聚集点，然后引上那么10几20只怪，只要先手秒掉一只，扩散出的毒血会不断削减全部怪物的生命值，等到快消失的时候，再干掉一只怪，把毒血续上，来回个几次就能刷掉一大波怪物。对于秦川来说，这个方法也非常适合他。暗影飞刀起手秒怪，将毒血瘟疫扩散出去，在居神的加持下，就算跳不死野怪，也能干掉不少血量。多甩2次飞刀，能够干掉10倍以上数量的野怪，升级效率绝对起飞。秦川很是激动，直接将毒血瘟疫学习。他现在没有群体技能不要紧，暗影飞刀暂时够用了。而且龙腾王朝已经在帮他全力物色相关技能书了。以龙腾王朝的实力，想来最多3天就会有消息。到时候秦川就会有远程型刺客化身为远程法系刺客，直接找个怪物堆甩个技能过去，经验值绝对是蹭蹭往上涨。那画面想想就让人心潮澎湃。一本毒血瘟疫让秦川之前爆出一堆法系装备的郁闷一扫而空。还要什么自行车呀？至此古纳尔男爵的全部掉落物就查看完了。秦川不仅收获了极其稀有的储物戒指，还获得了全新的黄金级技能。要知道他之前那么辛苦，结果也才把暗影潜行进化到青铜级，但是现在直接爆出了黄金级的。好在秦川心态放得很平，毒血瘟疫虽好，却是无法撼动暗影潜行的地位，那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基本盘。毕竟老话说得好，活着才有输出。而且他又收集到了7点进化点，回头刷几只野怪还能再获得1点，可以开启暗影潜行的下一轮进化。一旦暗影潜行进化到白银级，那么现阶段秦川的潜行将会无懈可击。罗刹一刀斩手底下的射手，就算把照明弹链到手抽筋，也别想照破他的潜行。而且暗影潜行再进化的话，基础伤害又会有新的提升，搭配上秦川要去完成的职业进阶，解锁双持后伤害会十分爆炸。你在打野兔，他在打野猪，我在打手刹，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秦川念叨了一句，转头看向血池中的传送法阵。
掉落全部看完，是时候回去了。不过为了避免被村长布置的陷阱干掉，秦川在维持前行的同时，又激活了戒指的护盾效果。本身在换了狼王2件装备之后，他的生命值已经高达2540，再加上护盾的3000，这么高的血量，他就不信会在新手村翻车。念及此，秦川果断踏上传送法阵。叮，发现尘封的传送阵是否激活？激活。传送阵已激活，开始传送。目的地：新手村废弃小屋。光芒闪过，秦川消失在原地。同一时间，9527号新手村的村长身躯一震，心头仿佛有惊涛骇浪翻滚。主人布置的传送法阵被激活了，但是现在明明还没到约定的时刻。联想到之前主人的那声怒吼，村长心头泛起一种不妙的情绪。村长，这是你要的材料，我给你带回来了。有玩家的声音响起，打断了村长的思考。村长换上热情的笑容，称赞道：“勇敢的冒险者，你出色地完成了我的任务，这是你的奖励，请收下。”玩家喜不自禁，连连说道：“多谢村长，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村长心头一动，面带忧愁说道：“我们村子里有几间废弃小屋，似乎遭到了入侵，你们能帮我去看看吗？”听到这话，玩家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高声保证道：“村长放心，保护村子安危，我辈义不容辞。兄弟们，抄家伙上！”一群玩家呼啦啦离开村长小屋，朝着废弃小屋跑去。这一刻，几名玩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是谁敢入侵新手村，必定叫他有来无回。秦川的目光还没来得及适应光线变化，耳边就传来尖锐破空声。一只半透明的幽灵伸出利爪，朝着空气发动攻击。从攻击轨迹看，幽灵并没有发现秦川，只是按照事先的设定，没有察觉到血族气息，于是发动了攻击。秦川轻松躲开，最终还是没有出手。他没记错的话，这个幽灵是被村长害死的无辜村民，反正自己没什么损失，就放过他一马。顺着半掩的木门，秦川离开废物，朝着村长住所走去。在确定离开幽灵范围之后，秦川解除前行状态，大大方方往前走。还没走出2步，就看到几名玩家兴冲冲地跑向他出来的小屋，嘴里还念叨着任务什么的。秦川摇摇头，这几个倒霉蛋，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幽灵被激活之后才来，这不是送吗？这个念头还没下去，秦川就听到身后传来气急败坏的叫骂：“卧槽！村长的老登给他什么任务？这怪一下就把队长秒了！新手村怎么会有幽灵？村子护卫队呢？就一下呀！兄弟们，咱们复活点见！”扑通扑通，几名玩家先后暴毙，化作白光回到了复活点。秦川回头看了看正在逐渐隐形的幽灵，还是没有动手。他没记错的话，不击杀幽灵，直接揭穿村长，会触发一个隐藏任务，倒也没什么特别奖励，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属性的木书，是幽灵曾经的爱人赠送的。狗村长害人不浅，今天就让你原形毕露！秦川内心充满了正义，大步往前，然后就被大量玩家堵住了。卧槽！夜游神！这句话仿佛核爆一般，瞬间席卷整个新手村，而且一传十，十传百，扩散速度极快。无数玩家放下手头的事情冲了回来，只为目睹这个只存在于全服通报中的夜游神。他们想要看看夜游神到底是不是3头6臂，为什么拿手杀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看到越来越多的玩家聚集起来，秦川心头一动，大声说道：“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是你们先别急，有没有兴趣跟我去做个隐藏任务啊？”第41章，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如果是其他人这么说，在场的玩家必然要嗤之以鼻。你算哪根葱？说有隐藏任务就有，但说话的是夜游神，那就不一样了。夜游神是谁？各大 BOSS 首杀获得者，单人首通噩梦难度，练级最速传说保持者。这样的人有必要和他们开玩笑吗？所以夜游神说有隐藏任务，一定是真的。念及此，有心急的玩家追问道：“夜游神，你说的任务在哪？我们现在就能接吗？万一我们去了啥都没捞到，岂不是亏了？”不是兄弟们不相信你，实在是大伙想开开眼界。我倒是无所谓，反正练级也累了，就当去观光旅游。话说夜游神，你通了噩梦难度的猩红墓穴，有什么好装备吗？夜游神，你的挂哪买的？介绍一下呀！玩家们议论纷纷。等到差不多了，秦川摆摆手说道：“问题太多，我不方便回答。现在我要去做任务了，想来的就来。”说完就排开人群，朝着村长方向走去。玩家们还想再多问点，眼看找不到机会，只能跟着一起。来到目的地，村长已经先一步在门口等着了，旁边是虎视眈眈的村民护卫队。在看到秦川的瞬间，村长就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那是主人临死的怨念。瞬间，村长就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被眼前这个异世居民干掉的。这个人身上有邪恶的气息，把他抓起来。村长伸手一指秦川，向村民护卫队下达了命令。
护卫队可不管玩家的身份，立刻举刀提盾往前压，试图将秦川包围起来。周围的玩家看到这一幕，惊得差点跳起来。好家伙，这就是夜游神说的隐藏任务啊！这不是把他们往火坑里引吗？当即有玩家骂道：“夜游神，你不是人啊！拿兄弟们来顶雷！”一言激起千层浪，立刻就有更多的玩家加入到口诛笔伐的行列。不少人更是细数夜游神的罪恶，说到动情处，甚至还抹了把眼泪。你知道他有多难吗？先是遇到巨型野兔，好不容易打出一点伤害，结果夜游神来了，连一根兔毛都和他没关系。再然后刷新白银级 BOSS 巨人亚摩斯，他又去了，一路上被野怪拱死5次，全靠惊人意志力才抵达目的地。结果还没出手呢，就被 BOSS 一石头送回了复活点。回想这一连串的不幸，可不都是因为夜游神吗？这次来看所谓的隐藏任务，结果被村民护卫队当成攻击目标，让这位玩家心中的悲愤再也压抑不住。夜游神，我顶你个肺！其他玩家倒没这么悲惨的经历，但他们看到村民护卫队越靠越近，齐刷刷后撤3步，把秦川让至身前。秦川很淡定，从背包里取出男爵心脏，展示在护卫队面前，大声说道：“这是血族的心脏，我铲除了村落的大危机，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正义伙伴的吗？”护卫队长一挥手，让手下原地待命，自己则是小心上前观察片刻后，面带震惊道：“真的是血族心脏，而且还很新鲜，明显是近期才挖出来的。”队长有些迟疑，问道：“你从哪弄到这东西的？村子周围可没听说有血族的踪迹啊。”秦川笑了笑，说道：“这就得问你们村长了。”闻言，队长愈发的疑惑了：“啥意思？这件事和村长有什么关系呢？”看到护卫队长的举动，村长急切说道：“巴鲁，你在废什么话？还不把这个危害村子的家伙抓起来？”队长巴鲁有些犹豫，如果真的是眼前这个年轻人杀了血族挖出心脏，那么他根本不会对村子产生威胁，反而是村子的大英雄。但村长的命令，他又不得不听。一时之间，队长巴鲁陷入两难之地。村长见状，再度催促起来：“巴鲁，你想背叛村子吗？”巴鲁思考许久，终于下定决心，说道：“村长，我觉得应该问清楚情况。”他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看到队长巴鲁的举动，村长内心充满怨毒，要不是外人太多，他非得把这个不听话的家伙也练成幽灵。眼看村民护卫队停止压境，秦川提着男爵心脏上前，看着村长说道：“村长，我在村子北面的断崖之下发现了血族的秘密基地，一番苦战之后，将里面潜伏的血族男爵干掉了。你觉得该给我什么奖励？”村长心说：“你还想要奖励？我没一巴掌拍死你已经算脾气好的了。”不过明面上，村长摆出后怕神情，惊讶道：“什么？村子北面竟然有血族？这可真是太让人意外了。勇士，快到屋里去，跟我说说具体过程。”随后朝着村民护卫队摆摆手：“你们先回去吧。”不急，秦川笑着开口说道：“队长不妨也听听，这样下去再出现血族就能有所防备了。”队长巴鲁想了想，觉得是这个道理。村长哪能同意？他是想着把这个议事居民骗进屋里干掉，要是巴鲁也跟着进来，岂不是露馅？村长眼珠子一转，说道：“巴鲁，你带人去北面断崖看看，万一有遗漏的敌人，你们正好解决掉，以免村子受到攻击。”巴鲁一琢磨，有点道理，拍着胸脯说道：“村长放心，事情就包在我身上。”秦川哪能让队长巴鲁离开？他也懒得和村长演戏，双眼一瞪，怒斥道：“大胆妖孽，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说着，直接将手里的血族心脏扔了出去。村长下意识地飞扑过去，堪堪将心脏在落地前接住，起身对着秦川怒目而视，尖叫道：“愚蠢的人类，胆敢冒犯主人的遗骸！”场面有些寂静。队长巴鲁掏了掏耳朵，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不由得询问身后的队员：“刚才村长是不是说了主人？”被问话的队员只能智能不及巴鲁高，只是木然的点点头，说道：“是的。”巴鲁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村子中出现了叛徒，而且还是勾结血族这种人族公敌。巴鲁将盾牌挡在身前，警惕地看着村长，问道：“村长，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第42章毁灭与守护。村长和巴鲁之间的对峙让周围的玩家都看傻眼了。什么情况？这游戏 NPC 还带互动的呀，也太智能了吧！不愧是跨时代的虚拟现实网游，果然牛逼。有机智的玩家心头一动，说道：“我明白了，夜游神肯定是发现了村长背叛的秘密，所以才回来当面对质。”周围众人恍然大悟，纷纷发出原来如此囊录活多的惊叹。更有玩家夸赞道：“我就说夜游神不会打没把握的仗。”旁人毫不留情地揭穿他：“刚才护卫队压上来的时候，就属你推得最快。”其他玩家则是想到了更深一步，眼下的情况明显是进剧情了，他们该干啥？有玩家握紧手中短刀，
琢磨着过会该用什么姿势砍死村长。另一边，村长面对巴鲁的质问，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洗清嫌疑，索性破罐子破摔，捂着额头哈哈大笑起来。想不到我苦心规划10年，竟然被一个外来者坏了好事。说完，深情的亲吻手中的男爵心脏，面带痴迷。主人，这就为你报仇。哟！玩家们齐齐打了个寒战，有性子急的直接冲上前开骂：我打死你个老玻璃！秦川不动声色后退2步，这些家伙显然是不知道村长的厉害。这个念头刚刚浮现，村长就换上阴狠表情，身躯也开始膨胀，将衣服撑得鼓鼓囊囊，盯着前冲的玩家发出冷笑：这么想死，那就成全你们！血剑！噗嗤，一支猩红箭矢从村长手心飞出，轻松穿透玩家的脑袋。扑通，玩家倒地，化作白光去了复活点。村长脸上带着狂热，大笑道：如此强大的力量，你们拿什么抵抗？呼！一道身影急冲上前，是护卫队长巴鲁。下一秒，巴鲁就口喷鲜血倒飞回来。此时的村长早已撕破人类的伪装，显现出变异后的真面目，皮肤变成紫黑色，隆起的血管在体表交错排列。不仅如此，村长还来了个2次生长，直接由原先不到1.7米的小老头变成身高近3米的大家伙。这就是村长投靠血族获得的力量。队长巴鲁倒地不起，眼中带着悲戚。这么强大的怪物，他们该如何抵挡？难道村子要在今天灭亡了吗？不！队长巴鲁强撑着站起来，看向玩家，语气带着祈求：冒险者们，请帮帮我们的村子。村长见状也不甘示弱，用蛊惑的语气说道：异乡人，你们想拥有这种力量吗？同一时间，所有在场玩家都收到游戏提示：叮，您已触发特殊任务毁灭与守护，请慎重做出您的选择。选择1，协助村长摧毁村落。奖励：初级血族因子，初步获得血族能力，增加属性。请注意，不要让别人发现你的血族身份。选择2，协助队长巴鲁消灭村长，保护村落。奖励：名望值10。单从任务奖励来看，第2个选项比第1个差远了。名望值这玩意听上去好像有用，但现阶段玩家还没发现其真正用途，倒不如选择更实用的属性。事实上，秦川前世的时候，有部分玩家就是这么想的，也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秦川知道，一旦选择加入血族，就永远别想脱身。而他这次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带着玩家们一起来做任务，就是尽可能让更少的人掉坑里。思索间，周围的玩家已经议论开了：卧槽，真的有隐藏任务？夜游神没骗我们。我一直都说夜游神是我的偶像，现在你们信了吧？话说这2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吗？对啊，我看这第2个选择有点鸡肋，但选第1个的话，好像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嗨，咱们在这琢磨什么？问夜游神大佬啊！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的确是这个道理。玩家们讨论一致，纷纷将探究的目光看向秦川。秦川也没藏着掖着，直言道：虽然选择权在你们手里，但我还是建议选第2个。据我所知，名望值在出了新手村之后会比较有用，不然游戏里何必单独设置这么一个榜单呢？众人一琢磨，好像是这个道理。目前为止，天启一共就开了2个榜单，等级榜和名望榜，足以说明名望值的重要性。不过也有玩家提出异议，夜游神大佬就算名望值有用，就这么10点，恐怕也看不出什么效果吧，反倒是第1个选项还能加属性呢。一部分玩家出言附和，秦川没有解释，而是霸气说道：这个任务根据选择的不同，玩家会分成不同的阵营，现场 PK。我会选择第2个，你们自己考虑。秦川的意思很明显，谁敢选1，就是和我过不去。有我在，你们别想摧毁村子完成任务。夜游神这个名头的威慑力还是有的。不少玩家义愤填膺地表示，一定帮助队长巴鲁干死村长这个叛徒。他们平生最痛恨背叛者了。但也有个别玩家觉得村长这么霸气威武，说不定有隐藏手段能弄死夜游神。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念及此，他们悄悄选择了第1个选项，然后准备潜伏在人群中伺机行事。结果万万没想到，他们刚做出选择，就有猩红光点从村长身上飞出，精准没入他们的身躯。周围的玩家一看，好啊，你小子想搞试试吧？兄弟们，好好招呼！秦川当仁不让，抬手就是一飞刀，将投靠血族的玩家秒杀。然后毒血瘟疫爆发，将更多的血族玩家一并抬走。在新手村里，技能是没有伤害判定的，除非是眼下这种特殊情况，才会有敌我之分。秦川也不用担心毒血瘟疫会伤及无辜，即便没有居神加成，以秦川的属性，毒血瘟疫也能造成1180点伤害，这可不是小数字了。现阶段的玩家生命值普遍在200-300的样子，根本顶不住。刹那间毒血横流，将血族玩家杀得哭爹喊娘悔，不该当初。
这破游戏太坑了，怎么还能把他们的选择这么明显的标记出来呢？还有没有一点隐私权了？而这其实是在秦川的计划中，选项1可是特意文字提醒过，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的血族身份。如果玩家自己交接任务，那么外人自然是不知道他到底加没加入血族。但秦川来了招釜底抽薪，直接把一切都摆在台面上。如此一来，加入血族的玩家就无所遁形了。虽说现阶段是游戏阶段，把他们秒了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但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后续和其他玩家组队，别人就会收到提示。请注意，血族潜伏者加入队伍。如此一来，正常玩家哪还愿意和这些人玩，能有效打击血族玩家。秦川也没指望彻底消除血族的渗透，但降低一点未来的危害还是可以顺手而为的。第43章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秦川一出手，秒杀了几十个偷偷加入血族的玩家，立刻让其他玩家心生庆幸。还好他们没有和夜游神唱反调，不然这会被秒的就是他们了。不过话说回来，夜游神刚才是什么技能？怎么一飞刀下去死了一片呢？而且除了最开始被攻击的玩家，其他人和夜游神离了相当远的距离，也没看到他们受到攻击啊！不愧是能单刷噩梦副本的夜游神，手段果然神秘莫测。部分还在犹豫如何选择的玩家当即认清现实，明智的选择了帮助队长巴鲁。等到大部分玩家做出选择，巴鲁精神振奋喊道：“冒险者，消灭这只怪物！”变异的村长也发出愤怒嚎叫，挥动粗壮的手臂冲上前，准备大开杀戒。玩家们顿时激动起来，要开干了！快，坦克玩家顶上，输出注意走位，治疗愈刷血，放开那只任务怪，让我来！我早就看村长这个老登不顺眼了，今天就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保卫我们的村子！燃起来了，我感觉燃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羁绊啊！卧槽！伴随着一声惊呼，摩拳擦掌的玩家齐刷刷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在他们面前躺着村长的尸体。就在刚才，村长还没来得及跑出2米，就挨了一飞刀，然后血条瞬间清空，当场去世。这让准备大干一场的玩家们颇有些难受。前戏都做足了，结果你跟我说完事了。这种只管起飞不管降落的行为，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什么？出手的是夜游神？那没事了，我自己降落。玩家们显然是识时务的俊杰，一致表示村长这种败类就应该直接秒了。秦川从阴影中现身，来到队长巴鲁面前，认真说道：“巴鲁队长，您揭穿了村长的阴谋，我觉得应该由你接任村长之位。”说着看向村民护卫队：“你们说是不是？”护卫队哪会说不，纷纷表示巴鲁才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村长人选。巴鲁都懵了，事情的进展实在是超出了他的意料。他一个村民护卫队的队长，怎么就突然要当村长了呢？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啊！不过很快，巴鲁神色就变得坦然，头顶的称谓也变成了村长巴鲁。至此，整个任务算是基本了结。游戏提示也适时到来。叮，您完成了特殊任务毁灭与守护，获得10名望值。收到提示的玩家们喜笑颜开，他们啥都没做，就跟着夜游神走了一趟，白捡了10点名望，美滋滋啊！不少路人玩家对夜游神的感官发生了变化。都说夜游神横行霸道，不给普通玩家活路，好像也没那么夸张吧。相较于其他玩家的提示，秦川这边就多了几条。叮，您带头揭穿了村长的真面目，破坏血族计谋，获得村落保卫者称号。叮，您的名望值额外加10。叮，您在血族的声望降低为仇恨。秦川扫了一眼提示，没放在心上。人类本来就和血族不死不休，先一步把声望降到仇恨也没什么影响。至于村落保卫者称号，没有半点额外属性，名誉意义大于实质。硬要说的话，就是在天启融合现实，游戏内容降临蓝星之后，他能在世界各地的异族聚集地中获得额外帮助，前提是那个聚集地的异族对人类友善。不过那都是后面的事了，现在没什么大用场。至此，整个新手村血族任务链就算是结束了。秦川准备去把猎户任务交掉，然后就回来找巴鲁开启传送阵，前往主城开启新的征程。趁着玩家们还在议论的时候，秦川暗影前行，消失在原地，朝着猎户家而去。来到猎户家，秦川看到有玩家站在院子外面，骂道：“瘸子，你有本事出来！”秦川觉得这家伙似乎有点眼熟，回忆了一下，就是之前在猎户院子里被秒2次的家伙。很明显，这是个记仇又聪明的家伙，知道站在院子外面骂街。不过这家伙显然忘了猎户是远程。咻！扑通！还没过完嘴瘾的玩家去了复活点。秦川无奈摇头，也没多管，解除前行走进院子。进屋的时候，猎户正在往墙上挂弓箭，看到秦川之后没有急着问狼王的情况，而是问起刚才的事，村长死了。秦川点点头，
是的。猎户呆坐在椅子上思索了片刻，缓缓说道：“曾经的汉德充满激情，一心想要将村子带向富足。”秦川没有接话，他知道这是猎户在回忆往昔。根据游戏资料，往前倒推10几年，村长还是非常称职的，村子也在他的带领下变得富裕。但是10年前，在村长某次外出之后，一切都变了。误入猩红墓穴的村长被血族男爵转化为奴仆，作为棋子潜伏在了村子里，暗地里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男爵血池里的血液哪来的？都是村长的杰作。猎户也知道这点，很快停止了回忆，转而问道：“我要的东西带回来了吗？”秦川取出狼王的脑袋递过去，猎户眼中爆发出仇恨，不过很快隐去，重新变得坦然。导致他断腿的罪魁祸首已经死亡，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秦川也收到游戏提示：丁，你已完成隐藏任务猎杀狼王，获得3000经验值、30银币、30点猎户好感度。猎户将狼头放进罐子里，倒入盐巴仔细封存，然后从另一个罐子里取出30银币递给秦川。秦川坦然收下，静静等待。猎户犹豫半天，终于下定决心，缓缓说道：“年轻人，这么快就能干掉狼王？你的身手让我有些刮目相看。我在贝里城有个好友叫雷华奥，听说在当教官，带着我的手信去找他，他会传授你一点本事。”丁，接受任务猎户的推荐。任务描述：鉴于你的表现，猎户升起了爱才之心，请前往贝里城将手信交给好友雷华奥。任务奖励：随机远程技能书。嚯，还有意外收获。秦川前世没做过猎户的隐藏任务，不太清楚是否有后续，主要是前世那个玩家也没说，不知道是藏着还是没达成触发条件。秦川也懒得去细究，接过猎户的手信收进戒指，说道：“多谢，我会去的。”说完转身走出猎户小屋，回去找新任村长巴鲁。是时候去主城了。第44章离去。在去找巴鲁之前，秦川想起一件事，调转脚步前往了设置有传送阵的废弃小屋。曾经的村长已经死亡，被他转化为幽灵的村民应该也得到解脱升天了吧。等到秦川来到废弃小屋前，正好看到几个玩家组队走过来，一副小心谨慎的表情。这里的怪很猛，兄弟们注意点。上次是我没准备好，不然哪能结束的那么快。话说回来，之前那个村长被干掉了，咱们就算把这个幽灵宰了，任务找谁交去？新任村长呗，都是一个村子的，咱们干掉了潜伏的幽灵，他不得好好感谢咱？言之有理。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幽灵和新任村长有关？咱们把幽灵脑袋带回去，学夜游神那样义正言辞地揭穿他的真面目。华生，你发现了盲点。就在几人商量着后续的时候，一道声音从旁边传来：“不用想了，这里的幽灵已经不在了。”有玩家一脸不耐烦地回过头来，呵斥道：“你他妈谁啊？是不是想来抢？”话还没说完，他的表情就变得相当精彩。队友发现不对，也跟着回头，当场愣住了。是夜游神。先前说话的玩家两条腿抖得跟筛子一样，结结巴巴说道：“夜游神，你别误会，我不是在骂你。”队友往旁边走了2步，以免锅灰血溅到脸上。秦川摆摆手说道：“没事，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那个幽灵已经消失了。”旁边一名玩家奇道：“不能吧，也没有其他玩家过来，那个幽灵应该还在啊。”秦川也不多解释，只是大步上前。队长玩家急道：“夜游神小心，那个幽灵攻击力很高。”吱呀，破旧的木门被推开，几名玩家顿时如临大敌，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透过门缝可以看到内部情况，很是破旧，并没有幽灵的存在。几个玩家你看我，我看你，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真如夜游神所说，那个幽灵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秦川站在门口，目光一扫，看到了角落里的一把木梳，上前将其捡起。几个玩家看到秦川没有受到攻击，确定幽灵已经不在了，顿时觉得索然无味起来，转身就走。任务怪没了，留在这干啥呢？而且他们刚才可是对夜游神出言不逊，万一秋后算账，岂不是还得去一趟复活点？秦川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也没理会几个玩家，自顾自前去找巴鲁。来到村长小屋，巴鲁已经忙得满头大汗。他是万万没想到，当村长竟然要处理这么多事，特别是前任村长身份败露，在他投靠血族期间干了一堆破事，留下的烂账全都要他处理，更让巴鲁心里憔悴。一会是村口的王大娘过来说他家的鸡少了5只，肯定是前任村长干的，要求村子给的说法。刚安抚好，刘老头又来了，说前任村长欠了他100枚金币。巴鲁气的都想把刘老头送去猩红墓穴。就你那四面漏风的破屋，家里能找出100个铜币都算惊喜，还有脸说100枚金币？还有更多的村民跑过来询问情况，怎么莫名其妙的前任村长就和血族扯上关系了呢？还有血族会不会回来报复啊？他们要不要全村搬迁云云？
各种问题让巴鲁觉得这村长不当也罢。等到好不容易安抚村民的情绪，巴鲁终于有机会喝口水，结果一抬头就看到秦川正在走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水杯，面带惊喜说道：“英雄，你来了。”在巴鲁心里，揭穿村长真面目，从血族手中解救村长的秦川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态度好得不得了。秦川走上前，将木梳递过去，说道：“巴鲁村长，我发现了这个。”巴鲁看到木梳，脸上的喜悦隐去，变得有些忧伤，叹了口气说道：“这是乔姐送给铁蛋的。”说完又是一副回忆往昔的表情，自顾自说道：“说起来，当初乔姐失踪的时候，我也怀疑过村长，却什么都没做。等到铁蛋也失踪，我又是什么都没做。英雄，你说我配当这个村长吗？”巴鲁的表情非常沮丧。秦川坚定说道：“你可以。”别人或许不知道，但秦川很清楚，巴鲁是个称职的村长，热情、勇敢、富有勇气，一直为保卫村子而不懈努力。可惜他的最终结局并不友好，牺牲在黑暗动荡版本。沉默片刻，秦川说道：“巴鲁村长，我这次来有一事相求。”巴鲁收起木梳，正色道：“英雄请讲，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的？”秦川说道：“我想激活传送阵去贝里城。新手村有很多，主城也同样，光是炎国玩家能选择的主城就多达12个。当然，每座主城的功能 NPC 都大致一样，去哪都能进行职业进阶。”秦川之所以要去贝里城，是因为猎户的手信，他对那个随机远程技能书还是很感兴趣的。如果是通用系的，那就再好不过，即便限定了射手职业，也能出售或者交换同级别技能书，总归是有好处的。不过根据秦川的推算，应该是他能用的技能书。隐藏任务的奖励会优先适配玩家，除非是实在搭配不起来，天启才会给别的奖励。巴鲁听到秦川的要求，热情说道：“英雄，你来的真是巧了，村里的传送阵前几天刚刚修好，你是第一个使用的。”说着就在前头带路。新手村前往主城的传送阵位于村子中心，由10几个民兵守护着。看到巴鲁前来，纷纷行礼问候，见过村长。巴鲁转身看向秦川，说道：“英雄，传送阵的使用方法你知道吗？”秦川点点头，了解一些，随即走上前，站在传送阵中心。丁，请选择您要前往的主城：新路城、临永城、临港城、贝里城。贝里城，是否确定您的选择？请注意，首次传送免费，后续传送将根据距离收取一定费用。确定。正在传送。脚下的法阵泛起白光，逐渐将秦川笼罩其中。等到光芒散尽，秦川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巴鲁看着空荡荡的传送阵，在心中默默祈祷：勇敢的异乡人，愿哈鲁卡大神的祝福庇佑你。第45章 NPC 套路深。等到秦川适应眼前的光线，他已经身处全新的区域——贝里城中心传送阵。脚下是光滑平整的大理石砖，每一块的长宽都是3米，一路延伸出去，格外整齐大气。前后左右4个方向是4条足以并排行驶10架马车的宽阔主干道。这4条主干道也将整个贝里城划分为4个区域。北面是行政区，城主府等一系列官方建筑都在这里。南面则是商业区，店铺林立，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找到。曾经秦川就听说有玩家在那里的地摊上捡漏到了破损的半神器，虽然威力不及巅峰时期的1%，依旧强大到令人咂舌。只是这东西很看运气，秦川也不能强求。东面则是贝里城的贵族区，没有一定的身份进都进不去。最后的西面区域则是平民区，而在城外还有贫民窟、黑市等一系列区域可供玩家探索。此时站在传送阵，秦川注意到不少 NPC 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还有部分衣着华丽的则是面带鄙夷，一副看乡巴佬的神态。秦川见怪不怪，新手村的 NPC 还没那么高的智能，但是主城就不一样了，更加人性化，或者说他们保有更多的自我意识。整理一下思路，秦川大脑飞速运转，首先就是去找雷华奥完成猎户守信任务，拿到技能书，之后去找职业导师完成首次职业进阶。根据进阶任务的难度，奖励也分为不同的档次。秦川自然是选择最高难度以获得最佳奖励。等到这2件事结束，他就要去买商铺了，当然是天启里的商铺。这也是秦川计划之中的一步。在天启融合现实之后，游戏里的主城最终也会降临到蓝星，并且受到天启的规则庇护。即便是神明也不会轻易攻击主城，除非这座主城信仰的神明陨落。不过在秦川的记忆里，直到他和剑神同归于尽，降临炎国的12主城都还完好无损。在这里设置一个最后保障点，也算是有备无患了。想要在主城降临后拥有容身之地，就要在游戏阶段提前布局，拥有主城的产业。买商铺是最划算的。秦川能单刷 BOSS， 手里一堆好东西，只要往店铺一挂，必定被踏破门槛。
不仅能带来更多收益，还能为后续规划做铺垫。但商铺也不是谁都能买的，有一定的门槛。好在秦川早有准备，这些事有的忙了。秦川暗道，随后走出传送阵，朝着北面的市政区走去。猎户的好友雷华奥是教官，而整个贝里城只有一个地方有教官，那就是城主卫队。来到行政区的边缘，立刻有卫兵走上前问道：“你有什么事？”也就是秦川的名望值已经超过了100，不然卫兵就会这么说：“站住，我看你像奸细。”秦川知道，以他现在的身份是进不去城主府的，果断从怀里掏出2枚银币递了过去，压低声音说道：“我受人之托前来寻找雷华奥教官。”卫兵不着痕迹地将银币收入囊中，语气变得柔和几分，说道：“教官倒是在，不过很忙，愿不愿意见你，我也不敢保证。”秦川早有准备，说道：“劳烦帮我带句话，就说是有个猎户让我来的。”卫兵点点头：“你在这里等一下。”转身进了行政区。秦川没有等待太久，魁梧的身影从城门后走出，快步来到秦川面前，大手一伸：“东西呢？”来人头顶名称教官雷华奥，正是秦川要找的人。秦川将手信递过去，雷华奥当场查看起来，表情缓和了几分。沉吟片刻，雷华奥说道：“想不到我的老友竟然在边缘村落隐居，怪不得找不到他。他是个高傲的家伙，恐怕不想让我看到他现在那副样子。”秦川很是无奈，天启里面这帮 NPC 普遍有个坏毛病，没事就喜欢回忆往昔。秦川在旁静静等待，雷华奥也没伤感太久，调整好心态认真说道：“既然是老友相托，我自然是不会推辞。不过我主学的是剑术，恐怕不太适合你。”雷华奥来回踱步都起了圈子，很快眼睛一亮，说道：“我能教你的有限，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能教你。”说着，雷华奥招来手下卫兵，让他取来纸笔，刷刷刷写了一封手信交给秦川，带着我的手信去找伊迪丝，他知道怎么做。同一时间，秦川也收到了游戏提示：丁，任务变更，任务描述：将雷华奥的手信交给伊迪丝，任务奖励：随机通用远程技能书。本来秦川还在吐槽 NPC 套路深，竟然还能把任务分包出去，但是看到奖励之后，秦川深表赞同。雷华奥教官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为他考虑，实在是难得的好人。虽然依旧是随机技能书，但是加了通用2个字就完全不同了，100%可以确定是秦川可以使用的，唯一不确定的就是技能形态了。这一点秦川反倒是不担心，因为他知道伊迪丝是谁，刺客导师。本来秦川就准备送完猎户手信去找伊迪丝完成职业进阶，现在雷华奥还帮他写了封手信，那么根据天启的规则，这个任务给的技能书大概率会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最大限度的适配他的职业和天赋。想不到猎户任务链竟然还有这么优质的后续任务，赚大发了。秦川内心很是欢喜。前世的时候他只知道猎户那里有隐藏任务，能获得异兽颅骨，但是后续相关却是没听说过。现在看来，当初那个玩家多半是没接到后续的，不然以天启玩家爱显摆的尿性来说，早就满世界宣传了。反正天启里面很多隐藏任务都是唯一性的，就算把任务始末说出去，别人也完不成。收敛心神，秦川向雷华奥拱手告辞。现在是时候去找伊迪丝领取职业进阶任务了。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即便有雷华奥的手信，也别想轻易获得技能书奖励，多半会和职业进阶任务糅合在一起。想到这，秦川不由得长出一口气。这游戏的 NPC 套路可真深。第46章前往黑市。想要找到刺客导师伊迪丝，需要一点技巧，因为这家伙并不在城里，而是在城外的地下黑市。这倒是也符合刺客的风格定位，就是会让不少习惯在主城找功能 NPC 的玩家吃个闷亏。再加上天启没有任务引导，也没有友善的卫兵无条件告知你哪里去找人，所以不少萌新玩家在兴冲冲离开新手村之后，就会陷入一个尴尬局面。他们上哪找职业导师去？好在玩家的发现力是很高的，用不了多久就找到了全部职业导师，甚至还挖出了不少内幕消息。比如说贝里城的刺客导师伊迪丝，明面上是个整天蒙着脸分不清性别的家伙，背地里却是城主的女儿，因为不为人知的原因当起了刺客，专门做取人性命的活计。因为业务过于娴熟，最终被天启认可，成为了刺客职业导师。像这样拥有多重身份的 NPC 在天启里面数不胜数。思索间，秦川走出西城门，朝着城外的猎谷走去。猎谷在贝里城西面，横跨数百米，长度一眼望不到头，仿佛将大地分成了2半。根据 NPC 间流传的小道消息，这道猎谷是被神明随手一击砍出来的。猎谷地下分支洞窟无数，错综复杂的环境最终孕育出了地下黑市。贝里城主也曾设法清剿这里，结果反而自己损兵折将。再加上流民需要地方安顿，索性就放任不管了。秦川刚来到猎谷口，
2个 NPC 头顶打手甲和打手椅从角落里冒了出来，一前一后堵住了秦川的去路，语气阴森道：“小兄弟，你走错路了吧？如果是陌生的土著 NPC， 那么大概率会被黑市的打手拖到角落里做掉。玩家反倒没有这个顾虑，只要不主动攻击，就不会遇到危险。这一点上，天启还是很照顾蓝星玩家的。”秦川也不废话，直接说道：“我来找伊迪丝。”2个 NPC 动作一致，但也没有让开道路，追问道：“你是谁？找伊迪丝做什么？”秦川扬了扬雷华奥的手信：“雷华奥教官让我来的。地下黑市虽然无法无天，但雷华奥的名头很管用。”2个 NPC 也不再为难，让出道路，回到暗哨继续站岗。秦川收起手信，开始往地下走。整个裂谷其实分为2部分，靠近地表的是贫民窟，在贝里城混不下去的 NPC 都在这里游荡。贫民窟再往下才是真正的黑市。此时秦川优先去领取职业进阶任务，没太多心思去贫民窟挖掘任务。据他所知，贫民窟也是藏着不少机缘的。等到完成职业进阶，买好商铺，就来这里做2个任务。秦川暗道，随即拐过街角，直接开启暗影前行。贫民窟可不像贝里城那么守规矩，他这个等级在贫民窟晃悠，很容易引发麻烦事。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索性前行到伊迪丝那里去。就在秦川前行后不久，几个满脸横肉的 NPC 站在巷子口面面相觑。那个外来者呢？怎么突然消失了？本来还想宰一顿那个乡巴佬，看来是没机会了。秦川眼看着 NPC 带着遗憾离开，并没有出手。倒不是他脾气有多好，而是现在还没到清理黑市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游戏还没到那个版本。将这个小插曲抛之脑后，秦川很快穿越贫民窟，抵达了真正的黑市入口。黑铁铸造的栅栏上布满倒刺，不时还有体型魁梧的 NPC 带着猎犬巡逻。秦川估算了一下，以他青铜级 LV4 的暗影前行，只要别离猎犬太近，就不会被发现，当即放缓速度，谨慎前进。他没记错的话，如果刺客玩家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抵达伊迪丝的位置，是有额外好处的。当然，就算直愣愣的走进去也没什么问题。在天启没有降临之前，玩家是受到保护的，除非是对立阵营的 NPC， 不然大多只会刁难一下玩家，而不会出手攻击。如果是其他玩家，到这一步可能就懒得折腾，直接走进去了。玩个游戏还那么多讲究，多累啊！但秦川不同，他深知天启的本质，不管多困难多繁琐，他都要力求做到极致。借助暗影前行，秦川避开数波巡逻队，不断深入。以他现在的速度，再有几分钟就能找到伊迪丝。从路上的情况来看，今天的黑市显然是比较安宁的一天，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街头斗殴，角落里的尸体也不多。得益于此，秦川很顺利地抵达了伊迪丝所在的位置——玫瑰与毒药酒馆。这里是伊迪丝的地盘，也算是黑市少有的安全点。吱呀，酒馆木门被推开，门口却空荡荡的。酒馆里的 NPC 顿时紧张起来，这明显是有前行者来了。在这里都敢前行，要么是自信，要么就是来找事。NPC 将手搭在武器上，随时准备开干。很快，秦川的身影从阴影中显现，看到是异乡人， NPC 们齐齐骂了一声，然后解除戒备，继续饮酒作乐。秦川紧了紧身上的斗篷，来到吧台前，弹出1枚银币，沉声道：“我找伊迪丝。”酒馆顿时安静下来，不少 NPC 看向秦川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具尸体，竟敢直呼伊迪丝大名，这个异乡人真是活腻歪了。但是酒客们没等来秦川被大卸八块，反倒是一名黑衣侍卫从2楼走来，来到秦川面前，说道：“跟我来。”如此结果让 NPC 大跌眼镜，这小子什么来头，竟然能见到伊迪丝？秦川看着 NPC 脸上的表情，内心傲然一笑，这就是玩家身份带给他的自信。伊迪丝再强又如何，大不了就去复活点。而且玩家只要没有出格举动，就不会惹得伊迪丝动手，秦川自然是不会犯低级错误。跟着黑衣侍从登上2楼，在一扇木门前停下。黑衣侍从摆出请的姿态，身影消失在原地。秦川很是淡定，伊迪丝作为刺客导师，手底下一群高级刺客，会前行再正常不过了。伸手敲门，里面传来分不清性别的声音：“进来。”秦川推门而入，光线猛然一暗，装饰华丽的房间里，只在墙壁上挂着一盏油灯，提供着有限的光亮。“就是你想见我？”声音从桌子后传来，一个笼罩在斗篷中的身影半躺在椅子里，2只脚架在桌子上，锐利的目光盯着秦川。秦川却是没有回答，而是看向油灯下的阴影，说道：“伊迪丝，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第47章，和 NPC 斗智斗勇。一般人进到这个房间，第一反应肯定是认定了椅子上的人就是伊迪丝，但其实不是，这只是伊迪丝的手下。伊迪丝一直在油灯底下前行，观察着每一个进房间的人。此时看到秦川朝着自己的方向说话，伊迪丝有些惊讶，
这个异乡人似乎很了解他，还是说只是巧合？念及此，伊迪丝决定再观察一会。他虽然是刺客的职业导师，但也不是毫无智慧的机器人，是有一定自我思维的，会根据玩家的表现给出不同的应对。秦川早有准备，再度说道：“伊迪丝导师，我带来了雷华奥教官的手信，你就不想看看雷大叔写了什么吗？”城主千金大人。唰，扑通，椅子上的家伙脑袋上多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身躯无力地滑落在地，抽搐几下之后没了动静。秦川很是淡定，伊迪丝可是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别说椅子上的 NPC 只是他的手下，就算是他亲爹贝里城的城主，最终也被伊迪丝干掉了。怎一个狠资了得！你从哪知道这些消息的？油灯下传来女子声音，紧接着隐藏在斗篷中的身影浮现出来，只剩两只眼睛露在外面，神色不善地盯着秦川。秦川笑了笑，说道：“世上从没有绝对隐秘的消息，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不是吗？”伊迪丝点头表示赞同，走到桌子旁拍了拍手。两只脸色惨白的幽灵侍女从阴影中浮现，将地上的尸体分解吞噬，随后鞠躬行礼，消失不见。这是伊迪丝的第二职业，死灵术士。刚刚那两名侍女是他亲手炼制的。和现阶段的玩家不同，天启里的土著 NPC 是可以掌握多种职业的。当然，玩家到了后期其实也可以，只是需要付出大量心血。看到秦川毫不意外的表情，伊迪丝愈发觉得看不清这个异乡人。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伊迪丝伸出手，手信呢？秦川将手信递过去，伊迪丝打开，快速瞄了几眼，眼神稍许柔和了几分。在开口之前，伊迪丝轻嗅了几下，有些惊讶道：“暗影的味道。”秦川直接开启暗影前行，然后再解除。伊迪丝眼神中带着几分遗憾，叹息道：“我曾动用一切力量寻找暗影之力，没想到竟然在你身上。异乡人，你想要什么？”到这里，秦川终于松了口气，他算是初步通过伊迪丝的考验了。和一个 NPC 斗智斗勇，这说出去谁会信啊？寻常玩家估计是懒得这么折腾，直接走过来找伊迪丝领取职业进阶任务了。但秦川可是在天启混了10年的，知道这破游戏不能以常理看待，想要在天启中走得更远，从一开始就要做好准备。收敛心神，秦川说道：“我想进行职业进阶。”伊迪丝当即换上公办公室的表情，淡淡说道：“我有几个选择，你要哪一个？”丁，你已触发职业进阶选择任务，请谨慎做出选择。难度1，击杀20只狂暴半人马。奖励：普通级武器 X1，属性成长+1，敏捷成长+2。难度2，半小时内独自击杀100只狂暴半人马。奖励：黑铁级武器 X1，黑铁级防具 X1，属性成长+2，敏捷成长+4。难度3，独自击杀半人马酋长。奖励：白银级武器 X1，属性成长+3，敏捷成长+6。特殊难度：刺杀狂野斗技场老板并全身而退。奖励：黄金级定制技能书 X1，属性成长+5，敏捷成长+10。在玩家到达10级完成第一次职业进阶，会根据难度不同获得不同的升级属性点加成。10级之前，玩家升级是次属性+1，主属性+2。职业进阶之后，就在会原先的基础上额外增加属性。以难度1为例，完成任务之后，升级就是次属性+2，敏捷+4，以此类推。其他职业也一样，寻常玩家能领取到的最多就是到难度3，而秦川不同，能触发隐藏难度，不仅是因为他的暗影刺客职业，也是因为他通过了伊迪丝的考验。秦川淡淡回道：“我历来喜欢挑战高难度，我选择干掉铁钩杰克。狂野斗技场的老板曾经是个海盗，在战斗中断了一只手，焊接了铁钩上去，因此得到了铁钩杰克的绰号。而特殊任务之所以要干掉他，是因为他和伊迪丝之间有纷争，也算是某种特殊意义上的公报私仇了。请注意，特殊难度领取后无法放弃，是否确认您的选择？”“是。”“丁，您已领取特殊难度职业进阶任务，请尽快完成，突破等级上限。”这时，伊迪丝也恢复了正常，赞许道：“我就知道暗影之力的传承者不会让我失望。那么，我就在这等你好消息了。”说完，摆出一副送客的姿态。丁，任务变更，雷华奥的守信任务已与进阶任务融合同步。秦川心说：“果然如此。”刚才伊迪丝看完手信之后，就将其捏成了粉末，随后更是只字不提，显然是没打算多给奖励。好在这早已在秦川意料之中，不然的话，特殊难度的进阶任务也不会给到黄金级技能书，最多给到白银级。2个任务合并成一个，提升了奖励，但也提高了难度。铁钩杰克作为狂野斗技场的老板，不仅手底下养了无数打手，自身实力也不容小觑，否则是镇不住场子的。秦川没记错的话，那是一个20级的黄金级 BOSS。想到这，
秦川看了看伊迪丝头顶的信息，伊迪丝，刺客导师，等级，不愧是被天启认可的职业导师，这女人简直深不可测。也就是她无意攻击，否则秦川早在进房间的那一刻就被送去复活点了。秦川接了任务，没有急着离开，而是问道：“我想学习双持，该去了。”伊迪丝回道：“酒馆里有个武器大师，你可以找他学习。”顿了一下，伊迪丝拿出一枚印章：“拿我的印章前往，他会免费教你。”这就是获得认可的好处。正常学习双持技能，怎么也得50枚硬币，省钱了。秦川接过印章，顺着楼梯往下走，找到了那个所谓的武器大师。但眼前这个不修边幅、躲在角落里抠脚丫的乞丐，和他心中武器大师的形象，似乎是差了108000里啊！第48章，准备动手。想要干掉铁钩杰克，起码得解锁双持，将剔骨双刃装备上，不然的话很难躲开他的无情钩索。那只铁钩可不单单是装饰品，还是有着精密结构的发射装备。以铁钩杰克的属性，一旦被钩中，绝对是直接秒杀。但伊迪丝介绍的武器大师似乎不是那么靠谱啊！地上的乞丐似乎是看出秦川的疑惑，怒道：“小子，你那是什么眼神？信不信我跳起来打你膝盖？”秦川表示相信，然后将伊迪丝印章拿了出来。乞丐的怒火瞬间烟消云散，拍拍身上的尘土，换上谄媚笑容，说道：“哦，原来是伊迪丝大人的朋友啊！说吧，你想学什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秦川说道：“我想学双持。”乞丐满不在乎的摆摆手：“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就这个啊，拿去吧。”说着，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掏出一本技能书递过来。双持，被动技能，可同时装备2把单手武器，副武器拥有 70% 属性。好家伙，这还真是个武器大师。秦川接过技能书，只觉得眼前一花，他手里的印章竟然到了对方手里。乞丐欢快地吹了个口哨，拿着印章直奔吧台，气势昂然地喊道：“给我来一杯最烈的酒。”秦川收到游戏提示：丁，您获得双持技能书。丁，您已失去伊迪丝印章。秦川表示无所谓，他是留不住伊迪丝印章的，至少现阶段留不住。技能书到手，秦川直接使用，随后将期待已久的剔骨双刃换上，攻击力直接暴涨。瞄了一眼面板，昵称夜游神，职业暗影刺客，天赋居神 SSS 级 LV1， 等级10，已锁定。属性力量39，体质14，敏捷359加55，精神13，攻击749，防御184，生命值2540，魔力值340。装备剔骨短刀，攻击力加300，敏捷加15，放血刺刀，攻击力加210，敏捷加10，野兔皮甲，防御加20，生命值加200，山脉之心指环，生命值加200，魔力值加200，狼皮护腿，防御加100，生命值加1000，敏捷加10，狼王斗篷，防御加50，生命值加800，敏捷加20。技能暗影前行 LV4， 青铜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40百分号加80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6秒。暗影飞刀 LV1， 使用暗影能量制造能量飞刀，造成攻击力 X11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10秒。影袭 LV1， 发动一次强力的近战攻击，造成攻击力 X110%，伤害消耗5魔力，冷却时间5秒。撕裂 LV1， 黑铁级，被动技能，造成伤害的同时撕裂伤口，每秒造成攻击力 X20百分号加20，伤害持续3秒。毒血瘟疫黄金级，被动技能，剧毒的血液腐蚀敌人伤口，每秒造成攻击力法伤 X40百分号加100，伤害持续5秒。如果目标在此期间死亡，毒血瘟疫将扩散至10米内的敌人。双持，被动技能，可同时装备2把单手武器，副武器拥有 70% 属性。秦川只想摊手后仰，什么叫无敌啊？这属性放眼整个天启都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的。10级就超过400敏捷，这是许多玩家30级都不一定能达到的。这还是秦川装备不齐全的情况下，要是他换上一身装备，属性还能继续涨。要知道秦川看得上的装备最低都得是青铜级，后续找到更多高级 BOSS， 恐怕白银级都要不入他的眼了。沉浸在希望之中，秦川收到一条私信：夜游神大佬，有人也达到10级了。秦川打开等级榜瞄了一眼，毫无意外是理查德森，他基本可以断定那家伙肯定也是 SSS 级天赋，得加快脚步了。秦川暗道，趁着有人离开酒馆，裹紧斗篷消失在原地，顺着门缝离开。现在是时候去干掉铁钩杰克了。至于作战方案，秦川已经有了思路。鉴于狂野斗技场人多眼杂，秦川决定先搞点事。狂野斗技场位于裂谷对面，
算是和玫瑰与毒药酒馆隔空对峙。秦川一路前行，抵达狂野斗技场外围，里面传来各种叫喊，有兴奋，有唾弃，还有垂死的哀嚎。这里是战斗狂热分子的天堂，也是走投无路之人孤注一掷的最后选择。只要能活着走出斗技场，不仅能收获丰厚财富，还能收获铁钩杰克的邀请，正式加入狂野斗技场，摆脱底层身份，成为人上人。即便曾经身上背着大麻烦的铁钩杰克也会出手摆平。不过也正是如此，才导致他和伊迪丝的对立。曾经有人在玫瑰与毒药酒馆暴起杀人，然后转头逃进斗技场，最终活着出来。伊迪丝要求铁钩杰克交出凶手，但是被拒绝了。双方的矛盾由此开始积累。恰逢秦川出现，还想完成职业进阶，伊迪丝就顺势让他去干掉铁钩杰克。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完全挑不出毛病。这也是天启区别于传统网游的地方，任务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玩家的行为会有不同的任务模式和奖励。究其原因，是因为天启不是网游，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秦川看着斗技场周围来往的打手，眉头微微皱起，再加上里面的叫喊声，他完全可以确定，只要自己攻击铁钩杰克，就会被无数打手攻击。即便有前行加踢骨双刃，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所以需要先弄点乱子出来，分散斗技场打手。至于方法，秦川早有准备。之前击杀狼王的时候，爆出过狼王号角，能够召唤一头巨狼。要是在观众席上突然出现一头狼，还肆意攻击，你猜斗技场会不会乱成一锅粥？最后复盘了一遍计划之后，秦川果断避开巡逻队，前行进斗技场，一路摸到观众席，观察片刻之后，秦川激活狼王号角，嗷呜！一头巨大灰狼凭空出现。本来还在兴奋挥动手中赌票的观众顿时傻眼了，这玩意哪来的？砰！灰狼脑袋一拱，将周围几个观众直接撞飞，更是有倒霉蛋落进斗技场，被杀到红眼的斗士直接撕成碎片。血腥刺激下，现场愈发混乱。很快，一声怒吼响彻整个斗技场：是谁胆敢在我的地盘捣乱？第49章离间。这声怒吼自然是来自铁钩杰克，同时也惊醒了狂野斗技场的打手们，纷纷从角落里钻出来，朝着巨狼冲过去。秦川目光一扫，光是视野中的就有超过30个，等级在15级左右。以秦川的面板，直接秒了他们都不是问题，但他现在还不能出手，避免过早的暴露自身。意念一动，巨狼在观众席横冲直撞，将观众撞飞，进一步扩大动乱。不少观众再也顾不得观看场内的厮杀，屁滚尿流的寻找出路。打手们逆着人潮而上，前进的格外艰难。好不容易快赶到了，巨狼几个蹦跳出现了另一侧的观众席，又是一片鸡飞狗跳。铁钩杰克的怒吼再度响起：你们这帮蠢货到底在干什么？把这只畜生的脑袋带给我，或者是你们的脑袋。黑市可不讲人权，斗技场打手在铁钩杰克眼里只是消耗品。听到老板发话，打手们顿时鼓起12分精神，遇到观众挡路的也不再耐着性子，直接将人提起来扔到一旁。反正在观众席上的全都是没什么背景的，真正的贵客都有单独包间，他们耍起横来毫无心理负担。退一步讲，就算冲撞了什么大人物，那也是老板该头疼的事。秉承着老板的麻烦不是我的麻烦这一核心理念，打手们顿时念头通达，抄起手里的武器打出一条通道。但巨狼可不会傻站着等打手们接近，在秦川的指挥下，充分利用自身速度优势，绕着观众席来回蹦跶，随后找准时机直接逃窜出去。铁钩杰克愤怒的声音在斗技场飘荡：给我追！打手们当即领命，用2条腿、3条腿、4条腿开始狂奔。浩浩荡荡的人群冲出斗技场，引得外面又是一片混乱。混乱中，秦川前行而上，越过3层建筑，来到了斗技场最顶层。一个巨大的圆顶房间，周围装饰有透明的水晶片，能够将整个斗技场尽收眼底。在这里，秦川看到了任务目标：铁钩杰克。铁钩杰克，黄金级，等级20，生命值1800000，1800000，攻击5000，防御3000，技能致命钩锁、狡诈、枪火谈判、呼叫轰炸。描述：曾经的海盗头子因为不知名原因弃船上岸，在黑市经营着狂野斗技场。单从属性看，只能说和猩红墓穴的古纳尔男爵半斤八两，这还是占了等级的优势。同等级的情况下，铁钩杰克是打不过男爵的，但这也正常。铁钩杰克是普通人族，初始属性和成长性都远不如古纳尔这个正儿八经的血族男爵。事实上，在天启中，各种族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是巨龙这种顶级血脉，刚出生的属性就足以傲视群雄，
是许多天启土著10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收敛心神，秦川继续观察。铁钩杰克不愧是海盗出身，又在黑市混得风生水起，遇事根本不慌。他虽然派了打手们去追巨狼，但自己的3个心腹都在，2个人类，1个牛头人，很神奇的组合。独眼大副，白银，等级15，生命值500000，500000，攻击2500，防御2200，技能黑水剑术，投掷专精，视觉强化，灵巧脚步。描述：铁钩杰克的大副有着不弱的野心。红胡子二副，青铜，等级15，生命值250000，250000，攻击2200，防御2000，技能燃火烈酒，坏血病，衰绊，禁锢渔网。描述：独眼大副的亲弟弟，但这一点似乎并不为外界所知。重拳三副，青铜，等级15，生命值400000，400000，攻击2800，防御3500，技能厚皮，强韧，巨力，冲锋锤击。描述：流落在外的牛头人机缘巧合加入狂野斗技场，一心想要归乡，但是不认识路。一个黄金级 BOSS， 一个白银级，外加2个青铜级的可怕组合。这场面可比秦川刷新红木穴的时候更有压迫感，不仅 BOSS 数量更多，等级也更高。秦川却是看到了机会。大副有野心，而二副是他隐藏的亲弟弟，这不妥妥的脑后有反骨吗？过会真打起来，这2家伙绝对不会出死力。要是铁钩杰克落入下风，他们甚至会抱起偷袭，取而代之。至于牛头人3副，按照秦川对牛头人这个种族的了解，这货多半是被铁钩杰克用食物忽悠住了。牛头人并不热衷于战斗杀戮，出现在狂野斗技场大概率是巧合。而贝里城周边也没有足够牛头人狩猎的荒野，再加上这里是人族的活动区，重拳想填饱肚子也不是容易事。铁钩杰克估计也正是看到了这点，才成功把重拳留在了狂野斗技场。但秦川猜测，重拳的立场是偏中立的，只要不威胁自己性命，他并不关心狂野斗技场的老板是谁，甚至他在不在狂野斗技场都无所谓。所以这次的战斗说难也难，毕竟要在这4个 BOSS 的联合攻击下存活下来，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但说简单，其实也简单。这4个 BOSS 不是一条心的，只要解决掉铁钩杰克，剩下3个绝对不会和秦川死拼到底。念及此，秦川心中有了计较。就在秦川观察局势思考对策的时候，铁钩杰克也察觉到了空气中异样的气息，狼一样的目光扫过房间，却没有发现目标，当即心中有了答案。是伊迪丝派你来的吧？铁钩杰克的声音带着浓浓讥讽，那个女人只会让手下来送死，自己却隐藏在安全的角落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秦川暗暗点头，铁钩杰克还是很有脑子的，懂得上来先离间。如果是天启土著，说不定会有想法，可惜他是玩家，而铁钩杰克是他的任务目标，就这一点，双方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秦川也不想多废话，斗技场打手都去追巨狼了，现在是最佳动手时机。手中暗影能量汇聚，暗影飞刀破空而出。在出手的同时，秦川也大声说道：铁钩杰克，你的大副和二副是亲兄弟，你知道吗？就你会离间，我也会。第50章反水。秦川这一嗓子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铁钩杰克本来已经锁定秦川的位置，准备一钩子把他拽过来秒杀，结果心神震荡，甚至都忘了攻击。而大副和二副更是脸色大变，他们这个秘密可是谁都不知道的，除了早就死掉的父母之外，这个隐藏在暗处的家伙又是从何而至？难道说是船长听到了什么风声，特意演了场戏来试探他们？对，一定是这样。大副悄悄给二副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轻举妄动。二副了然，他们的实力加起来也比不上铁钩杰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撕破脸皮的。至于三副，这个憨憨的牛头人根本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他还在思考过会吃什么。看到铁钩杰克心中有所顾虑，秦川当即知道他成功引起对方的猜疑。秦川决定加把火，开启暗影前行移动方位，躲在柱子后面喊道：大副，你不是一直想干掉铁钩杰克，自己当斗技场老板吗？我来帮你。独眼大副很是纠结，这的确是他内心的想法，但问题在于眼下的局面是不是太巧合了？先是出现一头巨狼祸乱观众席，把打手们都引开，然后又来了个刺客，想要对铁钩杰克动手，看上去对他们有利，但谁又知道这会不会是铁钩杰克在钓鱼，想要借此引出有异心的家伙？这一招可是屡试不爽的，先前在船上的时候，铁钩杰克就用这个方法干掉了当时的大副和二副，他们兄弟俩也是在那次之后才当上大副二副的。
很难说铁钩杰克会不会再来一次曾经的手段，清理异己。想到这，独眼大副摆出愤怒表情，大叫：“我对船长的忠心不容置疑，你休想在这挑拨离间！”红胡子二副也跟着表忠心，俺也一样。三副牛头人重拳抓脑袋，发生什么事了？秦川将几个 boss 的反应看在眼里，心头大定。事情的进展果然如预测那样，嫌疑的种子已经在铁钩杰克心里种下，不管大副和二副是不是兄弟，他都会防着这两个手下。如此一来，秦川的压力就小了很多。另一边，铁钩杰克也知道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他实力不算差，天花板上挂着的蜡烛也有破影效果，但直到现在他都无法真正锁定那个入侵者。对方的前行技能堪称出神入化，恐怕比起伊迪丝都不逞多让了。黑市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棘手的家伙？铁钩杰克内心警惕起来，决定暂时放下心中猜忌，团结大副二副，先把入侵者解决掉。但是在此之后，他可得好好查查这两个手下的背景了。如果他们真的是亲兄弟，那可别怪他心狠手辣。铁钩杰克面带不屑，区区挑拨离间罢了，我们岂会上你的当？独眼、红胡子，左右包抄，把这个家伙逼出来。独眼大副和红胡子二副对视一眼，暗暗松了口气。铁钩杰克没打算追究，这是好事。但秦川又岂会让铁钩杰克如愿，当即阴恻恻说道：“独眼，你以为过了今天，你还会有安稳日子吗？铁钩杰克是什么人，你可是最清楚不过的。”这句话无疑戳中了独眼大副的内心。是啊，别看铁钩杰克现在说的好听，可真当解决掉入侵者，打手们去而复返，那局面又进入铁钩杰克掌控，到时候他们兄弟二人恐怕是难以活着离开了。很多事情只要真的用心去查，是瞒不住的。一旦他和红胡子是兄弟的事情暴露，铁钩杰克岂会容下他们？不，甚至都不用有确定的事实。以他对铁钩杰克的了解，对方心中的猜疑种子必定会扎根下来，茁壮成长，最终将他们兄弟吞噬。念及此，独眼大副心中有了别样的想法，或许应该趁这个机会干掉铁钩杰克。独眼大副给了红胡子一个眼神，红胡子心领神会，放慢了脚步，磨磨蹭蹭的不想去围堵秦川。秦川一看有戏，又补充道：“这狂野斗技场可真是好地方啊，每天光是门票收入都是源源不断。我听说铁钩杰克的卧室都是用黄金打造的，估计是捞了不少的。独眼先生，我的雇主愿意在铁钩杰克死后扶持你们兄弟掌控狂野斗技场。”伊迪丝有没有说这话不重要，反正独眼大副也不会真的去找伊迪丝对峙。退一万步讲，就算独眼真的去了，恐怕伊迪丝也会给出隐晦的肯定回复。站在伊迪丝的立场，铁钩杰克不好对付，但独眼和红胡子可就容易多了。独眼愈发犹豫，铁钩杰克见状，那还能不知道独眼的心思，当即冷笑道：“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说罢，抬手对准独眼，手中的弯钩唰一下飞出，直指独眼仅剩的一只眼睛。独眼大副狼狈躲过攻击，心中一横：“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兄弟，动手！”独眼一声怒吼，抓起脚边的木桶就朝铁钩杰克扔了过去。红胡子二副抄起手边的酒杯猛灌一口，手指一搓燃起火焰，对着铁钩杰克喷出数米长的火舌。两个 boss 的反水让局势瞬间反转。不过铁钩杰克毕竟是黄金级，属性全方位占优，轻而易举躲开独眼和红胡子的联合攻击，从背后掏出一把火枪，对准大副就是一枪，血花四溅。独眼大副的血条肉眼可见的降了一点，这让独眼有些后悔。没想到铁钩杰克竟然这么强，草率了呀！独眼大叫：“藏起来的家伙，你还不动手！”刚才他可是看到铁钩杰克在挨了一飞刀之后，表情明显带着痛苦，说明那个阴影中的入侵者实力不差。想要解决掉铁钩杰克，离不开对方的帮助。有道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决定撕破脸，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秦川自然是不会坐视独眼和红胡子被打死，他还指望这两个家伙牵制铁钩杰克呢。正好暗影前行已经冷却，秦川果断甩出暗影飞刀。-3065，弱点攻击，恐怖的伤害数字在铁钩杰克头顶飘起，让这个纵横海外的海盗头子脸色巨变。下一秒，撕裂和毒血瘟疫同时生效。-850，-2000。第51章，我出双倍。等到撕裂和毒血瘟疫的伤害全部跳完，又是1万多的累积伤害，算下来，秦川一次出手能打出4万多伤害，比起在猩红墓穴的时候快翻倍了。这就是更新装备带来的好处，伤害提升是看得见的，而且这还是秦川装备不齐全，也没有额外增加攻击力的手段，不然的话，打掉铁钩杰克5-6万甚至更多血量都不成问题。就算以现在的伤害量，铁钩杰克近200万生命值在秦川的攻击面前也撑不了多久。
更何况现在的局势对秦川有利。随着独眼大副和红胡子二副的反水，秦川不仅面对的敌人少了，遭受的反击力度也降低了许多。在不被围堵的情况下，他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随意前行移动，不用顾虑太多。当然，秦川知道现在还没到掉以轻心的时候，因为铁拳三副还没出手。这个牛头人虽然属性不高，但手持双手大锤，攻击范围极大。如果他满地图乱挥锤子，秦川的走位将会受到极大限制。而且牛头人力量属性极高，攻击是大力沉，即便是独眼和红胡子也不敢硬接。铁钩杰克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大声喊道：重拳，干掉入侵者！重拳本来是不想动手的，但是想起铁钩杰克提供的食物，他又觉得不能坐视铁钩杰克被打死，果断抄起兵器加入战局。轰！重拳一个冲锋接锤击，将红胡子打飞到墙上。独眼本来想帮忙，但是被铁钩杰克钩索拽过去一顿暴打，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自家兄弟。重拳击飞红胡子之后，握紧战锤在房间里大步走动，鼻子不断耸动，试图锁定秦川的位置。片刻之后，重拳面带疑惑地抓了抓脑袋，他明明闻到了入侵者的味道，但就是无法锁定他在哪，这就很奇怪。铁钩杰克心头一沉，他原以为依靠着牛头人的感知力能够找出那个刺客，万万没想到竟然失败了，这就离谱了呀！难道这次的敌人掌握着比伊迪斯还高深的前行术？没听说有这样的高手啊！猛然间，铁钩杰克想起一件事，大声说道：异乡人，伊迪斯给了你多少好处，我出双倍，以后独眼的位置由你来做。铁钩杰克明白了，对方是异乡人，所以才有如此神异的前行能力。对于天启土著来说，刚刚进入游戏的蓝星玩家全都是异乡人。铁钩杰克作为20级的黄金级 BOSS， 拥有更多的智能，也知晓更多在游戏中流传的消息，能一口说出秦川的身份并不奇怪。在铁钩杰克喊话之后，秦川也收到了游戏提示：丁，触发选择任务，请谨慎做出选择。选择1，击杀铁钩杰克，奖励职业进阶。选择2，放过铁钩杰克，奖励2本随机技能书，狂野斗技场总管职位。说实话，如果不是击杀铁钩杰克事关职业进阶，秦川还是愿意接受和解的。拿2本技能书岂不美哉？可惜他做不到。要是真的放过铁钩杰克了，他别想完成职业进阶，将会永远停留在10级。就算他凑齐一身10级装备，再加上一堆技能，又有什么用呢？上限已经被锁死了。所以秦川直接甩出暗影飞刀，用行动代替回答。铁钩杰克也知道对方不会因为自己的几句话就放弃刺杀，一直在做2手准备。此时秦川出手，铁钩杰克立刻锁定他的位置，手臂上的弯钩直直飞出，带出一串残影。同时牛头人重拳也喷出鼻息，脑袋一低开始冲锋。2个 BOSS 的联合攻击立刻让秦川处境变得危急起来。不过他早有准备，激活剔骨双刃的装备特效，周身刮起利刃风暴，向着旁边横溢出去10几米。在秦川原先站立的位置，柱子被弯钩击穿，木屑飞得到处都是。重拳也冲到近前，手中锤子重重落下，将地板砸出大坑。这一手横移超出了铁钩杰克的预计，让他的攻击落空。独眼大副抓住机会发起猛攻，红胡子也从地上爬起，和重拳缠斗在一起。重新进入前行状态的秦川颇有些后怕。说实话，要不是有剔骨双刃，刚才的攻击他能躲开铁钩杰克的弯钩已经是极限，根本躲不开重拳的追击。虽说现在有2000多生命值，再加上戒指的护盾，依旧挡不住重拳的攻击。那一套冲锋加锤击的组合技可是干翻一堆玩家的，其中不乏重甲职业。有了先前的处境，秦川打定主意要等剔骨双刃冷却好了再出手，还是得尽快搞到位移技能书。秦川暗道，剔骨双刃固然好用，但占据了主副手的武器栏，随着等级提升，这2件装备早晚会淘汰，即便秦川有狙神也不例外。另外，剔骨双刃的位移效果有个缺点，那就是会打破前行状态。秦川也只能在出手的同时激活装备特效，这2个弊端注定了剔骨双刃只是过渡用的装备。真正想要稳妥，还是得位移技能，还是那种不会破影的位移。好在据秦川所知，这样的技能是有的，至于如何学习，就需要一点心思了。他没记错的话，需要将职业导师的好感度提升到80以上，或者是碰运气去刷 BOSS 博技能书的掉落。想到这，秦川又想起一件事，让龙腾天下收的技能书也不知道进展如何了。考虑到现在才开服不到半天，估计不会有太好的进度。好在职业进阶任务会给1本定制技能书，应该能加强他的远程伤害能力。思索间，剔骨双刃特效冷却，秦川果断再次出手。铁钩杰克在和独眼打斗的时候，也一直在等待秦川攻击。双方同时出手，
一边甩出飞道，一边甩出弯钩。鉴于先前秦川表现出的位移能力，这一次铁钩杰克有所准备，掏出火枪，朝着秦川左侧开了一枪。而牛头人重拳则是冲向秦川右侧。两大 BOSS 再度联手，封锁了秦川3个方向的退路。以他们的攻击力，只要秦川挨到一下，必定是直接秒杀。第52章黑金号。高端的猎人总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铁钩杰克在黑市屹立不倒这么多年，岂是3两下就能解决掉的？他虽然看不穿秦川的前行，但丰富的战斗经验让他有了应对措施。特别是在秦川用过一次位移之后，铁钩杰克更加有把握。他没猜错的话，这个异乡人的位移并不完善，无法随意的控制距离。换而言之，只要用攻击限制走位，对方的后撤路线就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单靠铁钩杰克自己是封不住的，但如果加上牛头人重拳呢？左右包夹之下，必定让这个异乡人命丧当场。不得不说，铁钩杰克的判断非常精准，他和重拳之间的配合也天衣无缝。但秦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独眼和红胡子也看出来了，这次的战斗必须依靠这个异乡人，单靠他们兄弟俩是干不掉铁钩杰克的。所以在秦川遭遇围攻之时，独眼直接加速前冲，用血肉之躯帮秦川挡住了铁钩杰克的枪火谈判。在飞溅的血花中，独眼忍着痛楚沉声道：“这是最后一次。”他的实力比起铁钩杰克有不小的差距，帮忙挡一次已经是极限。如果这个异乡人在后续的战斗中表现不佳，那么他会立刻带着弟弟逃离这里。狂野斗技场再诱人，也比不上他的性命。这个道理秦川也很清楚。接下来的战斗，他必须更加小心谨慎。但是说实话，刚才就算没有独眼的掩护，他也能躲开这次攻击。突破点在重拳那边，双手战锤固然是威力惊人，但相应的灵活度会降低许多。即便重拳是牛头人，力量属性极高，依旧不能完全掌控。秦川早已计算好撤退路线，只要冲刺到重拳面前，再依靠他的敏捷属性，是可以利用后仰躲开致命一击的。不过独眼主动挡枪，他自然是乐得藏拙。再度开启前行，秦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现场局势，规划出数条进攻路线。但是在内心深处，秦川一直在戒备。他可是记得铁钩杰克这家伙在狂野斗技场底下藏了一条海盗船的。呼叫轰炸这个技能也不是摆着看的，等到船上的火炮开始攻击，独眼和红胡子大概率会暂时失去行动能力。好在火炮攻击之后，狂野斗技场也会变成一片废墟，铁钩杰克的弯钩攻击基本就废了。单靠枪火谈判，他封不住我的走位。秦川大脑飞速运转，要不是他重生回来，恐怕也防不住铁钩杰克这一手。谁能想到铁钩杰克能把一艘海盗船弄到远离海岸的贝里城？铁钩杰克的血量稳步下降，在即将达到 50% 的时候，秦川朝着门口狂奔，同时也没忘了提醒独眼兄弟，火炮攻击马上要来了，不想死就赶紧离开这里。独眼和红胡子一脸懵逼，而铁钩杰克却是脸色巨变。这个异乡人到底掌握了多少信息？为什么连这种绝密都知道？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这么干了。铁钩杰克一个后撤步脱离独眼的攻击，不知道从哪变出来一枚号角，凑在嘴边用力吹响。呜！浑厚的号角声响彻整个斗技场。独眼这回终于反应过来异乡人说的火炮攻击是什么了。这个号角声他再熟悉不过，当初在海上的时候，铁钩杰克在命令炮手攻击的时候就会吹响这只号角。紧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在独眼脑海飘起来，这不是海上啊，哪来的船呢？就在独眼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斗技场的地板之下发出沉闷的齿轮滚动声，地板缓缓裂开，庞大的阴影从底下缓缓上升。独眼眼角余光扫过，表情变得惊骇。黑金号，这是他们当海盗时搭乘的黑金号，但这里是远离海岸数百里的贝里城，黑金号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难不成这艘船会飞？没等独眼弄明白这个问题，猛烈的炮声将他的耳膜震得生疼，炮弹撕裂空气，带着尖锐笑声迅速接近。轰！屋顶被砸出一个大洞，通红的炮弹落下，毫无阻碍地击穿地板。快！跑字还没出口，独眼就被爆炸冲击波掀飞，身躯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然后是第2发、第3发、第4发炮弹，连绵不绝的炮火声中，红胡子被炸飞，一片烟熏火燎中，先是改名黑胡子，再改名没胡子。连魁梧的牛头人重拳也抵挡不住，在地板上滚出去10几米远，撞在墙上才停下，摔了个七晕八素。铁钩杰克早在炮弹落下之前就离开了顶层房间，朝着黑金号快速冲去。不过没等他动身，一柄飞刀精准命中他的身躯。铁钩杰克看着远处一闪而过的身影，神情愈发凝重。那个异乡人到底何方神圣？不仅点破了独眼和红胡子的兄弟关系，
更是对他的战术了如指掌，连黑金号的火炮攻击都预判到了。刚才怎么就没炸死那个混蛋呢？铁钩杰克气不打一处来，他能看到，不管是独眼还是红胡子，亦或是身强体壮的重拳，都在这轮火炮攻击中受了重伤，这会连爬起来都费劲。只要他能回到黑金号，就能彻底将这里炸成平地。狂野斗技场毁了不要紧，重建就是，大不了就远走他乡，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但前提是他能顺利回到黑金号。目前来看，恐怕那个异乡人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秦川声音在废墟中飘荡：“杰克船长，何必急着走呢？不妨再聊会啊。”铁钩杰克面带冷笑，回道：“要聊就去船上聊。”秦川哪会上当，直接戳穿铁钩杰克的计划。我可不想被船上的亡灵水手围殴。铁钩杰克再也忍不住，叫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这么多秘密？”转化为幽灵船的黑金号以及船上的数十名亡灵水手是铁钩杰克的最后一章，但是在这个异乡人面前，就跟完全透明一样，没有半点机密可言。难道有叛徒？铁钩杰克揣测起来，但是又觉得不对。黑金号的转化是他一手安排的，知情者要么被他宰了喂鱼，要么变成了幽灵水手，两者都不存在泄密的可能性。唯一的知情者只剩他自己，所以是我泄露了机密。铁钩杰克得出结论。第53章，打手返回，局势顺变。铁钩杰克很快将杂念抛之脑后，战斗还没分出胜负，分心就是自寻死路。但是在心里，铁钩杰克却是有不祥的预感。从战斗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在挨打，根本没有进行过有效反击。最有机会的一次还被独眼给挡了。想到这，铁钩杰克吓了一跳。这个异乡人是专门来对付他的吧？不然为何自己处处受制？为今之计，还是先跑为妙。铁钩杰克打定主意要跑，趁着对方等待攻击的空档，拔腿就跑。作为黄金级 BOSS， 铁钩杰克的基础属性极高，几个呼吸就跑出去上百米远，距离黑金号越来越近。秦川有心拦截，却也是有心无力。别看铁钩杰克跑得很狼狈，但要是他不自量力的想要去正面拦截，那就等着回复火点吧。看来还是得上幽灵船一趟。秦川心里念叨，也加快脚步跟了上去。虽说幽灵船是铁钩杰克的主场，但为了完成任务，就算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闯一闯。总体来说，这次的战斗进程在秦川的预料之中。不管是最开始的分化，还是提前撤退躲避火炮攻击，亦或是后续的登船作战，秦川都有预备方案。废墟中，铁钩杰克和秦川一前一后快速突进，两人心中都很清楚，最终的决战点就是幽灵船了。而在追击的同时，秦川也没忘了甩出暗影飞刀，削减铁钩杰克的血量。但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老板，我们来了！嘈杂的叫嚷声从远处传来，是斗技场的打手。他们最终也没能追上那头巨狼，本来还担心回来会不会被老板干掉，结果就听到这里轰隆隆的爆炸声，当即有小头目反应过来，他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急忙往回赶。打手的返回让铁钩杰克面带狂喜，嚣张喊道：“异乡人，之前给你机会你不珍惜，现在就算你跪在地上求我，也别想活命，我一定会扒了你的皮。”秦川却是很淡定，巨狼是有时限的召唤物，不可能无限制拖延打手。打手的去而复返本来就在秦川的计划之中，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秦川决定用行动回应铁钩杰克的叫嚣。瞄了一眼打手们的属性，秦川嘴角泛起笑容，暗影飞刀直接出手，将冲在最前的打手直接秒杀。铁钩杰克的笑容愈发酣畅，他之前就看出来那个异乡人攻击频率不高，恐怕是为了配合自身的前行能力。现在对方分心攻击打手，自然是无暇顾及他了。就算你把这些打手杀光又如何？这黑市别的不多，亡命之徒是一抓一把。在你分散攻击的时候，我就安全了。等我回到黑金号，就是你的死期。铁钩杰克眼神阴冷，但是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铁钩杰克终生难忘。只见那被秒杀的打手身躯中流淌出绿色毒血，飞到附近的打手身上，立马就齐刷刷飘起一片伤害数字。打手们的生命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了一大截，用俯冲来形容都不为过。2秒之后，另一个打手被清空生命值，倒在地上没了动静。熟悉的一幕出现，绿色毒血再度飞向了周边的打手。本来只有1轮伤害的话，不少打手还能抗住，但是第二次毒血瘟疫爆发是会刷新持续时间，重新拉满5秒的。3秒后，又有打手撑不住，毙命的同时将毒血扩散到周边，而这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3、第4个打手倒下，进一步扩大伤害。最要命的是，打手们跑回来的时候聚在一起，全都在毒血瘟疫传播范围内。只见打手们脸蛋绿油油的，血量狂掉。秦川这边游戏提示接连不断，叮
击杀13级斗技场打手，获得1300经验值。月3级击杀，额外获得390经验值。经验上限已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转入经验池。丁，击杀14级斗技场打手，获得1400经验值。月4级击杀，额外获得560经验值。经验上限已锁定，多余经验将自动转入经验池。丁，一开始提示速度还不算快，等到毒血瘟疫刷新了几轮之后，提示速度就开始指数级飙升。短短10几秒，跑回来的打手被消灭大半，而剩下的也都个个残血，根本撑不住毒血瘟疫的后续伤害，灭亡近在眼前。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后续被感染的打手距离秦川更远，在居神的加成下，他们受到的伤害可比前面的同伙要高得多，根本抵挡不住。有倒霉蛋之前被巨狼抓了几下，本来就受了伤，现在被毒血瘟疫染上，连1秒都没撑住，直接暴毙，化为新的万毒之源，带着同伴一起上路。局势一下又反转了。铁钩杰克本来还想回到黑金号上安心观战，顺带着治疗伤势。如果打手们能弄死那个异乡人最好，弄不死的话，他就调动火炮将斗技场炸成平地，绝对能消灭敌人。结果万万没想到，打手们的返回并没有带来好消息，反而一头扎进了异乡人的死亡陷阱。那不断飞溅的毒血将打手送进坟墓的同时，也让铁钩杰克的心止不住往下沉。最重要的是，他闻到了不一样的气息。此等威力的毒血绝不是依靠普通毒药就能实现的，里面有一股阴冷隐晦的能量波动。铁钩杰克瞪大眼睛，血族，这分明是血族的力量。铁钩杰克感觉有些看不懂局势了，黑市竟然出现了血族，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贝里城是有结界守护的，血族根本进不来。那异乡人到底从哪获得的血族能力？联想到异乡人的奇特，铁钩杰克醒悟过来，差点把牙齿咬碎。这些该死的家伙仗着特殊照顾可以学到血族的能力，却又不会变成血族。还有公道吗？还有法律吗？如果秦川知道铁钩杰克内心的想法，必定要说声抱歉。只要天启没正式降临蓝星，他作为玩家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解决掉打手之后，秦川将目光转向铁钩杰克。现在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第54章死亡使者。铁钩杰克找不出秦川的位置，但是能感受到对方的视线，那是将他视为猎物的视线。铁钩杰克感觉自己被侮辱了，脸色涨得通红，头也不回地往黑金号跑去。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打手牵制，对方又可以腾出手攻击他了。他可不会傻乎乎的留在这里挨打，而且就算要死，他也要死在自己的船上。海盗船不能失去船长，就像西方。看到铁钩杰克有些仓皇的背影，秦川内心很淡定。前世他可是和剑神一换一的，那种大场面都经历过，又怎么会被眼下的战斗困扰？说起来，我好像是蓝星第一个换掉神明的，难道由此才引发的重生？秦川暗暗思索，手中动作不停，一记暗影飞刀打掉铁钩杰克3万多生命值，加上后续的撕裂和毒血瘟疫，总伤害超过4万。铁钩杰克跑得更快了，见鬼了，这个异乡人怎么这么强？伊迪丝可真是找了个好帮手啊！铁钩杰克隐约感觉到黑市的格局可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能不能看到那一天还是个问题。唰，又一柄飞刀来袭，将铁钩杰克的血量进一步打低。但经过这么一会的奔跑，铁钩杰克已经来到了黑金号的底下。抓住落下的绳索，铁钩杰克几个跳跃就登上了甲板。回到黑金号的铁钩杰克气势猛然一变，仿佛变回了那个叱咤海域的海盗头子。在他身后，森森白骨带着碰撞声从阴影中浮现。身穿破烂水手服的亡灵出现在甲板的各个角落，眼眶中燃烧的幽蓝火焰不断跳动。不仅如此，在铁钩杰克登船之后，黑金号仿佛找到主心骨一般，侧边的火炮调转方向，朝着地面开始齐射。炮弹雨点一般落下，将坚硬的石板地面砸得满目疮痍。秦川被几块碎石擦中，直接掉了数百生命值。如此密集的碎石根本躲不开，只能尽可能降低伤害。要不是换过几件装备，光是这一轮擦伤都能要了秦川的命。秦川知道必须最快速度登上甲板，否则他要被炮火洗地送走了。深吸一口气，秦川在甩出暗影飞刀的同时，激活剔骨双刃的效果，又往前冲了一截。按照距离推算，最多3轮齐射他就能抵达火炮的射击死角。这任务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秦川暗中吐槽，硬顶着飞溅的碎石冲到船底下，秦川的生命值还剩大半。这还是他开了戒指护盾，不然的话半路就倒了。主要是铁钩杰克这货还藏了一手，竟然暗地里又搞出来几门火炮。好在最危险的路程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直面铁钩杰克和他的亡灵水手。这其实不难，
之前秦川是怎么解决打手的，接下来就能如法炮制解决掉船上的水手。麻烦的是，这些水手会复活，他们已经和黑金号融为一体，除非能打爆黑金号，否则没法阻止他们的复活。秦川需要在攻击铁钩杰克的同时，不断处理复活的水手，流程比起前面还要难上几分。唯一的好消息，可能就是水手的复活有冷却，不是无间断的。至于独眼和红胡子，这回是指望不上了。那两家伙估计躲在角落里看戏，等待最终结果呢。要是秦川赢了，他们就会跳出来摘桃子；要是铁钩杰克赢了，那没什么好说的，直接跑路。毒血瘟疫是这次战斗的绝对 MVP， 一发暗影飞刀过去，为首的亡灵水手直接暴毙，随后毒血瘟疫爆发，将剩下的水手一并带走。虽说铁钩杰克也没指望亡灵水手能拖延多久，但一个照面就被全部抬走，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1分半后，亡灵水手重新站起来，暗影飞刀甩出，再度清场。铁钩杰克看出了毒血瘟疫的弊端，那就是传染距离有限。但问题在于，他就算看出来了也没用。水手都是近战职业，想要攻击那个异乡人，只能围上去，那样就会进入到毒血瘟疫的范围。不围上去吧，他们也只能杵着当观众，起不到干扰作用。情况和铁钩杰克预想的不一样，黑金号不是他的主场吗？怎么反倒是对面如鱼得水？铁钩杰克的生命值稳定降低，降到60万的时候，他再度发出求和，希望秦川慎重考虑一下。降到40万的时候，铁钩杰克放低姿态，希望秦川放他一马，他愿意把珍藏多年的宝藏全部献上。降到20万的时候，铁钩杰克开始追忆往昔，觉得自己当初不应该和伊迪丝作对。等到血量清零，战斗彻底结束，失去了船长的黑金号开始阵战，船身不断从龙骨上剥落，甲板上的亡灵水手也直挺挺倒下，身躯腐朽成灰，消散在天地间。轰！黑色雾气从船底爆发，迅速向甲板袭来。秦川心头闪过警示，根本顾不上捡掉落的物品，直接开启踢骨双刃的效果，冲刺到甲板边，随后一个跳跃，开启自由落体。安稳落地之后，秦川回身观看，黑金号的船底下出现了虚空裂纹，阴冷的气息彻底将其笼罩，光是站在旁边都感觉手脚冰冷，要是留在里面，怕是眨眼就要恢复活点。黑雾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和低吟。现在你是我的了。秦川能够看到，在铁钩杰克的尸体上，一道半透明身影被无形力量拖拽出来，那是铁钩杰克的灵魂。这位曾经的海盗头子，称霸黑市的斗技场老板，此时正面带惊恐，挣扎着想要逃离，却无济于事，只能看着自己被黑雾吞没。美味的灵魂。黑雾中传来心满意足的感慨，随后黑雾开始消散，连带着黑金号一起消失在空气中，仿佛从未出现过。秦川作为过来人，一眼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铁钩杰克能有如今的力量，显然是和死亡使者达成交易换来的。作为条件，在他死亡的那一刻，死亡使者就会收走他的灵魂。没捡到铁钩杰克报的东西，固然有点可惜，毕竟是黄金级战利品，价值不菲。但秦川可没唬到在死亡使者手底下抢东西，他还不想直面死亡使者的怒火，至少现在不想。思索间，游戏提示也开始播报：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一进化点。丁，您已击杀铁钩杰克，完成职业进阶任务，等级上限已解锁。丁，您完成了职业进阶任务，成长值已同步提升。丁，您首位完成职业进阶任务，即将进行通报，是否隐藏昵称？否。玩家夜游神首位完成职业进阶，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第55章暗石之语。当全服通报响起的时候，远在新手村砍野猪的龙腾天下挺直腰杆，脸上带着与有荣焉。这就是夜游神大佬的实力。他们还在新手村呢，人都完成职业进阶任务了，而且龙腾天下打听过，其他玩家都没通过夜游神大佬的好友申请。换而言之，他极大概率是大佬的唯一好友，这是何等殊荣！龙腾天下招来小队成员，看着小雪问道：技能书收的怎么样了？咱们可不能让夜游神大佬多等。小雪如实回道：不是很乐观，现在玩家等级都太低了，就算爆出技能书也都是普通级的，我们答应的可是最低黑铁级的技能书。龙腾天下摆摆手，提高档次，起码青铜级，如果有白银级或者更高品级的，不管多少代价都收下。小雪点点头，我明白了，会吩咐下去的。龙腾天下很清楚，夜游神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绝对会成为天启最强者之一。想要和这样的大佬维持情谊，必须展示出自己的价值。队里的刺客说道：之前夜游神通关猩红墓穴，必定是得了不少装备的，但却没有找老大，要么是装备自用，要么是夜游神有其他安排。龙腾天下沉声道：也有可能是夜游神觉得我们配不上那些装备，我们的练级进度
还是太慢了。场面有些沉默。其实其他人也有这个想法，但不好明说。这时，龙腾天下表情猛地一变，蹭一下从地上蹦起来，仰天大笑3声：“夜游神大佬来信息了！”小雪等人顿时精神一振，这的确是个好消息，难怪老板这么识态。龙腾天下看了看回复消息，有些疑惑说道：“夜游神让我们关注工会令的消息。”这下连智囊小雪都有些看不懂了，奇道：“从夜游神的风格来看，他是典型的独狼玩家，而且以他的打法，刷 BOSS 也不需要队友帮助，要工会令做什么呢？”刺客分析道：“以前是独狼，不代表一直是独狼，或许是夜游神认识到了工会的价值。”一直旁听的射手反驳道：“可能性不大，夜游神可不像是有心思管理工会的人。”龙腾天下却是有不一样的想法，说道：“有没有可能夜游神爆出来了工会令，他想了解一下行情？”小雪推了推不存在的眼镜，若有所思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提前做准备了。不出意外的话，首个工会必定会有全服通报，对于打响名气至关重要。”龙腾天下深以为然，大手一挥，语气坚定：“小雪，全力收购金币！如果夜游神真的要出手工会令，不管什么价钱，全力拿下。”好的，老板。将工会令的消息透露给龙腾天下，是因为秦川隐约记得工会令应该快有消息了。之所以让龙腾天下去留意这方面消息，其实是为了将消息扩散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比如说罗刹一刀斩，前世的时候，第一枚工会令就是罗刹一刀斩砸锅卖铁买下的，借助全服通报打出名气，迅速扩大规模，让罗刹店成为顶尖工会之一。但这一世，秦川可不会让罗刹一刀斩那么舒服，他手里的这枚工会令可是特意留着给对方一个惊喜的。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回去交任务。秦川头也不回就离开了斗技场，这里的烂摊子会有人收拾的。狂野斗技场倒了，但是新的斗技场会很快建立。黑市从不缺野心家。重新来到酒馆门口，秦川解除了前行。他已经通过伊迪丝的考验，没必要整这些虚的。还没伸手推门呢，就有侍从在里面将门打开，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意，恭敬道：“伊迪丝大人吩咐过，您可以直接去2楼找他。”秦川点点头，大步走进酒馆。酒馆里的 NPC 纷纷看过来，眼神闪烁。他们又不是傻子，狂野斗技场那么大的动静，只要不是聋子都能听见。这个异乡人以一己之力摧毁了盘踞黑市多年的狂野斗技场，简直是骇人听闻。他是怎么做到的？且不说铁钩杰克的实力，光是他手底下的上百名打手就不是那么好处理的。在座的 NPC 自问做不到这点，所以看向秦川的目光已然从先前的轻慢变成此时的认可和敬佩。黑市没有法律，唯一规则就是强者为尊。秦川没有理会旁人，自顾自顺着楼梯往上，再度进入房间。这次倒是没有倒霉蛋坐在椅子上了，伊迪丝倚靠在桌边，饶有兴趣地看着秦川，问道：“你是如何得知独眼和红胡子是亲兄弟的？”秦川意味深长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不是吗？要问他怎么知道的？开玩笑，当然是天启告诉他的。BOSS 属性上清楚写明了的。不过这句话是肯定不会告诉伊迪丝的。”伊迪丝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取出一本技能书递了过来，说道：“这是我早年冒险时得到的，原本是想掌握暗影之力以后再着手研究，没想到最终给你做了嫁衣。暗影刺客具备唯一性，伊迪丝是没有机会了。再加上秦川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终于下定决心将这本技能书拿出来。”秦川伸手接过，暗石之雨，黄金级，主动技能，在目标区域召唤暗石，凝聚剑雨攻击敌人，最多15次伤害，每次造成攻击力 X50百分号加100伤害，消耗50魔力，冷却时间30秒。学习要求：暗影刺客专属。特性：释放技能不会打破前行。看到属性的那一刻，秦川内心只有一个想法：牛逼！如果15次伤害全部打满，暗石之雨的总伤将达到可怕的攻击力 X750百分号加1500。以他现在的攻击，就算贴脸甩技能，伤害都会轻松超过7000。要是离得远了，在狙神加持下，伤害将会非常夸张。而且暗石之雨并没有限制同一目标的伤害次数上限，意味着如果只有一个目标将吃满全部伤害，大概率是当场去世的下场。要知道，同为黄金级的血之潮汐，单次伤害也只有法伤 X180百分号加800，差了一大截。不过血之潮汐也有优点，单次伤害低，但可以对技能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都造成伤害。敌人密集的话，总伤害甚至能反超暗石之雨。两个技能各有优劣，侧重点不同。暗石之雨是兼顾了群伤和单体爆发的，血之潮汐只有 AOE。相比之下，秦川是更青睐暗石之雨的。另外，暗石之雨有一点是血之潮汐永远也比不了的，那就是不会破银，这有利有弊。
弊端是会让暗时之语吃不到破影一击的伤害加成，但在秦川看来，这根本算不上缺点，甚至反而是优点。因为相较于伤害，秦川更在意保命能力。反正他还有暗影飞刀，只要愿意，总能打出破影一击。暗时之语不会破影的特性，换来的是绝对的安全。试想一下，要是在讨伐铁钩杰克的时候有暗时之语，秦川哪用得着那么麻烦搞离间技，直接躲在角落里往铁钩杰克头顶扔技能就行。好技能，绝对的好技能。第56章伊迪丝的智慧。重生回来的秦川很清楚一点，活着才有输出。他现在遇到的 BOSS 没有克制前行的手段，但这不代表以后的 BOSS 也如此。退一步讲，就算土著 BOSS 都拉胯了，还有众神呢。在那些可怕存在面前，一瞬间的破绽都足以致命。他现在可不是前世的重甲战士，能硬扛伤害。要是被神明逮住机会，怕是见面就直接抬走了。暗时之语的出现，让秦川有了更多的战斗选择。如果敌人不强，那么就暗时之语加暗影飞刀一起上阵，最快速度消灭敌人。要是对手很强，就躲起来放暗时之语，完全性直接拉满。而且暗时之语还有一个隐性优点，那就是没有弹道，敌人是无法通过技能轨迹反推他的位置的。这一点暗影飞刀就不行了。随着等级提高，敌人是可以从飞刀的运行轨迹捕捉秦川的痕迹，再加上释放暗影飞刀会破影，就给了敌人反制的机会。但往后再也不用担心了。获得这本技能书，也不枉秦川和铁钩杰克死磕到底，绝对值回票价。双手一拍，将暗时之语直接学习。等过会没人，再用技能点强化一下。干掉铁钩杰克，获得了进化点，加起来8点，足够暗影前行继续进化。我还能提升。秦川内心很是满意。此时任务完成，他其实是可以直接离开的。伊迪丝可不会主动给任务，不过秦川却是有另一件事要处理，那就是购买贝里城的商铺。资金问题其实好解决，之前从龙腾天下那里得到的30金币可以当敲门砖，敲开主城商业主管的大门。后续的购置资金也没啥压力，出2件装备就够了。这个方案在哪个主城都通用，但有更简单的方法，何乐而不为呢？突破点就在伊迪丝这边。别忘了，他还有一重身份，贝里城主的女儿。之前双方没太多交集，但是在干掉铁钩杰克之后，秦川已经获得了伊迪丝的认可。用游戏术语来讲，就是好感度提升了，能解锁更多选项。见秦川没有离开，伊迪丝问道：“还有别的事吗？”思索片刻，伊迪丝语气惊讶道：“难道你想接管狂野斗技场？”恕我直言，哪怕你干掉了铁钩杰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秦川摆摆手：“我对斗技场没兴趣，而是有另外一笔生意想和伊迪丝小姐商量。”伊迪丝来了兴趣，很少有人敢跟他做生意。伊迪丝说道：“是要杀人吗？”他立刻又推翻这个假设：“应该不是，毕竟以你的实力，完全可以自己解决。所以，你想要的生意伙伴，并不单单是伊迪丝，还有城主女儿。我猜的对吗？”秦川竖起大拇指，聪明。伊迪丝继续推算：“你作为异乡人，不远万里来到贝里城，首先需要的就是落脚点，所以你需要贝里城的房产。如果去找商业主管安格斯，且不说要被敲诈一笔，还得等上几个月，你肯定是等不及的。”一番推理，将秦川的意图看了个透彻。秦川却是并不惊奇，伊迪丝这种高级 NPC 是有非常高智能的，甚至比一般玩家还聪明。既然被伊迪丝猜出了想法，秦川也不隐瞒，坦然道：“我需要购置一处商铺。”伊迪丝眼中闪过些许得意，他算是扳回一城。其实买商铺这点事对他来说就是举手之劳，传个话罢了。但伊迪丝不会白帮忙，他和秦川的交情还没好到那个程度。秦川也知道这点，从背包里取出狼王号角。狂野斗技场被摧毁，开端就是一头突然出现的巨狼。如果这时候有人手持这件道具出现，宣称是自己干掉了铁钩杰克，你觉得重建斗技场的阻碍会不会小一些？再进一步讲，如果那个人是伊迪丝你不为人知的案子，是不是会有助你更好的掌控黑市，甚至是整个贝里城？如前面所说，狂野斗技场炸了，但是新的斗技场会很快出现，黑市乃至贝里城都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宣泄暴力。而伊迪丝一手主导了整件事，又岂会坐视果实被他人摘走？他吃准了秦川是异乡人，不可能留在黑市打理斗技场，所以从未将秦川视为竞争对手。但他自己派人接手，又会有重重阻力。毕竟他的势力已经足够强悍，要是再加个斗技场，恐怕黑市其他头目会睡不着觉。本来伊迪丝还在思考如何介入，攫取最大利益，现在秦川已经将破局方法摆在他面前。伊迪丝注视着秦川，眼神极其锐利，仿佛想看穿眼前之人。秦川很淡定，就这，他都敢跟剑神硬碰硬，又岂会被伊迪丝的气势压倒？伊迪丝发现这点，
索性收起气势，说道：“合作愉快。”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用一处商铺换取黑市的掌控权，绝对是划算的。伊迪丝手中出现一张羊皮纸，这是地契，只要拿到贝里城商业部门登记，就能正式拥有对应的商铺。秦川将狼王号角递了过去。丁，您失去了狼王号角。丁，您获得了贝里城商铺地契。伊迪丝拿到号角，放在手里把玩片刻就收起，自顾自走到油灯下，开启前行，摆出送客姿态。秦川也不恼，收起地契离开房间。等到商铺到手，他就可以继续练级去了。等级榜上，他和理查德森都是10级，想来对方也在进行职业进阶。如果理查德森也是 SSS 级天赋，那么他进行的极有可能是3星甚至隐藏难度的进阶任务。现在还没到松懈的时候。再度回到贝里城，秦川看到路人 NPC 的脚步有些匆忙，街头还有卫兵巡逻。虽说讨伐铁钩杰克的战斗是在黑市最底下进行，但后半段的火炮声肯定是传到地面的。贝里城估计是一片鸡飞狗跳。在这里，秦川看到了熟人，教官雷华奥。雷华奥也发现了秦川，让手下待命，走到近前，意味深长说道：“见到伊迪丝了吗？”秦川点点头，想了想，又从怀里掏出地契展示给雷华奥，说道：“帮伊迪丝做了点小事，他给了我这个。”雷华奥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表情带着难以置信说道：“铁钩杰克是你干掉的？”秦川连连摆手，可不能胡说，是一个能控制巨狼的神秘人干掉的，不信你问伊迪丝去。第57章，到底谁是猎物？秦川的回答滴水不漏，他前世选择的主城并不是贝里城，所以对这里的情况并不是太清楚，只记得伊迪丝这类主要 NPC 的相关信息，像是教官雷华奥就没那么详细了，但也隐约记得这家伙是知道伊迪丝真实身份的。不过这里毕竟是贝里城，不远处还有卫兵，所以不能讨论太深，点到为止即可。雷华奥也明白这点，没有继续先前的话题，看了看秦川手中的地契，说道：“这处商铺在紫罗兰街，算是黄金位置了，看来伊迪丝对你很满意。”秦川自得一笑，思索片刻说道：“雷教官，等我开业的时候，不知能否劳烦您大驾光临？天启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想要在贝里城站稳脚跟，必须和各方势力打好交道。”雷华奥作为城主亲卫队教官，震慑力十足，只要他愿意出席，那么很多麻烦就会不翼而飞。雷华奥沉吟片刻，说道：“没问题。”看在伊迪丝的面子上，雷华奥是肯定会去的。另外，雷华奥也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干掉了铁钩杰克的异乡人。他有预感，贝里城的现有格局或许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发生改变。念及此，雷华奥心头一动，说道：“我收到消息，说城外有一伙哥布林作乱，影响了商路通行，你能帮我去看看吗？”丁，触发任务：作乱的哥布林。任务描述：贝里城东面出现了哥布林的踪迹，严重影响了商队的安全，请前往讨伐。任务要求：摧毁哥布林巢穴。任务奖励：经验值5000，银币50。雷华奥好感度10。秦川倒是没想到，竟然这都能触发任务。反正他也要去练级，刷啥不是刷，哥布林就哥布林吧，还能提升雷华奥的声望，何乐不为呢？当即正色道：“能帮雷教官排忧解难，是我的分内之事。”雷华奥脸上带着满意，从怀里取出一枚印章，事情解决后回来找我，拿着这枚令牌，你能进入行政区。丁，你已获得雷华奥的令牌。秦川心头一喜，没想到这么快就获得通行令牌了。行政区可是好地方，隐藏任务一堆，奖励还都很丰厚。最重要的是，这是打开贝里城上层社会大门的钥匙。既然首战选择了贝里城，那么后续很长一段时间，秦川都会在这里活动，这枚令牌至关重要。秦川接过令牌，大步往城外走去。他现在不急着去登记商铺了，就算有地契在手，也免不了被商业主管敲竹杠。但要是有雷华奥领路，那就不同了，不仅没有额外费用，效率也是出奇的高。来到城外，秦川先是打开技能面板，准备净化暗影前行。本次净化消耗8净化点，是否净化暗影前行？是。丁，暗影前行已净化，品质提升，青铜白银。暗影前行 LV4 白银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60 百分号加1600，伤害消耗20魔力，冷却时间14秒。冷却时间只有14秒了，这意味着秦川的攻击频率将再度提升，能打出更高的总输出。净化了暗影前行之后，摆在秦川面前的是2个选择。之前手通猩红墓穴获得了10点技能点，一直没用，这次一并用掉。至于这10点技能点如何分配，却是让秦川有些犯难。如果全部提升暗石之雨，是可以一口气抬到4级，伤害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秦川也想继续升级暗影前行。
但是10点技能点又不足以连升2级，只升1级的话，剩下的5点技能点也只能让暗石之语升2级，还会剩下2点。思索片刻，秦川决定先升级暗影前行，再升2级暗石之语。技能点剩下就剩下吧，后面总用得上。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是暗影前行，投入再多的资源也是值得的。而暗石之语本身就达到了黄金级，基础属性够高，升个2级也算对得起他的品级了。有了决断，秦川果断动手。丁，暗影前行等级提升 LV4 LV5。暗影前行 LV5 白银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60百分号加2000，伤害消耗20魔力，冷却时间14秒。丁，暗石之语等级提升 LV1 LV2。丁，暗石之语等级提升 LV2 LV3。暗石之语 LV3 黄金级，主动技能，在目标区域召唤暗石，凝聚剑雨攻击敌人，最多15次伤害，每次造成攻击力 X50百分号加300，伤害消耗50魔力，冷却时间30秒。又是一轮新的提升，也不知道巢穴里的哥布林能不能顶得住。秦川暗道，顺着道路走了片刻，能够闻到空气中隐含的腥臭味，还有隐晦低沉的吼叫。是哥布林！哗！矮小的身影从灌木中一跃而出，拿着破烂武器，表情狰狞，从不同的方向围了上来。哥布林强盗，等级11，生命值3200，攻击220，防御165，技能敲闷棍。哥布林这种怪物，秦川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前世的时候他刷了不知道多少只。他们的特点就是欺软怕硬，而秦川也将利用这个特性找到哥布林巢穴，一举完成任务。手一抬，暗影飞刀直飞出去。为了吸引哥布林出现，秦川是没有前行的，但即便没有破影一击的伤害加成，依旧打出了超过6000的直接伤害。这就是居神的霸道，如此高额的伤害直接清空了哥布林的血条。下一秒，毒血瘟疫爆发，传染到周围的哥布林身上，齐刷刷掉了2000左右的血量。周围的哥布林大多是10来级，血量在3000到4000之间，根本扛不住持续5秒的毒血瘟疫。扑通扑通，接连不断的倒地声响起，宣告哥布林的围攻行动失败。仅存的几只哥布林当场吓破了胆子，发出怪叫，转身就跑。这是哥布林的经典战术之一，逃跑诱敌，打不过就逃命。敌人没追上来，那他们就捡回一条命。要是敌人追来了，就顺势引到巢穴去，让大部队围攻，横竖都是不亏。这个打法屡试不爽，让不少天启土著栽了大跟头。像是女骑士和神官之类的，总会很神奇的中招，也不知道到底谁是猎物。第58章送财童子。逃跑的哥布林不时回头张望，发现那个可怕的敌人跟在了后面，当即发出长短不一的叫声，通知同伴去巢穴布置陷阱，将这个敌人干掉。而这正中秦川下怀，他之前是可以将哥布林全部干掉的，但是没必要。全干掉的话，谁来给他带路呢？贝里城的商路太长了，周边地形也是错综复杂，要是自己去找哥布林巢穴，怕是得费不少功夫。但要是有哥布林带路，那就简单的多。不过这里面也有不小的风险。在哥布林巢穴里，不仅有着数量众多的普通哥布林，还有哥布林萨满、哥布林弓手等特殊个体，远程近战齐全，数量又多，是很难缠的对手。要是顶不住围攻，就算是一支小队前往，都有可能翻车。秦川自然是不怕的，大不了就前行起来丢暗石之语，连黄金级 BOSS 都看不破他的前行，更何况区区哥布林。更多的哥布林从角落里钻出来，怪叫着发动攻击。秦川反手送上飞刀，在毒血瘟疫的扩散下，每次都能干掉10几只。他的经验条也在这个过程中稳步提升，已经达到了7、8成的进度。想来等摧毁哥布林巢穴就能够升级了。之前在狂野斗技场的战斗，秦川再次认识到了毒血瘟疫的强大。只要怪物够密集，让毒血瘟疫可以不断传播刷新，那么再多的敌人都能磨死。这次讨伐哥布林巢穴，秦川也是倚仗着毒血瘟疫这一大杀器。毕竟哥布林这玩意是出了名的多，一个巢穴里面起码有数百只哥布林，单靠暗影飞刀和暗石之语，就算刀刀秒杀，打起来也很费时间。追着哥布林跑了近半小时之后，周围的场景愈发荒凉，空气中弥漫着更浓厚的臭味和血腥味。哥布林巢穴不远了。正这么想着，左前方的山坡上出现密密麻麻的身影，几十只哥布林弓手对准秦川所在的位置就是一通乱箭。同一时间，另一侧的山坡上出现了10几只手持法杖的哥布林，抬手打出闪电剑。嚯，这个巢穴规格还挺高，竟然有这么多哥布林萨满。秦川有些惊奇，这里距离贝里城也不算远，竟然出现了这种大型巢穴，有些离谱了。贝里城的军队是干什么吃的？
难道没派人定期巡逻吗？不过这个问题不在秦川需要考虑范畴内，没必要太过担心。真正要头疼的是贝里城的高层，他作为玩家，等着接任务就行。现在要做的是干掉眼前的敌人。不得不说，这些哥布林很机智，发动攻击的位置在70-80米之外。这个距离很有说法，是这一路逃亡哥布林拿命堆出来的数据。他们发现那个敌人的攻击距离在50米左右，那么站在70-80米外，想必就不会被攻击到了。哥布林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惜秦川藏了一手。他现在的属性已经足够支撑暗影飞刀命中100米外的目标，之前压着40-50米的距离就是麻痹敌人。另外，他可是有暗时之语的，这个技能的射程更远。面对2个方向的攻击，秦川激活狂乱冲刺，突破封锁的同时，对准哥布林攻手的区域释放暗时之语。漆黑的能量在哥布林攻手头顶浮现，很快就凝聚成箭矢模样从天而降，超过5000的伤害将目标直接秒杀。哥布林攻手站得远，反而让他们受到了更高的伤害。随后是第2支、第3支箭矢，等到15次攻击结束，暗时之语底下已经没有哥布林能站着了。即便是侥幸没死的哥布林攻手，也被毒血瘟疫传染到，开始齐刷刷的掉血。仅仅几秒钟，哥布林攻手就全军覆没，贡献出了丰厚的经验值。另一边的哥布林萨满也没好到哪去，在挨了一发暗影飞刀之后，重复哥布林攻手的路子，被毒血瘟疫团灭。打！打！远处躲在石头后面的哥布林发出惊恐的尖叫，他们精心准备的陷阱就这么被破了。不是说那个敌人的射程只有50米吗？怎么突然提高到70-80米了？愤怒的哥布林将逃回来的同伴撕成了碎片。该死的，让你们谎报军情！秦川大呼可惜，那可都是经验啊。不过他的计划已经达成，也不在乎这几只了。在秦川视野尽头有一个杂草扮演的山洞，那里就是哥布林巢穴。没等秦川进一步探索，洞口出现10几道绿色身影，装备更加精良的哥布林出现。相较于之前披着破布手拿木棍的哥布林，这些哥布林的装备已经提升到铁器了，攻防属性更高。但是无所谓，居神面前众生平等。暗影飞刀出手，刚刚在洞口摆开阵型，没来得及发起冲锋的哥布林当场团灭，甚至于更多在山洞里等待出战的哥布林也被一并带走。这就是毒血瘟疫的可怕，只要撑不住伤害，自身就会化为新的传染源，不断扩散死亡。游戏提示响个不停，根本停不下来，顷刻间就有超过50只哥布林被干掉。而这远远不是巢穴的全部兵力，因为在毒血瘟疫结束后没几秒，新的哥布林又出现了，数量甚至比之前更多。不过这次他们学精了，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虽然会让集体冲锋威力降低，但是总好过被一锅端。秦川自然是有所准备，暗时之语出手，轻松灭掉15只哥布林。没能全部干掉有点可惜，但不是什么大问题，等技能冷却就行。暗时之语不仅射程远，还能自动锁敌，除非哥布林相隔几十米，否则别想逃过灭顶之灾。眼看精心准备的战术没能取得半点成果，巢穴里的哥布林首领很是愤怒，接连发出嚎叫，催促哥布林出去战斗。一边是可怕的敌人，一边是自家首领，夹在中间的哥布林左右为难，只能硬着头皮冲出山洞，贡献出一波又一波的经验值。巢穴外的秦川嘴都要笑歪了，太客气了，这些哥布林真是太客气了，生怕他升级慢，组团来送经验。您已升到11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短短几分钟，超过200只哥布林被干掉，不仅让秦川原地升级，连带着进化点都顺利积攒了2点。更让秦川惊喜的是，山洞里还有哥布林冒出来。再来点，干脆让我直升20级算了。秦川喜上眉梢，看向哥布林的眼神也柔和了几分。这哪是面目可憎的哥布林，分明是送财童子啊！第59章，别打了，我投降。哥布林巢穴规模再大，也支撑不起秦川直升20级所需的经验值，除非他找到了地下哥布林王国。事实上，在秦川升到11级之后，冒头的哥布林数量就明显变少了许多。先前的战斗干掉了巢穴里起码1半以上的哥布林，连带着哥布林首领的叫声都压抑了许多。其实这个时候，哥布林首领很想知道，到底是哪个混蛋把外面的杀神带回来的？这哪是猎物，分明是有备而来的猎手。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巢穴只有一个出口，想要活命，只有冲出去干掉敌人。呜！洞穴深处传来沉闷号角声，紧接着就有整齐的脚步声响起。咚咚咚，在战鼓声中，一群魁梧的哥布林出现在洞口。他们体格强壮，
全都有接近2米的身高。这已经不是寻常哥布林，而是进化过的大哥布林，基础属性很高，达到了精英级别，装备也很精良，全身披挂铁甲不说，甚至连十字弩都有。看规格，那可不是粗制滥造的货色，反倒像是军用品。秦川有些惊奇，贝里城外出现的哥布林似乎不是偶然，更像是某些人故意布置在这里的。至于目的，除了打击贝里城的商业活动之外，恐怕是想对付某些贵族。要知道，贝里城的南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区，商路也在那边。东部这边是贵族们的产业，来往的也都是贵族商队。哥布林出现在哪部好，偏偏出现在东部，很有说法，有意思。秦川感觉自己牵扯进了贝里城的内部斗争，但要是运作好了，不仅能攫取不菲利益，也有利于他在贝里城站稳脚跟。思索间，在大哥布林队列之后，又有新的哥布林出现。10几只哥布林吭哧吭哧抬着造型滑稽的轿子，上面坐着一只身高近3米的哥布林，头顶还戴着铁冠。而且和普通绿皮哥布林不同，这一只的皮肤是红棕色的。哥布林首领，青铜级，等级15，生命值300000，300000，攻击1500，防御1200，技能装死、振奋怒吼、陷阱专家、回旋镖投掷。描述：哥布林中的佼佼者，心思狡诈，是很难缠的敌人。在天启大陆，普通哥布林只能算是底层怪物，唯一的优势就是数量多。在进化成大哥布林之后，就不容小觑了。要是侥幸再进化到哥布林首领，实力更有显著提升，比起一些中等种族都不落下风。在网上，甚至还有哥布林英雄这种超强个体存在，屠龙都不在话下。当然，在秦川眼里都没什么区别，无非是多打几个技能的事。眼下哥布林首领带着手下倾巢而出，正合秦川的心意。要是他们全部躲在巢穴里，秦川还得深入下去，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杀。现在凑在一起，那没什么好说的，一波带走。暗石之语，暗影飞刀，2个技能同时出手，轻松带走10几只大哥布林。即便他们进化到了精英级，依旧挡不住秦川的高额输出。只是没等毒血瘟疫开始扩散，周围的大哥布林就齐齐后退，离开了技能范围。吼吼！哥布林首领发出怒吼，周围的哥布林眼睛立刻变得通红，战意不断攀升，心中的恐惧感彻底消失，抬起十字弩开始攻击，箭矢仿佛雨点一般来袭。秦川一边躲闪一边观察，发现箭雨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再一看，秦川不由得爆了粗口：卧槽！连弩！秦川都无语了，到底是谁在倒卖军火呀？竟然把连弩都拿出来卖，这胆子可真是大。连弩的技术含量可不是十字弩能比的，这玩意在正规军里面都属于稀罕物，结果现在出现在哥布林手里，简直离大谱。要是没有点阴谋，秦川是不信的。而这也让他兴奋起来，他已经闻到了隐藏任务的气息。先把这个巢穴摧毁，等待雷华奥后续的任务吧。秦川暗暗思索，既然是雷华奥叫他来的，那么秦川有理由相信雷华奥已经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他要做的就是完成手头的任务，等待后续任务。另一边，哥布林首领看到连弩攻击都无法将秦川拿下，再加上那防不胜防的毒血瘟疫，眼中有些慌乱。好不容易进化到现在，难道要再次覆灭？不可能！为了搏一条生路，哥布林首领从轿子里一跃而起，手中的巨型回旋镖扔出，朝着秦川飞速来袭。在箭雨的攻势下，秦川的走位受到限制，面对回旋镖攻击，只能在回敬暗影飞刀的同时用狂乱冲刺躲避，随即潜伏在阴影中等待机会。攻势太密集，没有位移的话有些吃力，主要还是连弩有点麻烦，几十只哥布林愣是打出了一个团的火力。等待狂乱冲刺冷却的功夫，秦川也没闲着，一发暗石之雨让10几只大哥布林暴毙。即便他们彼此分散，没让毒血瘟疫扩散出去，但自身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而暗石之雨不会破影的特性，让秦川根本不用担心被反击。哥布林首领愈发惊骇，前行者在攻击的时候要离开前行状态，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为什么这次的敌人不会破影？这是什么原理？这样的强者为什么要跟他们这帮哥布林过不去？还有没有一点强者风范了？有这实力，你冲巨龙使去啊！哥布林首领内心的悲愤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能凝聚成一声怒吼，然后掉头就跑。开玩笑，他又不是死脑筋，既然打不过，为什么不跑呢？难道留下来等死吗？秦川急了，要是让这货跑了，他的任务绝对达不到最佳完成度，必然会影响后续任务的触发，甚至任务链断掉都是有可能的。念及此，秦川果断加速前进，对准哥布林首领就是一飞刀，打出超高额伤害。哥布林首领强忍剧痛，反手甩出回旋镖，没想到吧，他会杀个回马枪。
结果哥布林首领就看到那个敌人一个急停后仰，以毫厘之差险之又险地躲开了回旋镖攻击。这身手惊得哥布林首领目瞪口呆。就在秦川准备一鼓作气结束战斗的时候，哥布林首领一声大吼，很干脆地跪地求饶：“别打了，我投降。如果放我一马，我愿奉上全部宝物。”同一时间，游戏提示也响起：“叮，你已触发抉择任务，请谨慎选择。选择1，放过哥布林首领，奖励哥布林巢穴全部财富，折合1000金币。选择2，击杀哥布林首领，奖励雷华奥教官好感度+5。第60章，杀了你，宝藏还是我的。进化到首领这个等级，即便是最底层的哥布林都会拥有相当程度的智慧，会说天启大陆通用语根本不在话下。为了活命，哥布林首领开出的条件很丰厚，1000金币可不是小数字。按照目前各大工会的收购价格推算，差不多等同于4、5千万元国币了。如果是前世专注打金的秦川，大概率会放过哥布林首领一马，拿了钱就地退休。但现在这个选项对秦川来说毫无吸引力。他手头还有几件黄金级装备和一本黄金级技能书没出手，价值绝对远超1000金币的。他缺钱吗？在秦川眼里，雷华奥的5点好感度更有价值，会影响到后续任务链。秦川看着哥布林首领，露出和善笑容，戏谑道：“杀了你，宝藏还是我的。”哥布林首领表情一致：“你这家伙真是太机灵了。但是我也早有准备。”哥布林首领哈哈大笑，说道：“你以为我和那些没脑子的哥布林一样，会把宝藏放在巢穴里吗？我告诉你，那些宝藏被我另外藏起来了。”秦川竖起大拇指，不愧是进化过的哥布林，这智慧明显高了几个档次。看到秦川面带犹豫，哥布林首领趁热打铁道：“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不仅能获得丰厚宝藏，我还会介绍个大人物给你认识，保证让你在贝里城混得风生水起。”秦川心头一动，这次哥布林入侵果然有内鬼，而且他没猜错的话，这个哥布林巢穴也只是开胃菜，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哥布林出现。这代表着什么？秦川最清楚不过了，一条大型任务链。这时游戏再度给出提示：叮，抉择任务更新，请谨慎做出选择。选择1，放过哥布林首领，奖励哥布林巢穴全部财富，折合1000金币，伪装者斗篷，穿戴后可参加贝里城隐秘组织聚会。选择2，击杀哥布林首领，奖励雷华奥教官好感度+10。随着哥布林首领的加码，任务奖励也更新了一波。任务奖励的变更更让秦川看到了隐藏在贝里城黑暗中的冰山一角。眼前这个哥布林首领恐怕连那个隐秘组织的门槛都没摸到，都不知道对方组织到底叫什么。换而言之，就算答应了哥布林首领的条件，秦川也不可能真正打入隐秘组织内部，反而会因此和雷华奥教官生出间隙，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秦川心中有了决断，手腕一抬，暗影飞刀笔直飞出，精准命中哥布林首领。哥布林首领眼中闪烁着疯狂，既然对方不想让他活，那谁都别想好过。小的们，上！哥布林首领一声怒吼，追击过来的哥布林立刻一拥而上，发起攻势。眨眼之间，秦川所在的位置就被箭矢和闪电剑覆盖。虽说单次攻击不足以秒了他，但这么密集的攻击，挨上个几下，绝对是当场去世的结果。而且旁边的哥布林首领也虎视眈眈，回旋镖握在手里，随时准备攻击。秦川没有急着激活狂乱冲刺，而是发挥400点敏捷的威力，全力狂奔，速度之快，甚至带出了几道残影。哥布林首领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个敌人竟然还有底牌，他之前表现出来的速度根本不是他的极限。哥布林首领愈发苦闷，今天真是倒霉，被这么家伙盯上，恐怕是无法善终了。残存的哥布林在暗影飞刀和暗石之雨的攻势下，没撑过3个回合就全军覆没。至此，整个哥布林巢穴就只剩下眼前的哥布林首领，把他干掉，任务就完成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秦川也不想继续兜圈子，果断加快攻势，将其击杀。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一进化点。叮，哥布林巢穴已剿灭，任务完成，请前往雷华奥处提交任务。叮，隐秘组织的声望降低为仇恨。一连串的提示，秦川瞄了一眼就随手关掉。这次讨伐哥布林巢穴，除了最终的首领爆出几件战利品还算值钱外，剩下的哥布林陆陆续续掉了一些装备，都是普通级的，价值不高。至于哥布林首领的战利品，3件15级青铜装备都是偏力量型的，秦川也没准备自己用，回头挂在商铺里撑撑场面。将战利品收进戒指，秦川就准备回贝里城了。路上顺带着将升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加上，在完成特殊进阶任务之后，他每次升级都能获得不小提升，特别是敏捷，每次都能加12点，让其他玩家望尘莫及。最重要的敏捷属性有了保障，秦川就能更均衡地分配自由属性点。早在进游戏前，
秦川就已经做好规划，前期全加敏捷，提高反应速度，从而更好的单刷 BOSS。在狙神的加持下，他是不缺伤害的，保命优先。这个方法也取得了不错效果，让他多次获得首杀，获得大量额外自由属性点。以此为基础，他的敏捷早早就突破了400点，继续增加并不能带来太直观的提升，反倒是其他属性有必要提升一下。在游戏阶段，偏科式加点是没问题的，甚至会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但是考虑到天启会降临蓝星，其他属性也不能差，否则会影响角色属性和自身的融合。特别是到了大后期的神将阶段，想要超越极限，力量、体质、敏捷、精神这4大基础属性，哪一个都不能拖后腿。当然，硬要偏科加点其实也行，无非就是融合开始后，最高数值的主属性无法发挥全部效果。我现在每次升级有15点自由属性，除了敏捷之外，剩下的3个属性平均分配，每个5点，再加上装备的加持，足以拉近属性差距。秦川有了初步计较，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加点，他每次升级就相当于力量、体质、精神加11点，敏捷加12点，非常均衡。加点方法并非一成不变的，前期秦川需要足够的敏捷来支撑自己无伤单刷 BOSS， 全加敏捷是最优解。而在满足这一条件的前提下，补齐其他属性是后续重点。即便是看上去对刺客没太大用处的精神属性，也不能落下。后期的很多 BOSS 都掌握控心和幻术类技能，没有足够的精神属性是扛不住的。普通玩家受限于属性点的获得，只能重点加1-2种属性，在后续的融合阶段会被短板属性限制。秦川既然有条件全面发展，又岂会留着弱点给敌人突破？第61章，毫无防备的出现，将自由属性点平均加在力量、体质、精神上，秦川的面板也随之更新。属性：力量50，体质25，敏捷371加45，精神24。依旧有短板，这不可否认，但总归是在慢慢补齐。秦川也不急，以他目前的加点法，等到敏捷突破600的时候，其他3个属性也将达到200左右，差距并没有大到无法弥补。按照天启降临的规则，主属性和次属性之间的差距只要不超过3倍，就不会影响到角色和现实的融合。根据秦川的推算，等到第1阶段的融合开始，他的属性差距已经达标，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而且秦川还有备选方案，目前为止他获得的首杀只有到黄金级，后续还有暗金级、史诗级和传说级，这3个品级的 BOSS 首杀奖励可是丰厚到让秦川都流口水的。再加上其他特殊事件，起码还能再获得几百自由属性点，用来拉平差距根本不在话下。另外，游戏中还会产出各种增加属性的道具，对普通玩家来说遥不可及，但秦川想获得就太轻松了。最简单的就是拿钱买，所以属性问题秦川从未太过紧张，他有的是办法解决。秦川折返回到哥布林巢穴，虽然哥布林首领说宝藏在其他地方，但是根据他对哥布林的了解，那家伙肯定在老巢里藏了一部分的。另外，从之前的军用连弩来看，巢穴里怕是还有大量军用装备，不拿白不拿。顺着通道往下，借助墙壁上的昏暗油灯，秦川顺利来到巢穴最深处。这里被挖出来10几个测试，功能不一，部分用来储存食物，更多的则是杂乱堆放着武器装备。从数量看，足够武装好几百人，要是算上大哥布林身上的，总数达到了1000套。拿起一件查看，制式胸甲，普通级，防御力加30，生命值加100，装备要求10。旁边不仅有配套的腿甲、护臂、手套、战靴、头盔，连武器都配置齐全，长剑、短刀、手弩，堪称武装到了牙齿。嚯，那隐秘组织什么来头，竟然搞到这么多制式装备？秦川啧啧称奇。贝里城好歹是主城之一，结果暗地里发生这种大规模军械走私，看来城里的内鬼职位不低。但目前为止和秦川关系不大。还是那句话，他一边练级一边等着接任务就行，别的不用太在意。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都是纸老虎。而且贝里城自有城情，他一个外人不便插手。不过这些装备倒是不能错过，可惜数量实在太多，秦川就算把戒指堆满了也装不下全部，只能选卖相好的。即便如此，还是把戒指装得满满当当。曾经秦川觉得拥有男爵指环已经算是能装了，没想到还是高估了自己。这些装备摆在商铺里不太合适，秦川捏着下巴思索。这些是制式军用装备，摆在商铺里纯粹找不自在，大概率是开店就被当场查封。游戏里的商铺是玩家财产不假，但主城官方是有权查封的，虽说不至于被收回地契，也是重大损失。商铺不能开，和白菜有什么区别？秦川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已经想到如何处理了。
当即打开好友栏，刚想给龙腾天下发条信息，结果对方的信息先来了。夜游神大佬，我收到一本技能书，随信息而来的还有相关属性：闪烁，青铜级，主动技能，向目标方向进行闪烁，最大距离15米，消耗30魔力，冷却时间60秒。好家伙，秦川直呼好家伙，他一直苦寻不得的位移技能竟然就这样毫无防备的出现了，而且还是闪烁，这可是少有的通用位移技能。虽然只有青铜级，但是在秦川眼里价值堪比黄金级。和剔骨双刃的狂乱冲刺不同，闪烁是直接出现在目标位置，并没有移动的过程，这一点至关重要。有运动轨迹就会被预判，要是刹不住车，就会一头撞在敌人攻击上，最终结果就是我杀了我自己。但闪烁不同，除非敌人预判到了落地位置，否则别想中途拦截。硬要说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位移距离太短和冷却时间太长了。在秦川眼里，这都不叫事，大不了多进化2次罢了。思索间，龙腾天下再度发来信息：大佬，你在哪个主城？等我们到10级，第一时间把技能书给你送过去。龙腾天下没有说自己花了多少代价收到的这本技能书，因为没必要。说了有什么用呢？难道想让夜游神成他的人情？那只会适得其反。别忘了，之前他可是预收了2件白银级装备的，当时答应了2本技能书，现在只搞到1本。硬说起来，反而是他们办事效率低。看到夜游神没有回复，龙腾天下有些忐忑道：大佬，当时咱们约定的是远程技能书，不过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觉得你用得上这个技能，所以冒昧询问。你要是不满意，我再让人去收。秦川回道：我很满意，这个技能的价值可比2本远程技能书高得多。在获得暗时之语之后，秦川对于远程技能已经没有太大的执念了，反倒是更需要位移技能。光靠剔骨双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现在龙腾天下送来好消息，秦川哪有不满意的道理？对方这么上路子，秦川也不能小气，再度发信息道：这本技能书在哪个新手村，我自己去拿。至于之前的条件，这本技能书已经满足了，不用额外再找远程技能书。当然，你那边要是有多余的，我可以按市价收。说起来，我正好有事找你，我这边有一些10级装备，都是普通级的，属性一般，你需要的话就收去，给你打8折。一连串的回复让龙腾天下的心情愈发欣喜。看看什么叫大佬的格局，不仅免了1本技能书，还有装备出给他。普通级装备他用不上，但公会那么多成员呢，总有人需要的。这游戏爆率太低了，很多玩家到现在还穿着新手3件套呢。再看秦川发来的截图，龙腾天下惊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你管这一背包近100件装备叫一些？不愧是大佬，这数量观念果然与众不同。第62章，你这样显得我很呆。本来在龙腾天下的设想中，夜游神说的有装备，顶天了也就10几件，结果发过来的截图满满当当，粗略估算起码有7、80件。龙腾天下很想知道，这个数量用一些来形容，真的合适吗？还有，你这什么背包，怎么这么能装？大家的初始背包不都是10格吗？龙腾天下陷入了沉思。旁边的刺客队友齐道：老大，你这是什么表情？难道夜游神对闪烁技能不满意？小雪摇头说道：不会，位移技能是所有玩家都需要的，夜游神应该也不例外，而且他习惯单刷 BOSS， 更需要位移技能来走位躲伤害。我猜测老板这个样子是有其他原因。龙腾天下回过神来，赞许道：知我者，小雪也。顿了一下补充道：夜游神大佬说了，他对闪烁技能很满意，可以折算成2本技能书。射手竖起大拇指，不愧是我的宿敌，果然大气。刺客斜着眼，毫不客气说道：你什么档次，还想当夜游神大佬的宿敌？射手气得嘴都歪了，怒道：你小子过会下线了别跑，看我怎么收拾你。龙腾天下摆摆手，制止了2人的拌嘴，接着说道：夜游神有一些装备要出过我。刺客赶紧问道：有我用的吗？龙腾天下表情一滞，他还真没细问。刺客当即哭天抢地大喊起来：好啊，你个没良心的，咱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都忘了吗？射手在旁补刀：呵呵，夜游神大佬是刺客，哪有多余装备给你啊？老大，有射手装备吗？龙腾天下沉默不语。射手也哭天抢地，和刺客抱头痛哭。完了，他们失宠了。龙腾天下只能硬着头皮给秦川发去信息：那个大佬，有刺客和射手用的装备吗？说到这个，秦川倒是想起来，他手上有2把换下来的武器，5级的兔牙匕首和10级的极血之刃。本来是想挂在商铺的，不过既然龙腾天下问起，索性出给他算了，当即回道：射手的没有，刺客的武器有2把。说着把相关属性发了过去。龙腾天下看向刺客的目光带着几分羡慕，便宜这家伙了。
夜游神大佬怎么就不是战士呢？刺客看到龙腾天下的表情，搓着手兴奋问道：“是不是有好消息？”龙腾天下将装备属性发在小队频道里，刺客连声说道：“还好我当初机智，选择了刺客，以后光是拿夜游神大佬的淘汰装备都能起飞喽。”刺客接着说道：“我和夜游神大佬用同样的装备，约等于我就是夜游神，所以我还是和夜游神5-5开。”小队众人纷纷竖起大拇指：“你小子可真是个天才！”说笑完毕，龙腾天下发信息给秦川问道：“大佬，你从主城回新手村会不会很麻烦？那本技能书没在他手上，是他的副会长收到的，没在一个新手村。”夜游神说要自己去拿，龙腾天下有点不好意思让大佬这么折腾。这个问题秦川倒是没怎么在意，传送是需要花费，但是比起闪烁技能书根本不值一提。主要是如果等龙腾天下他们升到10级前往主城，怕是得等个1-2天，太久了。问清了技能书的位置，秦川果断离开哥布林巢穴。他最终也没找到哥布林首领的宝藏，那家伙还真是说到做到，真的把宝藏放在别的地方，是个机智的哥布林。不过能收获1背包的装备，价值也不低了。秦川准备先回贝里城找雷华奥把任务交掉，再传送到10086号新手村拿技能书，然后再传送到9527新手村，把包里的装备出给龙腾天下。这段时间正好让龙腾天下去收金币。回到贝里城，城里已经恢复了平静，先前黑市的动静并没有扩散开来，城里的 NPC 也不再过多关注。反正在他们的印象里，黑市隔3差5就会传来爆炸声，只要最终没有危机贝里城，他们也懒得去管。连城主都没说什么呢，他们说话有用吗？秦川直奔北城的行政区，在出示了雷华奥的令牌之后顺利进去，在卫兵的带领下找到了正在训练新兵的雷华奥。雷华奥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随口说道：“没找到那帮哥布林。”“不用放在心上，我的人也找了好几天，始终没多大进展。”秦川将哥布林首领的脑袋拿出来，还有他的回旋镖武器，说道：“信不辱命，把巢穴摧毁了。”雷华奥的话堵在喉咙口，他是觉得这个异乡人本事很高，毕竟通过了伊迪丝考验，还把铁钩杰克干掉了。但你这么高效的把哥布林巢穴找到并摧毁，岂不是显得我很呆？好在雷华奥也不是小气的人，很快就平复心情，赞许道：“好，干得漂亮。”说着叫来副官，取了一个钱袋递给秦川：“给，这是悬赏奖励。”丁，任务完成，获得经验值5000，银币50，雷华奥好感度加10。丁，抉择任务完成，雷华奥好感度加10。随后，雷华奥问起了秦川战斗过程，在得知有军用连弩之后，雷华奥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思索片刻，雷华奥说道：“这件事先不要声张，我会派人调查。”秦川点点头，都听教官的。雷华奥接着说道：“后续的安排，等调查有了眉目再找你。”秦川心头大定，稳了，后续任务稳了。商议片刻，秦川告辞离开。他还得去趟新手村。来到城市中心的传送阵，秦川踏步登上。传送至10086新手村需要50银币，是否传送？传送！光芒闪过，秦川消失在原地。等到视线恢复，秦川看到10几个顶着龙腾前缀的玩家走了过来。是夜游神大佬吗？为首的玩家名为龙腾关天景，就是他了。弄到了闪烁技能书的龙腾工会副会长。秦川展示出 ID 表明身份，关天景发起交易，将闪烁技能书摆了上来。他已经收到会长信息，说夜游神大佬会传送过来自取技能书，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交易完成，关天景犹豫再三，鼓起勇气问道：“大佬，能加个好友不？你放心，我平时绝对不打扰你。”秦川也没拒绝。据龙腾天下所说，这次能获得闪烁技能，这位副会长是出了大力的。说实话，秦川原以为能收到黑铁级技能书已经是极限了，毕竟新手村的资源就那么多，而且玩家等级普遍较低，打不出什么太好的东西。结果冒出来青铜级的，看来这位副会长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秦川有预感，后续可能还会有惊喜。第63章，你怎么才4级？关天景这会有些晕乎乎的，他竟然真的加到夜游神大佬好友了。再三查看好友栏里的 ID， 关天景终于确定他真的加到了，当即给会长发去信息：“老大，我加到大佬好友了。”龙腾天下顿时觉得心里酸溜溜的，明明是他先。不过副会长能加到夜游神好友，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之前只有他单线联系，总觉得不保险，万一哪天大佬看他不顺眼，把他屏蔽了，那不就完犊子了。念及此，龙腾天下给关天景回复道：“既然通过了，就好好珍惜，绝对不要惹大佬生气，否则我会很生气。”你的懂。关天景自信回道：“老大放心，绝对不会让大佬厌烦。”立下军令状后，
关天景看向秦川，说道：“大佬，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我随叫随到。”秦川点点头，有事会让你们会长安排的，先走了。说完返回到传送阵，您拥有村落保卫者称号，可免费传送至其他新手村，目标9527新手村，是否传送？秦川有些意外，没想到之前获得的称号竟然还有这种隐藏效果，可惜不能减免主城到新手村之间的传送费用，但总归能省不少。以现在的金价，50银币可不是小数字，也就是秦川财大气粗，可以连续传送。正常玩家前期做个免费传送阵到主城就是极限了。传送！当秦川出现在9527新手村的时候，村长巴鲁第一时间跑了过来，面带激动，隔了老远就大喊：“英雄，你回来了！”原本在交任务的玩家只觉得眼前一花，村长竟然不见了，当即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他辛辛苦苦疏通了全村的马桶，难道这老登要赖账？不能忍！这名玩家当即追了上去，然后看到传送阵那边出现了一个玩家，心中很是疑惑。新手村传送阵达到10级才能使用呢，这又是谁？再一琢磨，顿时叫了起来：“卧槽，夜游神！”旁边路过的玩家顿时来了精神，连连问道：“真的假的？夜游神不是去主城了吗？怎么会在这？你小子别看错 ID， 我可是听说现在有不少冒牌货。别提了，我刚才还被一个叫夜游神的家伙骗了10个铜币，亏他好意思下手，真气人。你是怎么被骗的？说一下，让我们有心理准备呢。”那家伙说要建立工会，缺少启动资金，只要我捐钱，就封我做副会长。你是真的该？随着消息传开，更多玩家凑到近前，想看看到底是不是夜游神。其实很好确认，因为现阶段能穿一身装备的，除了夜游神还能有谁？他们这些人可都穿着新手3件套呢。很快，收到消息的龙腾天下带着队员跑了回来，连连致歉，不好意思让大佬多跑了一趟。秦川摆摆手，没事，顺路。反正他在新手村之间传送不花钱，来一趟也没什么。而且龙腾天下也算是重要合作伙伴，要给个面子。寒暄完毕，秦川说道：“这些装备呢，我也不跟你多要，一件500，总共80件。10级普通装备的价值其实还能更高一些，毕竟这游戏的爆率是真的很低。”但秦川无所谓，这些装备本来就是白捡的，卖个4万块钱已经可以了。真正值钱的是那些高级装备。龙腾天下早已激动得热泪盈眶，大佬果然记着我的好。他很清楚，这些10级装备虽然都是最低的普通级，但并不意味着没价值，相反还很值钱。玩家们到了10级，面对属性暴涨的怪物，多一件装备就能更快的练级，由此带来的收益可远不止500块。有这80件装备在手，龙腾天下可以通过查漏补缺的方式，武装出4-5支精英小队，然后打出更多的装备武装其他工会成员。如此良性循环之下，龙腾王朝的实力将会突飞猛进。周围的玩家听到有80件装备，眼睛都直了。沃尼玛，夜游神是开挂了吧？怎么装备爆率这么高？他们砍兔子到现在，新手短刀都要卷刃了，除了兔毛就没见过别的。结果大佬一出手，直接80件，离谱！还有，您这是什么背包？怎么这么能装？而更让玩家们震惊的还在后头。秦川取出兔牙匕首和极血之刃，说道：“这2件装备的属性你也看过，准备出多少？”这个问题之前龙腾天下和队员商量过，有了一个初步数字，当即小心翼翼说道：“兔牙匕首是黑铁级，就按20金币；极血之刃是白银级，不过毕竟等级要求高，大佬你看200金币行不行？”以现在的行情，200金币在1000万元国币左右，已经算是绝对高价了。但是极血之刃值这个价，刺客玩家在10级装备上极血之刃，攻击力暴涨，不管是练级还是做职业进阶，都会轻松许多。特别是职业进阶，要是能完成高一个难度的进阶任务，那回报可就远不止1000万了。而200金币这个价格也让秦川觉得很舒服，符合他的心理预期。有道是在商言商，秦川不需要龙腾天下一味的给高价讨好他。装备交易不需要掺杂其他因素，只要你给的价格合适，我能接受，那就成交。没必要搞得好像欠了你人情，或者是我在卖人情给你一样。思索片刻，秦川说道：“这个价格没问题。”他不是墨迹的性子，当即发起交易，收获220金币。另外的4万块，龙腾天下直接打他虚拟卡里。交易结束，秦川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有些疑惑地问道：“你怎么才4级？”龙腾天下顿时说不出话来了。大佬，您要不要仔细看看，周围的玩家普遍都只有1-2级呢，我4级已经算很高了好吗？但是在看到秦川等级之后，龙腾天下觉得大佬说的很对，大佬都11级了，他才4级，是得支持了。龙腾天下苦笑道：“大佬，不是我不想快升级，实在是做不到啊。
您老人家给的5级装备还穿不上，打怪太慢了。秦川一琢磨，好像是这个道理。考虑到后续的计划需要龙腾天下的协助，秦川决定帮他一把。当然不白帮，接下来1个小时我带你升级，能升到多少就看你的运气了。一个人50万，很合理吧？第64章，你的时间非常值钱。龙腾天下眨眨眼，以为自己听错了，倒不是觉得一个人50万很贵，而是夜游神大佬竟然愿意屈尊降贵带他升级。龙腾天下看向刺客，喃喃道：“掐我一把，我不是在做梦吧？”刺客非常实诚，使劲一掐，痛得龙腾天下差点飞起来。而这也让他确信自己没听错，大佬真的愿意花1个小时带他升级。龙腾天下连忙说道：“合理，绝对合理。大佬，我要4个人的位置，您要现金还是金币？”他不是吃独食的性子，听到有这好事立刻想到了老队友。主要是他一个人升级也没用，他又不是夜游神，没有队友的话，空有等级也没多少练级效率，反倒是把队友等级一起带上去，练级会更快。只要达到5级，他们小队就能换上好几件装备，堪称鸟枪换炮。后续就算没有大佬带升级，效率也会比现在快上几倍。要是到了10级，换上之前收购的白银级装备，那效率更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当然了，比起真正的大佬夜游神，那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于龙腾天下的选择，秦川并不意外。他现在的这支4人小队是一路打拼过来的，感情深厚。即便到了天启降临，他们依旧并肩奋战。想了想，秦川说道：“直接现金打卡吧。”算上这次收的金币，他手上的金币达到了250，一个非常微妙的数字，足够现阶段使用了，再多也没太大意义。原本买商铺倒是需要不少金币，但他通过和伊迪丝的交易，以极小的代价达成了目标，省下了不少金币，倒不如拿点盐国币，回头下线了，出门买个房，岂不美哉？周围的玩家都听傻了，一个人50万，那4个人就是200万了。而这么昂贵的价格，仅仅是夜游神带升级1个小时，换而言之，时薪200万。我的发，有钱人的世界都这么豪横吗？有玩家掰起手指头算了起来，我现在月薪3000，能够让大佬带我21.6秒。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强多了，能让大佬带我30秒。咱就是想问问，大佬能带10秒的吗？我5秒说话了吗？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兄弟你在哪家黑心厂打螺丝，也太惨了吧！一群渣渣，我能让大佬带我2分钟。月入16000，你也是高手。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现在觉得自己像个穷光蛋。超，能不能别说这个话题了，心累。你的时间非常值钱，快来算算能让夜游神带多久吧。我也要当大佬，我也要时薪200万。洗洗睡。在玩家们计算自己1个月能值多少秒的时候，秦川带着龙腾小队走出新手村，前往野狼平原。不是野猪打不起，而是野狼更有性价比。虽说狼王刚刚被干掉，但狼群是很有韧性的，会继续战斗。以龙腾天下这支队伍的等级，只要一进野狼平原，那就是黑夜中的灯泡，连引怪都不用，等着狼群过来就行。而这正是秦川想看到的，他要做的就是甩出一飞刀，然后坐等毒血瘟疫表演。玩家龙腾天下邀请您加入队伍，是否同意？同意。玩家夜游神已加入小队。一进队伍，秦川就收到了热烈欢迎。哇，是大佬！我要截图发论坛，酸死那帮酸萝卜！妈妈，我和夜游神组队了，我有出息了。龙腾天下的3个核心队友，秦川其实都认识，不过那是前世的时候，现在没什么基础，也就没有贸然攀谈，只是淡淡说道：“大家太客气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玩家。”小雪苦笑道：“如果是别人这么说，我会觉得他很能装，但大佬的语气如此淡定，我又觉得他真是这么认为的。”刺客说道：“大佬太谦虚了，你要是普通玩家，那我们岂不是住在下水道了？”射手则是带着3分期盼、3分慌乱、4分紧张，问出心中疑惑：“大佬，冒昧问一下，你在现实里玩射击吗？”秦川随口回道：“不玩。”射手长出一口气：“好了，论现实射击，他绝对强过夜游神，所以他依旧和夜游神5-5开。”看到夜游神和自己的队友有说有笑，龙腾天下松了口气，他是真担心这几个家伙嘴上没把门，万一惹到大佬，那就亏大了。好在目前来看，大佬并没有端着架子，反而非常接地气。几人说说笑笑，很快来到野狼平原。嗷呜嗷呜，此起彼伏的狼嚎声瞬间在各个方向响起。直到此时，龙腾天下才想到一个重要问题：夜游神大佬攻击力很高，秒怪不成问题，但他的攻击间隔好像很久，技能也都是单体输出，这能行吗？倒不是担心200万打水漂，而是万一大佬带升级失败，脸上挂不住，
他们会不会被灭口呢？思索间，龙腾天下听见秦川说道：“打钱啊，哦，好。”小雪，打钱。龙腾天下下意识的接话，小雪也很干脆，直接转账。嘿，不是自己的钱花起来就是不心疼吗？200万到账，秦川也没多废话，抬手对准30米外的野狼就是一记暗影飞刀。负3757，弱点攻击。秦川没有前行，也就打不出破影一击伤害，但3000多的伤害已经足够秒杀野狼了。好！龙腾天下大声叫好，连连鼓掌，刚想吹捧2句热个场，就看到野狼尸体上爆发出一团墨绿色血雾，随风飘荡到了旁边的几头野狼身上。下一秒，伤害数字齐刷刷飘了起来，眨眼之间，那几头野狼也原地去世。熟悉的一幕出现，绿色血雾爆发，传染给新的野狼。野狼暴毙，继续爆发血雾。还没等龙腾天下回过神来，血雾的爆发点就扩散到了70-80米之外。再一看，起码有100多条游戏提示疯狂刷屏。与此同时，他的经验条也往前蹦了一大截。照这个进度下去，怕是用不了2分钟，他们就能升到5级。正这么想着呢，龙腾天下身躯一震，在远处更多血雾爆发的同时，他升级了。龙腾天下陷入沉思。此刻，射手和牧师小雪也都陷入了沉思。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呢？第65章，我要举报龙腾天下开挂。龙腾天下从未想过练级是如此轻松简单的事。在此之前，他们师徒不是，他们小队4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一路和野猪斗智斗勇，终于升到了4级。虽然不能和夜游神这种顶级大佬比，但比起普通玩家已经是绝对的高效了。即便是和其他公会的精英小队比起来，也是稳占上风，心里还是有几分傲气的。但是现在，他们切身体会到坐火箭一样的升级速度之后，心中有了一个奇怪念头，要不问问大佬能不能包年，再让他们苦哈哈的回去练级，怕是要接受不了现实，心理落差太大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什么技能，怎么还能全自动秒怪的？一个念头出现在龙腾天下脑海，难道说夜游神真的开挂了？要不他再问问挂稳吗？思索间，牧师小雪开口问出了小队众人的疑惑：大佬，这是什么技能，竟然能无限制扩散传播？秦川摆摆手，也不是无限，有距离限制的，只不过狼群靠得近，正好满足条件。至于是什么技能，告诉你们也无妨，叫毒血瘟疫，是猩红墓穴特殊模式的最终 BOSS 掉落。顿了一下，秦川两手一摊，咱们新手村的猩红墓穴特殊模式被我打通，已经没了。猩红墓穴作为副本是永久存在的，但特殊模式却只有一次，确切来说是各个新手村都是一次。血族还没富裕到可以往猩红墓穴安排更多的男爵。天启和常规游戏不同，许多怪物都是一次性的，特别是血族男爵这种有名有姓的 BOSS， 更是杀一个少一个。而这也导致了毒血瘟疫这个技能格外稀缺。前世的时候，秦川作为全球10大高手都没学过这个技能，可见其稀缺性。没办法，这个技能获取条件太苛刻了。首先要得打通噩梦难度的猩红墓穴特殊模式。作为新手村副本，猩红墓穴入场等级上限只有10级，在这个等级，许多玩家连一身普通装备都没有，拿头去打噩梦难度。退一步讲，就算凑齐了装备，能打通噩梦难度，那也得有特殊模式才行。要是再侥幸一点，过了特殊模式，能不能爆出毒血瘟疫技能书还是个问题。现阶段放眼全球，掌握毒血瘟疫的玩家恐怕都只有秦川这一个，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只有他这一个。听到秦川的话，龙腾小队若有所思，他们有自知之明，除非能凑齐一身10级白银黄金级装备，否则是打不通特殊模式的。甚至就算有装备都打不过，他们可做不到无限前行规避伤害。所以几人也只能在心里羡慕一下夜游神的操作，他们学不来的。秦川宽慰道，类似的技能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以后多关注就行。龙腾天下点点头，大佬说得对。说话间，毒血瘟疫的传播告一段落，先前围杀过来的野狼已经全军覆没了。秦川语气干脆道，换个地方。野狼平原面积辽阔，这一片的野狼被干掉，其他区域还是有的。龙腾天下好歹花了200万，不能让他白花钱，拿钱办事这点操守秦川还是有的。对此，龙腾天下自然是再乐意不过。其实就算秦川不想动弹，留在原地等怪刷新，他也不会反对。能升到5级已经够了，换上那几件黑铁装备，练级会快很多的。众人走了几分钟，周围的狼嚎声重新变得密集起来，荒草晃动，狼群从左右2个方向围了过来。龙腾天下惊讶道，好聪明的野怪。狼群或许不知道毒血瘟疫的特点，但也在试探，既然一个方向不行，
那就2个方向同时进攻。秦川淡定说道：“新手村的怪也就那样，真要说聪明，还得是出了新手村以后的怪物。”听到这番话，龙腾天下愈发惊奇，连大佬都说野怪聪明，看来是真的聪明。这什么游戏？怎么净跟玩家对着干呢？狗策划还想不想赚钱了？哦，这个游戏没有充值通道啊，那没事了。龙腾天下压下心头想法，问道：“大佬，要我们帮忙不？”在龙腾天下看来，夜游神就算一飞刀秒了一边的野狼，另一边怕是就不好处理了。正好他升到5级，换上了兔骨盾牌，定然能在大佬面前露一手。秦川随口说道：“不用，我能处理。”暗影飞刀、暗石之羽，2个技能一左一右飞出，开启了新一轮的杀戮。狼群有智慧，但不多。毒血瘟疫传播速度极快，眨眼间就把2个方向的狼群悉数葬送。庞大的经验值落下，让龙腾小队齐齐升了1级。而此时，距离他们上次升级连10分钟都没到。龙腾天下仰天长叹，这200万花的可太值了。他是万万没想到，大佬说带他升级，竟然是这么个升法。这乃是升级啊，简直就是飞升。3个队友也是精神恍惚。大佬一出手，升级竟然这么简单，他们之前受的苦跟白受了一样。龙腾天下刚想说话，却是一连收到了许多私信，都是熟识的工会会长。龙腾，你丫开挂了吧？怎么一眨眼就从4级升到6级了？老实说，你是不是找夜游神买挂了？给我也整一个呢！你个老小子，我要举报你开挂！兄弟，是不是发现卡 bug 地点了？分享一下，必有重谢。同一时间，各个新手村的玩家们也发现等级榜上有4个名字不断往上跳，速度之快，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眼花了。我没看错吧？刚才是不是有人连升了2级？我好像也看到了，而且不是1个，是4个。龙腾天下这个名字好熟悉啊，是不是龙腾王朝的会长？对对对，就是他。另外3个是他工会的骨干成员。问题是，这是怎么做到的？上一个升级这么快的是夜游神。好了，破案了，龙腾天下找夜游神买挂了，有挂不分享，菊花套电钻。我要举报龙腾天下开挂。其他玩家的议论，龙腾天下并不是很清楚。他刚刚回复完其他工会会长的询问，内心别提有多得意。你们好好看看，什么叫大佬的关爱？夜游神亲自带练级，你们有这种待遇吗？想当年，要不是自己鼓起勇气要了个好友位，恐怕也不会有今天。好像这游戏今天才开服来着。不管了，反正能有如今的成就，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还有一点点本金。第66章，想花钱还没这路子呢。大佬带升级是很爽，但龙腾天下还是有些不放心，问道：“大佬，带我们升级会不会耽误你自己练级啊？”龙腾天下补充道：“我的意思是，那个叫理查德森的家伙，他现在也是10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追上来了。他的小队已经集体6级，换上新装备后再去打野猪就很轻松了。花200万连升2级已经完全值回票价，可不能让大佬被超过。”秦川一边寻找着视野中的漏网之鱼，一边随口说道：“放心，我知道一个练级点，过会就去。”对于秦川来说，练级不差这一会，而且他在这里带龙腾天下练级也不是毫无收获。200万代练费暂且不提，光是杀怪获得的技能点，这短短10来分钟就已经又积攒了3点，加上之前的总计6点。根据他的推算，等到带完龙腾小队，再搞个4、5点进化点都不成问题。只要攒够16点，就能继续进化暗影前行，将其提升为黄金级。另外，他现在的等级是11级，这里的野狼在5到10级之间，还是能提供经验值的。虽说会打个折，但也不至于挂零。龙腾小队升了2级，他的经验条也是涨了一些的。最重要的是，秦川需要龙腾天下帮他做件事，而这需要对方升到10级前往主城。念及此，秦川决定先跟龙腾天下透个底，说道：“之前跟你提过的工会另有眉目了吗？”龙腾天下有些惭愧，说道：“大佬，我已经派人多方打听，也安排了其他新手村的工会成员一起收购，但目前为止还没什么消息。”秦川点点头，这个正常，毕竟工会另属于稀有道具，起码得打 BOSS 才掉，估计还得等等。道理是这个道理，但龙腾天下还是有些不好意思。难得大佬交代事情下来，结果没什么进展，要是让大佬失望，那就不好玩了。牧师小雪插话道：“大佬，你找工会令是想自己建工会吗？”秦川不置可否地说道：“暂时还没确定。”这是实话。一个是秦川没心思搞管理，另一个则是他发展太快，没有 S 级天赋根本跟不上他的脚步。而放眼整个天启，拥有 S 级天赋的都是凤毛麟角。不过考虑到后续的世界融合，这工会恐怕是早晚得建一个的。工会成员也可以慢慢物色起来，他可是记得不少高手的。
有机会可以试着招揽一下。收敛心神，秦川说道：“工会令的事，你有空关注就行。如果去到主城，就能在告示板上挂信息，让更多人知道你在收购工会令。对了，罗刹殿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去主城挂告示板。龙腾天下记在心头，回道：“不瞒大佬，我们龙腾王朝和罗刹殿是老对头了。听说我在收工会令，罗刹一刀斩，直接放话出2倍价格。要是真出了工会令，恐怕没那么容易拿下。”秦川思索片刻说道：“尽力而为吧。以龙腾王朝的名气，就算不是第一个建工会的，也能吸引不少玩家加入。罗刹一刀斩已经入套，接下来就是等待了。”龙腾天下挺直了腰杆，他创建的龙腾王朝获得了大佬的认可，多是一件美事。说话间，几人换了片区域继续练级。这一次，狼群更加聪明，竟然同时从3个方向发起攻势。龙腾天下直呼：“好家伙，唯3缺1，狼群背后是不是有军师啊？连战术都搞出来了。”牧师小雪提议道：“大佬，你解决左右两边，正面的狼群我们来牵制。”之前狼群左右围攻的时候，秦川用2个远程技能结束战斗，但是根据小雪的推算，应该是没有更多的远程技能了。在等待技能冷却的空档，他们这支小队正好能顶上。刺客和射手握紧武器，斗志昂扬。终于轮到他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大佬看看他们的实力。却没想到秦川摆摆手，淡定说道：“我自己来就行，不就是3个方向的进攻吗？不足挂齿。就算是4面围攻，他都有办法。”没等龙腾小队继续说话，秦川抬手就是暗影飞刀加暗石之雨，轻松解决掉2只领头的野狼，让毒血瘟疫开始肆虐。正面的狼群无所畏惧，继续接近。秦川激活狂乱冲刺，周身刮起利刃旋风，轻而易举将正面的几头野狼斩杀。以他现在的面板，双刀特效能打出1500伤害，秒杀10级野狼都不在话下。眨眼之间，来袭的狼群遭遇灭顶之灾，毒血瘟疫的恐怖再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沾上就是死，没有第2种可能性。龙腾小队站在原地，身上金光一闪，升级了。而秦川也成功收获2点进化点，外加部分经验值。唯一可惜的就是前后杀了几百只野狼，愣是没掉什么好东西，就几件普通级装备。秦川自然是看不上的，让龙腾天下510件打包拿下。这爆率让龙腾天下忍不住吐槽：“我玩了这么多游戏，还是第一次遇到爆率这么低的。”秦川淡定说道：“习惯就好。”他之前摧毁了一个哥布林巢穴，前后干掉200-300只哥布林，照样没爆出啥。大概是杀得太狠，接下来的大半小时，秦川能够明显感觉到野狼数量变少了。等到1个小时结束，龙腾小队的等级最终停留在了8级过半。秦川的收获也不小，进化点已经达到了10点，经验条也累积了1/3。至于中途爆的普通装备，零总总又卖了2万多。龙腾小队现在可谓是鸟枪换炮，人手1套装备。虽说都是普通级的，但加起来的属性也不容小觑，整体战力翻倍不止。再让他们去砍5级野猪，眨眼就搞定。龙腾天下感慨道：“大佬这一出手，起码帮我们节省了1天的时间。”小雪在心中计算片刻，补充道：“不止呢，咱们现在8级过半的经验，又换上了新装备，最多3个小时就能升到10级，前往主城开启职业进阶任务，到时候实力再提升，足以让我们领先大部队许多。”这个道理，龙腾天下也很清楚，看向秦川的目光带着感激。虽说他是花了200万才让大佬带升级，但其他人想花这钱都没路子呢。第67章，工会令的消息。带完龙腾小队，秦川就准备回贝里城了。他这一趟可谓是收获颇丰，200多金币，外加200万多现金，游戏内外都有了足够的底气。龙腾天下是个识趣的，没有多废话，而是正色道：“大佬，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只管开口，龙腾王朝将全力支持。”秦川点点头，有事会找你，先走了。和牧师小雪几人说了2句，秦川折返回新手村。结果还没等他走到传送阵，就被围住了。好几个工会的会长走过来，用期盼的语气问道：“大佬，还带升级不？您放心，价钱绝对包您满意。我听说您带龙腾天下是50万1小时，我出双倍。俺也一样。大佬，咱们都是一个新手村的，不能偏心啊。我何尝不想1个小时连升4级呢？只希望大佬给个机会。”在下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现在看到夜游神，如同久旱逢甘霖，请容我喊一声义父。这几位会长很清楚，天启注定是要火爆全球的，只要能获得优势，现在的花费将会10倍100倍的赚回来。别的不说，就说龙腾小队，他们齐刷刷升到8级，位列等级榜前列，这里面可是有很多好处的。首先就是打响了名气，现在游戏里就2个榜单，等级榜和名望榜，不管在哪一个上出现，都能让无数玩家看到
能极大的提升名气。同样两个公会，一个会长榜上有名，另一个不知道在哪，路人玩家会选哪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好处不仅如此，等级高了，意味着能穿更高等级的装备，打怪更快，升级自然也快。升级快，属性就多，就能打更高级的 BOSS。如此良性循环之下，领先优势只会越来越大。这里面的收益可不是区区几百万能比的。所以在听说夜游神返回新手村之后，他们赶紧追了过来。只要大佬答应带他们升级，别说是1小时50万、100万都行。他们在座的哪个不是资产过亿，根本不怕花钱。秦川恍然，原来是找他代练的。虽说这门生意很不错，回报超高，但他花1小时带龙腾小队已经是极限，最多就没必要了。而且他带龙腾天下也是为了更好的坑罗刹一刀斩，可不是闲的没事。念及此，秦川果断拒绝了众人，踏上传送阵返回贝里城。心里则是在琢磨，龙腾天下升到8级，想必罗刹一刀斩这会已经坐不住了吧。事实也正如秦川所想，罗刹一刀斩好不容易摆平了蹲复火点的风波，终于有机会能安心练级，结果就看到龙腾天下的等级跟坐了火箭一样起飞。再一打听，竟然是夜游神出面带练级。罗刹一刀斩心里那个气，之前他被夜游神当众秒杀的场子还没找回来呢，现在死对头龙腾天下等级又超过了他，夜游神欺人太甚。罗刹一刀斩表情凶狠，但是想到他在这里放再多狠话也伤不到夜游神半根毫毛，顿时又泄气了。这时有工会成员跑过来喊道：老大，好消息，大好消息啊！罗刹一刀斩没好气道：有屁快放，有话快说。手下快速说道：老大，咱们在5246新手村的兄弟发消息说，他们那里有人爆出了工会令。什么？罗刹一刀斩蹭一下立直了，追问道：真的是工会令？你小子可别蒙我！手下连忙说道：老大，这种事我怎么敢骗你呢？千真万确啊！哈哈，天助我也！罗刹一刀斩仰天大笑。龙腾天下升级再快又如何？这第一工会他要定了。出来混靠的是人多，你一个人再能打有屁用？等我建立工会，非得开团把野外 BOSS 全包圆了，你们龙腾王朝就等着吃屁吧！想到龙腾天下吃瘪的场景，罗刹一刀斩就开心的像吃了香蕉的猴子。看着罗刹一刀斩兴奋的表情，手下面带迟疑，说道：老大，那个爆出工会令的玩家说了，要去主城搞拍卖，价高者得。罗刹一刀斩的笑声戛然而止，怒道：难道你们没跟他说过我开1000万收工会令吗？手下缩了缩脖子，小声说道：说过了，本来也快谈妥了，结果龙腾王朝的人横插一脚。又是龙腾王朝！罗刹一刀斩恨不得当场带人去把龙腾天下干掉，但最终忍住了。如果是整个工会对抗，他是不怕的。龙腾王朝是顶级工会，罗刹殿又何尝不是呢？但现在工会成员随机分布在各个新手村，能聚集的人数有限，而且龙腾天下已经8级，更新过装备，再搭配他的隐藏职业，防御力惊人，真打起来，结果还真不好说。罗刹一刀斩想来想去，发现除了快点升级去主城，还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同样的消息也传到了龙腾天下手里，他赶紧发信息给秦川：大佬，有工会令消息了。秦川有些意外，前世的时候第一枚工会令可没这么早出现，差不多提前了几个小时。当然，真正的第一枚工会令一直在他手里捏着呢。看来因为他的重生，还是引起了一定的蝴蝶效应，有一点影响，倒也不是什么大事。收敛心神，秦川开始思考对策，该如何挖一个更深的坑。罗刹一刀斩，希望你别让我失望。秦川暗道，前世的时候，罗刹一刀斩为了买下第一枚工会令，可谓是砸锅卖铁，差点把裤衩都当了。这一世应该也不例外。龙腾天下再度发来信息：大佬，按照你的交代，我已经让手底下的小兄弟把事情搅和了。那个爆出工会令的玩家意识到工会令的价值，准备去主城再卖。现在很多工会都在收购金币和筹集现金，准备大干一场。秦川回道：正常，毕竟是第一枚工会令，必定会引发争抢，没有2-3亿恐怕拿不下来。他可是知道，第一个建立工会不仅有全服通告，还会开启工会排行榜。在前期，整个榜单大概率只有1家工会，这宣传效果可不是一般的大。不过现在玩家们等级都不高，所以这工会令真正开始竞拍，怕是还得等1-2天。秦川准备给这件事再加一把火，和龙腾天下聊了几句，就前去寻找雷华奥。是时候登记商铺了。第68章登记商铺。看到秦川前来，雷华奥有些意外，问道：有新的发现？他说的自然是指哥布林。虽然巢穴被摧毁，但雷华奥知道事情远没有结束。那批军用物资是怎么跑到哥布林手里的？他已经派人前去调查，只是目前还没有回信。雷华奥心里也知道，
怕是没那么容易查出来。那可是崭新的军用品，他手下都没换装多少呢，哥布林那边反倒先用上了，就离谱。里面有多少黑暗，恐怕想都想不到。秦川摇摇头，回道：没有，那帮人手段很隐秘，没能找到更多信息，让雷教官失望了。有没有信息，秦川其实不确定，他又没去找哥布林，而是回新手村拿闪烁技能书，顺带着赚了几百万而已。不过雷华奥问起，那就随便回答。其实他的回答也不能说错，因为根据秦川的推算，这个时间点事件进度还没往前推，肯定是查不出什么的。雷华奥摆手道：无妨。随后又问道：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秦川回道：雷教官，我准备去登记商铺到我名下，但初来乍到，不知道有什么规矩，所以来请教一番。雷华奥恍然，原来是这件事，倒是他疏忽了。想要真正拥有贝里城的商铺，除了获得地契之外，还得去商业部登记造册，里面的门道可多着呢。别说是异乡人，就算是贝里城居民都不一定搞得定。想到秦川帮他清剿了哥布林巢穴，还带回来重要线索，雷华奥觉得有必要帮一把，当即说道：正好我这会没什么事，就带你走一趟。秦川连忙说道：多谢雷教官。雷华奥叫来几名卫兵，带着秦川一同前往商业部。贝里城的商业部倒是不远，走了10几分钟就到了。不少来往的 NPC 看到秦川之后面带惊奇，这个异乡人竟然是和雷教官一起来的，到底什么来头？得留下来看看情况。在雷华奥的带领下，秦川顺畅无阻地来到了登记处。正常来说，玩家想要登记商铺，除了地契和正常费用之外，还得给商业部主管不少好处，否则就慢慢等吧。天启就是这么真实。在雷华奥的监督下，登记工作前所未有的顺利。很快，秦川就收到了游戏提示：丁，你已正式拥有贝里城商铺，本次为玩家首次获得游戏内产业，即将进行通报，您可附带不超过30字的留言。和常规全服通报不同，商铺的通报是可以打一次广告的。至于说什么，秦川自然是早有方案。玩家夜游神获得贝里城商铺，位于紫罗兰街5号。以下为玩家夜游神留言：商铺开业，现有黄金级装备数件，欢迎选购，另提供拍卖场地。一连2条提示让玩家们都震惊了。啥？还能在游戏里买商铺？能不能把充值通道打开啊？他们也要买房？还有，他们没听错吧？黄金级装备？沃尼玛，大佬就是大佬，他们连普通级装备都没打到呢，大佬都开始出售黄金级装备了。一时之间，申请秦川好友的玩家又多了好几百万。龙腾天下也发来信息：大佬，你啥时候打到的黄金级装备？秦川回道：之前打猩红墓穴报的2件法系用不上，索性挂在商铺出掉。龙腾天下竟然无言以对，思索片刻，发信息道：大佬，那2件装备能不能先留一下，等我凑点资金。黄金级法系装备正好可以给小雪装备上。作为隐藏职业神火牧师，他提升了，能带动整个小队一起变强。当然，龙腾天下也知道，这次想要拿下黄金级装备，必定要大出血的。其他工会收到消息，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特别是那些会长自己就是法系的，必定会豪掷千金。最重要的是，龙腾天下知道，既然夜游神大佬选择在全服通报里打广告，说明他是想吸引更多买家关注的，所以他不会说让夜游神把装备直接出给他，而是会选择多收金币，用实力拿下装备。思索间，龙腾天下看到秦川又发来一条信息：刚才广告字数受限，还有件事没说，我这还有本黄金级的法系技能书。龙腾天下沉默了许久之后，缓缓打出4个字：大佬牛逼。他是万万没想到，夜游神手里竟然还有这么屌的东西。对比起来，他们找到的闪烁技能书根本不值一提。黄金级技能那得多猛，这么几件极品100，大佬的商铺必定会成为玩家们议论的焦点，贝里城也会成为最多玩家选择的主城。就算他们买不起黄金级装备，去看看也是好的。闲聊2句，秦川问道：那个爆出工会令的玩家叫什么？打了这么一个广告，要是对方还不上路子，那他也无话可说了。龙腾天下回道：叫雪中一剑侠。听我工会里的兄弟讲，这人似乎是隐藏职业，天赋等级估计不低，这枚工会令是他单刷新手村野猪王爆出来的。秦川回忆了一下，前世的时候似乎听过这个名字，一开始的确很猛，但后续就没什么印象了，显然没撑到神将阶段。前世天启融合现实之后，许多顶尖玩家突然销声匿迹，除了阴沟里帆船被怪物干掉，被特殊道具抹杀的，很大一部分是被线下单杀。这也是秦川准备换住所的原因，他这个城中村出租屋实在是不安全。有了名字，秦川打开好友申请，很快找到了雪中一剑侠，并选择通过。同一时间，远在新手村砍野猪的雪中一剑侠也收到提示，打开好友栏发来信息：
大佬久仰大名。秦川谦虚道：“客气了，虚名而已。你那枚工会令准备怎么处理？”雪中一剑侠回道：“自然是借大佬的场地卖个高价。大佬特意在全服通报提到拍卖，想来也是有这个打算吧。”秦川很是满意，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当即回复道：“我的商铺可以给你留个地方，也不收你手续费。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提前出售工会令。”第69章，想要富，多砍哥布林。对于雪中一剑侠来说，提前出售工会令没有半点好处。一开始他还不清楚这件道具的价值，毕竟以往玩的游戏建工会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当罗刹店开价1000万的时候，他震惊了。这么一笔钱足够他改善家人生活。只是没等他答应下来，龙腾王朝的人也来了，并且直接开价1200万。雪中一剑侠清楚记得，当时罗刹店的玩家气得脸都绿了，然后恶狠狠地加价到1500万。这下雪中一剑侠再迟钝也意识到了工会令的价值，当即决定再多看看。2家工会就抬价到了1500万，而且到场的还不是他们的会长。那要是有更多的工会凑在一起，岂不是还能卖到更高价？事实证明，雪中一剑侠的想法没错。后续又有几家工会和他接洽，试图收购他手里的工会令，而且开价一个比一个高，愣是抬价到了3000万。雪中一剑侠绷不住了，找了几个朋友问参考意见，最终一致认定应该再看看，起码要等第一梯队的玩家都前往主城，各大工会聚集在一起，才能确定工会令的真正价值。为此，雪中一剑侠果断加快练级脚步，准备直冲10级去主城。还没等他满10级呢，先等来了全服通告。夜游神的留言让雪中一剑侠眼睛一亮。其实他也有这样的想法，想要把工会令拍出最高价，拍卖是最合适的。但也有几个问题。首先是主城有没有拍卖行，有的话能不能让他进去，进去了会不会被黑吃黑，这都是要调查的。现在嘛，不用考虑了，直接找夜游神就行，果断发起了好友申请。等到好友通过，聊了2句之后，雪中一剑侠心头大定，要发财了。有夜游神这个活招牌，还有黄金级装备铺垫，去贝里城参加拍卖的工会绝对不会少，怕是能拍到5000万吧。雪中一剑侠有些憧憬的想到，这么大一笔钱花不完，根本花不完。至于说夜游神的条件，雪中一剑侠觉得根本不是问题，除非有第2枚工会令出现，否则他脑子被门夹了才会提前出手。当即答应道：“大佬放心，我肯定不会乱来。”不过雪中一剑侠也有顾虑，思索片刻发信息道：“大佬，咱先把话说在前头，要是有人爆出别的工会令还想提前出手，那我也不能留。”秦川回道：“这是自然。”这一点秦川并不担心，因为工会令这玩意爆率非常玄乎，除开他手里那枚不提。前世的时候，首枚工会令出现的时机比这次晚了几个小时，但总归是开服当天爆出来，而第2枚工会令则是在开服3天后才爆出来的。那回第一梯队已经在主城汇合，有更多的 BOSS 可以讨伐，这才堪堪爆出第2枚。由此可见工会令的稀缺性，所以雪中一剑侠的顾虑根本不叫事。商量妥当之后，秦川关掉聊天栏，看向雷华奥，说道：“这次多谢雷教官了。”雷华奥摆手表示不用在意，问道：“你的店铺准备什么时候正式开业？我好准备一下。”秦川计算了一下，说道：“后天早上吧。以玩家的练级热情，第一梯队会从明天开始陆续抵达10级，后天早上开业，时间差不多。”雷华奥点点头，可以，到时候我一定捧场。他有预感，这次哥布林事件还远没有结束，后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这位异乡人帮助，先打好关系总没错。另外，对方通过了伊迪丝的考验，值得关注。对此，秦川自然是不会拒绝。有雷华奥站台，贝里城的地痞流氓在找麻烦之前得先掂量掂量，就算是贝里城的贵族也要三思。登记好商铺，广告也打出去，事情就基本处理完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练级，顺带找几个 BOSS 刷一下，更新自己装备也能给商铺多准备点库存。仔细一算，要做的事其实还很多。辞别雷华奥，秦川从东门离开了贝里城。其实去哪练级都一样，贝里城外边还是有很多练级点的。不过东边有哥布林，要是能找到一点线索，就能更好的触发任务，算是一举两得。走了10几分钟，秦川想到一个问题，光靠2条腿硬走有点慢，得找机会搞只坐骑提速。野兽型 BOSS 有小几率掉落对应的坐骑，遇到了就干掉吧。秦川暗道，在获得暗石之语之后，再去单刷 BOSS 简直可以用轻松愉快来形容。没什么威胁的，就暗影飞刀加暗石之语；有威胁的，直接躲起来暗石之语。不过这也让秦川发现一个问题，他的远程技能还是不够多，特别是在学会闪烁之后，他有更多的输出空间，单靠暗影飞刀和暗石之语还不够，需要继续努力，多刷几只 BOSS，
爆点通用技能输出来，找个时间还得去黑市转转，做几个任务提升伊迪丝好感度，后续的职业专属技能还得指望他。酒馆里那帮 NPC 也有很多任务可以挖掘。思索间，几只哥布林从远处露头，怪叫着发起攻击。暗时之语，哥布林当场去世。哥布林的出现让秦川确定了自己的猜测，在贝里城东边荒野中，绝对有一个超大型哥布林巢穴，甚至是聚落。要是能找到，在里面爆发一下毒血瘟疫，那经验值不得原地起飞喽。想到这，秦川索性放弃前行，一路光明正大行走。以哥布林的尿性，肯定会来。事实证明，秦川的猜测非常正确。第一批哥布林刚解决掉，又有几只哥布林从另一边冒头。暗影飞刀，扑通扑通，在毒血瘟疫之下，这些哥布林也没撑过几秒，纷纷贡献出经验值。远处的灌木中，低沉的嘶鸣此起彼伏，更多的哥布林瞪着猩红的眼睛围杀过来。不愧是最能繁殖的小怪。秦川反手送上暗影飞刀，发出感慨：哥布林这个种族，别的都不行，唯独这繁殖力是真的强。干掉一茬又会冒出来新的一茬，根本杀不完。而这恰巧是秦川需要的。哥布林越多，他升级越快，进化点积攒也越多。另外，哥布林多了，意味着大哥布林乃至哥布林首领也会出现。那些怪爆的东西要好得多。前世的时候，玩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想要富，多砍怪，砍怪就选哥布林。第70章火魔哥布林。以秦川现在的伤害，就算是精英级别的大哥布林，在他面前都撑不住，更别说普通哥布林了。来多少杀多少，根本不带停的。特别是毒血瘟疫，在练级过程中可谓是屡见奇功。秦川一飞刀出去，马上飘起几条甚至10几条经验获取提示。很多哥布林甚至都没出现在视野中，就当场去世。秦川的经验条开始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普通哥布林的等级在10至15之间，就算没有额外加成，也基本是吃满的，经验值很是丰厚。唯一制约秦川升级速度的，其实是怪物密度。哥布林虽多，却也达不到几十上百只同时出现的程度，还是得找哥布林巢穴。秦川得出结论，野外晃荡的哥布林只能算是开胃菜，真正的大头在巢穴里。而根据哥布林的习性，只要有一个巢穴出现，那么方圆5里之内必定会有第二个巢穴，那就是秦川的目标。一路秒杀，秦川再次来到之前摧毁的巢穴，这里已经被新的哥布林占据，只不过还没成气候，加起来也就60、70只。至于大哥布林，甚至哥布林首领，一只都没有，有些可惜，但秦川也没有错过，全部干掉，收获经验值的同时，也爆了2件普通装备，回头丢商铺里卖着玩。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进化点，一路杀过来，总计又获得了2点，手头储存达到了12点之数，再有4点就能让暗影前行继续进化了。秦川很是期待，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将暗影前行进化到黄金级，将会和暗时之语一样拥有技能特性。至于为什么同样是黄金级的毒血瘟疫没有解锁特性，是因为技能获得方式的区别，一个是职业技能，一个是通用技能，自然是有区别的。前世的时候，秦川虽然没有获得异兽颅骨，但也通过其他途径进化过技能，知道其中差别。通用技能想要获得特性，需要达到更高的品级，这也是秦川没有进化毒血瘟疫的缘故。一方面是进化点不够富裕，另一方面就是性价比不如进化暗影前行。当然，后续有机会的话，肯定是要把更多技能进化的，不仅能提高伤害，也能解锁更多特性。比如暗影飞刀，根据秦川的推测，如果进化出特性，极有可能解锁群体伤害效果，类似于对路径上的全部敌人造成伤害，又或者弹射到周边怪物造成2次伤害。虽然只是猜测，但也可以说8、9不离10。所以仔细算下来，他要进化的技能还很多，因此更加迫切的想要找到哥布林巢穴。小怪加 BOSS 少说也有3、4点，如果能找到地下哥布林王国，让毒血瘟疫彻底爆发，那就起飞了，一口气收获上百点进化点都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秦川对这次的任务很上心的原因之一。要是能顺藤摸瓜找到更多哥布林，胜过他在荒野中满世界晃悠。在天启练级是要靠脑子的。呼，一枚火球拖着尾焰划过数十米距离，朝着秦川飞来。凭借超高敏捷，秦川不用位移就轻松躲开，反手回敬上暗影飞刀。从他开始找哥布林到现在，已经大半个小时，哥布林的数量也变得多起来，而且还出现了火焰哥布林这种变异体。这说明什么？秦川再清楚不过，在这附近极有可能存在哥布林巢穴。嗷嗷！哥布林濒死的嚎叫在荒野飘荡，更多的哥布林开始冒头。有提着木棍冲锋的哥布林强盗，也有放冷箭的哥布林弓手，会搓闪电剑的哥布林萨满也不时出现。再加上火焰哥布林，秦川有理由相信，
这个巢穴的规模要比之前那个还大。是谁胆敢入侵我的领地？怒吼声从远处传来，一头通体火红的哥布林在小弟的簇拥下出现。火魔哥布林，青铜级，等级15，生命值40000040000，攻击1350，防御1250，技能连珠火球、烈焰冲击波、地火喷涌、岩枪。描述：哥布林变异体掌握了火焰法术，在火魔哥布林身旁还有几只格外显眼的哥布林。哥布林萨满，黑铁级，等级12，巨力哥布林，黑铁级，等级13，铁锤哥布林，黑铁级，等级13。好家伙，秦川直呼好家伙，中大奖了！一口气出现4只 BOSS 级哥布林，至于精英级别的大哥布林，数量也有60-70只多。往下的普通哥布林更是一眼看不到头，少说300只往上。普通玩家看到这一幕，怕是腿都要软了。正常来说，想要攻略这种规模的哥布林大军，起码得2-3个团过来一起分担火力，单靠1-2个主 T 是绝对顶不住的。但对于秦川来说没什么区别，抬手一记暗影飞刀表明立场，然后直接开启暗影前行跑路，任何一秒的犹豫都是对自己小命的不尊重。轰轰，10几枚火球落下，将地面炸出半米深坑，同时还有无数箭矢覆盖了方圆10几米的区域。要是走得慢点，这会不是被火球炸死，就是被扎成刺猬。如果是之前，秦川或许会选择躲在阴影中，使用暗石之雨磨死这群哥布林，但现在手握闪烁技能，他完全可以大胆出击。先甩一发暗石之雨，秒杀15只普通哥布林的同时，也让毒血瘟疫开始扩散。呱呱击！火魔哥布林发出吼叫，四周的哥布林立刻分散开来，彼此间隔10几米，让毒血瘟疫没了用武之地。对此，秦川也不急，他早有心理准备。毒血瘟疫的缺点很明显，只要用心观察，总能找到应对方法。进化到青铜级别，火魔哥布林的智慧可不比常人低。等到暗影前行冷却，秦川果断出手，甩出暗影飞刀攻击黑铁级的哥布林萨满。-45555，弱点攻击，恐怖的伤害数字飘起来，瞬间让哥布林萨满的血条降了近1/4。同时，撕裂和毒血瘟疫也开始生效，又打掉了万血。一次出手，累计干掉了哥布林萨满30%多血量。要知道，这可是黑铁级的 BOSS， 不是普通野怪。即便如此，在秦川面前依旧不够瞧的，再出手2次，这只哥布林萨满就死定了。遭遇重创，哥布林萨满脸上露出明显的慌乱，火魔哥布林都有些震惊。原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战斗，没想到竟然遇到这么一个硬茬子。这家伙到底从哪冒出来的？怎么伤害这么夸张？第71章暗影前行的特性。火魔哥布林不清楚敌人到底从哪冒出来的，但他知道今天只有一方能活着离开。在秦川攻击破开前行之后，他也凝聚火球扔出，同时命令手下进行围攻。闪烁！秦川早有准备，跑出2步就开启闪烁，顺利冲出火力覆盖区。而且得益于闪烁的技能形态，他也不用担心一头撞在技能上，安全性高得多。突如其来的位移超出了火魔哥布林的预期，发起的攻势全部落空。秦川也再度进入前行状态，寻找下一次出手机会。还是技能不够多啊！秦川暗道，要是他有10几个远程技能，在前行之前完全可以找机会输出一波，甚至直接把哥布林萨满打死都是有可能的。但现在嘛，只能等技能冷却了。等待的功夫，秦川也没闲着，找到安全位置之后，打开好友栏，给龙腾天下发了条信息，帮我留意一下远程技能书，可以以物易物，也可以金币和现金收购。之前获得闪烁技能书的时候，秦川将其视作2本远程技能书，双方一笔勾销。现在再想要技能书，就得加钱了。对于这个要求，龙腾天下自然不会拒绝。虽说他们工会也需要，但是大佬开口，那必须把事情办妥。龙腾天下满口答应下来，大佬放心，我会留意的。回头我再找认识的会长问问，如果有合适的技能书，就帮你拿下。秦川回道：可以，要是收到了，回头送你2件装备。对秦川来说，装备获取根本不叫事。别的不说，光说眼前这一青铜3黑铁的哥布林 BOSS 组合，往少了说也能爆出10件战利品，找1-2件战士用的根本不难。龙腾天下回道：大佬太客气了，送就不用了，打8折吧。秦川不是矫情的性子，回道：也行。他手里还有白银级的破甲重剑和黑曜石板甲，回头龙腾天下找到技能书的话，优惠出给他就行。说话间，技能冷却完成，秦川再度出手，打得哥布林萨满生命垂危，同时通过狂乱冲刺规避伤害，施施然开始暗影前行。在进入前行状态之后，又是一记暗石之雨，干掉了15只哥布林。这样的战斗方式，
让火魔哥布林气得不断大吼：“有本事出来单挑啊！人类，我劝你好自为之，速速离去，否则没你好果子吃！小的们，把敌人给我逼出来！”对于火魔哥布林的叫嚣，秦川充耳不闻，不过心里却是在嘀咕：这货怎么还带口音呢？呱！哥布林萨满血条清空，带着不甘和幽怨倒地身亡。他不理解，在场的哥布林足有数百只 ，BOSS 级的也有好几个，为什么偏偏盯着他攻击？还有王法吗？有道是有一就有二。很快，另外2只黑铁级哥布林也步了哥布林萨满的后尘，倒在地上没了动静。同时，普通哥布林也不好受，被暗石之雨逐个点杀，隐隐有崩溃的迹象。不过火魔哥布林没有下达撤退命令，这些哥布林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战斗。秦川远远瞄了一眼3只黑铁级哥布林，报了8件战利品，不过没有越级掉落，都是黑铁级的，有点黑，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秦川已经先收了玻璃息，那就是进化点。3只 BOSS 再加上被干掉的普通哥布林，秦川手上的进化点已经达到了16点，足够让暗影前行进化到黄金级。找了个安全地方藏着，秦川果断开启进化，消耗16点进化点，暗影前行已进化，品质提升白银黄金。暗影前行 LV5 黄金级进入前行状态，破影一击额外造成攻击力 X180 百分号加4000，伤害消耗30魔力，冷却时间12秒。丁，您的职业技能进化至黄金级，解锁技能特性。秦川目光一扫，嘴角的弧度带着满意。特性：前行状态提高 30% 移动速度。和预期的一样，在进化到黄金级之后，暗影前行果然解锁了技能特性，没有增加伤害，但效果却是秦川需要的。他的敏捷已经超过400点，全速移动都能带出残影，在此基础上再加 30%， 能有多快，秦川都不敢想。早晚有一天，我要成为天启闪电侠。秦川信心满满，他有底气这么说，因为暗影前行特性增加的移动速度是百分比提升，敏捷越高，收益越大，这在战斗中是非常有利的。前行后的移速加成，足以让他避开更多的伤害，搭配上闪烁，保命能力再上新的台阶。战斗的结果没有半点意外。为了避免普通哥布林逃跑，秦川特意将火魔哥布林留到最后再杀，反正他速度够快，不怕火魔哥布林逃跑。唯一可惜的就是哥布林分的太散，即便每次出手都能秒杀，也花了不少时间才将在场的哥布林悉数诛杀。这么一通乱杀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秦川升级了。您已升到12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随手往力量、体质、精神各分配了5点属性。秦川看向火魔哥布林，准备解决掉这最后的敌人。此时，成为光杆司令的火魔哥布林已经意识到，今天他是别想活着离开了。其实之前他也尝试过逃跑，但是那个阴影中的敌人速度太快，根本甩不掉，而且伤害还高得吓人。2个技能下来，血条跟开闸了一样，蹭蹭往下掉。火魔哥布林当即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要死战到底，总不能让他这个当老大的当炮灰，换来普通哥布林的生路吧？不合适，起码得让那些弱鸡同类死在自己前面。现在同伴全部死光，只剩他自己。但火魔哥布林却没有半点惊慌，他还有最终手段。在一通叽叽咕咕的叫喊声中，地面泛起暗红光芒，哥布林的血液在无形力量的引导下，在地上游动，最终勾勒出一座法阵。死亡死者，我祈求您的力量。第72章，有趣。打不过就摇人是全世界通用准则，即便是在天启也不例外。火魔哥布林很清楚，他打不过那个前行者敌人。之前巢穴兵力都在的时候，都奈何不了对方，更何况现在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但就这么憋屈的死掉，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心一横，火魔哥布林决定投靠死亡使者。虽说这会献祭掉他的灵魂，但是换来的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可怕力量。只要能干掉敌人，那就值得。而且听说死亡使者是个讲究人，在死之前是不会收利息的。获得力量干掉入侵者，再招揽更多的哥布林，重建巢穴。火魔哥布林的算盘打得叮当响，他甚至有更远大的目标。要是能反杀敌人，那就不仅仅是重建巢穴了，甚至建立聚落都是有可能的。听闻死亡使者最喜欢灵魂，回去之后发动更多战争，献上更多灵魂，绝对能获得更多的赏赐。哥布林国王这个称谓好像挺不错的。火魔哥布林越想越兴奋，对于死亡使者的恐惧全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亢奋。地面开始震颤，法阵中涌现出浓厚黑雾，恐怖冰冷的吐息声在这片区域飘荡。我闻到了死亡的味道，哥布林，是你在召唤我。黑雾中传来的声音让火魔哥布林大喜过望，连忙叫道：是我，尊敬的死亡使者，是我召唤了您。黑雾凝聚起来，没有固定形体，
唯有一双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睛，居高临下的盯着火魔哥布林。献上你的灵魂，我将赐予你力量。火魔哥布林没有半点犹豫，咬破手指，将血液滴在法阵上。很好，你的灵魂我收下了，现在接受这份恩赐吧。黑雾中的眼睛消失不见，失去了制约。黑雾顺着火魔哥布林的耳朵、嘴巴汇入他的身躯。火魔哥布林发出痛苦嘶吼，皮肤之下仿佛有小蛇在游动，最终汇聚在了额头。一枚漆黑的印记在他额头浮现，很快又隐没不见。原本的火魔哥布林皮肤是暗红色，但是在吸收黑雾之后，开始朝着黑色转变。秦川一直在旁边观看，没有出手。死亡使者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他现在的实力，贸然干涉契约，怕是会受到反噬，那就不好玩了。等火魔哥布林完成契约，死亡使者离开这里再动手也不迟。他可是知道死亡使者忙得很，完成契约之后根本不会停留，直接就走。只有契约对象挂掉，才会再度出现。远处黑雾开始消退，原本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哥布林尸体不知何时失去了踪影。要不是爆了一地战利品，都要让人怀疑这里到底有没有出现过几百只哥布林。等到黑雾彻底消退，火魔哥布林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原地。他身上的火焰由最初的红色变成了如今的黑雾形态，几缕火苗忽隐忽现，同时还有嚎叫骷髅在周身飘荡。王焰哥布林，白银级，等级15，生命值600000，600000，攻击2500，防御2200，技能连珠火球，死亡冲击，噬魂火焰，死气环绕。描述：向死亡使者献祭灵魂，从而获得强大力量的哥布林，小心他的火焰将会灼伤你的灵魂。本来火魔哥布林的血量已经掉了1/3，结果一个献祭仪式不仅把血量抬满，还额外增加了20万。秦川倒不是很在意，就这么点血，多打几个暗影飞刀的事罢了。火魔哥布林固然是满血了，但他也进阶到了白银级，掉落的战利品要好不少。细算下来，显然是利大于弊。死亡使者刚刚来过，也不会马上返回。这意味着秦川干掉王焰哥布林之后，有时间拾取战利品，而不是和讨伐铁钩杰克一样空手而归。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品级，白银级的王焰哥布林还不至于让死亡使者那么上心，他那么忙，哪有功夫关注每一个交易对象的状态？入侵者，你给我出来，尝尝本大爷全新的力量！王焰哥布林感觉自己又行了，发出挑衅叫嚣，但他显然不知道秦川的过往战绩，连铁钩杰克这样的黄金级 BOSS 都挂了，更何况他这个白银级。抬手就是一记暗影飞刀，负70121，弱点攻击。暗影前行进化到黄金级之后，破影一击的伤害又有了显著提升。即便王焰哥布林拥有60万血量，血条依旧以不小的幅度往下俯冲了一截，再加上撕裂和毒血瘟疫的持续伤害，总伤超过8万。这样的伤害让王焰哥布林吓了一跳。不过他现在进阶到了白银级，反应速度快了许多。在秦川出手的同时，王焰哥布林的火球也同步抵达，一通狂轰乱炸，将地面炸得满目疮痍。而且那黑色火焰在落地之后，不仅没有熄灭，反倒是将泥土也视为燃料，大有越烧越旺的趋势。有树木被黑色火焰沾到，眨眼就烧成灰烬。秦川自然是没有兴趣挑战自己的极限，面对来袭的火球，非常果断地开启前行跑路，在全新特性的助力下，轻松拉开安全距离，甚至都没用上闪烁。如此一来，接下来的战斗就没什么压力了。一记暗石之雨，15次伤害全部灌满，打出5万伤害，搭配撕裂和毒血瘟疫，又是6万多总伤。前后几秒，2个技能下去，王焰哥布林就掉了10几万血量，这让王焰哥布林陷入了迷茫。他费尽心思把灵魂献祭给死亡使者，换来的就是这种结果，好像也没比之前好到哪去啊，甚至还要更糟。一想到灵魂被死亡使者收割的恐怖，王焰哥布林就想哭。剧本不应该这么走啊！秦川可不管王焰哥布林的剧本怎么写，在等待技能冷却之后再度出手。前后不过2分钟，王焰哥布林就被清空血条，倒在地上没了动静。哗啦，数个银白光球爆出，散落一地。目光一扫，足足有5个之多。前面3只黑铁级哥布林 BOSS 爆了8件装备，结果这次白银级的王焰哥布林直接爆了5件。这差距让秦川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运气，算好呢还是算差呢？但不管怎么说，趁着死亡使者没来的时候赶紧把战利品捡走是毋庸置疑的。快速上前将战利品全部收进背包，还没来得及查看，就感觉到熟悉的气息隐隐浮现。死亡使者又来了！黑雾浮现，王焰哥布林的灵魂被生拉硬拽离开躯体。不过这次死亡使者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注视了秦川10几秒之后才消散不见，同时还留下一句话：
暗影之力，似乎很久没见过了，有趣。第73章盘点收获。死亡使者的话让秦川陷入沉思，他的暗影刺客职业似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不管是之前的伊迪丝，还是这次的死亡使者，都提到了一个词：暗影之力。而根据天启的规则，能被冠以这种称呼，背后都代表着一尊神明，甚至有可能是一整个神系。但问题在于，秦川前世是撑到神将阶段的，却从未听说过暗影系的神明。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死的时候，他们还没降临。毕竟他也没有完全撑到神将阶段结束。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总归是要放在心上，回头得去找伊迪丝问问。之前伊迪丝拿出暗石之语的时候，提到过这是他早年冒险时候获得的。当时的伊迪丝致力于获得暗影之力传承，只不过最终被秦川捷足先登了。想要了解更多暗影之力的信息，找伊迪丝肯定没错。不过一想到伊迪丝的性格，秦川就有点头大。那位刺客导师可不跟你讲什么交情，想要获得什么，就得付出同样的代价。秦川想要从伊迪丝口中获取暗影之力的信息，起码得再帮他做一个高难度任务。车到山前必有路，等有头绪了再说。秦川念头通达，将这个问题放到一旁。先看看这次的战斗收获。这次战斗前后干掉了一个白银级、3个黑铁级 BOSS， 外加总数500左右的哥布林，收获丰厚经验值的同时，也有不少进化点。除此之外，就是一背包装备了。普通级装备23件，爆率有所提高；黑铁级装备8件。有装备，也有加属性的道具。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技能书。金铁战锤，黑铁级双手锤，攻击力加100，力量加10，装备要求10。沾血的木棍，黑铁级法杖，法术强度加100，精神加10，装备要求10。这2件武器是铁锤哥布林和哥布林萨满爆出来的，对于刚离开新手村的玩家而言，无异于神器。对于输出职业来说，他们可以一件防具都不穿，但绝对不能没有武器。回头摆在商铺里拍卖，绝对能卖出高价。往下就是一些防具装备了，散发着异味的围裙，黑铁级，防御加50，魔力值加100，精神加10，装备要求10。这是哥布林萨满爆的，从造型看是他围在腰间的破布。考虑到哥布林没有穿裤衩的习惯，这件装备就算送给秦川都不要。好在天启现阶段是可以屏蔽嗅觉的，想来降点价总能卖出去。希望买家没有洁癖吧。秦川暗暗嘀咕。破洞斗篷，黑铁级，防御力加20，生命值加100，敏捷加10，装备要求10。一件披风，不过秦川已经有狼王披风了，属性完爆，这块破布只能打包丢商铺。连续4件装备都用不上，秦川有些无奈，但也没太在意。打 BOSS 就是这样，战斗过程是一方面，战利品掉落又是另一方面。运气好起来，2个 BOSS 就装备毕业。点背的话，刷到天荒地老也不出，放平常心就行。巨力护臂，黑铁级，防御力加50，生命值加200，力量加5，装备要求10。属性一般，但总算能用，直接换上。稍微有点沉，不过没太大影响。秦川有居神天赋，修正出手动作，也不用担心护臂的重量会影响手感。有 SSS 级天赋就是这么豪横。老旧的板甲，黑铁级，防御力加100，生命值加100，力量加10，装备要求10。一件锈迹斑斑的胸甲，秦川思考再三，还是没装备上。护臂还好说，整体重量不大，但这板甲足有半公分厚，一看就很沉，穿上绝对影响灵活性，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属性折磨自己。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秦川看到板甲内衬带着难以言说的污渍，这东西还是留给真正需要它的人吧，反正秦川是销售不起。除了6件装备，剩下2件战利品是加属性的道具。萨满的奇思妙想，黑铁级，使用后永久增加10点精神。哥布林锻炼手册，黑铁级，使用后永久增加10点力量。没什么好说的，直接使用。这8件黑铁级战利品都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好东西还得看王艳哥布林掉的，那可是白银级的。目光一扫，镶嵌宝石的木棍，白银级，法术强度加450，精神加30，装备要求15。法系 BOSS 掉法系装备非常合理，直接塞进戒指，回头直接挂商铺。王艳面具，白银级，防御加20，生命值加500，精神抗性正 20%， 装备要求无。秦川轻咦一声，有些诧异，竟然爆出了增加精神抗性的装备，有点罕见。在天启，精神抗性是一条相当实用的属性，能够有效阻挡魅惑、心控、恐惧等多种精神系攻击。不仅如此，这件王艳面具竟然还是罕见的5等级装备，意味着秦川现在就可以用上。那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戴上。虽然名字中带着艳，
但王爷面具戴上去并没有灼热的感觉，反而是冰冰凉凉，让头脑清醒了许多。现在的我恐怕是过不去安检了，因为我的意志如钢铁般坚硬。秦川念叨了一个冷笑话，看向第3件装备：着火的头巾，白银级，防御加50，生命值加500，魔力值加1000，精神加30，装备要求15。典型的法系装备，直接丢戒指。这场面我好像见过呀。秦川捏着下巴陷入沉思。当初干掉古纳尔男爵的时候，他看着爆出的法系装备就是现在的心情。爆了，又好像没爆。但是没办法，王焰哥布林是标准的法系 BOSS， 指望他爆出物理装备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了。不过下一秒，秦川就觉得自己话说早了。王焰指环，白银级，生命值加400，敏捷加30，装备要求15。一个法系 BOSS 带着一枚敏捷戒指，这是什么搭配？秦川有点看不懂。可惜暂时装备不上，只能先放在古纳尔家族徽记里。4件装备有2件能自己用，秦川觉得王焰哥布林也是有可取之处的。最后一件掉落物是道具，哥布林聚落邀请函，请于今晚午夜12时前往坐标1552、1679处参加哥布林聚落集会。秦川眼睛亮了起来，哥布林集会？错，经验值自助餐。第74章，前往坐标。这次秦川出来练级，原本以为找到第2个哥布林巢穴已经是极限，没想到还有惊喜。哥布林集会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如果加上聚落，那就不同了。能够被称为聚落的，起码得有1000以上的哥布林才行。考虑到已经发现了2个巢穴，秦川有理由相信这个聚落的规模远不止1000只哥布林。这么多哥布林凑在一起，还是毫无防备的聚会状态，毒血瘟疫能造成多少伤害，真是想都不敢想。秦川有一种预感，干翻这次集会，起码能让他再升2级。运气好的话，甚至能直冲15级，换上更多装备。而且巢穴都出现青铜级哥布林了，聚落里面少说也有白银级坐镇。这次总得让我遇到物理型 BOSS 了吧？秦川带着怨念嘀咕。他戒指里还有一堆装备，足有10几件之多，全都是用不上的。其中法系装备占了一半，剩下的也都是有力量要求的。真算起来，他身上的装备其实略显寒酸。只希望这次哥布林集会能给点面子，多报几件敏捷装备，改善一下生活，不然他真的会谢。将集会请柬收起，秦川打开地图寻找坐标点，依旧是位于贝里城东面，只不过更加深入荒野。直线距离来说，距离贝里城足有50公里，要是算上高低起伏的地形，就更远了。也难怪雷华奥没查到什么有用信息。距离远，再加上内鬼阻拦，想要找到哥布林聚落，简直是难如登天。想到雷华奥，秦川又想起一件事，他要不要回去透露一点消息，从而触发后续任务呢？思索片刻，秦川放弃了这个念头。雷华奥的任务多得很，总归能接到，但哥布林聚落集会可不是那么好碰上的。要是回去把事情一说，消息传到内鬼那边，估计这集会就黄了。集会黄了，秦川还怎么进步？大不了带点证据回去，让雷华奥补发奖励。秦川做出决定，有了集会的具体位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杀过去。当前阶段，天启和现实的时间相差了12小时。天启是晚上12点开服，玩家在游戏舱以睡眠状态登录的时候，游戏里面是白天正午12点。从开服到现在，时间过去了5个小时。现实里是早上5点多，而游戏里则是傍晚10分。想要在午夜赶到聚会地点，得加把劲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秦川决定直接前行过去。暗影前行加移速的特性，让赶路更加便捷。一路上，秦川不时会遇到哥布林，和他往同一个方向赶去。林林总总算起来也有100来只了。单他这个方向就有这么多哥布林，其他方向加起来总数将会非常夸张。好家伙，这都不能叫聚落，改名哥布林王国得了。秦川暗暗心惊，稍微推算就能大致猜出，这次参加集会的哥布林绝对会超过2000以上。这么多哥布林聚集可不是小动静。结果贝里城愣是没什么反应，着实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思索片刻，秦川一拍脑袋，他怎么把那件事忘了？现在是游戏刚开服的时间点，12座主城还没有发展到前世那种规模，需要玩家的活跃才能扩大主城规格。这也意味着贝里城的卫兵数量并不多，找不到哥布林聚落的位置倒也情有可原。放眼整个天启，现在传送到主城的除了他之外，估计也就理查德森那家伙了。其余的玩家最高也才9级，距离出新手村还有一点差距。说到等级，秦川瞄了一眼等级榜，龙腾天下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前100。虽然还是8级，但想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升级。按照这个进度下去，再有2-3个小时，龙腾小队应该就能前往主城了。不过以秦川对龙腾天下的了解，那家伙肯定会去攻略猩红墓穴。
起码也要通一次冒险难度凑点装备，这也是大多数玩家的选择。尽量打更高难度的副本，有了装备才能更好的完成职业进阶任务。想到这，秦川瞄了一眼储物戒指，破甲重剑，白银级，双手武器，攻击力加600，力量加15，装备要求10，力量大于120。黑曜石板甲，白银级，防御加300，生命值加1000，力量加10，装备要求10，力量大于50。黑曜石项链，白银级，生命值加100，魔力值加300，精神加20，装备要求10，精神大于50。通关猩红墓穴的3件白银装备赫然在列。之前回新手村的时候，秦川没有出给龙腾天下，当时是想着放在商铺里造势，从而确定工会令到底在谁手里，进而设个局。结果他刚离开新手村，龙腾天下就传消息说找到工会令了。算了，就算没有这3件装备，龙腾小队也能打通冒险难度。秦川暗道，龙腾天下背后是顶级工会龙腾王朝，凑装备很容易，而且他的小队成员个个是隐藏职业，战力很强，打通冒险级猩红墓穴不是什么难事。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秦川需要提前去哥布林聚会那里蹲点，找到进攻和撤退路线，没时间回去卖装备。这次要是搞好了，他的等级将会有一波腾飞，直冲15级都有可能。相比之下，卖装备这种小事完全可以放一放。本身敏捷就高，暗影前行还额外增加移动速度，也就1个多小时，秦川就跑出去几十公里，抵达了坐标区域。避开周围的哥布林，秦川一路前行到高处，居高临下的俯视这里的地形。这是一处山谷，高耸的山体左右延伸，仿佛巨人环抱的双臂，圈出一片相当规整的椭圆形区域，长度在2公里左右，最宽处大约700-800米。此时已经是游戏里的晚上7点多，月光洒落下来，将山谷里的景象显现在秦川眼底。哥布林，无数的哥布林。山谷里有几十堆篝火，每一堆篝火旁边都围着起码10只以上的哥布林，光是这些就有好几百只了。旁边空地上，更多的哥布林在耍闹追逐。粗略估计，山谷里的哥布林起码在1500左右。而这还不是全部，还有不少哥布林正在赶过来的路上。秦川有理由相信，这次的聚会将会有3000只以上的哥布林参加。第75章，好一个大只佬啊！秦川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击杀更多的哥布林？以他现在的属性，普通哥布林根本扛不住毒血瘟疫的全部伤害。一旦有哥布林死亡，毒血瘟疫就会不断扩散。要是哥布林反应慢点，甚至会被一锅端。可惜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以秦川对哥布林的了解，这种胆小的怪物在同伴大量死亡的情况下会下意识的逃跑。如果是在巢穴有首领限制，逃跑现象还会略有缓解。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哥布林集会，从哥布林来的方向判断，他们来自不同的巢穴。一旦发生混乱，小弟找不到老大，老大找不到小弟，大概率是个跑个的。而毒血瘟疫的扩散范围是10米，以哥布林的速度，眨眼就脱离了。在死亡面前，哥布林也会爆发全部潜力，化身短跑健将。这就意味着秦川很难将在场的哥布林一网打尽。既然如此，就只能想办法实现利益最大化了。找到哥布林最密集的区域，打个出其不意，大概能一口气干掉几百只，然后就会中断扩散。秦川开始规划战斗流程。度过初期的慌乱之后，剩下的哥布林会发起冲锋攻击，而这将会是毒血瘟疫的第2次爆发点。不过这次爆发之后，剩下的哥布林应该是没有勇气继续上前。这个时候，那些 BOSS 级哥布林就会参战，将濒临崩溃的哥布林聚拢起来，而将是毒血瘟疫最后一次爆发的机会。3次传播，起码能干掉70%左右的哥布林，差不多按2000来算。伤亡这么惨重，普通哥布林将会失去最后的勇气，彻底崩溃。不过我的战斗目标也基本达成，2000只哥布林，就算只是普通小怪，提供的经验值也足以让我连续升级，更别说还有大量进化点，再加上那些 BOSS 级哥布林，这一票干完，我手头的进化点甚至会一口气突破30只数，足以完成黄金级技能的进化，又或者是将一个职业技能直接进化到黄金级，解锁特性。光是想想，秦川就血脉奔张，恨不得立刻杀进山谷。但他知道现在还没到时候，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他必须耐心等待，等待更多的哥布林进入这个死亡陷阱。想到这，秦川心头一动。这种规模的聚会，大概率不只有白银级，极有可能出现黄金级哥布林。在同类大量死亡之后，他如果召唤死亡使者，献祭众多灵魂，完全有可能升阶到暗金级。要是能讨伐这种品级的 BOSS， 收获将会丰厚到让秦川都心跳加速。暗金级装备，每一件都是属性爆炸，万一运气好爆出技能书或者稀有道具，那更是价值连城。
可惜现在开服时间太短，技能书不好收，否则非得学上10几个远程技能，将这些哥布林一网打尽。秦川有些无奈，他已经委托龙腾天下去收技能书了，但直到现在都没消息。不是龙腾天下不给力，而是这玩意实在难出。而且大多数有能力报技能书的玩家，第一选择都是自己用，流通出来的技能书就更少了。这个问题哪怕到天启中后期都没法缓解，甚至还会更严重。毕竟到那个时候，多一个技能就多一分活命的保障，谁都不愿轻易出手。等待的时间无疑是枯燥的。秦川甚至无聊到数清了旁边这只哥布林有几根毛发。是的，在秦川右手边3米远的地方有一只哥布林，看样子是过来放哨的。除了这只哥布林，远处的各个高点都有哥布林的踪迹出现，看得出组织这次聚会的哥布林还是带点脑子的，知道防范于未然。可惜他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时间点会有玩家拥有黄金级前行技能，单凭这些普通哥布林根本察觉不到这里藏着一个人。等待的功夫，秦川也没完全闲着，他找到龙腾天下，询问了一下有没有更多工会令的消息。这可关系到他能否把罗刹一刀斩坑出血，需要确保万无一失。让他安心的是，明面上除了雪中一剑侠手里的工会令，并没有别的工会令出现。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秦川还是让龙腾天下多注意，有消息及时沟通。龙腾天下满口答应下来。结束聊天之后，秦川继续等待，同时尽可能回忆初期主城的发展路线。虽说前世经历过一次，但毕竟时间太久远，从天启开服到他重生，足有10年之久，游戏都更新了好几个大版本，主城也是不断扩建。相比之下，这初期主城的情况，秦川倒是记得没那么清楚，而且他前世选择的主城不是贝里城，能回忆起来的东西就更有限。不过有几个经典任务链，他还是记得的。另外还有一些野外奇遇任务，也得找时间去做掉。真忙啊！秦川暗暗感慨。随着时间流逝，进入山谷的哥布林数量开始减少，隔个好几分钟才有新的哥布林抵达。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多，能来的哥布林基本都来了。秦川也大致统计好了山谷里的哥布林数量，3500，比预期的还多了一点。不仅如此，秦川还看到了几只白银级哥布林从外界抵达山谷，被引导去了山谷深处。受限于昏暗环境，秦川看不到山谷深处有什么，但他基本可以确定那里有黄金级哥布林，不然的话，那几只白银级哥布林哪会那么老实，早就互相找茬分个高低了。同为白银级 BOSS， 谁都不服谁，能镇住场子起码得有黄金级。就在秦川继续暗中观察之时，山谷中响起了欢呼声，越来越多的哥布林加入其中，汇聚成了震耳欲聋的音浪，让地面都有些震动了。咚咚，战鼓被敲响，上百只背负钩索的哥布林从阴影中浮现，身上的铁索连接着一架由白骨打造的车辇，车辇之上站着一只身高超4米、身披重甲、手持战锤的巨型哥布林。呵，好一个大只老哥布林！第76章，我弟子绝父亲。秦川目光一扫，将 BOSS 面板尽收眼底。碎骨者嘎达，黄金级，等级20，生命值1900000，1900000，攻击6000，防御4500，技能裂地猛击、英勇之跃、冲锋、雷霆踩踏、碎骨、鼓舞光环。描述：哥布林一族的勇士，历经无数厮杀，具有超越血脉极限的可能性。秦川面色凝重，这是一只拥有突进技能的哥布林。英勇之跃，俗称大跳，这个技能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前世的时候，他能拼掉剑神，就是靠的这个技能。借助装备和技能加成，他的英勇之跃能连续释放7次，加上3重冲锋，这才成功拉近距离将剑神干掉。秦川很清楚，英勇之跃不仅能急速位移，还能在落地的时候造成冲击波，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伤害。而且这只碎骨者嘎达不仅有英勇之跃，甚至连冲锋都有，这意味着他能够2段突进，对目标展开连环追击。以碎骨者的属性，一锤子下去，秦川是根本扛不住的。这场战斗的容错率是0，只要被碰到一下，就是直接回复火点，不会有半点回转余地。虽说秦川手里有个替身草人，但用在这种地方实在是没必要，尽可能减少出手机会。秦川做出决定，他的作战计划还是不变，先打一波偷袭，尽可能击杀更多普通哥布林，但后续就得看情况了，必须和碎骨者拉开足够的距离才能出手。第一波伤害打完，找机会试试碎骨者的突进极限。秦川决定稍微冒点风险，实在是这里的哥布林太多，吸引力太大，要是因为一只碎骨者就放弃原先计划，那他还不如回家洗洗睡。他前世经历过的战斗多了去，
比碎骨者更棘手的敌人都不计其数，岂会在这个时候退缩？鉴于哥布林还没完全聚集起来，秦川决定继续观察局势。碎骨者一出现，山谷里的哥布林立刻躁动起来，高高举起手中的武器，嘴里发出意义不明的怪叫。轰！碎骨者手中的战锤重重落下，砸得车辇上的白骨碎片满天飞。有离得近的倒霉蛋哥布林挨了2骨片，直接原地去世。但这并没有引起其他哥布林的恐慌，反而让他们更加亢奋。力量，无可匹敌的力量，属于他们哥布林一族的绝顶力量。看着碎骨者，底下的哥布林就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自己，他们也要成为这样的大只佬。而那些拖动车辇的哥布林纷纷觉得身上的疲惫不翼而飞，能够为这样的强者效力，是他们的荣幸啊！狂热气氛中，几只白银级哥布林推开挡路的哥布林，来到车辇之前。碎骨者的声音在山谷飘荡：“好，你们想挑战我的地位吗？”这几只白银级哥布林自然是没有这种底气的，别说他们单个了，就算一起上都不是碎骨者的对手。所以在短暂犹豫之后，几只白银级哥布林非常干脆地低下头颅，语气恭敬：“不敢，我们愿尊您为王，碎骨者大人。”碎骨者发出张狂大笑，他召集附近的巢穴可不是为了耍威风，而是想以此为基础组建小型哥布林王国，到时他就能更进一步获得更强的力量。呱！你们说得好啊，我要奖赏你们，把猎物抬上来。碎骨者一挥手，一群哥布林抬着木棍走上前，木棍之上赫然吊着满面惊恐的人类。当然，这些人类不是玩家，都是天启土著。秦川并不意外，哥布林是杂食生物，食谱上不仅有浆果野兽，还有人类，偶尔还会杀几个同类加餐。至于这几个人类哪来的，不重要。贝里城旁边就是黑市，每天都有大量奴隶消失。秦川潜伏在阴影中，没有解救这几个人类的想法。他现在贸然出手，只会让自己陷入危机，没必要。前世见过了太多死亡，几个 NPC 而已，根本不会让秦川有什么情绪波动。吃了他们，吃了他们！哥布林发出嚎叫，被绑在木棍上的人类惊骇的脸色苍白，有胆子小的更是尿湿了裤子。不过有碎骨者在，周围的哥布林都没有急着动手，而是等待命令。就算要吃，那也得碎骨者先吃，这是规矩。碎骨者却是没有急着让哥布林把猎物架在篝火上烤，而是叫手下抬来几个大缸，架着开始烧热水。周围的哥布林很是不解，这是什么流程？不过迫于碎骨者的淫威，他们也不敢说什么，只能耐着性子起锅烧水。碎骨者说道：“我听说人类在烤肉之前都会对猎物进行处理，去除表皮的污渍，清理内脏，再用香料腌制，最后才架到火上烤。我尝过几次，的确是别有风味。我准备在我的王国里推广起来。”哥布林们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不愧是碎骨者，竟然如此见多识广。而被绑起来的人类听到这话，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这只哥布林太可怕了，简直就是恶魔。秦川也没想到，这碎骨者还挺会吃，这也印证了贝里城有人和哥布林勾结，要不然碎骨者上哪去吃处理过的烤肉？就在这时，被绑架的人类中有人挣扎着吐掉嘟嘴的破布，高声叫道：“放了我！你们这些肮脏丑陋的家伙，知道我是谁吗？我的自觉父亲不会放过你们的！”砰！碎骨者一锤子过去，说话的人类当场脑袋炸裂，红的白的洒了一地。将锤子放在嘴边，舔舐上面的血肉残留。碎骨者嘴角带着张狂笑意：“你是谁？你是碎骨者的猎物。”秦川有些惋惜，子爵的后代要是救下来的话，估计能获得不少奖励吧。可惜碎骨者动作太快，都不给抉择任务触发的机会。不过说起来，贝里城现在应该是没有子爵的，那这家伙是从哪被抓来的？可真是够倒霉的。山谷里，碎骨者看到地上的无头尸体，挥挥手：“赏给你们了。”周围的哥布林顿时一拥而上，用爪子和牙齿撕咬起来。几只白银级哥布林也蠢蠢欲动，不过最终还是忍住了。他们什么档次，怎么能和普通哥布林抢食？第77章王者之手。碎骨者的出现意味着这次哥布林聚会正式开始。在杀了一个人助兴之后，碎骨者前往山谷中心，那里摆着黄金打造的王座，在篝火的照耀下散发着夺目的光芒。秦川有些诧异，能让贪婪的哥布林自愿贡献出黄金，碎骨者还是很有手段的。话说这么大一个黄金王座，要是带回去，能折算多少金币啊？怕是一波就暴富。希望不是镀金的。秦川暗道。思索间，他离开高处观察点，朝着山谷入口摸过去。是时候去提前落位，准备动手了。前进的过程很顺利。哥布林天性爱偷奸耍滑，在外边站岗的哥布林有一半溜回了山谷，剩下的也都躲在角落里睡觉。看似严密的岗哨形同虚设，
根本没起到半点作用。当然，就算哥布林老老实实站岗，他们也看不穿秦川的前行，哪怕碎骨者亲自上场都一样。为了避免暴露自身，秦川没有对这些偷懒的哥布林下手。不急这一时，反正过会打起来了，有的是哥布林给他杀。随着不断往前，山谷中的火热气氛也愈发清晰。无数哥布林围绕着篝火扭动身躯，他们应该是在跳舞，但那怪异滑稽的动作实在是和舞蹈扯不上半毛钱关系。再往前，碎骨者和几只白银级哥布林围坐一圈，似乎是在商量着什么。秦川摸到杂物堆后面，侧耳聆听。碎骨者大人，俺们真的要和那些人类合作吗？他们可是最狡诈不过了。就是我的族群曾经抓到过一个女骑士，结果对方爽完之后，徒手就把巢穴摧毁，我的同伴全死了。他的实力那么强，竟然伪装成弱不禁风的样子来欺骗我们这些单纯的哥布林。我听说人类把我们哥布林描述成贪婪狡诈的角色，但他们才更符合描述。没错，我觉得和人类合作风险很大。听到几个首领的抱怨，碎骨者态度强硬道：你们在叫我做事？几只白银级哥布林表情一僵，这话说的他们怎么敢呢？碎骨者语气放缓说道：贝里城外的那道裂谷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县城的据点。如果能够占领那里，我们就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早晚能建立真正的哥布林王国。但你们也知道，贝里城的卫兵不会做事，我们进入地下裂谷，唯有将贝里城摧毁，我们才能达成目标。和那些人类合作是最佳方法，他们也想覆灭贝里城。只要计划成功，你们也能享受胜利的果实，晋升到黄金级也是有可能的。我的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碎骨者进化到黄金级，智慧已经不低，深谙画饼之道，几句话就说的白银级哥布林们两眼放光，仿佛看到了自己晋升黄金级的场景。如此一来，他们再没有半点意见。碎骨者大人，您就说怎么做，俺们都听你的。摧毁贝里城，杀光那里的人类，重铸哥布林荣光，我辈义不容辞。秦川很想知道，这些哥布林是不是偷偷补习了？好家伙，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吐槽归吐槽，秦川得到了重要信息，那个不知名隐秘组织的目标竟然是彻底摧毁贝里城。秦川本来以为是内部斗争，想要换个城主，没想到是想换个种族。这风格有点像王者之手。王者之手是信奉死亡使者的组织，成员都是天启本土人类，但最大的乐趣却是摧毁人类城市，借助无数的亡魂获得死亡使者的赏赐。献祭掉贝里城，足以让他们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厚奖赏，甚至成为死亡使者的代行者都是有可能的。不过现在信息不够全面，无法确定到底是不是王者之手。要是能找到几件信物就好了。秦川将目光转向碎骨者，不出意外的话，这家伙身上肯定有密信之类的道具，能够触发隐藏任务。碎骨者皱了皱眉头，心中升起几分警惕，沉声道：好像有人在暗中窥视。秦川心头一凛，这家伙好恐怖的直觉，连忙将视线偏移。几只白银级哥布林左看右看，没发现半点不对劲的地方，觉得可能是碎骨者多虑了，委婉说道：碎骨者大人，外面布置有岗哨，不可能有人悄无声息地摸进来。心里却是在琢磨，这碎骨者名气很大，胆子怎么有点小？就算真的有人暗中潜伏，打死就是，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呢？碎骨者却是很清楚同族的本性，从不觉得那些岗哨能发挥作用。但刚才的异样感只出现了短短一瞬间，仿佛是他的错觉。看到几只白银级哥布林眼底的怀疑，碎骨者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让他们升起了几分轻视，当即大声说道：哼，就算有入侵者又如何，我会将他撕成碎片。说着一拳砸在地上，震得几只白银级哥布林都弹了起来。几只白银级哥布林心中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这么浑厚的力量，谁能匹敌？场面又恢复到原先的热闹。周围的普通哥布林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碎骨者展示力量让他们愈发亢奋。片刻之后，有哥布林跑过来喊道：碎骨者大人，水烧开了。碎骨者大手一挥，把那些猎物清洗干净，撒上香料，准备烤制。哀嚎声响起，被抓的人类眨眼就死了个干净。秦川没有动手，现在还没到哥布林们扎堆的时候，只有等他们聚集在篝火旁才是出手的最佳时机。从进度来看，最多半个小时。没等到哥布林开始聚餐，反倒是等来了龙腾天下的消息：大佬，我已经10级了，要不是你带我升级，恐怕要多花几个小时。对了，大佬，你那没什么问题吧？我看你的等级好久没动了。秦川抵达山谷的时候是晚上7点多，现在是晚上快12点，这么几个小时他是一级没练。此时才发现等级榜上已经有好几个10级玩家，而排名第2的理查德森也升到了11级，暂时和他并驾齐驱。看来他完成了职业进阶任务，开始重新练级了。
秦川一点都不慌，马上他就会收割无数经验值，再次拉开等级差距。看了看周边情况，秦川回道：“我这有点事，忙完再跟你说。”龙腾天下回道：“大佬先忙，就不打扰你了。”关掉对话框，秦川开始前行移动。哥布林准备吃席了。第78章，动手！咕噜噜，哥布林的肚子发出低沉声响发，这声音仿佛信号枪，引发了几百上千只哥布林同时发出饿肚子的抗议，声若雷霆。碎骨者站起身来，伸手撕下一条大腿，当先做出表率：“吃吧，我的子民！”一声令下，饿急眼的哥布林立刻飞扑上前，撕扯篝火上的烤肉大餐。秦川悄然移动，寻找着最佳出手方位。早在高处观察的时候，他就将篝火的分布位置牢记在心，结合毒血瘟疫的扩散范围，计算出了最适合第一轮爆发的位置。篝火的摆放呈现环形，由内而外，一环套一环。聚会中心距离碎骨者最近的地方，篝火密度是最大的。越是外围的篝火，彼此的间隔就越大，距离普遍达到了10几20米，根本无法让毒血瘟疫扩散出去。所以，这首次攻击要在碎骨者眼皮子底下进行，风险很大。毕竟碎骨者有大跳加冲锋，本身又是黄金级 BOSS， 速度极快，一个没处理好就有可能直接翻车。但值得一试。秦川后撤出数十米，分别瞄准2只埋头苦吃的哥布林，暗影飞刀和暗石之雨同时出手。负70610，弱点攻击。这是暗影飞刀，在破影一击的加持下，爆发伤害极高。另一边，暗石之雨也化作箭矢落下。负3463，单次伤害不高，但秒杀普通哥布林是绰绰有余的。2个技能下去，16只哥布林当场去世。碎骨者最先反应过来，将手里啃了一半的腿骨砸过来，反手抄起脚边的战锤，双腿发力，化作冲天起的炮弹，跨越数十米距离，朝着秦川冲去。他就说有人暗中潜伏过来了，那几个蠢货还不信，回头就把他们全部做掉。碎骨者不需要这么愚蠢的部下。双眼锁定秦川的同时，碎骨者余光扫过地面场景，当时就惊得差点半空落下来。16只哥布林被秒杀，他并不在意，这些弱小的同族死了就死了，反正很快就能补上数量。但问题在于，那些哥布林的死亡仿佛打开了冥界大门，迅速将死亡气息扩散到周围的哥布林身上。碎骨者清楚看到墨绿色的血液飞溅出去，落在旁边哥布林身上，造成可怕伤害。等到被绿血沾染的哥布林死掉，新的绿血又飞溅出去，传播到更多哥布林身上。眨眼之间，就有上百只哥布林变得绿油油的，血条像雪崩一样俯冲。而这仅仅是开始，这是血族的能力。碎骨者心中怒火在燃烧。那些血族一直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鄙视哥布林一族，现在更是出手破坏他的聚会，实在是欺人，不，欺格太甚，不能忍。但很快，碎骨者就发现不对，空气中没有血族的味道。碎骨者反应过来，是异乡人，唯有那些家伙才能在不变成血族的情况下掌握血族能力。该死的，异乡人是怎么发现他们聚会的？贝里城的那些家伙就没有施加阻拦吗？人类果然信不过。碎骨者带着满腔愤恨从高空落下，重重砸在地面上，随后双腿肌肉隆起，爆发劲霸狂猛力量，身躯化作黑色闪电，直直往前冲。有哥布林不小心走到路径上，立刻被撞成漫天飞舞的碎块。这可真是撞大运了。而秦川早在出手的同时就全速后撤，他没有急着前行，准备测试一下碎骨者的突进速度，从而确定安全距离。碎骨者的速度很快，在超绝力量加持下，英勇之跃效果拔群，单靠双腿很难跑出技能范围。没有半点犹豫，秦川激活剔骨双刃的效果，周身刮起利刃旋风，再度退出去10多米，脱离英勇之跃范围。碎骨者一点都不惊讶，这个异乡人要是没点底气，哪敢动手？但他也有后手。碎骨者落地后立刻发起第2波攻势，从半空落下，根本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冲锋，刷！近4米的魁梧体型并没有脱离碎骨者的速度，反而是增加了冲撞气势，仿佛油门踩到底的泥头车，轰隆隆朝着秦川冲来。闪烁！秦川身形一闪，出现在另一个方向。碎骨者连忙变换方向，但惯性太大，终究是慢了。得到想要数据的秦川直接开启暗影前行，急速移动。轰！碎骨者一锤子砸下，地面出现蛛网般密集的裂纹，泥土之下的岩石都被砸到破碎，化作尖刺突出地面。这要是挨上一下，绝对是血条清空。阴影中的秦川目光如炬，盯着碎骨者。这货果然难缠，大跳加冲锋拉近距离，裂地猛击打出成吨 AOE 伤害，足以在交战瞬间就秒杀一整支全副武装的小队。
要不是秦川提前获得闪烁技能，再加上剔骨双刃的位移以及自身的高移速，怕是开战1秒不到就躺了。这场战斗最大的隐患被排除，接下来就是收割的时刻。刚刚的交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直到秦川再度前行，那几只白银级哥布林才反应过来，大叫着冲过来支援，但注定是徒劳。碎骨者面沉如水，目光扫视四周，寒声道：“都瞪大眼睛，把那个入侵者找出来！”一连串的命令从碎骨者口中飞出。哥布林弓手自由射击，对准每一块空地，把这些篝火打散，把木头铺开。我就不信那个前行者可以无视火焰。不得不说，碎骨者的战斗直觉很强，他的安排可谓是滴水不漏。秦川的前行等级是很高，但并没有达到虚空行走的程度，如果地面上有火，是会受到伤害显现身影的。但碎骨者忽略了一点，计划再好也得有人执行。有白银级哥布林惊骇叫道：“碎骨者大人，快看！”顺着方向看去，碎骨者心一沉，刚才一波攻势竟然有超过500只哥布林丧命，那飞溅的墨绿血液只要沾上了就死。分散字没出口，碎骨者就看到远处闪过一柄飞刀，飞向了前来支援的哥布林队伍。或许是为了表示忠心，在混乱刚开始没多久，数百只哥布林没受到影响的哥布林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支援碎骨者，而这却是将这些哥布林推向了死亡深渊。负70610，弱点攻击，暗影飞刀一闪而过，轻松秒杀队伍中的哥布林。而后毒血瘟疫爆发，瞬间席卷这数百只哥布林，眨眼之间就有近1000只哥布林暴毙。丁，击杀11级哥布林，获得110经验值。丁，击杀13级哥布林，获得130经验值。越级击杀，额外获得13经验值。丁，击杀14级哥布林，获得140经验值。越2级击杀，额外获得28经验值。定，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狩猎时刻发动，您获得1进化点。提示信息仿佛洪流一般刷过，秦川的经验条仿佛狂飙的野马，彻底刹不住车，一口气就冲破了极限。第79章连续升级，您已升到13级，您获得5自由属性点。暗影的力量正在汇聚，您额外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异兽赐福发动，您额外获得5自由属性点。升级的提示刚出现，立刻被新的信息洪流淹没。第一次出手，秦川消灭了超过400只哥布林。碎骨者周围的空地面积有限，篝火间隔小，毒血瘟疫效果发挥到了极致。要不是外面的篝火离得远，怕是一轮就能把山谷里的普通哥布林团灭。随后，哥布林线中心的举动又给自身带来了数百伤亡。光是2次出手，就有近1000只左右的哥布林被干掉，提供了海量的经验值。等到第2次毒血瘟疫平息，提示信息的刷新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秦川的经验值已然近半。这里的哥布林等级普遍较高，在额外加成之下，收获异常可观。要是将剩下的哥布林全部干掉，起码还能再升2级。将属性点平均加完，秦川移动位置，寻找出手机会。此时，碎骨者的脸色已经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是万万没想到，这次的敌人竟然如此棘手，不仅拥有超强的前行能力，甚至还掌握了血族的力量，略微出手就造成了恐怖伤亡。要是让对方肆无忌惮的攻击，怕是在场的哥布林一只都别想跑。有白银级哥布林意识到这点，凑到碎骨者身旁问道：“碎骨者大人，要不要先行撤退？”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虽然普通哥布林像野草一样，眨眼就能长出漫山遍野，但总归是要一点时间。要是这里3000多哥布林全挂了，他们的势力就会受到严重削弱，成为光杆司令都是有可能的。没有部下，他们还算什么首领啊？但碎骨者却不这么想。要是撤退了，他的脸往哪搁？他可是要建立哥布林王国的，如果遇到一点挫折就退缩，如何服众？最重要的是，这次的敌人会前行，如果不能将其干掉，那么他们的撤退之路将会充满死亡。之前的短暂交锋，碎骨者已经意识到这次的敌人速度极快，他自己都不一定能甩开追击，更何况其他哥布林。撤退只会死得更快，必须继续战斗。一个大胆的念头在碎骨者脑海中浮现，或许他可以将在场的同族当作诱饵，引出那个敌人。碎骨者发出怒吼：“不要慌，以小队形势分散，互相戒备，一定要找出那个敌人。”几只白银级哥布林虽然有些不情愿，但看到碎骨者猩红的双眼之后，他们都把反对意见咽回去了。这会提出反对，怕是要被碎骨者撕成碎片，可别到时候没死在外敌手里，反而被自己人干掉，那乐子就大了。山谷里的普通哥布林本来已经心惊胆战，准备逃命，结果被碎骨者吼了一嗓子，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战斗。好在他们也做了一定的反制措施，每支小队之间都隔了不小距离，这样
就算有小队被攻击，也不会波及到其他队伍。而那个入侵者只要现身，就会有无数箭矢技能招呼过去，进行饱和式攻击。他们就不信了，凭剩下的2000多只哥布林，还干不掉区区一个前行者。哥布林的应对，秦川在阴影中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碎骨者的意图，无非是利用普通哥布林作为诱饵，让他留在山谷里。只要有一丝机会，碎骨者就会发起狂猛攻势。这是一场猎人游戏，谁先露出破绽，谁就会死。秦川会退缩吗？根本不会。相反，这正中他的下怀。他不怕碎骨者死磕到底，就怕普通哥布林被吓破胆子直接逃离，那他就白等这几个小时了。碎骨者想要找机会弄死他，他又何尝不想把在场的哥布林一锅端呢？暗影飞刀，暗石之语。山谷中的战斗依旧在持续，只不过和最初的战斗规划有一点出入。主要是碎骨者反应够快，瞬息之间就找到了正确的应对方案，通过让哥布林小队彼此分散的方式，避免了第3次瘟疫爆发。效果有，但是不多。秦川固然是不能一口气将剩下的哥布林干掉，但每次出手都能灭掉几支队伍，经验值依旧在稳步提升。目前的拉锯战中，表现最亮眼的当属暗石之语了。这个技能可以打出15次伤害，锁敌范围也大，每次释放都能秒杀好几支队伍中的哥布林，将毒血瘟疫送过去。当然，战斗过程并不是轻松惬意，相反还充满了危机。主要是碎骨者的大跳加冲锋太快了，好在有剔骨双刃和闪烁，秦川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反手干掉几十只哥布林，气得碎骨者哇哇乱叫。从开战到现在，过去了差不多15分钟，秦川已经再度升级，顺利达到了14级，而这已然引起了外界的哗然。玩家们习惯性在练级的时候秒两眼等级榜，本来夜游神是排第1的，不过后面理查德森也追上来，让不少炎国玩家紧张起来。夜游神在干嘛？怎么这么久没升级？该不会是睡着了吧？要是被那个什么理查德森反超，那就别怪他们路转黑。而另一边的漂亮国玩家则是喜笑颜开，就说嘛，他们怎么可能输给炎国呢？你看，那个叫夜游神的已经出现了颓势，而他们的王牌玩家理查德森则是一路高歌猛进，用不了多久就能夺下等级榜第1。有这样想法的不只是漂亮国玩家。9527新手村里，罗刹一刀斩看着等级榜，一副早已料到的表情。我就说那夜游神后继无力，你看先出新手村有什么用？先升到12级又如何？不还是停住了？这都4、5个小时了，一点动静没有。周围的罗刹殿成员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结果罗刹一刀斩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夜游神的等级变成了13级。罗刹一刀斩嘴角一抽，但还是很淡定，解释道：他到12级已经好几个小时，练级再慢也该升了。罗刹殿成员再点头，会长说的对。结果没多久，正在练级的罗刹一刀斩听到队友发出一声惊呼：卧槽，夜游神怎么又升级了？第80章，他的等级还在提升。听到队友的话语，罗刹一刀斩愣住了，赶紧打开等级榜，看到了让他心情恶劣的一幕。排名第1的夜游神在升到13级之后，竟然在短短1刻钟之内又升了1级。罗刹一刀斩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夜游神是什么操作？要么几个小时不升级，要么一口气从12级升到了14级，这就离谱了呀。他可是知道10级之后升级需要的经验值比10级之前多了好几倍，再加上怪物属性提升，练级效率应该会降低才对。怎么夜游神完全不受影响，甚至还更快了呢？有罗刹殿成员推测到，夜游神之前没升级，是不是在找升级点啊？比如怪物巢穴之类的。不得不说，这个玩家脑子很灵光，已经很接近真相了。一起组队的罗刹殿成员表示赞同。嘿，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与其满世界找怪打，倒不如找个巢穴刷怪。我听说夜游神有一个自动挡技能，可以超快速击杀大量怪物。之前他带龙腾天下升级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效率极高。可惜不知道那是什么技能，否则咱也去刷，说不定能赶上夜游神呢。难道是职业进阶任务获得的奖励？那个叫理查德森的可是在论坛炫耀，说他通过了隐藏的4星级任务，获得了一整套白银级装备呢。卧槽，一套那得值多少钱啊？我也要去做进阶任务。洗洗睡，你丫连5级都没到，先想办法出新手村吧。耳边的议论让罗刹一刀斩心烦意乱，大叫一声：都闭嘴！几个罗刹殿成员立刻闭嘴，但表情很是不忿。他们还有没有一点言论自由了？罗刹一刀斩语气放缓，说道：与其在这里废话，不如多杀几只野怪。特么的龙腾天下都10级了，我可不能落在他后面。要是那老小子传送到5246新手村，偷偷把工会令买下，那就亏大了。本来他是没这么好脾气的，但自从拥有 LV3 照明弹的玩家被挖墙脚之后，他就决定收敛一点脾气。想到这，
罗刹一刀斩心头又是一阵恼怒，可恶的龙腾天下，老是跟他作对。几个罗刹殿成员紧张起来。罗刹一刀斩可是说过，如果能第一个创建工会，大家都有奖励。要是被人抢了，1毛没有。想到这，几名玩家关掉等级榜。看什么夜游神啊，他升级再快，能给他们发红包吗？另一边，刚刚换上新装备，开始挑战冒险难度猩红墓穴的龙腾天下也停下脚步，感慨道：不愧是夜游神大佬，这升级就跟喝水一样简单。牧师小雪说道：夜游神一口气连升2级，起码要干掉1、2千只野怪吧？他在哪找到的？射手说道：这就得问大佬本人了。抚摸着极血之刃的刺客说道：我比较想知道，大佬升级之后有没有旧装备换下来？我迫不及待想要接盘了。龙腾天下没好气道：虽然我知道你是在说装备，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射手郑重声明：我不认识这家伙。牧师小雪也往旁边挪了2步，没看出来这家伙还有这种癖好。刺客连连跳脚，怒道：你们那是什么眼神？我像是接盘侠吗？几人异口同声：像。不只是罗刹一刀斩和龙腾天下，也不限于炎国玩家，所有关注等级榜的玩家心头都有一个疑问：夜游神到底是怎么练级的？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惊爆全场。同一时刻，刚刚刷掉10几只野怪的理查德森随手打开等级榜，然后当场石化。擦了擦眼睛，确定自己没看错，理查德森发出一声尖笑：厚礼谢。上一次打开等级榜的时候，他是11级，夜游神12级，而且很久没变动，想来是练级遇到了困难。他反超的机会来了，怎么一转眼对方就13级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炎国速度吗？是不是太离谱了？作为第2个升到11的玩家，理查德森很清楚10级以后的练级难度简直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即便是他都得付出相当程度的心血。怎么夜游神就如此轻松呢？结果还没等理查德森研究明白，就看到夜游神的等级又变了，直接变成14级。狡猾的炎国玩家一定是开挂了。理查德森恶狠狠地想到：我要举报夜游神，揭穿他的面具。但随即理查德森就想到一个问题：这破游戏连个客服都没有，据说全靠什么超脑自主运行。换而言之，他想举报都没地方。理查德森傻眼了，这可真是他从未体会过的全新版本啊！外界的纷纷扰扰，秦川并不知晓，他现在只想弄死在场的哥布林。在一通猛杀之后，山谷里的哥布林数量大幅度减少，有了更多空地让他们分散，连带着暗石之雨的效果都降低了一些，再也做不到一次灭掉几支小队了。但问题不大，因为碎骨者已经彻底失去理智，双眼通红。有普通哥布林吓破胆子想要逃出山谷，直接被碎骨者砸成肉泥。不把那个前行者干掉，谁都不许退。碎骨者下了死命令。几只白银级哥布林暗暗叫苦，他们带来的小弟已经死得七七八八，就算把那个前行者干掉，也挽回不了损失。碎骨者还好说，名气摆在那，想要再建起聚落并不难，但他们就没那么轻松了。只是以碎骨者现在的状态，他们只要敢说个不字，怕是别想看到明天的太阳。几只白银级哥布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后悔，十分的后悔。早知道就不来参加这破集会了，建什么哥布林王国啊，老老实实当个巢穴首领不是挺好的。不过事已至此，说别的也没用，为今之计只有将敌人干掉。时间缓缓流逝，辛苦打完第一个 BOSS 的龙腾天下擦掉额头的汗水，刚想看看掉了什么装备，就听到刺客玩家一声卧槽。龙腾天下福至心灵，立刻打开等级榜。NO.1 夜游神等级15。操！龙腾天下也爆了粗口。夜游神的等级还在提升。第81章猝不及防。本来在秦川的计划中，他最多干掉70%，也就是2000左右的哥布林。甚至在碎骨者迅速做出反应之后，他的心理预期直接降到了1500。结果来了反转，碎骨者被戏耍的失去理智，下令让哥布林们死拼到底。秦川倒是能理解碎骨者的心态，对碎骨者来说，死再多的普通哥布林也无所谓，但他的面子不能丢。兴师动众的举办聚落集会，甚至还放下豪言要建立王国，结果被一个前行者打得溃不成军，这件事传出去了，他还怎么混？碎骨者打定主意找回场子，就再苦一苦在场的哥布林同胞吧，斩杀强敌的美誉他来承担。这种情况，秦川自然是乐于见成的。原本觉得能升2级就差不多，现在还没打完呢，就已经从12级冲到了15级，远超预期，简直不要太完美。升级这么快，还得感谢碎骨者，要不是他不让哥布林撤退，秦川最多升到14级就停了，还得回去路上刷点野怪才能升15。现在普通哥布林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接下来就到剩下的 BOSS 了。思索间，碎骨者再次使出大跳加冲锋的攻势，却没能伤到秦川半根头发。
随着普通哥布林被屠戮殆尽，秦川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了碎骨者身上。在动手之前，得先把那几只白银棘干掉，不然碎骨者一死，这几只哥布林绝对会亡命奔逃。要是他们分散跑路，还真不好一网打尽。另一边，在尝试过无数次之后，碎骨者发现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那就是他引以为傲的连续追击，在那个神秘敌人面前根本不起作用。对方的距离把控太精准了，每次都能卡在极限距离避开攻击，安然后撤。眼看着周围的普通哥布林基本不剩，几只白银级哥布林也惶惶然没有丝毫斗志。碎骨者知道他失败了，唰，飞刀闪过，其中一只白银级哥布林表情变得惊恐，大叫：“我被攻击了！我被攻击了！”作为白银级 BOSS， 他的表现本不该如此懦弱，但之前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有冲击力，已经让他失去了往昔的冷静。只因他很清楚一点，被那个潜行者敌人盯上，根本没有活命的可能性。山谷里一开始可是有3000多哥布林的，现在呢，全都死了。但话说回来，在场的白银级哥布林有好几只，为什么要先打他？另外几只白银级哥布林暗中松了口气，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同伴被攻击了，那么他们就不会被攻击。不过他们也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反制手段，同伴遭遇的很快会落到他们身上。几只白银级哥布林看向碎骨者，集会是他举办的，敌人自然也该由他解决。碎骨者被盯的表情有些不自然，看他做什么？难道他脸上长花了吗？扑通，第一只白银级哥布林倒下。没有普通哥布林分散火力，他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伤害爆炸，可惜已经晚了。碎骨者的脸色愈发阴沉，有手持2把大砍刀的白银级哥布林叫道：“我要走了，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他能留到现在已经算是勇气可嘉，也是心怀一点幻想，觉得碎骨者可能有什么终极手段没用出来。但是直到同来的白银级哥布林死亡，他才知道自己终究是错付了。碎骨者也是一筹莫展，既然如此，就别怪他自谋生路了。双刀哥布林的话语引起了另外几只白银级哥布林的共鸣，他们可不是没脑子的哥布林，知道屈服避祸。既然弄不死那个敌人，何必在这里死磕呢？能陪碎骨者到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了。几只哥布林 BOSS 对视一眼，非常默契的转身就跑。就算今晚过后会被碎骨者清算也无所谓，先活命再说。而且他们不觉得碎骨者能活，只要那个潜行者开始攻击碎骨者，他们就有足够时间逃出升天。想来以碎骨者的实力，能帮他们拖延很长时间。站住，不许跑！碎骨者接连发出怒吼，一个大跳落在几只白银级哥布林面前，目光凶狠，战锤往地上一顿，恶狠狠说道：“想逃跑，先问过我的锤子同不同意？”几只白银级哥布林又惊又怒，碎骨者绝对是疯了，他竟然想拖着他们一起死！双刀哥布林大叫：“碎骨者，你疯了吗？把路让开！”另外几只白银级哥布林也是目露凶光。碎骨者是很强，但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就拼个鱼死网破。场面已然在朝着内讧的方向发展了。阴影中，秦川淡定看戏。这几只哥布林打起来最好，打不起来也无所谓，大不了先放他们一马。其他 BOSS 跑了无所谓，只要把碎骨者干掉，这次的收获就绝对不会差。这个道理碎骨者也懂，所以他更不能让这几只白银级哥布林离开。一个念头在碎骨者脑海盘旋，我必须立刻献祭。早在开战之初，碎骨者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寻求死亡使者的帮助干掉入侵者。现在这个想法已经浓烈到极致，碎骨者握紧战锤，冲上去咣咣几锤子就把白银级哥布林们全部打趴下。这反转让秦川都有些猝不及防，碎骨者这么一个浓眉大眼的家伙，竟然也来骗，来偷袭那几只可怜的哥布林，真是太残暴了。下一秒，碎骨者就划破手掌，将血液滴在地上，双手高举过头顶，在白银级哥布林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语气狂热地喊道：“死亡使者，我祈求您的力量，请收下这些灵魂，这是献给您的礼物。”轰！浓郁的能量波动在山谷中爆发，黑雾从角落中涌现，吞没了地上的哥布林尸体，随后朝着白银级哥布林而去。虽说这几只哥布林还没死，但无所谓，死亡使者会出手。黑雾仿佛潮水般潜涌，将白银级哥布林覆盖，吞没了他们的身躯。等到黑雾继续往前移动，只留下眼珠突出死不瞑目的哥布林尸体。在死亡使者面前，这些白银级 BOSS 就跟蝼蚁没什么区别。黑雾朝着碎骨者汇聚，宏伟古老的声音在山谷飘荡：“哥布林，你的礼物不错，我很满意。告诉我，你想要什么？”